9天之上，天庭禁区，一白衣男子闭目而立，身形虚妄，如梦似幻。他脚踏日月，身后霞光万道。忽然，那双迷人的桃花眼微天张，眸中神辉一闪而逝，气质出尘，如仙临凡。云轩收敛气息，细语呢喃：大梦一场3万载，小雪、女皇、师尊，你们还好吗？叮，系统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就在云轩感伤之际，一道听不出性别的声音在他意识深处响起。云轩俊美如仙的脸上露出一丝惊容。系统这个词他曾经再熟悉不过了。那一晚，他看完斗破41集后，因女王戏份惨遭删减，气得彻夜难眠。次日上班路上犯困，一个不留神被货车司机送走了。就这样，他穿越了。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系统，云轩等到成年都没等到，只好自食其力。他出身低微，但天资空前绝后，一路无敌，脚踩圣体，拳打神体，引得无数仙子倾心，历经千磨万阻，修炼1000年便正道称帝。随后又花了1000年时间修炼至地境巅峰，一人一拳平定动乱源头，7大生命禁区，功德无量，世人尊其为天帝，统御诸天数万年。之后逆活3世，于红尘中历练，终有所悟，寻得悟道术辅之，一梦3万年，于今日成就红尘仙。从此与光同存，与天齐寿，永生。丁，穿越者云轩，你可愿意绑定系统？作为迟到几年的补偿，新手大礼包除了送了你一件灵气外，再奖励你1颗灵品丹药。他自信没有人可以拒绝拥有系统的诱惑。灵气、灵丹，云轩嘴角微抽，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当自己是个凡人。不过这个所谓的系统居然可以悄无声息靠近自己，确实有一点本事。云轩微微一笑，大手一伸，将其从虚空中射出。系统疯狂挣扎，惊骇欲绝。红尘仙，这怎么可能？云轩淡淡道，你已经迟到10万年了。系统，他沉睡了这么久，这臭小子没有自己的辅助，居然靠自己成仙了。想到这，系统大喜过望。小子，赶快绑定系统，好处无穷。劣质的措辞，大饼都不会画。云轩面无表情，仙气弥漫，手逐渐用力，进一步将其压缩，绑定系统。这下认清现实了吗？手中的那团无形之物越来越小，他痛苦挣扎，好难受，快放开本系统！嘤嘤。云轩眼神凌厉，发丝飞舞，煌煌天威不可直视，力量汇集于一处，将这个嘤嘤怪彻底镇压，封印到极道地冰求天罐中。四四方方巴掌大的透明罐子中空无一物，却诡异地传出一道声音：混蛋，你竟敢囚禁本系统！云轩眸光幽深，泛着寒光，你究竟是什么东西？系统气急败坏，你才是东西，全家都是东西，连系统都不知道，小说没看过。云轩眸子微眯，身上仙霞流转，融进罐里。系统惨叫轻一点，本系统不骂了还不行吗？云轩见自己全力出手都磨灭不了这自称系统的家伙，不由啧啧称奇。忽然他脑中灵光一闪，转身向后走去。禁区中长有一棵神树，树身如龙，直达天宇，叶身如翡翠雕刻，道运天成，他名悟道树。只是此棵悟道树树叶凋零，道运尽失，身上死气弥漫。云轩轻柔地抚摸着树身，神色惋惜。他没想到会一朝悟道3万年，几乎耗光了悟道树的灵性，这可是世上仅存的一棵了。云轩站在树前，手中的罐子灵光闪烁，汇聚成一条小溪，流向悟道树。他要将系统的神识封进最为完整的一片悟道液中，借此让此液不朽，可以一直用来泡茶喝。系统惊慌，你这家伙对本系统做了什么啊？本系统不要变成一片叶子，快放我出去，我不帮了。嘤嘤。云轩充耳不闻，在他的操纵下，悟道树仅存的灵性全都融进系统所化的那片嫩叶中，紧接着绿华大盛。刺眼的光芒消散后，一个全身赤裸的小女孩茫然地坐在地上。女的，还是一只小萝莉。云轩为她幻化出一套衣裳后，皱着眉头，用手托起她的下颌，仔细端详。她看上去年岁不大，身高不足1.5米，五官粉雕玉琢，脸上虽有些许婴儿肥，但亦可窥见长大后的倾城之姿。小萝莉蹬着粉嫩的小脚丫，飞速后退，直到碰到身后的悟道树才停下来。她双手抱胸，可怜兮兮地看着云轩，声音颤抖：你别过来，这具身体还没成年，猥亵女童，3年起步，最高死刑。一直云淡风轻，一副超然世外模样的云轩闻言不禁脑门一黑，别给自己加戏行不行？身前没有1两肉，有什么好玩的？小萝莉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贫瘠的胸脯，小嘴一瘪：你想玩养成？云轩淡淡道：少跟我胡扯，折磨人的办法有很多，想少吃一点苦就老实一点。
略，好凶呀！小萝莉吐着丁香小舌，做了一个鬼脸。云轩神情自若，指尖浮现一簇幽蓝色的火焰。小萝莉神色一滞，这九幽冥火在仙气的催动下，烧人可痛了。云轩直接动手，用捆仙绳绑住小萝莉双手，将她挂在悟道树枝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蓝色火焰。小萝莉小脚使劲往上抬，不想触碰火焰，同时放着狠话：啊，云轩，你敢这么对我，本系统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混蛋，这么欺负一个小女孩，良心过得去吗？你不是男人，你这个没人性的！哇，快放我下来，我烧屁股了！云轩没理会小萝莉的表演，无情地瞥了她一眼后，掏出一根长鞭，这是专打神魂的地兵。小萝莉露出笑脸，试图蒙混过关。你该不会想对人家做那种粗暴之事吧？云轩轻笑道。你觉得呢？小萝莉默默抽泣，模样惹人怜惜，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之色。你肯定想把本系统抽得遍体鳞伤，趁人家无力反抗的虚弱之际，强行进入识海，然后用卑鄙的手段将人家收为女奴，再日夜调教，满足你那不为人知的特殊癖好。云轩道：别装了，要真这样做，你这家伙心里指不定有多高兴。强行进入别人的识海，极具风险。小萝莉能力古怪，来历莫测，被反咬一口的几率极大，她的灵魂强度不弱于红尘仙。你到底想怎样？本系统的来历是不会说的，你这人太坏了，说了我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肯定会卸磨杀驴。小心思被识破，小萝莉哭丧起来。她可不敢相信面前这个长相似谪仙，心却像魔鬼一样诡秘难测的白衣男子，知道真相后会好心放过自己。云轩冷笑：我可不相信天上会有掉馅饼的好事，只有没有远见的爬虫才会渴望系统，翱翔9天的真龙只会警惕它的存在。小萝莉撇了撇嘴，眸中闪过一丝鄙夷，也不知道以前是谁看完无脑爽文后，做梦都幻想着有个系统就好了。如今成仙了，腰板直了，翅膀硬了，他相信若是在他刚穿越来的那会就现身，这个讨人厌的家伙绝对会欣喜若狂地跪舔自己。一开始他确实有点小想法，但现在被打服了，加上这小子油盐不进，一点机会都不给，只能开摆了。你不信，我也没办法。云轩不可置否，能够悄无声息接近自己的神秘存在，留1万个心眼都算少了。不过他倒是把打神鞭收起来了，身为天帝，这么欺负一个小女孩确实不太好，很没风度。不过这只嘤嘤怪确实嘴贱，实在欠抽，能不能把这火收一下？小萝莉双手用力向上，为了保护小屁屁，整个人弓成了虾。云轩觉得有趣，幻化出一张椅子，坐在10米开外，静静看着他。他想了一下，总感觉缺了点东西，于是手上多了一把灵瓜。小萝莉左摇右晃，却依旧灼热难忍，背部怎么都躲不过去，不由求饶道：别吃瓜了，再烧下去，这片悟道树叶画出的郊区就坏掉了。云轩将吃完的瓜子壳扔到地上，拍了拍手，清理掉碎屑，然后正襟危坐地看着他，一副你继续说，我在认真听的模样。见他毫不怜香惜玉，小萝莉气坏了，带着哭腔道：你赢了，想知道什么？本系统如实交代，行了吧？云轩笑了笑，现在什么都不想问，只想欣赏你被烤的模样。小萝莉，死变态！他抽了抽鼻子，楚楚可怜。你难道不好奇自己死后为什么会穿越？云轩淡淡道：根据看小说的经验，这一般都是系统做的好事。小萝莉明显愣了一下，继而道：你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会沉睡10万年？云轩道：某个自以为迟到几年的家伙，难不成知道？忍住，我不能生气。小萝莉深吸一口气，调整好状态。你难道不好奇本系统的来历？云轩看了他一眼，不好奇。他都编好了，结果这个家伙居然不问了。小萝莉气急败坏，你好奇？云轩道：不好奇。不，你好奇。小萝莉声音急促，若不是双手被捆住，她绝对要指着他额头逼他承认。云轩道：好奇又怎样？反正你也不会说实话。小萝莉 emo。 沉思一会后，云轩站起身来，露出温和的笑容。从今天起，你名叫清茶。小萝莉不解其意，你什么意思啊？云轩笑道：我身边缺一个泡茶的侍女。小萝莉不屑道：哼，梦里什么都有，那你就在这慢慢烤火吧。云轩作势欲走，喂，等一下，有事好商量。见云轩越走越远，小萝莉急了。云轩停下脚步，转身道：想通了。小萝莉轻咬下唇，面露挣扎。云轩给她台阶，叫公子就成。说着，清辉衣袖，幽冥之火散去，小萝莉平安落地。小女子清茶，见过公子。小萝莉顺坡下驴，一路小跑至云轩身前，恭敬地行了一礼。不得不说，这玩意变脸真快，
真乖。云轩温柔地揉着他的头，像邻家大哥哥一般和蔼可亲，刚才的一切似是没发生过一般。清茶心里愤愤不满，暗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萝莉瓶。终有一天，我要翻身做主人，让你乖乖地服侍我。云轩牵着清茶缓步向外走去。小萝莉是什么心思，他一点都不在乎，表面顺从就行了。风入雾到夜中的，只是他的意识，他真身依旧囚禁在罐头中。一个没有力量的小女孩，还能掀起什么了？也就泡个茶，做个饭而已，连暖床都做不到。轰隆，两人刚出禁地，便听见一声如惊雷乍现的巨响，霎时间地动山摇，天界都为之颤抖。云轩眉头紧锁，查探起刚才的情况。不一会儿，他冷笑道：真是好大的狗胆。与此同时，天界入口，本座于今日力败各路至尊天骄，成功夺得天命，正道称帝。天庭诸位可愿为本地俯首？一头背生双翼，头上印有月牙，浑身漆黑，身长数十丈的笑月天狼，脚踏烽火，立于虚空。天庭早已不插手万界之事，养生于天界。你何故如此？天后瑶光，仙姿玉秀，肌肤晶莹，周身仙霞流转，五官如神灵雕刻，美丽至极。她头戴凤冠，肩披白色绫纱，紫发如云，垂至小腿，身穿与发色相同的长裙，一只玉手横置于小腹，端庄优雅，但又不失威严。笑月天狼置若罔闻，他盯着瑶光，瞳中闪烁妖异的光芒，声若雷霆。不愧是长生仙体，活了10万年，气血依旧旺盛，不知吃了你能长多少寿元。闻言，无数包围他的天兵天将震怒，放肆，竟敢对天后无礼！笑月天狼冷笑，看吧，他们只尊天地，而不敬本地，万界之人亦是如此。只有天庭称臣，本地才能安心。瑶光面若寒霜，天帝都3万年没现世了，传说之人的威慑力怎么可能比得上当世大帝？这话不过是借口，他真正的目的是抢占天庭积累多年的修炼资源。笑月天狼意气风发，不服那便死，本地要踏碎南天，打穿天宫。诸位结阵！瑶光轻斥一声，率先发动攻击，身上神霞如赤，无数流光激射而出。笑月天狼仰天长啸，振翅而降，地威滔天，一路横推，即使喋血也难掩兴奋，一口气打至南天门。大地无敌，天庭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众人绝望。有人问道：天后，陛下何时回归？瑶光低头不语，神色有些凄迷。天庭要亡了吗？地威之下，有人心神受损，放弃了抵抗。见状，瑶光正神，厉色道：你若敢踏进天宫半步，本后即使耗尽天庭底蕴，也要将你诛杀于此。哈哈，本地借助天命印记都感应不到天地的气息，他已经死了，其余人何足为惧？笑月天狼笑得张狂，没有万分的把握，确定天地已经不在，他岂敢如此嚣张地打上门？来送菜吗？云轩的气息连大地都感知不到了。瑶光不愿相信，那个顶天立地说要照顾自己一生的男人，先他一步离开人世。可为什么3万年他还没从闭关的大阵中走出？就连魂灯也在万年前彻底熄灭。难道一念至此，瑶光摇摇欲坠，没有云轩的世界一片灰暗，太压抑了，孤孤单单一个人活着也没意思了。就在这时，耳畔传来熟悉的声音：哼，本地闭关3万载，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上门挑衅了。随着轻笑声响起，一双金色的大手于虚空中凝聚，合并而下，如日月碰撞，一击便重创狂妄无比的笑月天狼。云轩凌空而出，脚踏万道，身材修长，俊逸非凡，衣袂飘飘，墨发如瀑，随风而动。他脸上挂着温馨的浅笑，让人如沐春风，但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他眼中带着藐视苍生的淡漠。笑月天狼鲜血纵横，气息羸弱，他抬起狼手，惊骇欲绝。天地，怎么可能？10万年了，你还活着？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没有大帝可以活这么久。笑月天狼状若疯狂，挣扎起身。这一定是你们弄出来的假象，无形的压制早已消失，天地已经死了，我为当世大帝，不可能会输。云轩一脚踏出，仿佛穿越了空间，瞬息而至，一指弹向狼手。笑月天狼吓得肝胆欲裂，狼毛倒竖。我没事。他惊喜地发现，刚才那一击没有给自己造成任何伤害，不由嚣张起来。看来天地所留后手，力量已然耗尽，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能奈我何？云轩摇头道：这一届的大帝质量不行，又蠢又菜。说完，只听一声咔嚓，天命印记破碎，大道反噬之力让笑月天狼两眼一翻，倒在地上，重伤垂死。天命印记中的力量向外翻涌，
刺眼的光芒与强大的力量让人不敢直视。光圈中，云轩看着昏迷中的漆黑巨狼，隔空扇了他2巴掌。笑月天狼额前月牙闪烁，迷迷糊糊的用狼爪挠了挠脸，悠悠转醒。蠢狗，睡得香吗？云轩神色玩味。见到云轩，笑月天狼狼躯一颤，瞳孔收缩，露出惧色。他知道天帝很强，但万万没想到已经强到能秒当世大帝的程度了。你刚成大帝就跑到天庭闹事，是狗胆包天，还是不想活了？云轩好整以暇地看着他，问出心中的疑惑。他刚才还以为会不会有什么幕后黑手，想暗中观察一下，结果媳妇要被打了，只好提前出来。哪知这好像真是一只自不量力的纯种蠢狗。笑月天狼不服，若没有你，天庭本地已经打下来了。云轩摇了摇头，哼，果然是一条蠢狗，看来没有生命禁区的威胁，让后世大帝掂量不清自身的分量了。大帝战力无敌，不代表着能横推一切，不然被历届大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生命禁区，岂能屹立诸天之巅无数年？天庭经过10万年积累，底蕴不会弱于曾经的生命禁区，即使云轩不出手，笑月天狼也对付不了天庭。配合上天宫中的精神阵，在解封神元中的无敌至尊，另类成道者，笑月天狼不死也得重伤而逃。笑月天狼闭上眼，硬气道：成王败寇，多说无益，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云轩道：死，太便宜你了，本地正好缺头宠物，南天门缺条看门狗，你这个曾经的大帝勉强够资格，大帝可杀不可辱。笑月天狼怒道：是吗？你想干什么？别过来啊！见云轩步步逼近，笑月天狼惊慌失措，颤抖着四肢不停往后靠。你触犯天威之罪，可是要牵连族群的，乖乖成为宠物，我可以不杀他们。云轩神色平淡，像是在诉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人做事一人当，天帝你不要太过分。笑月天狼惊怒，过分？放以前任何潜在的威胁我都会连根拔起，举世无敌，强的没有对手后已经仁慈很多了。云轩趁他失神之际，用绝对的实力轰开他的识海，强行奴役他的神魂。灵魂被撕裂的疼痛让笑月天狼晕厥过去。云轩一招袖里乾坤，将他收入囊中。就在这时，光芒消散，见此情景，无数狂热的将士竭尽欢呼，声音传遍诸天万界。天帝，天帝，天帝，天帝历10万年。笑月天狼正道，同日闯入天界，踏碎南天，天后瑶光不敌，危机关头天地复苏，一招败敌，一指弹碎天命，无上天威不可触犯。瑶光，这些年辛苦你了。奴役笑月天狼后，云轩漫步而下，走到瑶光身前，牵起他的手，柔声道：陛下。瑶光声音哽咽，泪眼朦胧，面前的男人一如当年，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有他在，天塌了也不怕。微风吹起两人发丝，情意在空中蔓延。当年微末的少年已成天帝，当年矜持的公主已为人妻。相识于年少的两人，感情与模样定格在最初，彼此而言，少年依旧柔和阳光，少女依旧温婉动人，时间没改变任何东西。瑶光猛地向前扑进他怀中，用力搂着他的腰，恨不得融进他身体。云轩轻轻拍着他后背，柔情万分地看着眼前的家人。散了，散了。寿命较长的老将知道两人又要开始秀恩爱，挥手驱逐天兵天将。闻言，瑶光这才想起有外人在，面颊绯红，慌忙推开云轩，心慌意乱地搓住一缕秀发，不手指停地卷动，模样煞是可爱。云轩笑了笑，都老夫老妻了，你还是这么容易害羞。瑶光娇嗔道，当着众将士的面搂搂抱抱，成何体统。云轩玩笑道，看见天后娇羞的模样，就当是将士们守护天庭的奖励，而且好像是你主动的吧。瑶光羞恼顿足道，你记错了，你说的对，确实是我主动的。云轩一把扯过瑶光，低头擒住红润的小嘴。瑶光挣扎了几下后，反手搂着他颈脖，开始回应。之后是打算继续红尘历练，还是去看你的小情人？释放完多年积压的情感，瑶光重新恢复先前高贵雅致的模样，只是言语有些酸酸的。听见这幽怨的声音，云轩神色尴尬，避重就轻道，如今已是红尘仙，今后再也不需要历练了。云轩伸手抚住瑶光粉颊，深情道，当初许下陪你走到时光尽头的诺言能实现了，从今往后我们将永不分离，一起看沧海变迁，看云卷云舒。瑶光悠悠道，那之后是打算去幽会你的红颜知己了？云轩，我说话这么好听，你不应该感动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吗？云轩眺望神山方向，那里神元气息浓郁，封印着诸多故人。曾经
我总以为机会无限，所以从不珍惜眼前，殊不知相见容易，再见难，3万年已是物是人非。云轩的话勾起了瑶光尘封的记忆，一时间也有些感春伤秋。与我们同一时代之人，如今还有几人留存于世？瑶光心疼地看着他，你虽君临9天10地，独断万古，可眼睁睁地看着无数故人青丝成雪，魂归幽冥，是多么的无奈。云轩叹息道，不成仙终是虚妄，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一去不复返。云轩倒吸一口凉气，瑶光揪住他的软腰，不忿道，这就是你一出关就想着小情人的理由？我这个第1世的原配，不如后面3世的狐狸精。呸，渣男！女人都是变脸这么快，这么会抓重点的生物吗？云轩眨了眨那双多情的桃花眼，辩解道，历练时封印了记忆，不然知道终将会失去，又何必去拥有？再美好的过程，也只是昙花一现，徒增烦恼罢了。瑶光不觉点头，故人碑前的字迹都已模糊，再也不想用颤抖的手增添新坟。知我者，瑶光也。云轩陪笑一句后补充道，其实每次历练，我都是痴情的人设，一生只爱一人。呵呵，瑶光冷笑，陛下是不是觉得成仙太早了，应该再多历练几次？感受到自己媳妇言语中强烈的怨气，云轩讨好道，夫人说笑了，你知道的，我不是这样的人。瑶光似笑非笑，谁知道呢？你桃花运太盛，实在招蜂引蝶。当年瑶池的圣女，天湖的妖女，幽宗的魔女，以及我这个不朽皇朝的公主，都倾心于你。你这个花心大萝卜，是来者不拒。云轩神色坦荡，搂住瑶光，声音中透着坚定，你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少一个都不行。瑶光顺势靠在他怀中，目光柔和下来。他生气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女人，身为天帝，3妻4妾不是理所当然吗？他才那3个天妃，比自己的父皇少多了。瑶光只是在发泄云轩一闭关就是3万年的怨气，期间什么信息都不传出来，不知道他会担心会害怕吗？万一他真的闭关出现意外，自己该怎么办？想到这个可怕的可能，瑶光娇躯微颤，与云轩十指相扣，语气格外温柔，找个时间将历练时喜欢的人接到天庭吧，我也想认识下新妹妹。闻言，云轩怔了下，瑶光故作不悦，怎么不信？在你眼里我就是这么小气的女人吗？云轩的不信任让瑶光有些委屈，他要是只有这点度量，这些年岂不是早就被天宫中某些无法无天不懂尊卑的天妃气死了？你的话我自然是信的，只是情况有点复杂，这事日后再说。云轩了解瑶光，知道他性格温柔，不会真的因此生气，甚至还曾一度主张让他广纳妃子，好生个继承人，接管天庭。瑶光偶尔的撒娇，发点小脾气，吃点小醋，这些不大的缺点，在他这里还是加分项。云轩一直认为她是个完美的妻子，无愧天后之名。只是他们真不能入住天庭，他化凡历练时与之结缘的女子都不是简单货色，一个霸道的不讲道理，一门心思想包养他；一个占有欲极强，动不动就黑化，堪称诸天第1醋坛子。这2人凑一起，天庭都得被掀翻。如果云轩跟历练时一样痴情无二，信守承诺，与他们一生一世一双人，他们会是最好的伴侣，一个是合格的富婆，一个是粘人的小猫，2人都是人间理想。大概或者当初要是和成帝前一样扎得光明正大，他也不至于理亏到今天。骗人感情是要付出代价的，其实也不算撒谎，毕竟在历练过程中他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真情实意。还有一个是他的师尊，只是他始终迈不出心中的那道师徒关系的坎，喜欢假装正经，态度强硬一点他就半推半就的从了，稍微软弱一点他就会摆出一副高不可攀的女神范，义正辞严道，逆徒不可无礼，我是你师尊。殊不知这只会让云轩更加兴奋。瑶光见云轩出神，用肩膀撞了一下他，翘着小嘴，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不准想其他人。你误会了，我没想他们。云轩自然不会承认。瑶光娇哼一声，不管之后你怎么处理他们，但刚出关的这段时间你只能是我的。他伸出5根纤长如玉的手指，陪我5年，不对，要10年。说着瑶光又张开另一只手，云轩亦伸出一只手与他十指相扣，宠溺道，天后说多久就是多久，1万年都成。瑶光有些感动，但也知道2人不可能天天腻在一起，大道无涯，永无止境。况且长生仙体具体能活多久他也不知道，为了跟上云轩的脚步，他仍要努力修炼。你干嘛？快放我下来！瑶光走神时，云轩一个弯腰就将他扛在了肩上。云轩道，3万没见，为夫怕感情淡了，
必须加深一下。姚光见云轩走向是寝宫那边，顿时面泛潮霞，娇躯酥软，逐渐无力，只剩若有若无的哼唧声。放我下来，我自己会走，被人看到影响形象。无所谓，本帝看谁敢闲言碎语。云轩满不在乎地抖动了一下身体，让自己扛得更加舒服。姚光纤柔的腰肢完美贴合在云轩的肩上，他垂着身子拍打了几下他的后背，娇羞道：哎呀，有人来了，你完了，被人看见了，我保持这么久的端庄典雅的形象全被你毁了。云轩扛着他大步前行，顺道打趣：放心好了，等过个几万年，这批人都不在了，你的形象就又恢复了，以前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姚光，天地沉睡期间新形成的生命禁区冥土，一头通体雪白的老虎慌张道：明主，天地复苏，我们该如何是好？作为曾经生命禁区中侥幸存活下来的神兽，天地无敌的概念已经根深蒂固，让他生不起一丝抵抗的念头。身披银发的冷傲女子，黄金瞳涌动辉芒，红唇微动，声音淡漠，慌慌张张，成何体统？他要是敢打我，我就死给他看。神兽白虎，明主大人，你这副小女人的作态是怎么一回事？3日后，生命禁区，一银发女子遥望天际，神色哀怨。寒灯纸上，梨花雨凉，我等风雪又1年。哥哥，那么多苦，那么多难，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难道携手并肩3000年，在你漫长的岁月之中，仍旧不值一提，掀不起一朵浪花？不然，你为什么不来找我？都复苏这么长时间了。银发女子面容扭曲，宛如疯魔。还是说，你正和天庭的那个女人，你侬我侬，花前月下，忘记了我的存在？呵呵，你个大骗子，明明说过我是你的唯一。银发女子身上黑气弥漫，握拳用力捶向扶手，椅子下的白玉石板裂开，如同蜘蛛网一般。台阶下，神兽白虎趴在地上，瑟瑟发抖。这女人性格如妖，变幻莫测，这几天脾气是越来越大了。银发女子眼神凌厉，森然道：传令下去，发动黑暗动乱，收割万族精气。神兽白虎闻言惊慌失措，这什么情况？天帝没来打我们就已经是万幸了，这个节骨眼上，你居然还要不知死活的去作死？明主大人，您这么快就忘了当时大帝笑月天狼的悲惨遭遇了？他现在还不知死活呢。您要是活腻了，别带上我们啊！神兽白虎强忍着对女子的恐惧，提醒道：明主，天地已然复苏，此事应该从长计议，小心为上。银发女子神色一冷，眸光如刀：你想抗命？不敢。白虎立马起身，走路带风去传达明主之命。发起动乱，他还能再蹦跶2天，让这女人不爽，他下一秒就要被熬成虎头汤。银发女子无声冷笑，讥讽道：平定黑暗动乱的英雄，人间天地，杀人如麻，饮血止渴的你，什么时候这么伟大，这么高尚了？与此同时，天庭山水林间，一间披白色绫罗，身穿紫色长裙的绝色丽人端坐湖畔，玉手轻挑银弦，双手在仙琴上快速拨动，悦耳悠长的声音飘扬在天地间，宛如天籁。女子身旁，一白衣男子低头逗弄怀中萎靡不振的小黑狗，他手指纤长，一手揉搓小狗背部，一手逗弄它下巴。小黑狗夹着尾巴，蜷缩着身子，云轩竟然从他那双漆黑的大眼睛中看到了一丝羞涩和尴尬。云轩翻过他身子，摁住他挣扎的后腿，定睛一看后哑然失笑：难怪老是喜欢夹着尾巴，原来你是一条母狗。黑色的小狗极为神奇地变成了粉色，它生无可恋地躺在云轩的大腿上，想他堂堂大帝竟要忍受如此屈辱。身为高贵的笑月天狼，被当成宠物，当成狗养就算了，如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天帝竟当众窥看隐私，玩弄自己。如果上天再给自己一次重来的机会，他一定躲着天庭，离他远远的。经过这些天的观察，天庭的底蕴着实吓到他了，天宫中的4支圣境禁军就够他喝上一壶了。神山中封印的老家伙数量更是惊人，远远超乎他的想象。不得不承认，即使没有天帝，他也难以奈何天庭。一曲终了，云轩扔掉小狗，看向瑶光，眸中闪过一丝柔情：瑶瑶，你的琴技又进步了，堪称仙技。瑶光嫣然一笑：陛下过誉了，臣妾还差得远呢。云轩会心一笑，搬动身下凳子，靠近几步，柔声道：瑶瑶，弹了这么久，应该累了，渴了吧？瑶光瞥了一眼他单薄的嘴唇，旋即面颊发烫，左顾右盼，眼神漂浮，轻声应道：云轩看向不远处，抬手道：清茶，该工作了。闻言，正开心追着七彩去的小萝莉顿时成了苦瓜脸，随着云轩的手势，他化作一道绿色的光芒向他飞去。
云轩两指夹住飞来的嫩叶，将它放到桌上的茶几中，轻轻摇晃。见状，瑶光目光闪躲，有些羞涩地抿住娇唇。刚才还以他想和自己。虽然不久前云轩才和瑶光结束最原始也是最深入的情感交流，但几万年的空虚岂是3天3夜可以弥补的？他还有些意犹未尽，但不好意思向云轩要，也只能作罢。云轩可不知道圣洁无比的天后在想那种事情，他笑着说：“这可是吉悟道术所有精华于一体的叶子，全世界仅此一份，口感极佳不说，圣人之下抿上一小口就能当场悟道。呵呵，喜欢喝老娘的洗澡水就直说。”茶几中传出一道清脆的萝莉声，云轩额头呈现一条黑线，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了。过了几天安逸的日子，就想被火烤了。想起吊在树上被支配的恐惧，小萝莉从心的选择认怂。瑶光掩嘴轻笑，嗓音柔和：“陛下，这丫头是无道术之灵。”云轩摇头道：“一个自称系统极其危险、神秘而古怪的存在，亦是被我封印在悟道业中。”瑶光眉平蹙起，面色凝重。能让陛下感到棘手的家伙，还是杀了的好。茶几中惬意荡漾的叶子身形一滞，紧接着传出一道极为委屈的声音：“你这女人外表看起来温柔娴静，没想到内心竟这么歹毒，果真是最毒妇人心。本系统做错了什么？这么可爱的萝莉，你们也下得去手？”云轩道：“这家伙灵魂强度极高，巅峰时期不弱于红尘仙，现阶段我的实力还不足以灭杀他。”小萝莉急得跳脚，撞得茶盖一阵晃动。现阶段，云轩，你什么意思？以后实力更进一步，是不是还要弄死我？云轩没有否认，看你表现，若是继续心怀鬼胎，我不能保证你的未来会怎样。小萝莉咽了下去，不再支了，闷闷不乐地划着水。瑶光温婉动人，捋了捋被清风吹散的青丝，垂眸饮茶。陛下心中有分寸就好。他的声音极为空灵，能洗去人心中的一切烦恼。云轩情上心头，轻轻搂过瑶光，下巴抵在他洁白细腻的额头上。你是年少时的怦然心动，也是朝夕相处的久处不厌。这一路上多亏你的体贴和照顾，没有你就没有如今的我。闻言，趴在瑶光脚边的小黑狗抖了个机灵，赶紧折起狗耳朵，太肉麻，太油腻了。她这个大龄剩女受不了了，还是不听为好。恋爱的酸朽味休想腐蚀她纯洁的心灵。云轩追忆往昔，初次见面，我便被你高贵气质和美丽外表吸引住了，一眼万年。从此目光所及皆是你的身影，那段时间真是做梦都想着你。竖起一只耳朵的小黑不禁暗自吐槽，见色起意都说着这么清新脱俗。小萝莉倒是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些向往。她希望有朝一日能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子，被他宠着，被他保护着，为自己出头，将面前这个欺负人、将自己当茶泡的可恶家伙狠狠教训一顿。听完云轩所说，瑶光有些撒娇道：“好呀，原来你对本公主一见钟情。”云轩笑道：“你这样的人谁都会喜欢，当年你可是灵犀皇朝乃至整个天荒界的梦中情人，不知多少天之骄子为了一清芳泽，愿意入赘灵犀皇朝，成为驸马。”瑶光歪着头，紫色的瞳孔中泛着光泽，娇憨道：“想入赘的天之骄子里面包括你吗？”云轩自嘲道：“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从穷乡僻壤中走出的少年，哪里算得上天之骄子？”瑶光想起了什么，嗔了他一眼：“我怎么记得某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极为恶劣，一点也不像心动的模样。不止如此，之后还持续不断的威胁我，从我这不知拿走了多少修炼资源。”云轩神色尴尬，他当时修炼了一门极为特殊的瞳术，意外看出瑶光体质的秘密，加上资源短缺，便装作恶人勒索上了瑶光，顺道增加接触机会。瑶光愤愤不平，掏出一本泛黄的小本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今天阳光明媚，但心情极为不好。那个混蛋又来了，从我这抢走了1000几品灵石，半个月的零花钱又没了。越想越气，再有下次，本公主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第二页，2个月没见，他居然连跨2境，从天桥境到了神魂境，看不出来这家伙修行天赋还挺高的啊。不对，他肯定是走狗屎运，遇到奇遇了，突破这么快，根基定然不稳。今天找个机会好好教训他一顿，好叫他知道本公主不是好惹的。气死本公主了，这破体质一点用都没有，被他用这个秘密威胁就算了，还被他越境秒了，又是不开心的一天，难受，想哭。第3页，混蛋，他今天居然牵我手了，还说是不小心的，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真当本公主逆来顺受，好欺负。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本公主要去挂榜悬赏，找人打断他的腿，让他哭着忏悔。要不是他威胁本公主说，只要他出事，不管是谁下的手，
他的人都会第一时间将我拥有长生仙体的秘密传遍天荒界，不然本公主早就找人做了他了。长生仙体暴露，那些寿命无多的至尊一定会不计一切后果的杀来，届时父皇倾尽灵犀皇朝之力都保不住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无缘无故又没得罪他，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拿我当提款机就算了，还要我保护他？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这么讨厌的人？白瞎了那张好看的脸。第10页，感觉怪怪的，怎么觉得他把本公主的府邸当成自己的家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就像无底洞一样，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本公主都快负担不起了。今天第一次撒谎了，骗父皇说修炼长生仙体的资源变多了。不过他真的好厉害，现在已经是圣人了，境界比我都高了。咦，这股奇怪的自豪感是怎么回事？他这身修为都是我投资出来的，与有荣焉，很正常吧？第15页，今天被敌国刺客袭杀，他为了救我受了好重的伤，快要死了。我向父皇求来了一颗极品圣药，保住了他一命，才没有感动，才不是舍不得，只是怕他留下的后手泄密而已。不过他这人其实也不坏，对外挺温和的，就是对我有点凶。第20页，今天哥哥成婚了，本是喜庆的日子，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说天荒界太小，要横跨星空去北斗界闯闯，不用见到那张令人生厌的嘴脸，不应该喜上加喜吗？可为什么心里会空落落的？心口闷的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北斗界真的好远，以后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了？第21页，今天他来告别了，讲了一些让人羞臊的话，说什么待他无敌于天下时，就没人可以再伤害我，长生仙体照样可以活在阳光下。他是不是在表白啊？但他没明确的说喜欢我，会不会是我想太多了？毕竟他这身修为我起码有一半的功劳，作为回报保护我不是应该的吗？好纠结啊，算了，不想了，顺其自然吧，反正我又不喜欢他，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忘记了。第22页，师弟今天要去北斗界历练，软磨硬泡下，父皇终于答应我随行了，开心。本公主可不是为了去见那混蛋，只是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没错，就是这样。第23页，马上就到北斗界了，心情忐忑，分别200年，他还记得我吗？第24页，兜兜转转20年，终于还是在北斗界遇上了，只是他身边的女子好耀眼，好圣洁，如同仙女下凡，听说是瑶池的圣女。瑶池圣地底蕴强大，10个灵犀皇朝也比不上，他有了新的饭票，已经不需要我了。怎么回事？眼泪不听话的往下掉，好多人在看我，好丢人啊！我才没哭，是眼里进沙子了。可真的好不甘心，我长得也不比他差吧？瑶池代瑶是我的姓，他喜欢瑶池圣女，是不是也有这一部分原因？瑶光，别自欺欺人，你只是生活在黑暗中的可怜虫，承认吧，他已经不需要你了。我一点也不伤心了，反正我能活很久，一个人也很好，还不用给他上坟。第30页，躲了他3年，还是被找到了。他拽住我的手，说喜欢我，再也不会让我跑掉了。我质问他，瑶池圣女是怎么一回事？他什么也没解释，霸道的夺走了我初吻，说留个印记，以后我就是他的人了，还说要照顾我一生，再也不会让我受委屈。落泪，泼皮，无赖，一点道理都不讲。可我为什么不生气？甚至有点小开心，身上暖洋洋的，从未如此踏实过。第31页，他要带我去见瑶池圣女，好担心，他会不会生气？会不会打人？我打不过他，发生矛盾，云轩会帮我吗？见到本人了，瑶池圣女性格很冷，但为人不坏，好像早就知道我的存在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他，真的不生气吗？他说，这话我应该和幽宗的魔女、天湖的妖女去说。这个花心大萝卜竟然还有其他女人，明明是我最先认识他的。哼，骗子！我受委屈了，决定3个小时不理会他。第80页，我体质暴露了，太古的皇族，禁区的至尊，无数恐怖的存在破关而出，欲要吞噬我，连父皇都退缩了，只有他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前。这一刻，我好想哭，好想大声地告诉全世界，这是我喜欢的人，好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早点和他在一起，好害怕他会死。即使他战力无双，能神王横击至尊又如何？敌人太多了。我祈求让他离开，他摇了摇头，露出一如既往的微笑，说，我带你杀出重围。我太弱了，只能无力地看着他征战，看着他血染山河，看着他倒下又站起。站在面前替我阻挡无数强者的男子，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勇气？他生命为何如此顽固，意志为何如此坚定？是因为身后有想要保护的人吗？我终于明白他有多喜欢我了，可惜太迟了，他要死了。我已经绝望，但当黎明的曙光划破天际，他极尽升华，
成至尊了，我们奇迹般的逃出来了。第81页，我们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他觉得憋屈的日子，却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时光，因为陪着他的只有我，他只属于我。我真是一个自私的坏女人。第90页，那次大劫之后，他变了很多。以前遇见有人欺负弱小、横行无忌之时，他总会仗义直言，现在则是视若无睹。当初那个热血少年郎死在了血洒长空、孤立无援的绝地。那时陷入绝望之际，无人给他光明，这个世界伤透了他的心，他报之以冷漠。这样的他，我竟是越来越喜欢。如果他能淡漠所有人，只对我展露温柔就好了。很可惜，我不是他的唯一。我好像越来越坏了。第100页，他终是无敌于天下了，建立了天庭，还封我为后。哼哼，什么魔女、妖女，还不是统统比不上我。我现在是天后，要大度一点，不和他们计较。云轩看完最后一页，眼眶微热，过往的种种在脑海中浮现，仿佛将曾经的路又走了一遍。他恋恋不舍地合上日记。幸好当初那个年少无知、做事没有分寸的少年没有将你弄丢。瑶光也从一开始的愤愤不平变成了情难自禁。他环抱云轩，偏头伏在他胸口，不自豪与你携手共赴诸天，只庆幸能在你微末之时提供帮助。很幸运这一路有你。云轩轻抚瑶光秀发，那难道臣妾也是？瑶光绝美的脸上带着无限甜蜜，美目中有着万千柔情。清风徐来，林间树叶发出沙沙声，湖中之水荡起阵阵涟漪，两人相互依偎，沐浴春风，阳光洒下，发丝映照出些许金黄，凋零的叶子在空中飘荡。不知过了多久，瑶光露出一丝愁容。要是能永远如此就好了。云轩笑道，不必担心，成仙后寿命无限，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瑶光哀伤道，我只是怕仙体寿命有限，不能一直陪着你。云轩沉默。史册记载，万界一共出现过3个拥有长生仙体的人。第一位活了8万年，引来一位暮年大帝的窥视，将他炼成仙丹，重新活出一世，长生仙体之名自此流传下来。第二位不过1000岁，便被一位禁区至尊炼化。瑶光是第3位，也是活得最长的一位，因此没人知道仙体寿命的极限。云轩安慰道，仙体不永生，那便成仙。瑶光苦笑，陛下，臣妾怕是没有那个悟性。无碍，我会想办法，不会有事的。云轩握紧他的手，眼中狠戾之色一闪而过。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他会不计一切办法为他延寿。就在这时，茶几中传出一道声音，仙体长生不永生，他最多只能活12万年。云轩先驱一震，只剩2万里年了吗？此言让一旁的小黑狗翻了个白眼，这说的是人话吗？大地寿命才2万年左右，到你这怎么就变成只剩2万年了？小萝莉继续出声，我这有一门极为适合长生仙体的功法，它底蕴不差，剩下的时间足够它成仙了。闻言，云轩立马掀开茶盖，从中捏起一片嫩叶，小心翼翼地用衣袖擦掉上面的水渍。绿芒一闪，小萝莉现身于瑶光弹琴的桌上，鼓着腮帮子的看着云轩，那傲娇神情仿佛在说，你小子现在知道求本系统了。云轩正色道，只要你能帮瑶瑶成仙，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除了绑定系统。小萝莉试探道，那放了我本体？可以，但不是现在。云轩不可能放掉一个得罪过的同级甚至更高级别的存在。瑶瑶成仙之日，便是你自由之时。说着，他眼神一冷，你若对他心怀不轨，我将不计任何代价，不计任何手段磨灭你神魂。小萝莉撇了撇嘴，有求于人还这么凶？云轩当作没听到。小萝莉皱起眉头，似乎在纠结什么。瑶光插嘴道，你若担心是后云轩反悔，拿到功法后对你不利，让他册封你为天妃，你看如何？小萝莉想都没想就要拒绝，开玩笑，提要求的人还要将自己赔进去，世上哪有这种不可理喻的事？瑶光挥手打断他的话，别急着拒绝，先听我说完。瑶光润了润嗓子，只要成为他的女人，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你的性命也能得到保障，就算你日后犯了错，他也不会对你下狠手。我和云轩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是什么性情，没人比我更了解。云轩面无表情，别对我女人起夺舍之类的想法，其他事情都好说。小萝莉看这反应，瑶光好像真没说错，是个护妻狂魔。你死心吧，本系统就算用豆腐撞死也不可能嫁给你，名义上的也不行。小萝莉还是选择了拒绝，翘着小嘴巴，一副你不配的样子。云轩不屑道，矮小无兄，谁稀罕？哼。小萝莉瞪着大眼睛，敢顶嘴，还想不想要功法了？云轩露出温和的笑，刚才失礼了，收拾这臭丫头的机会多的是，
不在乎这一时，把功法搞到手再说。他只是答应后面会放他自由，可没说期间要把他当大爷伺候。小萝莉似乎没察觉到危机，还在傻乎乎的耀武扬威。小轩子，收起你那虚伪的笑，你这就只能骗骗小姑娘，本系统不吃这一套。数落云轩一顿后还不过瘾，神气道：俺小平胸的是这片叶子，本系统之貌美，就是你旁边的女人也比不上万一。他要说不比瑶光差，云轩信，毕竟能修炼道至高境界的他还没见过长得丑的。但要说比瑶光漂亮上10000倍，一听就是吹牛不打草稿。瑶光含情一笑惊鸿醉，是人间绝无仅有的美，能超过瑶光的绝不存在。即使春兰秋菊各有千秋，但她在天后光环的加持下，稳坐诸天第一美人的宝座。反对者是在质疑天地的审美吗？不想活了。小萝莉借此机会将这些天受的委屈一口气发泄了出来，只觉神情清爽。掌握云轩软肋的她开始畅想美好未来。清茶瑶光的功法。云轩见小萝莉嘴巴一直没合上，像是在意淫什么，不由出声提醒：没大没小，以后要叫我系统大人。小萝莉十分不悦。说完，她伸出白嫩如婴儿的小手指向瑶光眉心，金色大盛。传完功后，云轩关切道：瑶瑶怎么样？瑶光欣喜道：他名叫长生诀，无愧仙法之名，当真玄奥无比，简直就是为长生仙体量身定做的。云轩为他感到开心。让我看看。瑶光放松心神，为他敞开识海。这种行为极为危险，即使是亲密无间的夫妻也难以做到如此坦诚相待。这种行为不仅会让自身毫无秘密可言，更是将性命交与他人。若这时对方心生歹意，只需一个念头便会万劫不复。云轩看完长生诀后露出沉思之色，半晌他忽然笑道：清茶，你不老实啊。小萝莉不慌，趾高气昂道：我没留后门，只是稍微改了一点内容，让他修炼不到圆满境界，成不了仙而已。从今往后，只要你乖乖服侍本系统，为我端茶送水、洗脚做饭，届时我自会补全。小萝莉讥讽地看着云轩，他那点小心思怎么可能瞒过他？小样，随便拿捏好吧。忽然小萝莉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只见云轩将完整的长生诀功法于空中展示了出来。云轩笑盈盈道：你看是这样子吗？系统大人，公子，清茶刚才是在开玩笑呢，您大人大量，别往心里去。小萝莉跑云轩身后，乖巧地为他捏着肩膀。这力道怎么样？舒不舒服？还行。云轩闭目享受。公子，你是怎么知道长生诀完整版的？莫非以前见过？小萝莉旁敲侧击，她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如此妖孽，这么短的时间能将长生诀推演出来，能从丛林摸索靠自己成仙之人，她从未小觑过。为防止他推演出来，还特意布下不少陷阱用来误导，不曾见过。云轩笑了笑：系统大人，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小萝莉只觉一股寒气直冲后背，小脸顿时成了苦瓜。她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恶意，之后的日子怕是要被穿小鞋了。呵呵，天地就这，心眼真小。小萝莉心里腹诽，表面却是带着讨好人柔笑。公子悟性惊人，果然是天纵奇才。云轩笑道：若是有了近乎完整的功法，还不能推演出来，又有什么资格成仙？小萝莉总感觉某人在内涵自己。报！就在这时，有天兵火急火燎地跑来。丹溪跪在瑶光和云轩面前，声音急促：陛下，天后，外界至尊联袂而来，说冥土发起了动乱。瑶光皱眉道：明知陛下复苏，还敢如此，谁给他们的勇气？云轩转头问道：瑶瑶，冥土是？瑶光解释道：陛下有所不知，冥土是你闭关期间新形成的生命禁区。3万年前，一位女子为情所伤，一朝顿悟，建立无情殿，号称要杀光世间所有负心汉，被世人称为九幽魔帝。云轩点头表示认可，倒是一位性情中人，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渣男，不娶何撩。瑶光浅翻白眼，继续道：1万年前，他大限将至之期，以无情殿为基，演化出冥土，并召集曾经从你手下侥幸逃脱的禁区至尊，共同成立了新的生命禁区。说到这，瑶光感到奇怪，早不发，晚不发，偏偏是现在，莫非有什么针对陛下的阴谋？云轩不在意道：一切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无用的挣扎，即使古之大帝全部复活，又有何惧之？本地仙辉要9天，只手横推3000地。好啦，知道你最厉害了。瑶光巧笑倩兮：陛下要出手对付冥土吗？云轩收起笑意：这次帮了他们，下次呢？下下次呢？岂不是一直要当他们保姆？当年荡平生命禁区，
可不是为了守护万界子民、护人世平安，只是因为他们挡了天庭统御诸天的路。云轩端起刚才泡的茶，抿了一口，神色不屑。冥土再强，能强过万界吗？但凡他们稍微团结一点，禁区至尊敢出来为非作歹，不就因为那些老不死的惜命，怕死吗？只要损害的不是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只会坐看风云起，静观天地变，甚至会有人落井下石，偷偷分一杯羹。一群自私自利的小人，也配让我庇护？云轩看向瑶光，你信不信，这次来求助的势力都是被冥土入侵，或是即将被入侵的势力？瑶光点头，人性的丑恶，他早就领会过了。当年为了炼化他增寿，不少世家老祖和那些禁区至尊狼狈为奸，沆瀣一气。那次大劫出手之人里面，甚至有灵犀皇朝。生命禁区摄取万灵精气续命的行为，和那些想要炼化长生仙体之人没有任何区别。云轩早已融入这个强者为尊、弱小即是原罪的残酷世界，以他的角度看来，禁区至尊用蝼蚁续命的行为再正常不过了。不服，那就去反抗，争取自己成为规则的制造者和掌控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云轩将手放到瑶光白净的脸上，轻轻抹撒，柔声道：这世上我在乎的人不多了，其他人的生死与我无关。臣妾明白陛下的意思了。瑶光摸着云轩手背，嘴角微扬，露出甜蜜的笑容，刹那风情动人心扉。不得不说，瑶光真的很美，相处这么多年，云轩依旧痴迷。紫发光滑柔顺，肤若凝脂，洁白如玉，眸光璀璨，带着迷蒙的柔情。盯了半晌，直到瑶光面带红晕，感到难为情时，他才转头看向天兵，转告他们：一朝天子，一朝臣，该对他们负责之人不是我。天庭居于9天之上，超然物外，早已不理世俗尘缘，求人不如求己。当年7大生命禁区同存，不也挺过来了？而今才一个就慌了。明白。前来通报的天兵恭敬行了一礼后，转身离去。天兵消失后，瑶光柔声道：能告诉我真正原因吗？生命禁区这个时间点发起动乱，无疑是对你的挑衅，即使不为万界，按你的性情也会剿灭他才对。说到这，他神色古怪起来。那九幽魔帝该不会是你的小情人吧？给我说实话，别给我整什么成仙后心境升华了这套虚的。一瑶光凶芒毕露，伸手就欲制裁云轩的腰部。你们女人怎么这么喜欢动手动脚？云轩抓住瑶光的纤纤玉手，心里吐槽一句后无语道：瞎想什么呢？我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吗？瑶光悠悠道：你这一闭关就是3万年，不知情者会怎么想？闻言，云轩愣了一下，倏地有些心虚，脑中浮出一个银发醋坛子的身影，但还是摇头到闭关前我已安排好一切，而且我认识的女帝只有紫薇界的那一位。瑶光道：那一位号称9天女帝，世人认为她是诸天史上最强女子，甚至有人猜测可以与你比肩。她逆活3世，实力强大无比，如今是万界唯一的帝境强者，她若愿意出手，冥土不足为惧。一直旁听的小黑狗很是无奈，一世只有一枚天命印记，因此理论上只要大帝不陨落或自斩一刀跌尽，只能存在一位大帝。结果他倒霉的遇到2位绝无仅有的怪胎，能逆活好几世不说，实力更是强大到能炼化体内的天命印记，这就导致了前所未有的3帝同事的场面。虽然天帝现在已经不是了，他也不是了。听完瑶光所言，云轩笃定道：和我一样，他不会出手的，除非有足够让他心动的利益。但这么做，那些势力的损失可能比禁区的侵袭还多。说到底，他们保护的是自己，而不是下面的人。这么肯定，你很了解他，你该不会是他传闻中极少露面的夫君吧？瑶光狐疑道。云轩讪笑，没有否认。与那些心怀正义、怜悯众生、一心想要倾覆黑生命禁区、建立不世之功的大帝不同，9天女帝可不是善类。她是大帝亲子，美丽而骄傲，天生就是翱翔9天的凤凰，不屑低头看地上的蝼蚁。因此，只要生命禁区不作死的招惹到她头上，她没理由会出手。瑶光吃味道，没想到传闻居然是真的，这人还是你，难怪他老是找陛下约战，原来是幽会。有他在，我怕是没有资格坐在天后之位上了。云轩含情脉脉，这个你放心，没有人可以撼动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听闻此言，瑶光有些感动，缓了缓神，终于回到正题。陛下为何放过冥土？云轩叹息道：留着他们，兴许以后用得上。这些年，随着亲朋好友逐渐离世，我曾不止一次的想过发动黑暗动乱。就在刚才，听闻你最多再活2万年，这种想法尤为强烈。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好人，若牺牲其他人性命，能让你活，
我不介意做祸乱诸天的动乱源头，之所以没做，只是怕你不喜。瑶光眼眶湿润，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数万年前，你亲手将他们封入神院中的时候，我就感知到了。你知道吗？这些年，看着他们的生命精气逐渐流逝，我也产生了这种想法。云轩抬手为他轻拭泪水，瑶光香肩微耸，哽咽道：10万的时间太长了，足够让一个温柔善良的人变得铁血自私。和相依为伴数万年的姐妹比起来，毫不相干的外人又算得了什么？此时，小黑狗瑟瑟发抖，他为两人的狠辣感到心悸。万人敬仰的天帝和温婉动人的天后，竟如此冷血残暴，与想象中的伟岸光明大相径庭。外界太过神化他们了，这两人简直就是暴君、恶魔与禁区至尊合一。笑月天狼突然觉得自己的身形高大起来，他以一己之力打进了万界最恐怖、邪恶之地。不过，这些足以震撼诸天的重磅消息，当着他的面说出来真的合适吗？不会杀人灭口吧？小萝莉摸了摸他狗头，以示安慰。小狗狗和他一样，真可怜，落入了坏人的魔爪，沦为了玩物。瑶光顿了下，面露不忍，心疼地看着云轩。只是现在已经迟了，3000年前他们相继去世了，天庭应该还有仙药中的极品不死神药才对。云轩踉跄几步，扶住椅子坐下，3位天妃的音容笑貌在他脑海中逐一浮现。陛下，你忘了，他们吃过几株，已经产生抗性，不然他们岂会愿意待在冰冷的石头中？瑶光颤声提醒。云轩抬头望天，自嘲道：自欺欺人了。其实他早有预料，这些天一直避而不谈天妃们的事，就是心存侥幸，不想面对。不能成仙，不能超脱人间，便是风姿绝代，也不过是红粉骷髅，终有一天要归于黄土。他神色哀伤，失魂落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系统，你说这世上有轮回吗？有。小萝莉声音铿锵有力，坚定无比。闻言，云轩金光一闪，顿时精神起来，看向小萝莉：你确定？将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不等小萝莉开口，瑶光便先前一步，激动抓住她的肩膀摇晃起来。你弄疼我了。小萝莉不悦，她这具身体只有圣人的修为，可经不起瑶光的折腾。小萝莉嘟了嘟嘴，想要赌气不说，但看到云轩有些失态的面容和渴求的目光，她焉了，悻然地将话收了回去，接着道：人死后，灵魂会消散于天地之间，经过自然法则的温养，这些重新恢复灵性、互相具有吸引力的真魂，终有一天会再次凝聚，没入母胎，轮回转世。小萝莉补充道：但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轮回的，若无外力相助，除仙人外，愚者死了便是永寂。怎么会这样？瑶光哀伤不已，摇着头，无力地后退了好几步。这么苛刻的条件和不能轮回有什么区别？瑶光面容憔悴，柔弱的气质惹人怜惜。见状，小萝莉解释道：若没有限制，岂不人人都有前世？生命独一无二，是大道的法则。即使是摆脱束缚的仙人轮回后，下一世若在成仙前陨落，亦不能再轮回。没成仙之人怎么才能轮回？云轩比瑶光稍微冷静点。小萝莉道：你若能领悟轮回法则，掌控6道轮回，届时谁能轮回，谁不能轮回，皆在你一念之间。云轩目光坚毅，成仙后的路该怎么走，道在何方，他已经知道了。见云轩兴致勃勃，小萝莉忍不住打击道：轮回法则和时间、空间法则一样，缥缈无比，是世间最难以理解的存在。领悟部分就已经能够横行于仙域了，完全掌控，甚至能问鼎至高，主宰仙域。听到仙域2词，云轩讶然，禁区至尊一世又一世的苟活，就是为了等待成仙路的开启。小萝莉趾高气昂地飞到云轩身前，用肉乎乎的小手戳着他的脸。本系统对轮回法则略有了解，虽然算不上多么高深，但引你入门完全够了。真的？云轩有些惊喜，有系统还是香的。小萝莉双手叉腰，不吝啬地为他大概讲解了一番，随后扬着小脑袋：你若能将本系统所说的东西融会贯通，再更进一步，虽离掌6道轮回、直人间命运的境界还差得远，但助你转世几个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听完小萝莉所说的轮回法则，云轩顿时失去了兴趣。他最多也就是掌握了一点皮毛，说不定还没自己多呢。他每次历练都相当于一次转世，其中便涉及了些许轮回法则，区别在于他灵魂没有消散，无需凝聚，而是逆活一世，使其恢复活性，然后自封印记忆，投入灵胎中。喂，你小子还愣着干什么？想学就赶快拜师，乖徒弟，赶快叫声师尊来听。小萝莉咋咋呼呼。闻言，云轩眉头微皱，师尊这个词在他心中意义非凡，小萝莉所言让他不喜。不过鉴于这个喜欢蹬鼻子上脸、装大尾巴狼的系统确实提供了一点有用的信息，云轩倒也没跟他计较。忽然，
云轩感知到什么，喜形于色，扯着他肉乎乎的婴儿脸。行了，别嚷嚷了，一边和小狗玩去，雪中送炭的客人来了。不幸来人比我更懂，再上一层，那都触摸到调动法则之力的门槛了。瞧见云轩眼中的嫌弃之色，小萝莉气得小脸通红，只是她被云轩扯着脸皮，说话漏风，口齿不清，看上去像是在无能狂怒。还有，云轩，你是不是把我当小女孩了？我告诉你，这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本系统比你大多了。天界外，一群形态各异的生灵不安等待着，有的头角峥嵘，背生双翼，浑身璀璨，有的肌肤如墨，身上多处覆盖鳞甲。他们气息如渊，深不可测，皆是家族老祖，非神王至尊之人，没资格觐见天地。先前上达天庭的守卫身穿银白战甲，神色傲然地走出，他只有圣人修为，但在一群神王至尊面前完全不弱气势，全然不惧身后的天庭便是他的底气所在。这位将军，陛下何时出手？一位长有犀角的壮汉小心翼翼地询问。冥土即将侵入他所在的世界，容不得他冷静。守卫清了清嗓子，将云轩所言原封不动地转告他们。众人恐慌，纷纷失声。陛下不出手，冥土的无敌至尊，另类成道者，岂是我们能抗衡的？当时大地陨落，谁能引领我们对抗冥土？要不去求紫薇界，求九天女帝？有人如此提议，这个建议立马被多人否定。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比生命禁区还要恐怖。曾有一位无敌至尊有事相求，结果被他一巴掌拍死了。外界传言说是那人的长相不顺他心，和某个骗子有一分相似。更主要的是，他曾做过与禁区至尊同样的事。传说中，九天女帝的夫君是一个体质特殊的病弱公子，为了给他续命，他成帝前便冒天下之大不韪，炼化了数界生灵。就在众人心灰意冷，准备离去之时，一个道袍小胖子站了出来，大声喊道：告诉云轩，有故人来看望他了。众人纷纷惊惧，这人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直呼陛下名讳。守卫也是惊疑不定，莫非真是陛下的熟人？曹小胖，你又活了。瑶光身材婀娜，仪态万千的自虚空中走出，她绝美的容颜与雅致的气场，令在场的众人一阵失神。诸天第一美人，天帝的妻子，今天他们能一观仙颜，也算三生有幸。都说了，我名望德，不是小胖。小胖子十分不满，隆起的啤酒肚上下起伏。瑶光巧笑倩兮，知道了小胖，陛下有请。天后娘娘，陛下为何不肯出手？见瑶光转身，一个头发须白，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者忍不住出声：诸多世界惨遭入侵，天帝有能力阻止，却不出手，他难以接受。瑶光身形微滞，他没有回头，只是淡淡道：你与陛下是什么关系？还是说你身后的势力和天庭有什么联系？老者不解其意，茫然摇头。天庭自帝霓凰成为九天女帝后，便兵收天界，不理尘世。7万年过去了，外界与天庭有关联的势力近乎没有了。瑶光继续道：既是如此，无亲无旧，陛下为什么要出手？此言一出，不只是老者，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个问题他们从未想过，天帝对付生命禁区，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瑶光转过身反问道：禁区入侵，你们为何不救那些没有修为的凡人，任他们生灭？一个血气滔天、赤裸上半身、身体壮硕的男子回道：凡人如蝼蚁，要多少有多少，不值得耗费精力。很有道理，但你又怎知，在陛下眼中，你们就不是不值得耗费精力的蝼蚁呢？道袍小胖可和瑶光消失不见，留下一脸蒙圈的众人。神王和至尊是蝼蚁。小胖，请坐。曹小胖刚现身，云轩便热情地招待起来，将他摁到椅子上。云轩，你什么意思？莫非改姓了？先告诉你，老子不喜欢男人。曹小胖警惕地看着云轩，事出反常必有妖。云轩成帝前，两人便认识了，相互之间可没少下黑手，每次见面都少不了一顿互损。什么时候这么和颜悦色过？见到你还活着，为兄甚是开心。故人已经少得可怜了，我们之间的情谊弥足珍贵。云轩不在意他的臭嘴，依旧好酒好肉的招待。去你的，老子比你大多了。闻言，曹小胖也有些伤感，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他号称轮回天尊，在这仙路断绝的时代，需历经百世轮回，才能于红尘中成仙，因此生离死别他经历太多了。他还是第一次拥有云轩和瑶光这种能活这么久的朋友。没见到魔女他们，想来应该不在了吧？小胖子识趣，没提起这个让人伤心的话题。两人寒暄一阵后，云轩问起正事：小胖，你这功法还没修到圆满？曹小胖饮了一杯佳酿，随意道：快了，快了。云轩笑道：我对你的轮回经很感兴趣，能不能借来看看？曹小胖闻言
吓得起身就走。云轩手疾眼快，拽住他的后领：“都是自家兄弟，别这么小气嘛！”落入魔爪，曹小胖放弃挣扎，开始打感情牌。云大哥，我这刚从土里出来，正欲封印记忆和修为，再次入世，便听闻你复苏的消息，于是马不停蹄的前来见你。我对你的情谊，天地可见，你不能这么对我。轮回经可是我的命根子啊！曹小胖跪到地上，抱着云轩的大腿，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云轩嫌弃的用手抵住他的额头：“就借阅一下，又不是要你命。”曹小胖哭诉：“师命难违，他老人家当年千叮咛万嘱咐，说是万万不能外传。”一剑击到地兵，云轩直接开始出价。他可不信这满口谎言的小胖子是那种信守承诺之辈。小胖子不为所动，依旧在卖惨。2件、3件、4件，云轩持续加价，但小胖死活不松口，似乎轮回经就是他的底线。见此情形，云轩也不再客气，他露出迷死人不偿命的微笑，缓缓道：“看来这轮回经的确是无价之宝。哈哈，云大哥这是那里话，一本功法而已，再珍贵，能比得上你我之间的情谊？”像是听到什么可怕的事情，曹小胖立马改口：“你师尊的嘱咐，不管了。”云轩含笑道：“有名无实的师徒之情，岂能大过我们之间的患难与共？”曹小胖一脸正色，心底却是想骂娘了。当这混蛋说出无价之宝时，就不打算给钱了他，要是再固执下去，怕是要血本无归。云轩点头：“是我肤浅了，我们之间的情谊，岂是宝物可以衡量的？”曹小胖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果然，只听云轩不要脸道：“夹杂4件地兵，感情就变味了。瑶光，拿1件给他，意思一下就行了。”“是，陛下。”瑶光仙裙摆动，眼秀轻笑：“云轩，你太过分了！”视财如命的小胖顿时急眼了，也不装兄弟情深了。云轩淡淡道：“4件地兵，你用的了吗？贪多嚼不烂。”小胖怒道：“我摆在家里好看。”云轩懒得再费口舌，掏出一张古纸，吩咐道：“将轮回经写上面。”休想，少1件地兵，老子都不会写。你说着，曹小胖惊悚地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动了起来。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要知道他现在可没封印修为，是另类成道者，是能与刚得天命的大帝过2手的准帝啊！默写完轮回经后，曹小胖恶狠狠地看着云轩：“我真是谢谢你，本来可以直接抢的，还善心大发地给了一点钱。慢走不送。”云轩言出法随，虚空开裂，一股极强的吸力将小胖送上天，一面铜镜自瑶光手中飞出，跟随而上。曹小胖大声道：“另外3件地兵暂时寄存在你那里，小爷成仙后一定会要回来的，届时还要将你揍成猪头。”云轩道：“别让我遇到你的此世身，不然有你好受的。”曹小胖连自己都坑，揍的是他，关我屁事！别弄死就成，好让他明白人世的险恶，尽早修成正果。云轩，瑶光捏着裙摆，步履轻盈地走来，轻笑道：“他要是知道陛下已经成仙，不知会作何感想。”随后又好奇道：“3件地兵，天庭不至于拿不出，陛下为何不给他？”云轩手搭在他肩上：“我就想看这坑货吃瘪的样子。”陛下，你好坏！瑶光白了他一眼：“还有更坏的呢。”得到轮回经，云轩心情不错，在瑶光清丽绝尘的脸上香了一口，小脸粉嫩柔软，极为舒适。云轩又咬了一口，留下2排浅浅的牙印，再次惹来瑶光的白眼，风情万种。不远处，小萝莉摁着狗头：“非礼勿视，咱们不看这对狗男女。”云轩抱着瑶光亲热了好一阵子后，才拿起桌上曹小胖手写下来的经书，只一眼他便被经书所吸引，也不知曹小胖是传何人，这功法竟是比长生诀还要玄奥繁杂。云轩基础不差，就好像做数学题一样，懂得所有的公式，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轮回经便相当于做题的思路与提示。见云轩看得认真，竟然遁入了悟道状态，小萝莉也对这轮回经心生好奇。看完后，他拧起眉头，这本经书确实不简单，不像是此界之物，但可惜他不修轮回之道，提供不了太大的帮助。小萝莉看了看云轩，发现这混蛋不说话的时候是真的好看，肌肤像女人一般细腻，却不显阴柔，精致的五官谁看谁迷糊，那双含情的桃花眼更是能迷倒万千少女。即使没有修炼天赋，单凭这张脸，他在这方世界也不会混得的太差。这般想着，小萝莉不由伸手揪了揪，恶意揣测道：“以前肯定没少吃软饭，说不定还当过别人的男宠。行了，适可而止。看在你让我确信世间有轮回的份上，今天对你够大度了，不要得寸进尺。”云轩睁开眼，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啊，你不是在悟道吗？”小萝莉迅速收回手，和个犯错的小孩子一样，低着头，
双手放在身后，不安地相互揉搓着。这么用力，别说悟道了，就算是熟睡中的猪也被你吵醒了。对不起，我把自己泡给你喝。小萝莉有点自责，悟道这东西玄之又玄，和修为没有关系，毕竟每个阶段所要领悟的东西不一样。仙人看凡人之法，一眼便能举一反三，但看仙人之法，便如凡人看圣贤之法一样，需不停揣摩理解。想要进入悟道状态，更是难上加难。云轩捏了捏他鼻子，柔声道：“这次就算了。”小萝莉轻声应道，松了一口气。等等，他是不是又把我当小女孩了？小萝莉张牙舞爪就要反驳，却发现云轩这变态居然又进入悟道状态。他只能做事对着云轩扇耳光，自娱自乐地发泄心中的不满。小黑鄙夷地看了一眼这个小怂货，摇了摇尾巴，打了一个哈欠。时间不知过去多久，从春暖花开到皑皑白雪，云轩气息逐渐虚幻，给人一种超脱六道的错觉。一个秋风扫落叶的黄昏，云轩缓缓睁眼。与此同时，天地骤变，苍穹演化万物，有四季更迭，日升月落，斗转星移，沧海化桑田，高山成平原，天界人心惶惶。瑶光轻柔的声音裹挟着法力传荡开来：“陛下悟道，诸位无需担心。”当天雨中的异象消失时，云轩气势一变，变得更加超然，更加出尘，最后回归平淡。骑在小黑身上的萝莉目瞪口呆，虽然不知道云轩轮回奥义领悟的怎么样，但这境界赫然已是红尘仙中期，这修为放到仙域也是能称王称霸的存在。他才多大？成为仙人才多久？世上真有这种逆天妖孽？这一刻，小萝莉为云轩的天赋感到惊骇，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恐惧。虽然这境界比他巅峰时期差一筹，但已经完全有能力磨灭现在的自己。加上这小子修炼的是轮回之道，他若心生恶念，自己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有。小萝莉后压槽都快咬碎了，他第一次体会到抡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了。小萝莉脸色阴晴不定，此刻他再也没有那种虽为阶下囚，但骨子里仍旧轻视云轩的优越感了。难不成真要做他的妃子？另一边，瑶光坐在云轩身旁，用手撑着下巴，偏着头，温柔地看着他：“陛下，你醒了？过去多长时间了？”之前还是春意盎然，这眼睛一闭一张就秋高气爽了。云轩担心又过了好几万年。瑶光撩了下耳畔的秀发，柔柔道：“放心好了，才过去10年。”云轩松口气的同时又有些愧疚，说是要陪你10年，我却……瑶光将葱白玉指竖在他唇上，另一只手与其掌心贴合，笑道：“陛下不必自责，能依靠在你肩头，看晚间的霞光，聆听风儿的喧嚣，这10年瑶光已经很满足了。”这些年云轩一心超脱，不是在闭关修炼，就是在红尘历练。闲暇的时光，还有魔女和妖女这两个不安分的捣乱鬼，两人很少有机会像这样长时间的独处。云轩轻声道：“你该不会10年时间都一直待在这吧？”瑶光伸手抚摸他的脸，红唇上扬，眉眼弯弯，笑得很开心：“陛下长得真好看，别说10年，即使是1000年万年都不够，臣妾要看一辈子。”父亲，你当初可不是这样的。云轩脸颊微红，瑶光是那种含蓄的柔情，无论是难过还是开心，都只会默默守在身旁，无声的表达：“无论怎样，我都在你身边。”如此张扬表达情感的瑶光，他还是第一次见。瑶光拉着云轩的手放到自己的心口：“臣妾觉得陛下好看，是因为陛下走进了我心里，即使变个模样，陛下依旧是最好看的，怎么看都看不够的那种。你这是怎么了？这么主动？”云轩被撩得心慌意乱，以往魔女和妖女再怎么调戏，言语再怎么出格，他都不至于如此失态。但面对一改往日文静、攻势凌厉起来的瑶光，他一时之间竟是有点招架不住了。这极致的反差，冲击力实在太大了。相信即使千百万年之后，今天瑶光的一颦一笑、一词一言，依旧会历历在目。瑶光露出狡黠的笑容：“臣妾要闭关修炼长生诀了，为防止这期间你在外招花惹蝶，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此前必须给你留下点深刻的印象。”云轩抱着瑶光，下颌抵在他肩头：“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就算想忘也忘不掉啊。”听闻此言，瑶光不禁抱紧他一分：“臣妾悟性比之陛下相差甚远，即使有长生诀，想要成仙也定要很长时间。我就是希望，即使我不在身边，陛下也能经常想起我。”云轩拍了拍他后脑勺，失笑道：“傻瓜，我就是傻才要这么做的吗？”瑶光的娇躯在云轩怀中不满地扭动，两人不在一个频道。云轩笑着摇头，而后出神地看着远方，那是别人所不知道的风景，红的、蓝的，无数五彩斑驳的灵魂碎片。瑶光静静地靠在他身上，闭眼闻着后世，
安心的气息，绝美的脸上露出动人的笑容。他其实好自私的，只想牵着云轩的手，笑着度过每一天。以前从未奢望过成仙，只是单纯的希望他比自己活得久，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不愿意考虑没有自己的云轩是何种心情。所以他对云轩有新的红颜，虽有吃味，但从未不悦。这样自己走后，他也有人喜欢，有人陪，不会感到寂寞。时间长了，也许感情就淡了，就释怀了。但现在有一条通往成仙的大道摆在面前，瑶光不想再自欺欺人了。他不想两人的感情消失，不想云轩忘了自己，他想一直陪着他。他喜欢了云轩这么多年，一个这么让他在乎的人，怎么可能放心将他交给别人？良久，云轩松开瑶光，我们去神山看看他们。闻言，瑶光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惊喜道：陛下，你领悟轮回了。云轩颔首，皮毛而已，但转世几个人还是没有问题的。他真的已轮回入道了。清茶穿着青色小短裙，小腿纤秀，玉足小巧，神色复杂地看着云轩，一时间很是迷茫，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可不敢赌云轩这种视万物为刍狗的心狠手辣之辈会因为长生诀而遵守放了自己的承诺。他见过太多因宝物而手足相残、夫妻相杀之人了。目前来看，云轩虽不是这一类人，但到了需要的时候，他对自己下起手来，想必不会有丝毫手软吧。毕竟他的残魂力量可是大补之物，脑中的知识更是无上瑰宝。清茶再次想起瑶光的建议，握紧拳头，轻咬娇唇。难道真要那么做吗？云轩可不知道小萝莉繁杂的心绪，此刻正与瑶光牵着手，谈笑风生，闲庭信步地向神山走去。一路上风景美如画，两人畅游在亲手栽种的粉色花海中，花香宜人，沁人心脾，每走一步便会惊飞几只依附在花蕾上的洁白蝴蝶。残阳下的云朵璀璨美丽，如同烈火焚身，远处晚霞氤氲，仙鹤盘旋，如点睛之笔一般，让这美轮美奂的景象更显诗情画意。冰陵山脚，一个身穿纯白戎装，背后写有天行二字，长相俊俏的男子对着两人恭敬地行了一礼。陛下，天后娘娘，天行殿得到最新消息，冥土之主大放厥词，挑衅天庭，说陛下怕他，打不过他，所以做了缩头乌龟。还说，男子看了一眼瑶光，欲言又止。天行殿寓意天界之人行走人间，是一个保护天界年轻一辈外出历练，同时负责收集情报的组织。天庭超然物外，不插手外界之事，但不能不知晓外界之事，闭关锁国的危害。云轩还是懂得。瑶光淡淡道：但说无妨。白衣男子迟疑道：明主说天后娘娘是个水性杨花之人，趁陛下闭关期间广收男宠，纵情享乐。闻言，云轩眸光一冷，霎时间天地变色，乌云滚滚，雷声轰鸣，沉闷压抑的气息蔓延开来。传达消息的男子在这股令万物失色的恐怖威压面前，冷汗涔涔，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他名叫君无悔，是天行殿这一代最杰出的传人，无论是天界还是外界，他都是风光无限、绝世无双之人。但面对天地这座高不可攀的神山，他生不起一丝抵抗的勇气，宛如萤火与皓月，若不是心性非凡，他早就跪下了。传递此消息之人本应是天殿长老，但君家为了能让他在陛下面前露露脸，留个印象，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获得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天地悟道期间，天后下了禁令，为了朝圣，他几经在这等了3年。我倒想知道，他是真的有与我为敌的底气，还是单纯的活得不耐烦了。云轩杀意凛然，蝼蚁的挑衅他一笑而知，但敢如此污蔑瑶光，简直罪无可赦。龙有逆鳞，触之必死。瑶光紧了紧他的手，示意别生气，随后看向君无悔。冥土吞噬多少世界了？君无悔不敢直视先言，低头恭敬道：10个。看其进军路线，似乎是奔着天庭而来。10年了，才10个。瑶光眉平蹙起，为此感到意外。只要冥土部进攻北斗，紫薇这类出过众多大地、底蕴深不测的古之大界，按理来说扩展不该如此之慢。君无悔解释道：苍南界的霸主李氏皇族老皇主勒令所有圣境以上的强者死守星空防线，直至所有人安全离开才准撤离，逃跑之人杀无赦。很多势力虽有不满，但碍于他积累多年的威严以及准地修为，不得不服从。加上禁区至尊的目的是续命，不是来和人拼命的，因而双方僵持了5年。瑶光疑惑道：所有人？君无悔回道：对，包括凡人。他倒是一个人物，瑶光有些敬佩，在残酷的世界法则下，成为强者后还能如此心系平民之人，少之又少。冥土人多势众，他坚持不了多久了。君无悔神色莫名，似是佩服，又像是嘲讽。老皇主当年可是近乎击败冥主，
差点成为大地的绝世人物，如今却要为凡人而死。君无悔搞不懂这人在想什么。就在这时，云轩出声了，他可是名叫李清明。听到天帝的声音，君无悔身躯紧绷，压抑着激动的心情，虔诚无比道：陛下圣明。果然是他，这么多年了，你仍旧不忘初心，还是当初那个心怀天下苍生的明君。你若能成帝，诸天或将迎来盛世。云轩心情复杂，感慨万分。李清明是他第3次历练时收的徒弟，其实也不算弟子，他只是随手指点了他2招，便被这精神小伙擅自认作了师傅。从此鞍前马后，师傅长师傅短的，久而久之，他也就默认了。说来可笑，那一世他是杀人如麻、饮血止渴的魔宗弟子，徒弟却是侠义心肠的仁慈之辈。云轩心中其实很是疑惑，当年他恢复记忆，决定闭关冲击仙境时，李清明正道成帝，几乎已成定局。这明主是从那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又是怎么打败李清明的？这疯女人当真不知死活，挑衅自己，辱骂瑶光，欺负清明。想到这，云轩怒火中烧，冷声道：传令下去，派出天启军解救苍南界后，把冥土给我围起来，本帝倒是要看看这九幽魔帝到底有何手段。天庭有7支大军，4项禁军镇守天宫，天狱军负责守卫天界路口，天明军负责维持天界各地秩序，天启军则是最锋利的战矛，负责开疆拓土，其战斗能力是7军中最强的。明白。君无悔实在太兴奋了，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沉睡多年的猛虎终于要露出獠牙了。他作为天殿传人，替天行走，能明显感觉到，自10年前陛下展露气息后，万界对天行殿的态度从崇敬变成了敬畏。往日里那些自持身份的神王、至尊的强者，再次面对他时，放低了不知多少姿态，满脸堆笑。他觉得10万年前天庭令行禁止，一纸文书便能令万族臣服，诸天聚义的辉煌时代要来再次降临了。吩咐完后，云轩与瑶光携手而行，身如梦幻，几步之间便来到了神山之巅。神山极高，站在顶端，一眼望去，云海翻涌，让人产生一种海盗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威风的豪情壮志。转过身，一座极度奢华、完全由神元打造的宫殿映入两人眼帘，里面沉睡着3个天庭最尊贵，也是云轩最喜欢的人。站在殿前，云轩竟产生了一种类似近乡情怯的情绪，踌躇地站在外面，久久不言。瑶光扯了扯他，笑语嫣然：陛下别发呆了。云轩如梦初醒，带着几分惆怅推门而入。与外在的宏伟壮阔不同，殿内空无一物，没有任何装饰，3副长2米，宽1米，晶莹通透的水晶棺材静置于中央。云轩步伐沉重，一步一顿，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过10几米，他却像是在逆流岁月长河，走得极为缓慢艰难。往日的点滴如同幻灯片一样快速在云轩脑中闪过，他们的欢声笑语仿佛犹在昨日，闭关前还在花前月下嬉戏打闹，相互依偎，诉说衷肠。一转眼便已是天人永隔他虽悟的轮回，但心中的愁绪与悲情却怎么也止不住，忍不住想到，万一世间没有轮回，他们之间就这样结束了吗？不知不觉间，云轩来到水晶棺材前，视线有些迷糊。他如擦拭绝世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最边上的水晶棺，生怕惊醒睡梦中的家人。女子容颜绝世，穿着黑色长裙，额间那缕魔纹给她增添了一丝邪性，红唇如烈焰一般惊心动魄。她是幽宗的魔女，名叫黎幻月，性格洒脱，不拘一格，两人亦敌亦友，相爱相杀，纠缠了好多年才走到一起。看着她一如当年的模样，云轩露出怀念之色，喃喃道：魔女，你再能逃，终究也逃不过岁月。几人中，云轩最先认识的便是她。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不足10岁的小屁孩，居住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父母死得早，全靠村里人有一顿没一顿的接济，稍微大一点便再也没人管了，只能跟着他们外出打猎，以此为生。黎幻月亦正亦邪，所行无忌，人送外号幻月魔女。某天，他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认为云轩所在的村子有秘宝存在，于是便将村里洗劫一空，连他家熬肉用的铁锅、砍柴用的斧头都没放过，可谓是风过留痕，雁过拔毛。本不富裕的小山村，自那之后雪上加霜，日子过得越发艰难，云轩更是穷得只剩裤衩了。因此他对黎幻月的最初印象并不怎么好，认为这个漂亮的大姐姐是个坏人。再次见面时是在一个秘境之中，那时云轩在瑶光的资助下修为长得飞快，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俊才。秘境中与人组队探险，一路勾心斗角，经过九死一生，终于获得人生第一件圣器。但是倒霉的他又遇到了秘境寻宝的魔女。幻月魔女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肥肉，
而云轩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知道人心险恶，此时的他远非魔女的对手，为了保住小命，从心的献出了圣气。幻月魔女拍着他肩膀调戏道：看在你小子这么识趣，长得又如此俊俏的份上，姐姐今天就大发慈悲的放你一马吧。自此，云轩便将幻月魔女记上小本本了，暗自发誓，日后一定要报复回来。在之后，他资质逐渐展露，真正成为了天之骄子，修为越高，境界提升的便越慢。他资质无双，不足100年的时间便追上魔女的脚步。新仇旧恨加在一起，云轩修有所成后，处处针对魔女，好几次差点将她擒拿。幻月魔女被他阴了几次之后，也重视起来，进行反击。你来我往之下，逐渐打出真火，两人彻底成为死对头。这种局面维持了几十年，当云轩境界追平魔女后，他便再也不是对手了，只能忍辱负重，远遁北斗界。两人争斗了这么多年，如今胜利在望，云轩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告别瑶光后，他便匆匆忙忙地开始了追杀魔女的新征程。但北斗界太大了，加上魔女逃命本是一流，双方僵持了数十年，谁也奈何不了谁。后来云轩结识了逃跑本领超一流的曹小胖，魔女宝物众多，曹小胖又是财如命，加上他的一顿蛊惑，小胖那经得起这种诱惑。两人一拍即合，经过周密的计划，终是拿下了幻月魔女。曹小胖打劫完魔女，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云轩抓住一直心心念念的魔女后，却是陷入了两难之际。他们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针锋相对这么多年，两人其实也有些惺惺相惜，期间更是有着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横断之冤，患难与共，误入幽冥，九死一生。他们的关系早已不是仇敌这么简单了。云轩一直追杀魔女，除部分情绪外，更多的还是习惯使然，真让他下杀手，倒是于心不忍了。纠结一阵后，云轩当时不知道怀着何种心情，偏着头嘲讽了他几句，说从前的恩怨一笔勾销，再见便是路人。其实他当时想说以后可以做朋友，只是这句话终究没好意思说出口。魔女闻言却是不干了，说我不过是抢了你一件低阶圣器，你却带人洗劫了我所有家当，这事没完，你别想撇清关系。于是这回轮到魔女追起了他，这一缠便是一辈子。云轩伤感道，这一辈子可真短。随后略微偏头看向一旁，躺在中间的是个倾国倾城的妖娆尤物。她穿着粉白相交的小短裙，浑圆纤长的玉腿一览无余，五官无比精致，特别是那双狐狸眼更是勾魂摄魄。她名叫苏檀儿，是天狐一族的公主，与她的相识是在北斗界的一次天骄聚会中。初次听闻这个名字的时候，云轩还好奇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叫胡檀儿？当时苏檀儿娇笑不已，反问道，谁告诉你狐狸精一定要姓胡？你是人族，为什么不叫人轩而叫云轩？回忆起这一幕，云轩不由露出了姨母笑。他们之间的感情纠纷，苏檀儿一直都是主动的一方，就像云轩一见钟情瑶光一样，他一眼便相中云轩。感情总是来得猝不及防，有时候喜欢一个人没有道理可言。苏檀儿喜欢云轩什么，他也不清楚，说他有大地之姿，能争这一世天命。可他众多追求者中，这样的人也有不少，比他名声响亮的大有人在，因为他长得好看。天狐一族乃是湖中地族，盛产高质量的帅哥美女。虽然云轩的长相确实是独一档，但他从小到大见过太多俊杰了，云轩的容貌也就是让他眼前一亮，并没有太多的吸引。不管怎样，苏檀儿只知道见过云轩一面后，便开始魂不守舍。他的样貌在脑中浮现，温声细语在耳边萦绕，像是中了什么毒一般。姐姐们说他这是春心荡漾，想男人了。苏檀儿从来都不是感情里的弱者，他的感情大胆而炽烈。知道自己心意后，便主动追起云轩，天天缠着他，娇声媚语，热情万分，弄得云轩心惊胆战，以为他是想要吸食自己的精气。云轩后来一直喜欢称呼她为小妖女，便是源自于此。不得不说，狐族在勾引人这一方面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赤裸裸诱惑云轩几次失败后，苏檀儿痛定思过，向经验丰富的姐姐们虚心求教，终得真传。云轩面对学得本领归来的苏檀儿，遭不住了，她实在太会了。整理着装时，胸前惊红一瞥雪白，小短裙下浑圆纤细玉腿，富有弹性的丰臀，迷死人的小蛮腰，以及那不经意间的回眸一瞥，魅惑百生。云轩狼狈不堪，挤进破房，差点缴械投降。苏檀儿见他抵住了诱惑，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心花怒放，直呼他看中的男人就是不一般。自此，苏檀儿更加心动了，越发欣赏云轩。他想要的是长久的陪伴，而不是肉体上的欢愉。为防止云轩认为自己是个放荡之人，他改变了策略，不再变着法子诱惑云轩，开始温水煮青蛙。云轩遇到挫折，他便柔情安慰；遇到困境，便暗中出手为他解决。
然后再假装不经意的让他知道真相。云轩修炼资源短缺，他便疯狂砸资源，美其名曰看中他的天赋，提前投资他被人欺负打压，他便不顾一切的为他出头，即使得罪荒古世家，引来族中的不满，也在所不惜。俗话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苏檀儿这种可遇可纯，还一心为自己着想的女子，世间能有几个男子可以拒绝？3年左右的时间，云轩彻底沦陷了。虽然心中一直认为苏檀儿接近他一定别有目的，但秉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原则，云轩不再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在一个夜黑风高、寂静无人的夜晚，云轩拽住苏檀儿的狐尾，压在他身上，低吼道：“杀我别用感情刀，你卑鄙下流，手段肮脏的偷了我的心，实在太过分了。现在你赢了，满意了吧？”那一晚，云轩不记得自己稀里糊涂的说了什么，只知道他很粗暴。次日，苏檀儿白皙的胴体上满是抓痕，楚楚可怜的坐在床角，抹着眼泪。云轩认为他是装的，还想不当人子的放几句狠话，但床单上的那朵血色玫瑰让他心神俱震。再一检查身体，没有想象中的下蛊、中毒这类用来控制人的手段，云轩彻底绷不住了，愧疚无比，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误解苏檀儿了。云轩不太懂感情，堪称直男典范，追求瑶光的方式也是拐弯抹角，别出一格。他支支吾吾的解释自己也是第一次，苏檀儿没有吃亏，还说会负责之类的云云。即使言语木讷，但苏檀儿还是破涕为笑，因为他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云轩感慨万分，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青涩，多么的单纯啊！小妖女，下一世由我来追你。云轩的手轻轻掠过2副水晶棺，来到最后一人身前。水晶棺中，女子穿着白色长裙，宛如仙女一般，肌肤如玉，容貌无瑕，看上去有些清冷。她名叫江雨欣，是瑶池的圣女，两人之间的情路也有些坎坷。云轩与她相识最晚，她那时已是炙手可热，名动北斗的禁忌妖孽，在瑶池宴会上力压无数天骄。公子若谪仙，仙子美如画。云轩是夺魁的第一天骄，江雨欣是瑶池的圣女，两人宛如烈阳与皓月，站在一起必然引来议论。不知从何时起，有人带起了节奏，说他们是天作之合，应该结为道侣。后来越传越离谱，绯闻变谣言，有人说他们其实早就在一起了，有人说他们连孩子都有了。对此，云轩和瑶池圣女怎么解释都说不清，世人只愿相信自己认为的，甚至觉得他们这是在避嫌，因为瑶池圣女是不能嫁人的。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懒得解释了，在外界看来，这就是默认了。不知是因为传言的缘故，还是因为被对方的才华与气质所吸引，在共同探寻几次秘境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暧昧起来。本来两人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发生什么，但瑶池圣地偏要跳出来凑热闹找存在感，当着很多人的面羞辱云轩，放下豪言。别说你是大帝之资，即使是大帝也不能坏了瑶池的规矩，你和雨欣之间是不可能的。云轩也是年轻气盛，加上大势已起，身后有众多看好他的人，完全不惧瑶池圣地，头脑一热，竟是当众拉起瑶池圣女的手。我与雨欣两情相悦，还望各位圣地长老成全。说完，云轩瞬间后悔，下意识看向瑶池圣女。出乎意料的是，江雨欣没有反驳，反而一脸娇羞。这一反应彻底坐实了外界的传闻。瑶池圣地之人破防了，气得七窍生烟，当即出手要镇压云轩。但云轩身后的大能也不是吃醋的，出手阻拦。那一天是两人的情感转折点，万众瞩目下，意气风发的少年带走了瑶池的圣女，举世震惊。事后，云轩忐忑与期待交织，无比心虚。雨欣姑娘，怪我一时冲动，毁了你的名誉。姑娘若不嫌弃，在下愿意负责到底。江雨欣眨了眨灵动的眸子，脸上未完全消退的晕红再次上冲。云公子打算假戏真做？云轩表情认真，重重点头。感情可以慢慢培养。江雨欣道：瑶池之人捕风捉影，拿莫须有的事情当众羞辱你，而云公子是雨欣朋友，刚才自然要站你这边，不能让你失了面子。这是拒绝了吗？不知为何，云轩心中泛起淡淡的失落。江雨欣接着道：事已至此，短时间内肯定是不能回瑶池圣地了。说到这，他眼神有些飘忽，轻咬下唇。雨欣并不讨厌云公子，可以伴随左右历练一段时间，反正事情几经发生，干脆将错就错，正好可以挡住那些喜欢献殷勤的凡人家伙们。就这样，他拐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带着他浪迹天涯，游历红尘。瑶池圣地自然不会放任自家圣女跟着外面的野男人跑了，下达了追杀令。两人的感情在紧张的逃亡过程中迅速升温。云轩擦了擦水晶棺，挥散了回忆，从过往中醒来，蓦然回首，才发现当年他眼中面目可憎的瑶池圣地，
竟然是他和雨欣之间最大的姻缘线。江雨欣不只是瑶池的圣女，也是江家之主最疼爱的女儿，而江家是瑶池圣地的中流砥柱，更别说云轩身后集结的势力亦不容小觑。所以两人的处境看似举步维艰，危机重重，实际上压根没有性命之忧。瑶池之举反而为他们提供了最适合交心的环境，是个合格的僚机。云轩看着闭目不言、清艳绝代的女子，眼中闪过一丝遗憾。仔细想来，双方从未明确地表达过感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不过他倒是说过一句类似表明心意的话，那是在很多年以后了。雨欣跟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被瑶池之人带走了，而他再说了一句等我之后，便音信全无。那之后他为了保护瑶光，躲避禁区至尊的追杀，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了好多年，直到修炼道至尊境巅峰，才再次现世。在杀到世间无人敢称尊，一举夺得天命后，携着无上帝威降临瑶池圣地，再次牵起瑶池圣女的手，情深意切地说：雨欣，让你久等了，我来接你走。那一天，云轩狠狠打了瑶池圣地的脸，先是以德服人，将那些死守着仙人规矩的老顽固教育的服服帖帖，然后当着他们的面在瑶池举办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盛大婚礼，一口气娶了4个让人艳羡的绝代佳人。我本无意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我心。风已散，花已残，曲未终，人已逝，我将与谁议红尘？来时路，回首尽是伤，落雨烟霞无破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想起肆意洒脱的魔女，妖娆动人的小妖女，空慧明净圣女，真的不在人世了。云轩颤抖着身躯，双手扶着棺材两角，滚烫的泪水顺着她俊美的脸庞流下，滴在水晶之上，无比悲怆，懊悔道：很久以前就应该硬着心肠将你们封入神元。他们若不是寿元只剩一丝时才封入神元，以天庭的底蕴，即使再过100万年，他们也不会陨落。想到这，云轩暗骂自己心软的同时，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像瑶瑶一样听话、懂事、善解人意呢？恍惚之间，云轩听到几人的回应：魔女。云轩，你几个意思？小妖女。好过分，居然这么说人家，臣妾可伤心了，终究是错付了。瑶池圣女。陛下，我努力向天后姐姐学习，其实我也不差的。我就说嘛，云轩这小子肯定会哭的。不知是不是错觉，云轩好像真的听到了魔女的声音。苏檀嬉笑道：魔女姐姐真厉害。这回云轩无比确定，刚才那绝对是小妖女的声音。云轩擦了擦泪眼婆娑的眼睛，抬起头，只见3副水晶棺材上散发出银白的光辉，映射出3个熟到骨子里的身影。画面中，魔女叉着腰，洋洋自得道：那是本魔女与云轩针锋相对这么多年，她下面有几根毛，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听闻此言，云轩哭笑不得，这是3人提前录制好的留影，触发条件便是他这位天帝的眼泪。魔女大大咧咧道：瑶瑶，你没提前向那臭小子泄密吧？我不管，本魔女就当是他哭了，肯定哭得可伤心了。这个没良心的，要是敢不哭，老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小妖女道：你要是再唧唧歪歪，不发表遗言，我就不客气了。想得美，已经说好了要按认识他的先后顺序发表。魔女将身后探出的那颗头重新摁回去后，整了整着装，也正色起来。云轩，当你看见这个影像时，我们应该不在了。相聚一场，总是要分别的，人死如灯灭，没什么可悲伤的。你伤心个几年就好了，要是一直想着念着走不出来，姐姐可是会心疼的。说到这，魔女情绪翻涌，好一会儿才道：瑶瑶，你这个比乌龟还长寿的体质，肯定比我活得久，云轩就托付给你了。你要是没照顾好他，让他瘦了不开心了，姐姐在地下可是会托梦来打你屁股的。瑶光泪花闪烁，用手捂住小嘴，泣不成声，只能用力点头。魔女似乎看见了这一幕，欣慰地笑了，随后她又突然叹了一口气。本魔女一生洒脱，但有一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成为了遗憾。像我这般美貌无双、风华绝代、天姿盖世的奇女子，居然没有成帝。第一次天命争夺，本魔女看在你是自家人的份上，主动放弃，送给你了，没什么可惜的。第2次天命争夺，老娘居然又输给了那个眼高于顶、喜欢用鼻孔看人的地泥皇。这就算了，他居然还嘲讽我，说我不配做他对手，只能遥望他的背影，这实在太气人了。我承认他确实很强，但老娘可是魔女，若是不和他公平竞争，让你出手将他镇压，还怕成不了帝？你说他凭什么可以这么嚣张？魔女的想法理论上是可行的，云轩是 bug 一般的存在，他若想，后世所有大帝都将是天庭的。当然，被选中之人也要有承载天命的实力，不然一切都是空谈。魔女接着道：第3次天命争夺，本魔女气血枯竭，
老了确实争不过年轻人了。只是最近听说蒂妮皇又逆活了一世，这心里越发不是滋味，闭上眼睛就是那女人的大鼻孔，越想越气。魔女咬着牙关，挥舞着拳头，愤怒道：云轩，你要是男人，这个仇你必须帮我报了，给老娘狠狠地教训他，用力地鞭挞他。云轩，他其实早就用力鞭挞过了，没有回应。那我就当你默认了。魔女喜笑颜开，作为奖励，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吧。魔女拿出一个老旧的空间戒指，从中倒出数件圣器、圣药。见状，云轩微惊，这赫然是那次被曹小胖抢走的修炼资源。想不到吧？其实本魔女早就和无良胖子认识了，那次落网，看似你赢了，实际上都是我做的局。魔女摸着戒指，露出怀念之色。你那时可真是榆木脑袋，我对你的心意都那么明显了，还看不出来？只是我终究是女孩子，加上和你复杂的关系，实在开不了那个口。但等你主动表白，黄花菜都凉了，只好设计让你入套，变着法子跟在你身边。说到动情处，魔女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她迅速转身，将小妖女推了出去，挡在身前。知道是我先动心的，你就得意着吧。云轩还没从魔女的话中走出，便见小妖女神色妩媚，娇滴滴地唤了他一声夫君。云轩打了一个寒战，这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腻歪，骚媚入魂。苏檀儿装了3年良家妇女，将云轩骗到手，得到他的承诺后，不久便恢复了狐狸精的本性。他现在这么懂女人，小妖女多年的调教功不可没。苏檀儿显化出3条雪白的狐尾与耳朵，伸了个懒腰，发出一道极其妖娆引人遐想的声音。好舒服。旋即退后几步，坐到水晶棺上，修长的玉腿挺得笔直，将脚上粉色的绣花鞋抖落，露出小巧晶莹的玉足后，双腿交叠在一起，神色慵懒而柔媚。夫君，我们3人中，你最喜欢、最舍不得的还是人家吧？一旁的魔女忍不住了。你放屁！老娘和云轩认识的时候，他还穿着开叉裤呢。这发言着实让云轩惊了一下。认识魔女后，他从未提起过关于小时候见过面的事，他还以为对方一直没认出来。想起小时候被魔女扒光到只剩下一条破了一个大洞与开叉裤无异的裤子的经历，云轩不由汗颜。苏檀儿嗔了魔女一眼：你说完言后就已经死了，现在是不能开口说话的。魔女言罢，苏檀儿捋了捋贴在脸上的青丝，恢复风情万种、魅惑勾人的模样，用手掩住身前微露的沟壑，娇媚道：人家这么说可是有理有据的，臣妾身侧的曲线与胸前的宏伟，比不上魔女姐姐，也没有雨欣妹妹那么使人有征服欲，但我够骚啊。据臣妾观察，陛下让他们侍寝的时间一般是1-2天，超常发挥最多也就3天，轮到妾身时就不一样了，哪次不是要共赴巫山5-6天？闻言，云轩用手扶住额间，余光打量起瑶光，见他并不在意，才松了一口气。苏檀儿双手交叉向上伸直，略微后仰，玲珑娇躯完美呈现。鉴于陛下如此痴迷臣妾的身子，几经思虑，人家决定死后继续服侍，还望陛下时常临幸。似乎是觉得这个想法太变态了，苏檀儿自己都忍不住面色一红，底气不足道：陛下应该不会介意吧？毕竟你平时就玩得挺好花的。苏檀儿诱人的樱桃小嘴一张一合，但并没有发出声音，似乎是被屏蔽掉了一般。云轩懂唇语，不由老脸一红，幸好瑶光没听到他们之间的花样玩法，不然以后他怕是不敢单独和自己待在一起了。留影中的另外2人明显听到了，全都神色一变，露出一丝后怕之色，下意识地夹紧双腿，用手护住臀部。调戏云轩一番后，苏檀儿收起脸上的媚色，有些出神地看着远方，似乎在回忆着什么。沉默良久，他才缓缓道：云轩，你不是时常问我当初是为什么喜欢你吗？我还是那句话，我也不知道。苏檀儿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你知道吗？我们天狐一族一直有一个古老而浪漫的传说，天狐一生中若是能遇到一个一见倾心之人，并与之结合，相爱到老，就能修成狐仙。当年姐妹们知道这件事后，可羡慕我了。苏檀儿痴痴地傻笑一会，又遗憾道：可惜我终究是没修成狐仙。说到这，他抱胸不爽道：传说一定是真的，之所以没有成功，肯定是因为你一颗心分成了几份，不像我那么爱你，这才会失败。要是有下辈子，你只能喜欢我一个。哼，我说完了。想屁吃，梦里什么都有。魔女翻了个白眼，随后一把将躲在后面的瑶池圣女推了出去。雨欣，该你了。清丽绝伦的仙子看上去有些扭捏，面带朝霞，明艳动人。雨欣不善言辞，很少与陛下交心，但今天不说那句话，以后怕是没机会了。将雨欣褪去羞涩，神色坚定：臣妾喜欢陛下，很早就喜欢了。你第一次带我离开的时候，我撒谎了，跟你走
才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我结识的人不少，但唯独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舒心。每次听别人说我和你是天生一对时，便会感到开心。一开始不懂这是什么感觉，直到那一天，你牵起了我的手，感受着掌心传来令人心安的温度，以及周围女子羡慕、嫉妒的目光，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心动，什么是小鹿乱撞。云轩愣住了，没想到今生还能听到江雨欣的告白，将遗憾弥补。我说完了。说出这句话后，江雨欣仿佛丧失了所有勇气，羞红着脸，低着头躲到了两人身后。离别的氛围下，魔女、小妖女、瑶池圣女全都眼含银光，凝结着悲伤。准备隐藏流影阵法时，魔女抽了抽鼻子，眼眶泛红。你小子别天天想着成仙，有时间多陪陪瑶瑶，她很怕寂寞的。万一你再闭个关，她也不在了，看不后悔死你。说完，画面骤然消失，但云轩清楚地看到，那一瞬间三个人都哭了，直到最后时刻，他们也没见到自己，想必心中多少会有些失望和埋怨吧。云轩捏紧拳头，默默发誓，他们的下一世，自己一定将今生的亏欠千倍万倍的补回来，不再让他们受任何委屈。听完魔女最后之言，瑶光彻底绷不住了，失声痛哭。他们之所以不愿封入神园，和他也有很大的关系。死亡是久别重逢的开始。云轩伸出两指，向上一引，一座1米有余的墓碑拔地而起。紧接着，碑上的灰土逐层剥落，露出一个个苍劲有力的字体。花开花落几度春秋，风霜雪雨多少流年。一花凋零，一花绽，今生已了，来生见。与此同时，3副水晶棺材上出现了一个玉盘大小的光圈，云轩将它命名为轮回之门。上面附有轮回法则之力，可以将几人消散于天地间的真魂重聚。凡人之所以不能轮回，是因为破碎的灵魂没有仙魂那么具有独立性，相互之间的吸引力更是相差甚远。时间一长，这些灵魂碎片便会与附近的其他碎片相互融合，恢复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新的灵魂体。而轮回之门则可以利用部分真灵，加大对其他碎片吸引力，即使已经和其他碎片融合的灵魂，在这股力量下也会再次分裂。瑶瑶，该走了。云轩招呼一声小声啜泣的瑶光，头也不回地离去，像是在告别过往，迎接新生。神山很高，下山之路两人走得很慢，女人总是感性的，瑶光眼睛哭得有些红肿，显然还没从悲伤中走出。云轩静静地陪着她并肩而行。崎岖蜿蜒的下山路上，周围有不少深浅不一、人为开凿出来的洞穴，这些都是封印之地。有资格封入神山之人，除少部分走关系的，其余之人至少也是至尊境以上，境界越高，所处位置越高。3位天妃之下是另类成道的准地，在之下是至尊境圆满的无敌强者。一路沉默，瑶光以为云轩还在想着刚才的事，他揉了下眼睛，扶了扶脸蛋，强行打起精神，故作轻松。小妖女太过分了，刘颖还要打哑谜。云轩见瑶光主动开口，面露喜色，停下脚步，一手搭在她肩上。你想知道？瑶光像是小女孩一般俏皮道，你们之间的秘密愿意告诉我？云轩柔声道，我对你没有秘密，真的。瑶光红唇微扬，媚眼如弯月，看上去很是开心。云轩点了点头，同时他的手顺着瑶光香肩滑落，搂住她纤细的腰肢，继续前行。其实没什么，小妖女说，我老是去后边欣赏后庭花带雨之景。哦，瑶光似懂非懂，记忆中小妖女确实在后院种了一片梨树林，梨花带雨的景象也的确很美。只是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可能两人在那片梨树林中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吧。瑶光如此猜测。走着走着，瑶光忍不住放慢脚步，他知道下了山两人就要分别了。见状，云轩顺了顺他长长的紫发，笑道，没关系的，我可以再陪你一段时间。才不要呢。瑶光轻轻撞了一下他，我怕会变得贪心，会想要更长久的相伴，到时候就没心思闭关了。云轩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成仙前儿女情长确实要先放一放，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突然瑶光一个转身跳上了云轩的背，背我下去，要是颠着本后了，后果可是很严重的。云轩感到好笑，有多严重？瑶光露出一对虎牙，张牙舞爪道，咬死你。云轩假装害怕，我一定小心翼翼，走得很慢很慢。瑶光真手微扬，一副算你懂事的模样。夫人坐稳了，为夫准备出发喽。云轩双手穿过瑶光的腿弯，用力往上颠了几下，调整到一个舒适的位置后，快速向下俯冲。哎呀，慢一点。身体间摩擦产生的异样感觉让瑶光浑身酥软，害羞万分。云轩的速度很快，宛如矫健的猎豹，
一步10丈，瑶光恍若置身云端，在空中飞翔。他搂紧云轩的脖子，偏头靠在他后背，闭着眼睛，如同睡美人一般。陛下，不知你看没看过《天地传》？瑶光忽然问了一个让云轩后背发凉的问题。天地传，他怎么可能没看过？这本书就是他写的。云轩前世是重度的网文爱好者，有空的时候也会动笔写心中的故事。他在成帝后闲来无聊，忍不住手痒了，将几人美好的回忆编写成了一本书。书中天帝的形象自然被他美化了一点点，比如与瑶光之间的故事被他改编成了灵犀皇朝的公主对年轻的天帝一见钟情，但天帝自尊心很强，对吃软饭这种事情嗤之以鼻。公主只好隐藏心意，不动声色地将天帝收为护卫，慢慢勾引。这是一个公主与骑士的故事。瑶光附耳追问：陛下，这故事虽然写得乱七八糟，不切实际，一派胡言，但其中一些情节看起来好生眼熟，就像是亲身经历过一样。陛下可知他的作者想吃软饭的帅气穷小伙真实身份是谁？这个嘛，云轩脑细胞急速燃烧，这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啊！陛下刚才还说对人家没有秘密。瑶光对着云轩后颈吹了一口凉气，悠悠道。云轩顿时懵了，他明明只在一个世俗王朝中发表过，瑶光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火出圈了？陛下原来如此闷骚。瑶光伸头飞速亲了一下他脸颊。不过妾身并不讨厌哦。云轩讪笑道。写着玩的，别当真。话说间，云轩2步便跨下了山山脚。瑶光从他背上跳下，幽怨道：陛下就这么着急离开？云轩正色道：怎么可能？瑶瑶你误会了，为夫这是感知到那小丫头心事重重，似乎有话对我说。是吗？瑶光神色狐疑，顺着云轩目光望去，果然见到一身穿青色小短裙、赤足裸露的小萝莉骑着一条大黑狼向这边走来，头上似乎还顶着3块豆腐。他这是什么意思？想干嘛？小黑驮着清茶恭敬地匍匐在地上，他身上的小萝莉神不思蜀，呆呆地坐在那里怔怔出神。云轩就站在他身前都浑然不知，一门心思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好像在思考生死存亡的大事。喂，想什么呢？云轩伸手一弹，在他饱满的天庭上留下一个浅色印记。啊！小萝莉这才回过神，看清楚是谁后，她瞪大眼睛，龇牙咧嘴，仿佛看见夺走她清白的仇人一般。随后屈辱万分地拿下顶在头上的豆腐，用2只短胖小手捧着，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用头撞上去，豆腐顿时4分5裂，其中一小块刚好落在笑月天狼的嘴边，他下意识地伸出大舌头将其卷起送入口中。完了，本帝真的被调教成了一条蠢狗。小萝莉的一番操作把云轩都看迷糊了，蹙屏问道：你在用豆腐练习铁头功？闻言，小萝莉怒目而视，羞辱难堪。本系统食言了，所以撞豆腐。你这是打算嫁给夫君了？瑶光恍然大悟，他记得前阵子这小丫头说过，就算用豆腐撞死也不可能嫁给云轩。小萝莉咬着牙偏着头表示默认。云轩看着他不情不愿的样子，淡淡道：没必要，本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从不食言，遥遥成仙之日便是你自由之时，说到做到。少墨迹，本系统愿意做你的妃子，是你10辈子修来的福气。小萝莉看上去有些异动，但想起对方的心狠手辣，最终还是决定听从瑶光的建议，给自己加一重保险。云轩有些嫌弃道：看在你这么固执，又对瑶瑶有所帮助的份上，本帝只好勉为其难的纳你为妃。你小萝莉气得浑身哆嗦，这话说的好像是她非云轩不嫁一样。算了，懒得和她争辩，又不是打算真嫁给他，混一个名分，让他不好意思下毒手而已。想明白后，小萝莉傲娇道：你记住了，本系统虽然委身于你，但也只是名义上，不负责履行妻子该有的任务。小萝莉拍了拍狼背，笑月天狼心领神会，体型逐渐缩小，变成小狗模样。他大大方方地走到云轩面前，侃侃而谈：下面让我们约法3章。第一，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无需举行婚礼。第二，本系统不与你同床共枕。第三，本系统冰清玉洁，你不得觊觎我的身子。听到这，云轩实在忍不住了，吐槽道：这小身板能挤得进去吗？这又不是我身体。小萝莉对他的话十分不爽，气恼地盯着他腰下，似乎想验证真假。云轩别过他脑袋：行了，我知道了，不就是给你一个天妃的称号，对待你的方式和以前一样吗？小萝莉不满道：你还想让我继续为你端水洗脚，为你泡茶，犯点小错误再被你吊在树上用火烤。小萝莉越发气愤：云轩，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女孩子的名声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云轩淡淡道：
你的意思是不做妃子该做的事情，但要享受天妃的待遇？小萝莉感觉理亏，试探道：要不睡前我给你暖床？云轩挑眉道：先不说我想不想睡觉，但暖床这种事不是一个丫鬟应该做的吗？斤斤计较，不可理喻，一点风度都没有。小萝莉恼羞成怒，转过身，气呼呼的不搭理他。云轩继续道：虽然是假夫妻，但你的名字总该告诉我吧？小萝莉娇哼一声：本系统全名叫做宇宙无敌最强系统，人间名，姓楚，楚清茶。云轩轻声念道。小萝莉没有反驳，应该是默认了。云轩又道：楚清茶，天妃的称号可以给你，但天庭不会昭告天下，只会有小部分高层知道你的身份。小萝莉不屑道：切，真以为本系统稀罕？你不在意最好。云轩这么做自然有他的考量。楚天妃若是受了委屈，尽管说出来，本后为你主持公道。瑶光笑盈盈地向前一步，摸了摸小萝莉的头，一脸宠溺。小萝莉疯狂摇头，想要将来头上的手甩下去。见他不喜，瑶光微微一笑，识趣地将手收了回去。这下小萝莉整个人都不好了，她总觉得这女人是母爱烦泛滥了。果然，只听瑶光对云轩说：陛下大人有大量，就别跟一个小丫头计较了，让着她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小孩子总是调皮的，我们做大人的还是要多点宽容和耐心。小萝莉气得七窍生烟，这哪是当小孩，她是想养女儿啊！她要大声驳斥瑶光，但转念一想，有这女人护着，她岂不是性命无忧了？瑶光姐姐最好了。小萝莉乖巧可爱，拉着瑶光的手讨好道。闻言，瑶光绽放出令世界为之黯然的甜蜜笑容，捏了下清茶圆嘟嘟的小脸，转头对有些失神的云轩说：出门在外不准欺负清茶妹妹。楚清茶吐了吐舌头，做了一个鬼脸。听见没？好男人要听老婆话。瑶光拍了一下他后脑勺。你也是，平时听话点，别和陛下对着干。楚清茶委屈道：我哪敢啊，平时都是他泡我欺负人。瑶光道：说的就是这一点，陛下想喝茶，你就自觉跳到杯子里。小萝莉，果然你们才是夫妻，我终究是外人，都来欺负我。看着这温馨的一幕，云轩笑了。既然天后大人都发话了，为夫自当遵从，日后一定好好关照清茶。瑶光温柔地为云轩整理了一下衣领，轻声道：在外面若是遇到喜欢你的女孩子，记得带回家，留了情不收，女儿家可是会伤心的。世间最毒的诅咒是有缘却无分，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天宫很大，人却很少，带几个人回来，我只会更开心。云轩捏住瑶光凝脂般的脸蛋，扯了扯：你这么大方，为夫可是会生气的。瑶光眉目低垂，柔柔道：陛下和别的女人恩爱，臣妾自然也会吃醋。云轩不满道：那你还把我推出去？瑶光掀起眼帘，笑道：因为臣妾知道，后来者在你心中永远比不上我。云轩道：胡说，我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是吗？询问间，瑶光的手已经攀上云轩的腰部。嘿嘿，天后只有一个，肯定是喜欢瑶瑶多一点。云轩立马改口：真的。瑶光眨了眨灵动的美目，笑盈盈地盯着云轩，看上去人畜无害。云轩正色道：初恋在男人心中的地位总是特殊的。瑶光伸手捶了一下他，娇嗔道：算你过关了，待本后出关，天宫中要是多出一个女人，我便一天不理你。啊，刚才不还说让我带几个回来吗？云轩懵逼了，这脸变得也太快了吧。瑶光哼了一声，同意归同意，但还是会生气的。原来还要秋后算账。云轩表情夸张，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瑶瑶学坏了，我的小棉袄被魔女和小妖女染黑了。瑶光噗呲一笑：好啦，陛下别逗臣妾笑了。他摸着云轩的脸，认真道：臣妾之前所言没开玩笑，皆是肺腑之言，陛下要认真考虑。闻言，云轩也正经起来，他摇了摇头，握住瑶光皓腕，声音平静：你知道吗？当年还弱小时，我时常想，若有朝一日我无敌于天下，那时一定要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可当我真的举世无敌后，才发现红颜不过枯骨，今生怕是很难再动心了。云轩这些年也算洁身自好，妃子一直只有他们几个，在外的红颜也是因为历练封印了记忆才会心动。瑶光正欲出声，就在这时，异象横生，落叶停留在空中，荡漾的水波凝固成了一幅画。瑶光红润的樱桃小嘴微张，一动不动，小黑安安静静地趴在清茶脚边，小丫头垂头生着闷气，三人宛如一尊尊雕像，世间万物都被空间冻结了。不对，云轩眉头一皱，是时间停止了，你足够强了。一道冰冷而清灵的声音
在天地之间响起。云轩抬头，只见一位身穿白色仙裙的绝世女子于苍穹中缓缓飘落，长裙在空中飞舞，修长的玉腿一览无遗。白裙女子气若幽兰，声如天籁，仙子下凡尘，一世而独立。长长睫毛下是一双极为好看的琥珀色的瞳孔，眼神淡漠，不含一丝感情，仿佛天下众生与路边的石头无异。她的容貌清丽绝代，五官无可挑剔，宛如梦幻。仙姿挺秀，婀娜的身材诠释着世上最完美的比例，身上仙霞流转，肌肤晶莹剔透，吹弹可破。世间女子的容貌比之她，宛如萤火与皓月，根本没有任何争锋的资格。云轩一直认为瑶光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比一山高。尚未成仙的瑶光综合起来比这还是差了一筹，她是真正的仙女，一位不知活了多长岁月的红尘仙。云轩收回那句今生很难再心动的话，如果说世界上还有谁能让他古井无波的心泛起涟漪，那必然是这位仙子。第一次见面是他刚出生的时候，这位仙子和这次一样，暂停了时间，降临凡尘，对着他自语道：不属于此界气息，希望是个变数。说完便离去了，只在他意识中留下一部名叫无双之瞳的功法。这门瞳术能观气运，窥阴阳，是寻宝的无上之法，是他崛起之路的重要基石。当年就是靠他察觉出了瑶光的特殊体质，修炼他需持之以恒的吸收朝阳升起时的东来子气。云轩怀疑魔女之所以误以为小山村有秘宝，可能就是察觉到了这股异象。第二次见面是他炼化天命印记，踏入地境巅峰时，仙女再次降世，对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还是太弱了。以云轩当时的修为，却依旧看不清白裙女子的容貌。那一刻他明白世间有仙。今天是两人的第三次见面，这一次他终于有了正视他的实力。仙子有事找我。云轩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白衣仙子洁白如玉，仙气环绕的赤足落于地面，缓步向云轩走来，所过之处枯木逢春，生机盎然。行至近前，仙子方才止步，清新宜人的芳香扑面而来，如此近距离的与仙子接触，即使以云轩的心境都不由有些激动。虽然他目前的实力不弱于此女，甚至是更强，但初见时的经验这么多年依旧环绕在他心头，是爱慕，更是憧憬。你我联手，可重启仙路。仙子性格清冷，言简意赅。仙子超然世外，不染尘埃，了无牵挂。再下身在红尘，千丝万缕，有太多放不下的人和事，恕我不能奉陪。云轩摇头拒绝，以他现在的实力，自然能感知得到通天之门，但仙门一旦开启，只能进不能出，那里被人设下了空间法则，起码以他现在的实力，抵住不住那股不可名状的伟力，估摸着要红尘仙后期的实力才行。白衣仙子冷淡的眸子清澈如水，紧紧盯着云轩的眼睛，秀眉微蹙，似乎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云轩坦然对视，好一会儿后，白衣仙子才道：我等你了断红尘。说完便欲要转身离去。等一下。云轩下意识出声：何事？仙子驻足，但没有回头。云轩沉默，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声，可能是想和他多了解几句，听听他的声音，亦或者想留下他。稍作犹豫，云轩道：仙子卡在这一境界很多年了吧？这话明显勾起了白衣仙子的兴趣，他转过身：道友有何见解？云轩道：红尘仙不入红尘，如何为仙？白衣仙子皱了皱眉，神色有些波动。云轩继续道：仙子成仙多久了？白衣仙子想了一下，摇头道：时间太久远，记不清了。云轩笑道：在下短短10万余年便与仙子同境，仙子何不换种方法试试？兴许能勘破虚妄，再次破境。换种方法，这是何意？白衣仙子依旧出尘，只是神色不再平静。云轩这么短时间内能连跨2境，也许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若是能够再更进一步，便无需与云轩联手，一人便可开启仙门，进入仙界。仙子可入世修行，体验红尘烟火，感受人间百态，届时或许能看见不一样的景色。云轩缓缓道来。闻言，白衣仙子没有给出回应，深深看着云轩。云轩被那双清水双眸看得心虚，如何破境他自己也没有头绪，也不清楚刚才为什么要那样说。半晌，白衣仙子才道：道友的话我会考虑。说完，仙子乘风而去，玉足轻踏虚空，裙摆摇曳，只在天地间留下一句清灵仙音：我姓白，白木离。木离不愧是仙子，名字也是这般清冷脱俗，仙气飘飘，沁人心脾，让人迷醉的仙子幽香消失。云轩心头空荡荡的，不过他有种预感，两人很快会再次见面。红尘仙可不是字面意思，他是没有仙气过度，
成不了仙的情况下，力量的极致演化。清茶率先摆脱时间静止状态，神色凝重地看着木离仙子离去的方向。没想到此界除你之外，还有此等天纵奇才。红尘仙，整个仙界都不足五指之数，更遑论他主修的还是时间法则。仙人分四境：真仙、仙王、仙尊以及传说中的仙帝。红尘仙极为特殊，每一小境便对应仙人的一大境，并且入境即巅峰。红尘仙中期到后期的破境难度，相当于仙王巅峰一步迈入仙尊巅峰，仙尊巅峰的时间掌控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小萝莉看上去极为激动，眼睛睁得圆圆的，声音急促。但一想到云轩也是红尘仙，修炼的亦是三大至高法则之一，顿时泄了气，意兴阑珊地摆了摆手。总之，破境之法和你说的方法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只是单纯的底蕴不够，还需在时间之道上继续钻研。说着，小萝莉神色莫名地看了云轩一眼，继续道：春去秋来是轮回，花开花落是轮回，生老病死是轮回，入世修行的确于轮回之道有利，但他这种超然世外的心态，不沾尘缘的行为，才是时间之道的正确修行方式，能更好地静下心来体会岁月的痕迹。这一点我不信你察觉不到，你唆使他入红尘到底是何居心？小萝莉的话令云轩茅塞顿开，心中所有的思绪终于理成了一条线，思路清晰起来。当年他冰收天界最大的原因便是想减少与外界的因果，效仿白衣仙子的成仙之道，但此法并不适合他，最终静极思动，差点憋出病来，忍不住跑去转世历练了。此刻云轩明悟本心，意识到刚才之所以引导白木离入红尘，完全是私欲作祟，他想要让仙子的无垢之心出现瑕疵，给他可乘之机。白木离就如天际皓月一般，皎洁无瑕，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很早就在他心中种下一颗名为欲望的种子。随着修为的浇灌，曾经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经此一面彻底冲破云霄，见青天。如今云轩无论是实力还是权力，都与天齐高，自是想将九天明月揽入怀中。这欲望是情欲，是恶念，更是一种想要亵渎仙子，看他堕凡尘的执念。小萝莉像是云轩肚子里的蛔虫，看出了他的想法，鄙视道：你可真是自不量力，竟想把此等圣洁仙子收入宫中。云轩看向小萝莉，和蔼一笑：你比之他何如？闻言，小萝莉顿时傲娇起来。他虽然不错，但与本系统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云轩露出一抹坏笑，挑起他的下巴，低头将唇边凑近：你我都能收入囊中，他还能跑得掉？男子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楚清茶娇躯微颤，银光闪烁，楚楚动人。约法三章，你不准亲我。云轩放开他，负手而立。我配得上吗？小萝莉斩钉截铁肯定道：此界唯有你们二人成仙，陛下与木离仙子乃是良配，天作之合。云轩瞥了他一眼，锋芒一转：你不过圣人修为，是怎么比他们二人更先摆脱控制的？小萝莉解释道：他的时间能静止这具身体，但我能通过本体感知到刚才发生的一切，与本体之间还有联系。看来之前的封印还是太弱了，得再加上几层封印。云轩取出求天冠，用仙力勾勒出复杂的大道之痕。小萝莉人都傻了，云轩用得着这么防着我吗？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妃子啊？云轩淡淡道：可以亲吗？小萝莉怒道：想得美，封印就封印，反正以你现在的境界，我也跑不掉了。说完，他立即捂住嘴巴，刚才好像暴露了什么。云轩倒是没在意，他要是能心甘情愿地待在罐子里，那才是有鬼。木离仙子离开后，世界很快恢复正常，时间再次流转。瑶光唇瓣微动，发出空灵的声音：很难再心动。你这话鬼都不信。小妖女说：你们男人不管多大，永远偏爱18岁的少女。我不信有年轻貌美的女子倒贴，你能心如止水，千娇百媚，各种姿态的女子，总有一款让你心痒痒的。这一次云轩没有反对，因为他确实心动了，虽然是个老妖婆，不是花季少女。云轩耸了耸肩，摊手道：夫人说得对。见他终于承认，心里暗藏歪心思，瑶光面露得意，但转念一想，丈夫喜欢年轻女子，她这老女人有什么好得意的？乔瑶光突然闷闷不乐，云轩笑了笑，暗道：女人还真是多愁善感。你还笑？瑶光睁大紫目瞪着云轩。云轩搂过她，附耳道：好了，别闹了，马上就要分别，不给夫君一些补偿。云轩呼出的气浪吹在瑶光里，痒痒的，他身子发软，靠在他胸口，面红耳赤。奖励你几个美少女，要吗？美少女能有你美，小嘴儿能有你香，你软。云轩抱着瑶光，侧头擒住莹润红唇。与此同时，
一道结界将小黑和清茶隔绝开来。这最后时刻，他们自然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良久，唇瓣分离，两人神色都有些迷离。瑶光是欲海波涛，情难自禁，云轩则是因为白木离清冷出尘的样貌，在他脑中挥之不去。此刻，他不由想知道木离仙子含羞带怯的模样会是怎样的风景。抱着瑶光亲热时，他竟然还想着其他女人。没得到的，永远在骚动，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只是个俗人，这不算渣。云轩深深谴责了一番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后，又给自己找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最后收敛心绪，默默运转清心诀。陛下，瑶光动情，面露春色，那双洁白柔腻的素手在他胸膛不断游离摸索，挑逗人心弦。云轩，他才给自己施术，这会已经进入贤者状态，面对瑶光的撩拨，他心如止水。瑶光浑然未知，一心只想和云轩恩爱，释放着伤感的别愁。他拉着云轩的衣领，吻向他纤秀的颈脖。云轩有苦难言，瑶光若是发现他没反应了，会不会觉得他修仙把欲望修没了？瑶光容貌与气质俱佳，在他心中的地位也是无人可以取代。可两人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缺少了初时的激情，如今他对瑶光的感情更多的是不可分割的亲情和心疼的爱怜。一旦进入贤者状态，短时间内基本不会再起反应，除非他能像小妖女一样有多种花样，每次都能带来无与伦比的新鲜感。迫于无奈，云轩只好再次追忆起木离仙子的姿容，再加上瑶光的挑逗，那消失的感觉很快又回来了。他搭在瑶光腰肢侧面的手逐渐上移，中间稍作停留，很快便寻到了他身后的紫色绳结，随即用力一扯，披肩白纱滑落于地。10日后，瑶光眼含春水地看着云轩，低声道：陛下，这次好像破纪录了。云轩一边为瑶光整理散乱的秀发，一边应道：夫人即将闭关，为夫只能将心中的不舍之情尽数化作爱意，留在你身边。两人耳鬓厮磨了一会，云轩在简单交代了一些事情后，方才穿上不染纤尘的白衣，挥了挥手走了。瑶光笑着点头，站在山脚目送他离去。笑月天狼载着云轩和楚清茶，脚底生风，一跳数百里，踏着虚空而去。瑶光极目远眺，直到天际的小黑点消失很久，才喃喃道：又剩我一个人了。他神色落寞，面色泛白，宽松裙袖下的手紧握成拳，因太过用力，在掌心上面留下了浅浅的指印。残阳如血，金色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映照在瑶光脸上，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柔弱娇美，让人心生涟漪。秋水双眸开合之间，一滴银白的珍珠顺着眼角滑落，带着些许冷意的秋风掠过，瑶光缩了缩身子，身体上寒冷可以抵御，但心理上的却是防无可防。在天界，敬仰他、爱慕他、憧憬他的人有很多，却无意交心的朋友，他好怀念魔女他们在的时光。冰冷的秋风卷起了远处的花海，满天花瓣飞舞。这一幕让瑶光会心一笑，他想起了和云轩一起栽种的场景，那时两人像凡人一样亲力亲为，弯腰插花，每天种一点，种了好多年。我一定会成仙。瑶光成仙之心前所未有的坚定，成仙了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不需要修炼了，就可以牵着他的手无忧无虑的漫步，就可以枕在他腿上，听他用温柔的声音给自己讲故事，就像曾经逃亡时一样，每天都黏在一起，被他呵护，被他宽慰，和他做羞羞的事。与此同时，天界之外，云轩白衣飘飘，风神俊朗，他遥望天庭，视线穿透重重空间，眸中尽是柔情与怜惜。直到瑶光离开神山之角，方才转身离去。小萝莉不懂这么复杂的情感，好奇地问道：这么舍不得多待一段时间不好吗？云轩白了他一眼：你以为我不想？但瑶光说这么做他会更加舍不得，怕无心闭关成仙。离别难，难离别。云轩叹了一口气，心中感慨万分，思绪万千。曾经每次分别他都是潇洒转身，想着反正会再见，哪有这般愁绪。但经此一遭后，他要把每次分别都当作是今生的最后一面，告诫自己不会有人一直在原地等你，岁月会带着他们逐流而去，从而警醒自己要珍惜眼前。深空中漆黑如夜，无数星辰闪烁其中，四周寂静，落针可闻，只有笑月天狼腾跃时的呼啸声。笑月天浑身如墨，月白色的牙印与眼圈让他显得异常妖异神俊。他庞大的身躯宛如一艘古战船，在浩瀚星空中急速行驶。笑月天狼的毛发极为柔顺，宛如绫罗绸缎，小萝莉摆成一个大字，舒服地躺在他背上，伸着懒腰打了一个哈欠，随后侧身撑着脑袋看向云轩。云轩神色莫名，衣袍猎猎，发丝飞扬，静静地站长狼首之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小萝莉盯了他好长一阵，见他一直不说话，和个木头人似的，耐不住寂寞的他开口道：“还在想瑶光的事情？”“没有。”云轩淡淡道。这句话让楚清茶不知从何接起，一时之间场面又冷了下来。平胸萝莉气得奶疼都快胀起来了，他严重怀疑云轩就是不想搭理他。楚清茶猜的没错，云轩确实不想鸟他。此刻他只想迎风而立，洗去一切烦恼，享受静谧的美好。云轩的无视让小萝莉非常不爽，沉思一会，再度开口：“云轩，你可知他们不是仙人？以你现在对轮回的领悟，很难助他们觉醒前世的记忆。”云轩转过身，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这丫头简直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郁闷的心情从何而来，在烦恼什么，他却能一语道破，就像上次面对木离仙子时心底产生的邪念一样。若不是来历神秘，充满了危险，他或许会成为自己的知己红颜。小萝莉被看得发毛，心里嘀咕：他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之后要是让我侍寝，我是拒绝呢，还是拒绝呢？万一他用强的，我该怎么办？云轩有点想笑，虽然小萝莉虚张声势地鼓起腮帮子，勇敢地和他对视，但不知为何，他就是能感知到他那不健康的小心思。他是那种用小丫鬟排解寂寞的人吗？这种事起码要大一点才行啊。对，要不起。呸，被他带歪了，长大了他也不要。云轩摇了摇头，沉默半晌，轻语道：没有记忆又如何？不过是和他们重新来过，再谈一场风月罢了。说完这句话，云轩身上的气质明显发生了变化，多了一丝朝气。他仿佛明白了大道至简，返璞归真的含义了。修行无岁月，失去了年华，带来了苦恼。弱小时为修炼资源发愁，稍微强大一点，又要为各种事情奔波成帝后，想着成仙，成仙后又感叹故人不在，欲更进一步，想要执掌人间命运，将万事掌于手中，早已丢失最初那颗求道的心。修炼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这个人吃人的残酷世界不被人随手碾死，是为了保护喜欢之人，成为他眼中的英雄，是为了长生不老，逍遥天地间。如今所有的一切他都做到了。这一刻，云轩心境升华，宛如初生的朝阳，耀眼的让人睁不开眼。一个新的轮回启动，历经千磨万阻，洗尽铅华，归来仍是少年。小萝莉惊呆了，什么情况？这臭小子这么快又有感悟了？尼玛，开外挂了吧？所幸这一次云轩没能破镜，不然他真的会羞愧欲死，这一把年纪全都活到狗身上去了。下方的笑月天狼鼻子突然发痒，想打喷嚏，好像有人在说他坏话。云轩心有所感，似笑非笑地看着小萝莉，现在的境界不够他们觉醒记忆，那再提升不就行了吗？小萝莉好有道理。半月后，天元界，这是黎明土较近的一方小世界，平时神魂境便能称霸一方，现在却是圣人多如狗，大圣满地走。他们来自诸天万界，是个各族的底蕴。据天机阁之人推算，今日天庭的大军会路过此地，追击冥土至尊，打进腹地。冥土那可是比历史上任何一座生命禁区都要强的势力，天军若将其覆灭，届时即使只喝上一口汤，也能令小一点的势力再辉煌万年。当初天地覆灭7大禁区时，便有不少幸运儿捡了漏，无数势力因此崛起。横断城、望月楼，这是一座俗世茶楼，古朴典雅，高10层，在这座城池中尤为显眼，是达官贵常来之地。此刻却涌进众多陌生面孔，老少皆有，形态各异，就连茶楼的说书先生都从年轻的小生换成了一个精神抖擞的麻衣老者。天地历千年，天地平定黑暗动乱，搜刮无数秘宝，以昆仑为己，地气四方鼎为基，以无上伟力自创一界，世人谓之天界。什么天地？不天地的会不会说书啊？不行就换人，本公子要听贵妃娘娘的风流艳事。一位锦衣公子拍桌而起，茶水四溅。老者闻声转头，和蔼的表情顿时一肃，告诫道：这位公子不可无礼，天帝乃是当世神灵，任何不敬之言他都能知晓。天帝，他是那根葱，能比得上朝天宗的圣人。锦衣公子不屑：什么狗屁神灵，没听说过，讲他坏话怎么了？本公子这不一点事都没有吗？就在这时，一位以窗而坐的壮汉一掌拍碎木桌，愤然起身：蛮夷之地，竟连天地之名都不知晓，此国之主罪该万死。一羽纱贵妇娇媚笑道：大人息怒，此界偏僻，此地又是世俗王朝，天地之名实属正常。壮汉怒火烧息，将此人抄家灭族，让此国之主公示天下，传播天地威名。一个看起来颇为年轻俊俏的男子淡淡道：
他口中朝天宗的圣人一并处死，以儆效尤。修行之人不知天地之名，便是罪；若是知晓而不普及，便是罪大恶极。一位从未见过的圣人被他三言两语决定了生死，而那位锦衣公子早就被大汉的一缕气机震成了一团血雾。此情此景让不少人面色惨白，身子发软，踉跄地挤出茶楼。横断城之主的儿子死在望月楼，没人可以保持平静，还能安稳待在茶楼中的人都是外界来客。天地之名不知，竟是死罪。云轩，你这妥妥的暴君行为啊！望月楼顶，一清纯可人的青裙丫鬟对着一个白衣公子冷嘲热讽。云轩置若罔闻，对着热气升腾的茶吹了一口气，小抿一口，一脸享受。小萝莉满腹怨言，无处发泄。可恶的云轩，喝他洗澡水就算了，居然还不搭理人。刚才发生之事，云轩尽收眼底，这些人暗藏什么心思，他一清二楚。锦衣公子确实该死，但那朝天宗的圣人就有点冤枉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是古之大戒，不知天地之名的世俗王朝，亦是数不胜数。毕竟天庭隐世7万年，凡人国度，王朝不知更迭了多少代。往日里，他们这群大人物可不会在乎这些，事不关己，怎么可能这般维护？但今日日子特殊，天君即将抵达冥土，这些想要分一杯羹之人，自然会有意的讨好天地。事情发酵传播一番，说不定还有机会成为天界派系之人。天地再现，天庭入世，谁不想往这方面靠？再者，即使没有任何收获，这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没有任何损失。茶楼中不乏心善之人，觉得此举过了，不应牵连无辜，但碍于他们打着天地的名号，也只能将这话憋在肚子里。不敬天地的罪名扣在头上，没有几个势力受得起。背上这罪名，那些狼子野心之辈定会寻着为前来，处理不当，身后的势力有被联合瓜分的风险。望月楼楼顶，云轩气定神闲，惬意地享受折无倒茶。小萝莉撅着嘴，气鼓鼓地看着他放在腿上的小手握得很紧，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虽然他一点也不想和这个欺负人的坏家伙说话，但看着他那一副别烦我的高冷模样，心里就很不爽。明明他对小黑都能露出温和的笑容，对自己却老是摆着一张臭脸，这种区别对待让他深感恶意，觉得自己被针对了，被冷落了。小萝莉气呼呼道：“云轩，你没大没小，叫公子。”云轩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你别太过分，我是你亲自赐名的妃子。”楚天飞小萝莉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云轩好整以暇：“那叫声夫君来听听。”小萝莉偏过头，冷哼一声，痴心妄想。两人又陷入了冷战。云轩看着撑着下巴，鼓着香腮，望着窗外独自生闷气的小丫头，有些想笑。不知为何，他就喜欢和这丫头斗嘴，看她生气时的可爱模样。也许是太久没人敢和自己随意说话，有点怀念以前喜欢顶嘴的难兄难弟了。云轩心想，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小萝莉斜睨着他，声音中充满了怨念。确实是个小美女。小萝莉长势喜人，粉雕玉琢，煞是可爱。云轩这次没昧着良心说话，非常客观地评价道。头一回听云轩表扬自己，小萝莉顿时神气地仰起头，傲娇道：“用不了多久就是世所罕见的大美女了，到时候你别色迷神窍，对我动手动脚。臭男人没资格碰我，本系统永远冰清玉洁。”啊，对对对，云轩敷衍道：“你永远是个小仙女。”小萝莉纳闷不已，这话听上去没有毛病，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反正听了就是不舒服。承认我漂亮就行，能不能别老是加上一个小字？小萝莉摆正坐姿，瞪着云轩：“你不小吗？”云轩反问道：“难道我不会长大吗？”小萝莉怒道：“有些东西可不一定会跟着长大。”云轩垂眸饮茶，大有深意地说了一句。小萝莉下意识看了一眼飞机场，顿时委屈难受起来。她本体还有一个小笼包，这具身体健康状态堪忧，挤都挤不出。云轩，他们打着你的旗号为祸一方，你不管吗？小萝莉开始转移话题，打算掩饰自己胸部贫瘠的事实。云轩跪坐在软垫上，宽松的衣袖笼罩半个小木桌，轻声道：“虽然我不适应木离仙子的修行方式，但她的处世之道还是值得借鉴的。天上仙人理应超然世外，少插手凡间之事。”小萝莉见云轩神色冷峻，看上去十分有逼格，莫名的不爽起来，对他的话表示怀疑。大多数成仙之人都是清心寡欲，一心追寻大道，喜欢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但你这种随心所欲之人，可不像是这种作风。小萝莉鄙视道：“你该不会是因为那小子骂了你，才选择袖手旁观的吧？心胸真小。”云轩淡淡道：“你会因为一只蝼蚁的挑衅而记仇？”说着，他略带嘲讽地看向小萝莉。
脚下有蚂蚁，行人路过看见，不是直接踩死，就是视为不见。也只有像你这种还没长大的小屁孩，才会幼稚的去管大蚂蚁欺负小蚂蚁这种事。闻言，小萝莉罕见的没有还嘴，反而皱起眉头，沉吟道：云轩修炼轮回之道，不能一直是这种心态，要置于云端，俯瞰天下，亦要站在地上，感受天之高，地之大，人世之变化。云轩收袖端坐，若有所思。见状，小萝莉嘴角抽搐，这家伙该不会又要悟到了吧？但很快他又得意起来，初时是哪个混蛋觉得系统没用，之前2次悟道全都靠他指点，好吧，没有他，云轩这混蛋现在指不定还在跪在自己老婆坟墓前痛哭流涕呢。云轩见小萝莉在那傻笑，不由也跟着轻笑了2下，这丫头对他帮助确实不少，他决定日后少用她泡几次茶。清凉的微风沿着窗户吹了进来，竹楼小屋青丝飞扬，茶香袅袅。一个身穿青色短裙的小丫头伏案傻笑，年轻俊美的白衣公子嘴角微扬，余光一直打量着某个蠢丫头。一时间静谧无声。下方说书的蚂蚁老者兴高采烈地为众人讲着天地的传奇故事。时间1分1秒过去，突然大地震了震，紧接着一阵阵像是千层浪拍击巨石的惊涛声，又似万马奔腾的踏空声传来。众人神色一喜，纷纷神识外放，透过层层云雾看向宇外。他们等候多时的天君终于来了。星空中璀璨的神光照耀出一条金色的通天大道，划破虚空，驶向冥土。一匹白色的独角天马踏着天路而行，雪白的羽翼振翅而翔，刮起一股可怕的飓风，诸多星辰破碎。天启军的头领之一天策神将君天下，一袭银白战甲，手持长枪，横断人间，傲视诸天。他一马当先，撕碎了7位至尊的防线，如龙一枪带着惊天伟力刺向领头的准地。他像天神下凡一样，盖世无双，披甲执锐，纵横人间，难逢敌手。天元界无数观战的强者震惊，他怎么敢的？那可是7位无敌至尊和1位准帝啊！望月楼蚂蚁老者感叹道：君天下是此次天庭争夺天命的人选之一，号称准帝之下他无敌，准帝之上1换1，战力极强，风姿绝世。可惜最终还是惜败于笑月大帝。楼上小黑不由闷咳2声，骄傲地抬头狗头，竖起耳朵，小尾巴一甩一甩的。小萝莉拍了拍他的狗头：你在狗叫什么？闻言，笑月天狼本就乌黑的脸这回更黑了，这妖牛逼的人物被他折于马下，不值得吹嘘吗？云轩没理会这事，他轻挥衣袖，桌上的茶几消失，出现一副棋盘，随后闭目养神，像是在等什么人。没人表扬，小黑耸拉着脑袋，精神颓靡。行，你们都是仙人，看不上我呗。星空中，君天下策马奔腾，身后红袍似火，高高扬起，手持长枪拦住了即将进入冥土的禁区至尊。大战一触即发，他身后无数神虹激射而来，那是无穷无尽的圣境大军，排列有序，携着骇人的气势，将8人团团包围。禁区至尊全都黑袍罩身，雾气环绕，不可窥其容貌，极其神秘。几人对视一眼，瞬间决定分散突围。见状，君天下冷笑：别管其他人，给我盯死领头的。闻言，窜出去不远的几人不得不返回。不逃了，那就全部留下。君天下轻斥一声，双方交战在一起，刹那间大道交织，神光耀世，虚空炸裂。巨大的冲击波使得天元界都在颤抖，天崩地裂，宛如世界末日。但很快，隐藏在天元界的各路至尊出手抵消了战斗余波。望月楼中，羽纱贵妇喃喃道：天策神将，好强，好帅。坐在他对面的壮汉亦是震惊不已。至尊境的君天下就有如此战力，击败他跻身地境的笑月天狼又该有多强？闻言，蚂蚁老者激动道：不，强的是天帝，他才是真正的在世神灵，一招秒杀笑月天狼，这是何等超然！那位下令杀掉朝宗中的圣人，一脸冷傲的年轻公子哥嘲讽道：笑月天狼不自量力，竟敢打天庭的主意，简直活得不耐烦了。此话一出，场上画风顿变。地境天花板是9天女帝还是天帝，存在几分争议，但地境地板砖绝对是笑月天狼。可不是吗？笑月天狼当天成帝，当天陨落，人送外号世上最短大帝。有人打趣道：这货也算名垂青史了，指不定在后世名气比天帝他们的名气还大。说到这，众人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楼上笑月天狼杀心渐起，煞气弥漫。堂堂大帝被人当面嘲讽，怎么能不恼怒？一群小瘪三，墙头草，统统化做本帝的口粮吧。笑月天狼心中咆哮，身形逐渐变大，欲要跳下楼，
吃了他们。啪！小萝莉一巴掌呼在他脸上，不满道：小黑，你干嘛？变这么大，压得我不舒服了。笑月天狼立马变成小狗模样，委屈巴巴道：我要吃了他们。小萝莉握住小黑前肢，将他搂到怀中，问道：这些人对你的评价说错了吗？没，这不就得了？你可是当过大帝的狗，度量大一点，不要和某人一样小气。小萝莉阴阳怪气，指桑骂槐。小黑顿时泄气，不开心地趴在小萝莉腿上。大帝不可辱，是他一直信奉的行为准则，被天帝打破，是他技不如人，没什么好说的。但几个随手可以拍死的小人物，他都不能解决，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这回笑月天狼对小萝莉生起了几分怨念，天帝都没意见，他管得可真宽。感受到小黑的怨念，小萝莉又是一巴掌扇在他背上。毛毛躁躁，我这是在锻炼你心性，你这样子怎么重返巅峰，怎么成仙？小黑摇尾乞怜，在小萝莉怀中拱了拱，神色卑微，讨好道：多谢系统大人指点。云轩和小萝莉的对话从来没有瞒过他，他可是知道天后的成仙法就是小萝莉传的。小萝莉满意的点头，一副孺子可教也的模样。云轩睁眼看了一眼小萝莉，成仙和这批关系都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霸道未尝不可。他这是借机嘲讽自己一句，顺道给小黑画大饼，把他调教成自己忠实的舔狗。小萝莉浑然不知自己一箭双雕的小心思已经被看穿，还在顺着小黑的毛吹嘘自己以前有多么牛逼。只要你听话，重回巅峰只是小事，仙人也只是起点。小萝莉吹牛上瘾，越来越离谱了。云轩忍不住轻咳两声，他这才悻然地住嘴。笑月天狼的笑谈楼下并没有讨论太久，因为他们都被君天下的无敌之姿镇住了。他竟然一个人就全面压制了禁区的7位尊者以及准帝，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笑月天狼能击败这种无双人物，他们有什么资格嘲笑？即使笑月大帝被天帝秒了，看起来很弱，但不代表他们就强了。壮汉吞了一口唾沫，十分不解道：为什么禁区的至尊只是一味的防守不反击？就算君天下在天启军的阵势加持下能与暂时与准帝一战，他们也不该如此畏手畏脚才对。麻衣老者若有所思，推测道：虚空中可能藏有墨家之人。墨家？羽纱贵妇发出疑惑。天庭隐世多年，很多人对其内部势力不甚了解，接触的只是天行殿这些在外历练的年轻一辈。麻衣老者知道点内幕，缓缓道：墨家弟子较为低调，不像君家这般盛名在外。墨家不显山水，底蕴深不可测，在天界的势力不亚于君家。他们主修虚空之道，行踪难觅，与君家一明一暗。禁区尊者应该是在防止墨家之人搞偷袭。墨家与君家是云轩建立天庭的从龙之臣，天庭宣布隐世时，他们举足迁徙天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两家已经成了天界最强大的势力。天帝和天妃们若不插手政务，即使是再大的事，只要君家和墨家意见统一，基本上就定下了7分，剩下的3分变数是天宫中的4大禁军首领。当然，神山中的老怪物们没有算在其中。笑月天狼冲破天域军的封锁，打到了南天门，他们都无动于衷。只有天宫被攻破，天庭到了真正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才会出事。谈话声没入云轩耳里，他不禁高看了一眼麻衣老者，这人情报还挺准的。君家和墨家底蕴确实强大，联合起来甚至可以动摇天庭根基。不过云轩从未担心他们有谋权篡位的不臣之心，因为有天地的天庭才是那个万族共尊的天庭。只要云轩在，即使这个天庭没了，他只需振臂一呼，又是一个新的天庭。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懂。星辰碎裂，大道轰鸣，战斗持续发酵。隐藏在虚空中的墨家人时不时出手偷袭，让禁区准帝异常狼狈。另外7位至尊若不是心意相通，宛如一人，怕是早就陨落了。砰！身披黑袍的禁区准帝又受了墨家之人一掌，喋血横飞几百里，撞到一颗星辰上。要不是和李清明战斗时受了内伤，你们2个岂会是我对手？黑袍准帝咬牙切齿，沙哑的女声自他口中传出：成王败寇，多说无益。君天下持枪而立，嘴角有一缕鲜红血迹，他受了不轻的伤，为防有诈，他没选择乘胜追击，冷声道：天启军缩小包围圈。铁甲声铮铮而迎，众将士手持长矛逐步逼近，极强的压迫感扑面而来。黑袍准帝越发焦虑，心中充满了不甘，他恨君天下7人太甚，更恨冥土的其他人袖手旁观，冷眼相看。生命禁区之人可不讲团结这一套，少一个人分资源，他们自然乐见其成。轰隆！黑袍准帝心一恨，命令其他7位至尊自爆，直接血洗出一条逃生通道。见状，君天下心有余悸，刚才他若贪功冒进，现在已经栽了。7位至尊自爆的威力极大，
靠近冥土那边的天启军尽数湮灭，化为飞灰，损失惨重。黑袍准帝趁机破空而去。就在这时，前方虚空颤抖，一直没露面的墨家之人显现身形。这是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气质冷淡，容颜被一张黑色面罩所遮掩。小月，小心一点！君天下一脸担忧，急速向缺口方向驶去。两人是夫妻。见到墨家之人拦路，黑袍准帝知道跑不掉了，他静静地立于虚空，任由大军补全缺口。君天下来到莫小月身边，才松了一口气，对黑袍准帝道：“我就说阴沟里的老鼠怎么可能这么讲义气，放弃突围的机会，为你身陷重围？原来他们全都是你炼化的战魁。”君天下一开始就察觉不对劲了，在外人看来，他一挑八，英勇无比，无人能及。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另外几人外强中干，有着至尊境巅峰的气息，实则战力比后期之人还略差一筹。君天下神色凛冽：“你已无路可逃，这里便是你的埋骨之地。哦，就凭你！”黑袍准帝的声音不再沙哑，反而如百灵鸟一样好听。凭我和天启军。君天下之所以一开始没让天启军参战，一来是因为他和小月在战阵的加持下可以与禁区至尊一战，二来是想减少军队的伤亡。现在双方都是强弩之末，是时候让天启军善后了。确实该结束了，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死。神圣的光辉自黑袍准帝身上升起，绝强地境威压震荡寰宇。他不是另类成道者，而是自斩一刀的大帝。此刻他极尽升华，身上的袍子化为碎布，黑雾被光明吹散，青色玄衣裹身，白色仙灵缠绕相间，悬于后方。晶莹的玉足踩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之上，绝美的容颜展露于世。这一刻，所有人心神失守，是因为她的美貌，更是因为她的身份。青色的玄衣，巨大的莲花，绝美的容颜，圣洁的光辉，全都指向一个身份——羽化神主。羽化神主是20万年前的诸天第一美人，贤德耀世，怜爱苍生。正道称帝后，建立羽化王庭，多次征战生命禁区，护佑诸天。这样的人，如今成了禁区的一份子，收割万族精气，他们怎么能够保持冷静？君天下亦震惊无比。您这样的人物，为何会堕落至此？羽化神主美目中不含一丝感情，气血枯竭，寂灭而亡，何用蝼蚁性命续命，等待仙路开启？你会怎么选？闻言，所有人都沉默了。羽化神主淡然道：“本帝守护诸天上万年，多次击溃生命禁区的侵袭，救人无数。现在该诸天回馈我了。”君天下看着理所当然、问心无愧的绝美女子，一时间不知如何反驳。羽化神主看向仙路方向，眸中满是遗憾。极尽升华，暂时恢复地境修为，根基损坏，无可挽回，今生再无可能成仙。说到这，他平静的脸上终于泛起波澜，闪过一丝恼怒。多年心血，多年期待，今朝毁于一旦，你们都该死！巨大的莲花绽放，气浪翻涌，威势无双，无数天兵倒飞而出，天启军损失惨重，请老祖出手！君天下与莫小月同时作揖，躬声道：“想不到老朽今生还有机会是帝。”随着声音响起，4位身形佝偻、暮气沉沉的老者出现在羽化神主四周，人手一剑击到地兵。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为之震撼。地兵与准帝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但很快又释然了，毕竟此次攻打的是冥土，光靠君天下和天启军还是略显单薄。麻衣老者看着这一幕，微微摇头，自语道：“不够，远远不够。冥土之恐怖，远超世人想象。自斩一刀的大帝可不止一位，即使天庭底蕴尽出，也不是其对手。此战，天帝绝对会出手。”天元界诸多至尊与麻衣老者是同样的想法，被天庭这种阵容就惊住的，大多是一些底蕴浅薄的小势力之人，见识有限。羽化神主面色不变，他成帝的那一刻就感知到了这几人的气息。如今先机即毁，他再无苟活下去的动力。今日他要轰轰烈烈的死去。4位老者手持地兵，结成阵印，困住羽化神主，围而不攻。只有等他跌尽之后，才有击杀的可能性。羽化神主冷笑，气息急速暴涨。不好，他要自爆！其中一位老者察觉不对，立马大叫。君天下闻言，神色大变，命令天启军用最快的速度撤退。望月楼，云轩神色复杂的看着那个心如死灰、欲要殉道的女子，叹了一口气。不用管他，去将冥土围起来。一道不大的声音在星空淡淡响起：“末将领命。”君天下握拳于胸，单膝跪空。天启军止住退势，所有人的惶恐与不安一扫而空，揭露出狂热的崇拜，纷纷跪下高呼：“陛下！”羽化神主听见这道声音也愣住了，视死如归的心戛然而止。咚咚，从未有过的强烈心跳在他心中震动。羽霓裳，好久不见。温和的声音于耳畔响起，
紧接着，他面前的景色一变，大军消失不见，一个坐姿优雅、正在喝茶的白衣公子出现在眼前。雨霓裳呆呆地看着这个与印象中气质大不相同的男子，他所认识的天帝是气势雄伟、锋芒毕露的，而面前的男子看上去温文尔雅，倒像是个书生。他静静地坐在那，脸上挂着浅笑，如画中走出的谪仙人，让人赏心悦目；又如拂面清风，可以扫去一切烦恼，让人心旷神怡。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雨霓裳心绪万千，故作平静，但声音依然有些颤抖，灵动双眸泛红，里面蕴含激动、委屈，还有些许哀怨。云轩叹了一口气，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我属下同归于尽吧？你是心疼属下，还是我？雨霓裳未经大脑思考，脱口而出，旋即面色一红，为这听着像是撒娇的话感到羞耻难堪。心疼你。此话一出，不止雨霓裳怔住了，连云轩自己惊住了，感到不可思议。他和雨霓裳完全没有感情可言，完全是一夜情缘。雨霓裳是云轩平定黑暗动乱、荡平生命禁区时认识的，他当年是其中一个禁区的主人。云轩当初剿灭生命禁区是为了搜刮修炼资源和寻找不死神药，顺道一报当年某些至尊的追杀之仇。在认出雨霓裳羽化神主的身份后，念及他过去的付出，功过相抵，没有赶尽杀绝，放了他一马。本以为两人不会再有交集，哪知他前脚刚平定完所有禁区，他后脚就带着一本号称有机会成仙的双修功法极乐仙经找上了门，欲与他共赴极乐，一探仙缘。云轩那时修为已达地境顶点，进展缓慢，对成仙没有丝毫头绪，因此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同意了这个请求。好吧，他承认上述所说都是美化之言，真实情况是他知道这方法绝对不可能成仙，他只是单纯的对自荐枕席的羽化神主的美貌心动了。曾经公认的诸天第一美人的名号可不是盖的，颜值自是不需多言，她有着瑶光的圣洁、雨欣的清冷以及木离仙子的出尘。云轩本身就不是一个迂腐之人，送到口中的肥肉不吃白不吃，虽说他不喜欢雨霓裳，但情不动欲动，心不动身动。不过事后发现雨霓裳居然还没有破身，这倒让云轩有些纠结。他本身就有一点大男子主义，若是一双破鞋还好说，可没想到他第一次背着老婆出轨就遇到一双没被用过的漂亮新鞋子。带回天庭不好向瑶光交代，那时的他天天忙着和魔女他们明争暗斗，争风吃醋，情感方面小气得很，一点也没有现在的大度。可若放任雨霓裳在外飘荡，万一他又和别人搞在一起，跑去双修，想想就不舒服。好在雨霓裳非常识趣，看出了他的为难，面无表情的表示他不是随便的女人，云轩是他第一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说完便转身离去，从此再也没见过。你这是在调戏我吗？雨霓裳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他不相信这是云轩的真实想法。当年云轩强势覆灭他的势力，用高高在上的态度俯视自己，他却是生不起一丝怨恨，反而被他的风姿所吸引，一路尾随，看他白衣绝世，一人轻松横推所有禁地，那凌天的气势诠释着他的风华绝世。那一刻，雨霓裳心中的爱慕之情前所有为的强烈，他肯定未来将是属于他的时代，这种万古无一的绝代人物，若是不能成仙，那世上便无仙人的存在。云轩放过他的理由，是因为他曾经守护过诸天，但同样守护过诸天的禁区之主光明王却被他无情地杀害了。因此雨霓裳觉得云轩放过自己绝对不止这个原因。他坚信美人难过英雄关，英雄也难过美人关，更何况天帝有4位妻子，也不像是那种忠贞不渝的痴情之辈。于是便有了极乐仙经，这是他给双方找的台阶和借口。只是他没想到堂堂天帝居然拔鸟无情，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就算没有感情基础，自己这么漂亮，放在天宫当个花瓶不行吗？若对她的美貌没有半点想法，当初为什么要放自己一马？又为什么同意双修？雨霓裳身为禁区之主，曾经的大帝，有着自己的傲气，不想把尊严全部打碎，留着一点遮羞布，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云轩若是知道他当时的想法，一定会大喊冤枉。虽然双修之事他本着血赚不亏的想法没有拒绝，但放过雨霓裳的那一次，跟他的绝世容颜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光明王的情况和他不同，他虽堕入黑暗，但良知未泯，这么多年来只发动过一次动乱，那次过后道心受损，一直封印在神院中。云轩见到他时已是油尽灯枯，甚至露出释然的表情，一心求死。不是调戏。云轩认真地看着容颜无瑕的女子，轻声道：你可愿意入住天宫？半个月之前，雨霓裳是死是活，他不会有丝毫感情波动，但心境在悟道升华后，他少了一丝神性，
多了一点人性。虽然他对这女人依旧没有一丝感情，但毕竟发生过关系，既然见到了，再让他继续孤苦无依的在外闯荡，心里终究是有些过意不去。瑶光说的对，天宫很大，多住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是在可怜我吗？雨霓长双眸升起水雾，轻咬红唇，倔强着直视云轩。他转身离开的那一次，是多么希望云轩主动开口挽留，哪怕只是挂歪抹角，含糊其辞，他也会放弃脸面，义无反顾地留下。可如今过去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的苦，还被他属下追杀，进行了第3次极尽升华，彻底损坏了根基。如今再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云轩一时无言，雨霓长的3个反问，竟让他生出一丝愧疚。对雨霓长而言，自己终究是他唯一的男人，本应给他依靠的自己，不止什么都没做，甚至还伤害了他。人性增多的云轩感受着隐藏在冰冷容颜下那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心。两人没有任何感情，只是一夜情缘，鱼水之欢的这个借口已经说服不了他的内心了。瑶光说的对，留了情不收，女儿家是会伤心的。晴朗的天空忽然黑了下来，斜风细雨透过窗户落在云轩未被长发遮掩的后颈，丝丝凉凉。两人的对峙中，云轩率先败下阵来，他偏过头，拿起桌上没有茶水的杯子，抿了一小口，假装润嗓子。就当是吧。闻言，雨霓长的娇躯有些发颤，嗫嚅着，哽咽道：我不需要你可怜。半身风雨半身寒，竟似过往修行路，7分苦楚3分汗。他已是残败之躯，活不了多久了，不想在这最后时刻让云轩看低了自己。独自一人迎接寒夜的到来，告诉云轩他很坚强，一点也不软弱，就如过去那般，带着表面的骄傲，稍作停留的转身离去。也许这样能在他心中多留下一份印象吧。那段尾随的日子，情花在他心中擅自绽放，从此再也没有凋零过。今天的见面，就当是给这场不现实的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雨霓长有些凄凉地想着：霓长，留下来，我不会让你有事的。云轩柔声道。一声温柔的呼唤，让雨霓长冰冷的心瞬间软化。恍惚间，他看到了春暖花开，但美好的瞬间转身即逝，他艰难地维持着表面的冷傲。我说过，不需要你的怜悯。云轩双眸柔柔地看着他，轻声道：我希望你留下。我凭什么留下？只是一夜情缘而已，我又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雨霓长的世界模糊了，他看不清云轩的神色，不知道自己的表情，只知道脸上痒痒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划过一样。就凭我要你留下。云轩的声音很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他是天地世间的主宰，言出法随，心想事成，没有人可以违背他的意志。不管雨霓长愿不愿意，他都必须留下。霸道也好，无理也罢，今后雨霓长的命运已经注定，真不想活，也只能死在他的天宫。我偏不。雨霓长本来想说几句狠话，但一出口就变成了女儿家的撒娇。云轩隔空射过雨霓长，将她放在腿上，低头吻向她的唇瓣。小妖女说过，在喜欢的前提下，女人无理取闹或是闹小脾气时，别管太多，先亲了再说。把她小嘴啃肿了，大脑吻空了，就什么都好说了。你放开我。雨霓长推开云轩，羞恼不已，他凭什么这么做？自己又不是他什么人。气势还很足。见状，云轩搂过他，继续亲。笑月天狼瞪大狗眼，小萝莉亦是两眼放光，一人一狗静静地充当电灯泡，看得津津有味。但很快，小萝莉就愁眉苦脸起来。她再长大一点，云轩若是色心大发，也这么强硬地对待自己，那该怎么办？雨霓长不停推搡着云轩胸口，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颤声道：我对你来说究竟是什么？只是个可怜虫，双修的工具人，还是……云轩一手抱着他的腰，一手搂过脑袋，又亲了上去。混蛋，快放开我！雨霓长撕扯着他肩上的布料，但很快他身子开始发软，挣扎逐渐减少。云轩松开他，就算是这样又如何？雨霓长月眉微倾，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脂般的脸上还残留着泪痕。他抓住云轩的衣领，厉色道：留下我，你有什么目的？还是说你自恋的认为和你发生过关系就是你的女人了？真是可笑，不过区区颅顶而已。云轩见他的嘴还是这么的硬，再次亲了上去。良久，雨霓长躺在云轩怀中，胸口起伏，气喘吁吁，神色迷离。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云轩不想撒谎，又不想在这个时候破坏气氛，伤害他，只是道：你愿意留下来了吗？雨霓长摇晃着他的肩膀，闭着眼睛大喊大叫：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不想听其他的。唉，真是的。云轩双手撑住他的脸蛋。听好了，我告诉你，我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但既然发生了关系，
你就是我的人了。你要离开，我不同意；你要去死，我也不同意。你今后的人生，今后的命运，全都是我说了算。闻言，雨霓裳眼神呆滞，愣住了。云轩趁机吻了上去，这一次雨霓裳没有反抗，反而闭目回应起来。他早已知晓答案，所以并不伤心，他喜欢的就是这么霸道的云轩。当然，日后他对自己能温柔一点，那也不错。窗外的雨声逐渐变大，打在瓦砾上，哗啦啦的。下方还在激烈的讨论着冥土，讨论着天地，讨论着天启君。上方，云轩缠住小蛇戏弄一阵子后，便安静了下来。雨霓裳坐在他腿上，靠在他怀中，冰冷的模样被炽热的吻灼烧殆尽，看上去柔柔的，与瑶光有几分相似。这自然散发出来的气质是装不出来的。曾经的羽化神主本就是心有大爱、怜悯众生之人，其温柔与圣洁比瑶光更为耀眼。雨霓裳像个小猫一样，用脸蹭了蹭云轩的胸膛，柔声道：“既然陛下不喜欢我，那我可以是第二个瑶光，你就是你，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云轩本来想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瑶光，但这样太过残忍，于是便改变了一下说法。雨霓裳泪光闪烁，感动得无以复加，偷偷打量起云轩，心想自己既然不是天后的替代品，那当初云轩愿意双修，是不是也代表着心动？其实也是有几分喜欢的。不得不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确实有所下降，就雨霓裳之前那副样貌，哪有温柔可言？与瑶光完全是两个极端。云轩当初愿意和他共赴极乐，更多的是因为他和木离仙子有几分相似。雨霓裳紧紧抱着云轩，此刻的温存让他对人间充满了眷恋，不舍得死了。他想跟在这个男人身边好久好久，他甚至觉得对成仙的渴望也不过如此。雨霓裳突然难受的想哭，因为他再无成仙的可能，在云轩身边也待不了多久。云轩看出了雨霓裳的愁绪，抚摸着她柔顺的齐腰长发，轻声道：“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听闻此言，雨霓裳只是笑了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仙道根基的残损，即使强如天地，也没有任何办法。现在的他就如破了一个大洞的水桶，他能明显感受到此次吸收的生命精气在快速流失，最多再活10年。雨霓裳心事都写在了脸上，就连小萝莉也看出来了。她挤眉弄眼道：“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云轩这小子现在可是仙人，没事让他给你补补，多摄入一点仙人的精华，你的根基还能更上一层楼呢。”趴在小萝莉腿上的小黑快速眨眼，他化为人形，在人类世界中长得好像还行。追求他的男子背地里都说他很冷艳。陛下是仙人。雨霓裳心神俱震，怀疑自己听错了，不可置信地望向云轩。为了成仙，他放弃了心中的信仰，放弃了守护的苍生，成为岁月中堕落的帝者。现在仙人就在眼前，这实在太梦幻了。云轩笑着颔首：“现在愿意去天宫了吗？”仙路未开，他是怎么做到的？雨霓裳如遭雷击，大脑嗡嗡作响，依旧沉浸在震惊中。对了，这一定是梦，一场无比真实的梦。雨霓裳闭上眼睛，紧紧搂着云轩，他怕好梦太短。如果不是梦，他怎么有资格坐在天帝的腿上，依偎在他怀中？他又怎会那么霸道的让自己留下，又怎会那么强硬的吻自己？是梦的话，一切都解释得清了。陛下，我应该是快要死了。雨霓裳泪眼婆娑，楚楚动人的扬起真手，主动倾向云轩，一只手为自己宽衣解带，仙灵滑落，香肩裸露；另一只手从云轩的衣领处伸进去，用力向外扒拉，显现出他迷人的锁骨。霓裳，你这是在干什么？还有外人在呢。雨霓裳的异常举动吓得云轩赶忙推开他，紧了紧衣领。虽然他不介意和雨霓裳再续前缘，梅开数度，但这种事好歹挑一个合适的场合吧。无所谓了，反正一切都是假的。陛下，这是霓裳最后的心愿，您就别反抗了。雨霓裳转过身子，骑在云轩身上，居高临下，露出得意的笑容。在梦里，即使是陛下也反抗不了我。雨霓裳纤长的玉指轻轻划过云轩俊朗的面庞，痴痴道：“将高高在上的天地压在身下，这种梦10万年来我已经做了无数次，可能是濒临死亡的缘故，今天这场梦格外真实，就像真的一样。要不是那小丫头说你已经成仙，我还真发现不了这梦境的破绽。”雨霓裳壮着胆子捏住云轩的脸蛋，扯了扯，这触感和真人一样，就是不知道待会不会也是和现实中是一样的感觉。说着，雨霓裳俏脸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小声啐道：“果然是梦，我平时不可能说这种话，有趣，实在是太有趣了。”小萝莉捧腹大笑，小狗大小的笑月天狼龇牙咧嘴，看样子憋着不笑出声很辛苦。云轩自己也是脑门一黑，雨霓裳的一波迷之操作差点把他给整不自信了，搞了半天
原来他以为是在做梦。云轩施展静心诀，让他冷静下来，随后没好气道：“雨霓裳，你闹够了吗？”啊，陛下，刚才我……雨霓裳惊呼一声，如惊弓之鸟一般，迅速从云轩身上跳下来，跪在地上不知所措。天宫的极乐仙殿还缺少一位女主人，你去那里居住吧。云轩神色自若，缓缓整理被雨霓裳扯得有些凌乱的着装，一脸平静地说道：“天宫中有极乐仙殿，我怎么没见过？”小萝莉传音，好奇询问：“霓裳居住的仙殿，改个名字不就行了？”云轩白了他一眼，传音回道：“小萝莉不知道两人的经历，自然也不知道极乐二字的含义。陛下，你是不是生气了？”雨霓裳跪在地上，低着头，怯生生道。见状，云轩只好柔声道：“你想多了，以后你就是雨天妃，天宫的资源任你享用，天庭的人马任你调动，即使你想重新一统诸天，也不会有任何人干涉。你在外受苦多年，这些都是应得的。天妃转世，天后闭关，云轩自己又不在乎这些，若能让他开心，让自己好受，天庭让他挥霍完都没关系。”雨霓裳抬头看向云轩，眼圈泛红，这听着像交易的话，让他很难受。明明他要的不是这些，也许他真的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我不同意。雨霓裳还未回应，一旁看戏的小萝莉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大声反对。云轩眉头紧蹙，脸上闪过不悦之色，这是自己的家事，关他屁事？莫非真当自己是天宫的女主人了，还想管他那妃？云轩暂时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盯着楚清茶。这丫头要是无理取闹，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大概是想回忆一下初次见面时的恐惧了。雨霓裳也是怒目而视，多年的心愿即将实现，却有人从中作梗，他心中的愤恨可想而知。若不是看在云轩的份上，自己骨灰都给他扬了，送他去投胎转世。小萝莉被两人虎视眈眈的眼神盯得发虚，但为了自己的未来着想，她还是强装镇定道：“他根基受损，而你外出游历不在天宫，到时候怎么给他补仙人的精华？”闻言，雨霓裳面若朝霞，羞涩不已。云轩淡淡道：“修复根基的方法多的是，又不止这一种。”小萝莉道：“但这一种是见效最快，对他也是最有利的。”云轩打量起小萝莉，这女人难道和霓裳有什么特殊关系？不然为何如此关心？雨霓裳柔柔道：“陛下想用哪种方法，霓裳都愿意，大不了一次多给点，我留着慢慢补。”雨霓裳面颊滚烫，声音越来越小，近乎呢喃：“你是不是傻？”小萝莉恨铁不成钢，自己都这么帮忙了，她居然还不开窍，这蠢女人是怎么修炼到地境的？雨霓裳，小黑。窗外倾盆大雨渐小，乌云散去，天空为之放晴。云轩修长白皙的手指敲打着棋盘，侧头欣赏雨后美景。他知道自己误会楚清茶了，也知道他想说什么。小萝莉看了一眼云轩，见他没有反应，心中一松，不再拐弯抹角的提醒，直接道：“入住天宫虽有无上的权势，但亦会寂寞如雪，犹如冷宫。瑶光闭关，那里没有他留恋的人和物了。你去了那，今生只能孤独终老。运气好，临死前兴许还能再见上一面。”闻言，雨霓裳呆住了，不敢相信，不久前还将自己搂在怀中强吻的男人，会这么狠心的对自己。陛下，他说的是真的吗？雨霓裳声音发颤，心中其实有了几分确信，这一切都不是梦，却比梦醒时分更伤人心。云轩沉默，窗外刚绽放的阳光又被厚厚的云层遮掩了。小萝莉说的没错，她确实是这种想法。两人的缘分始及月仙经，终于极乐仙宫，云轩觉得这样就很好了。雨霓裳成为天庭的女主人，拥有无上的权势，无尽的资源，舒适的日子便是云轩对她的交代。望月楼顶，安静的可怕，雨霓裳直愣愣地盯着云轩，仿佛他不说话，他就盯到天荒地老。云轩看着窗外，轻声道：“这样不好吗？”“不好，一点也不好。”雨霓裳瘫坐在地，他当年可是羽化王庭的主人，坐拥诸天上万年，权势于他如浮云。在近乎死过一次后，他对云轩的仰慕与爱慕之情愈发醇厚。人总是贪心的，他要的不止一时的温存，他想要更多，想要跟在云轩身边，追逐着他的痕迹，见他所见的风景，吹他吹过的风，想要走进他心里。雨霓裳默默抽泣，心中的苦楚与绝望将他淹没。这样的安排，站在云轩的角度可能觉得很合理，但对雨霓裳而言，无异于杀人诛心。如果未曾见过光明，他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暖阳未曾撕裂冰雪，他也可以忍受寒冷；如果耀眼的星光未曾照进漫漫长夜，他甚至可以忍受长久的孤独。但这些今天他都见识过，感受过，触摸过，所以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再也没有勇气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无法用骄傲的背影告诉云轩，天妃之位他一点也不稀罕。你这是干嘛？先别急着哭呀。沉重的气氛很快被小萝莉的嬉皮笑脸打破了。雨霓裳快速擦了擦眼泪，高挺的鼻梁微微耸动，希意地看向小萝莉。小萝莉笑道：你可知我的身份？闻言，雨霓裳视线在云轩和他身上徘徊，似乎在对比什么，好一会儿后才迟疑道：陛下的女儿。一直云淡风轻的云轩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这是什么脑回路？他们之间有一丝相似的地方吗？你在胡说什么？小萝莉急得跳脚，拍桌起。雨霓裳皱了皱眉，觉得自己的推测应该不会出错。这丫头有资格坐在天帝对面，加之言语多有不敬，可这些天帝都没在意，宠溺到这种程度，不是女儿又是什么？至于长相没有相似的地方，雨霓裳觉得先凡2格能有后代极为不易，陛下的基因实在太过强大，这丫头只继承了微不可察的一丢丢。小萝莉见雨霓裳仍旧持怀疑态度，心中尤为不爽，气呼呼地叉腰道：云轩，你来说。云轩道：他呀，就是一个用来泡。算了算了，还是我自己来说吧。小萝莉急忙打断，果然狗嘴里永远吐不出象牙。听好了。小萝莉一脸神气，本人乃是天帝亲赐的妃子楚天妃。雨霓裳红唇微张，极度震惊，这么小的身子能受得了吗？虽然只有过一次，但云轩的强度他至今记忆犹新。云轩扶额，这女人怕是想歪了。为挽回形象，正欲解释一下时，又听小萝莉道：别瞎想，这不是我的本体。云轩这小子追求我，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将我给封印起来了。他把我带在身边，就是想用实际行动打动我，希望日久生情。云轩淡淡道：清茶，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小萝莉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恶意，识趣的不再口嗨，对着雨霓裳继续道：总之，他既然可以用这种办法追求我，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办法追求他？雨霓裳低着头小声道：我打不过他。小萝莉无语道：你个蠢女人，我说的是日久生情。你想啊，你为他端茶倒水，洗衣做饭，搓澡暖床，再提供一下特殊服务，这日子一长，只要某人的心不是石头做的，总有捂热的一天吧。小萝莉终于露出了真实目的，她担心云轩色心大发，对自己图谋不轨，因此在未雨绸缪。云轩身边要是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助他发泄欲望，自己人身安全便多了一丝保障。雨霓裳呢喃自语：陛下能让我跟在身边吗？这话是在问小萝莉，也是在问自己，更是在问云轩。某人要是有良心，应该不会拒绝，不同意的话，你也只能怪自己遇人不淑，被心上人的属下损坏了根基，多年心血毁于一旦，他却还要把你打入冷宫，不愿意多为你补一下身子。论一个人能有多坏，能有多渣，莫过于此。小萝莉指桑骂槐，借机狠狠过了一把嘴瘾。云轩轻声道：霓裳，入住天宫，你便是雨天妃，是天庭的女主人，届时你即使用她发起黑暗动乱，我也不会插手。可若选择跟在我身边，将不会有名分，感情也不一定得到回应，待遇也就比某个小丫鬟好上一点。小萝莉撇了撇嘴，小气男一个，真是一下都不能忍，这么快就要背刺回来。雨霓裳抬起真手，双眸柔柔地看着云轩，温声细语：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那颗执着的心想让我试试，我不想就这样将你给错过。雨霓裳跪拜于地，认真道：求陛下给我一个服侍您的机会，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陛下若依旧不曾有过一丝喜欢，那也只能怪霓裳没有本事。云轩平静的心泛起波澜，两人之间没有长久的陪伴，也没有刻骨铭心的经历，他怎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是真的爱上了自己，还是因为自己是仙人，因此有了更大的图谋？云轩道：第一个选项我为你留着，这里待不下去了，极乐仙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雨霓裳起身盈盈一笑：谢陛下恩赐，不过对霓裳来说永远只有一个选择，是不是真心，时间会证明一切。小萝莉走到雨霓裳身前，拍了拍她垂下的手，一副人小鬼大的样子。不错不错，有恒心，有毅力，我看好你。雨霓裳低头看着他：多谢楚天妃的提点。小萝莉点了点头：霓裳妹妹，陛下的生活起居以后就由你照顾了。雨霓裳，这位楚天妃的模样太具迷惑性了，实在难以把她当成姐姐。云轩插嘴道：霓裳，别听楚清茶胡扯，不用在乎她的身份，把她当做一个小丫鬟就行了。闻言，雨霓裳嫣然一笑，摸着她的头：清茶妹妹真可爱。小萝莉转头怒视云轩，翘起小嘴不满道：怎么能这样，我好歹也是天妃，一点面子都不给的吗？云轩懒得搭理他，伸手示意雨霓裳坐到对面。雨霓裳款款而行，
身姿曼妙，优雅坐下。瞧见一旁趴着的小黑后，心生喜爱，将他抱起，轻柔的抚摸。小黑没有反抗，他已经彻底躺平了，狗坐久了，已不知羞耻为何物。小萝莉愤愤不平，那是他的座位，那是他的狗。雨霓裳一抬头，便发现云轩桌前的茶杯已经空了，茶壶也已经见底了，正欲起身为他沏上一壶新茶，却听小萝莉讥讽道：“这人口味挑得很，只喝我的洗澡水。”雨霓裳微微一愣，是字面上的意思吗？云轩轻拂衣袖，掀起茶盖，进来。话音刚落，只听砰的一声，小萝莉变成了一片清脆欲滴的叶子，一阵清风将她送到茶壶中。叶子一躺下，清澈的泉水凭空出现，并且开始发热。不一会儿，悟道树特有的芳香散发开来，沁人心脾。见状，雨霓裳恍然大悟，原来小丫头是悟道树之灵，喜欢喝洗澡水是这个意思。她差点误会陛下口味独特。雨霓裳撑着下颌，略微偏头，静静地看着云轩，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她柔长的青丝顺势落到小黑鼻子上，痒痒的，她摇晃狗头，将其抖落。雨霓裳出神地想着，天妃3000年前陆续去世，举世同悲，天后闭关，新晋的天妃又是一个小女孩，那是不是说明自己现在是云轩身边唯一的女人？茶好了。云轩拿起茶壶，为雨霓裳满上一杯。雨霓裳回过神，端起茶杯，嘟起樱桃小嘴，轻轻吹了下，才抿了一小口。茶水入喉，回味无穷。雨霓裳闭目享受，由衷的感叹：清茶妹妹的洗澡水果然是世间一绝。茶壶中，小萝莉闷闷不乐。云轩，茶已经泡好了，可以放我出来了吗？云轩手指一动，一道青光打入茶壶，随即里面没了声响。别装哑巴，行不行？给个准话。霓裳妹妹，帮我说几句好话呗。霓裳姐姐，行了吧？怎么都不理人？可恶，两个混蛋，一个变态，喜欢虐待小女孩，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小萝莉持续叫嚣，浑然不知某人已经在外面施加了一层隔音阵法，她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知道。雨霓裳轻语道：“这丫头还挺有趣。”云轩饮了一口茶，笑道：“确实是个开心果，吵吵嚷嚷的，倒是缓解了不少寂寞。从今往后，霓裳在，便不会让陛下寂寞。”雨霓裳面带红晕，眸光闪烁：“陛下想怎么用霓裳排解寂寞都成。”雨霓裳又补充了一句，声若蚊蝇，不敢抬头。云轩打趣道：“这就开始攻略我了？”“才不是攻略，这是霓裳的心里话。”云轩笑了笑，没再说什么。窗外小雨彻底消停，碧空如洗，晴空万里。陛下可是在等人？雨霓裳见桌上摆着棋盘，却没落子，也没让自己陪他下，因而由此猜测。云轩捏起一颗黑子，把玩起来。这人你认识？我认识。雨霓裳有些惊讶，他身为禁区至尊，平时除了收割万灵精气续命，便待在神园中，能认识外界的什么人？云轩意味深长道：“一个十分执拗之人。”雨霓裳皱起眉头：“李清明。”云轩点头。李清明嫉恶如仇，雨霓裳前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碰到他的底线了。云轩敢肯定，李清明绝对会趁天庭攻打冥土之机，找雨霓裳去报仇，因此他必会到天元界落脚。以李清明的性格，他绝对不会自封于神元之中，就算给过他一株不死神药，算算时间，他的寿命也应该快到头了。云轩在此便是想见他最后一面，好歹叫了自己那么多年的师尊，最后一程还是要送的。陛下和他是什么关系？雨霓裳心生忧虑，他和李清明之间可谓是不死不休，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云轩道：“我徒弟。”这下雨霓裳彻底傻眼了，这还真是冤家路窄。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要是知道我和你的关系，便不会再计较过往的恩怨。云轩能如此信誓旦旦，并不是因为自己天帝的身份，李清明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敢这么说，因为他了解徒弟的性格。与李清明相识的那一世，他名叫林长风，是个杀人如麻的魔宗之人，而李清明则是侠骨柔肠之辈，路见不平，他必会拔刀相助。不过他并不会将自己奉行的那一套准则强加到他人身上。云轩对他有大恩，又是他的师尊，所以即使云轩滥杀无辜，他也不会说教，也不会阻止，只会默默为死去之人善理后事。这种时候，他的表现与平时的行为相悖，性格偏执，古怪到让人难以理解。突然，云轩感知到一股熟悉的气息，眼睛一亮：“霓裳，你还是先退下吧。”李清明看在云轩的面子上，放下仇恨是他的选择是，但照顾李清明的情绪也是云轩这个师尊该做的事。云轩衣袖一挥，房间里再无一丝雨霓裳的气息。他闭上眼，静静等待李清明来望月楼，顺道一解心中的疑惑，问问他当年没成帝是什么一个情况。云轩总觉得那一世击败李清明称帝的九幽魔帝，
如今的禁区之主对自己怨念颇深。横断城门，无数人背着行囊，牵着小孩往外拥挤，全都神色匆匆，似乎身后有洪水猛兽一般。一个清秀的少年站在城门，他穿着青衣，头上戴着白巾，目光炯炯有神，还带着不符合这个年纪的沧桑之色。若是有绝顶强者仔细感应，会发现他气血濒临枯竭，已是日薄西山。李清明扶起一位被人撞倒的妇人，好奇询问：大嫂，发生什么了？你们这是在往外逃？妇人扶正背后的行囊，感激地看着这位好心的少年。人潮汹涌，没有他及时拉一把，指不定会出现什么意外。妇人东张西望，似乎在惧怕什么。她将李清明扯到一旁，压低声音：小伙子，你这是要进城吗？李清明笑着点头：是啊，大婶。闻言，妇人右左右张望了一下，踮起脚尖凑到他耳畔，小声道：城里来了很多外界的大人物，城主的小儿子因冲撞了其中一位，被灭了9族，现在闹得人心惶惶，生怕一不小心就会遭殃。很多人打算先到外头避避风头，等这些大人物离开后再回来。李清明皱起眉头，望向城主府，即使刚下过一场大雨，那里依旧有血腥味残存。小伙子，你非要进城的话，千万要离开望月楼远一点，听说他们都聚集在那。妇人见李清明神色凝重，以为李清明进城有很重要的事情，他指了指方向，看到没？就是那座最高最显眼的竹楼。李清明神色一松，露出和蔼的笑容：大婶，小心一点，别再跌倒了。小伙子，你也小心一点，勿要冲撞了贵人。目送妇人离去，李清明脸色迅速冷了下来，两步之间身形消散，再次现身，已出现在望月楼门口。李清明推开楼门，踩着楼梯慢慢登顶。望月楼一共10层，1到8层，空无一人，全都挤在了第9层。吱嘎一声，第9层的竹门被李清明打开，一时间屋内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但又很快移开。他们继续神游天外，感知天启军与冥土的情况，生怕错过天地出场的精彩瞬间。只有一位冷峻的年轻公子紧了紧眉头，他居然探知不出此人是何境界。在场20余人基本都是神王境修士，只有他和那位麻衣老者是至尊境。年轻的公子倒是没有想太多，只是感叹平时神龙不见摆尾，近乎是传说的至尊修士因天庭现世，一溜烟的全都跑了出来。李清明扫视了一圈屋子里的人，冷声问道：是谁下令杀了城主府9族？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到他身上，不过依旧没人回答。自己站出来。李清明沉着声音又说了一句，他最平生讨厌的事情就是强者不讲道理的牵连无辜。当年他的家族，他的父母便是如此遭殃的。麻衣老者微微一惊，他认出了青衣少年的身份，当下不再老神自在地坐着，起身拱手躬身问好：老朽天机阁云游道人，见过清明天尊。另类成道者自斩一刀的大帝都是准地境界，这位于至尊境与地境之间的特殊果位，又被世人尊其为天尊。此话一出，所有人都不平静了，心中波涛汹涌。这两人的身份实在太显赫了。诸天最强盛的9大势力，被世人尊称为9天，寓意是与天齐，一言可令诸界臣服。排在第一的自然是天庭，冥土与紫薇界的帝家并列第2，而天机阁排在第4。他势力分布极广，拥有天底下最详细的情报，知晓各种隐秘。天尊的头衔同样吓人，别看天庭随手就派出了4位准帝，感觉好像不值钱，但在外界，至尊境已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准帝那就不用说了。大多数9天级别的势力，也才只有几位，都是镇族的底蕴。李清明还了一礼，还望云游道人一解疑惑。不待麻衣老者指出罪魁祸首，那位大汉自己跳了出来，壮硕的身躯忍不住颤抖。天尊大人，是我。壮汉现在后悔不已，恐惧万分，以为自己随口覆灭的家族是清明天尊的后人。清明天尊那可是与九幽魔帝进行最后争锋之人，论战绩程度和白衣无双的君天下是同一层次的存在，即使是9天级别的势力也不敢轻易得罪这样的人。听闻横断城之主的儿子冲撞了你下令灭了他9族。李清明肃穆，虽是少年模样，但亦有股不怒自威的气势。大人息怒，在下见那锦衣公子仗着身份横行霸道，又听闻此城之主常年鱼肉百姓，一时气愤冲动之下才会下达这种命令。壮汉猛地跪在地上，3言2语就将自己放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他相信只要自己仗着理，即使城主一家和清明天尊关系匪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保住一条小命，问题应该不大。他虽然没有调查过城主府，但能培养出锦衣公子这种纨绔子弟的父亲，能是什么好人？李清明也不向其他人询问真假，只是淡淡道：念在你本意是为民除害的份上，
给你一个自裁的机会。为什么？壮汉眼睛瞪得和铜锣似的，难以相信。李清明一脸平静，对方若说是手下误解了意思，才导致悲剧发生，他还不至于如此笃定要去求证一番。可在没有深仇大恨的情况下，能随意下达诛杀别人9族命令的人，会是一个好人？真当他是刚出来历练的无知少年吗？知道对方心意已决，跪在地上的大汉出其不意地发起一道凌厉的攻击，金色光芒如利刃一般斩向李清明，他本人撞破竹楼，全力飞向星空。神王境的全力一击，李清明看都没有看一眼，任他落在身上。这一幕让所有人惊住了，连至尊的年轻公子都为之震撼。这种级别的攻击，他若不设防也要受不轻的伤，这人却连一脚都没有动一下，天尊级强者，恐怖如斯。李清明缓缓走到大汉的位置，安然坐下。与此同时，快要飞出天元界的大汉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便被一股恐怖的威势挤压成了血雾。李清明刚坐下，楼上便传来一声轻笑：“清明，解决完了就上来一叙。”众人抬头，只见一位白衣胜雪的俊逸公子站在被大汉气机搅碎的地板旁，含笑望着下方。这一刻，所有人心惊胆战，心想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他一直都在？所有人这才发觉，望月楼一共10层，为什么他们全在第9层？似乎有一股无形的伟力，让他们忘记了还有一层存在，以为这就是最高处。师尊。李清明神色呆滞，以为出现了幻听，转身看到云轩后，他又揉了揉眼睛：“别擦了，不是幻觉。”云轩没好气道：“姑爷，是你吗？姑爷。”就在这时，麻衣老者豁然起身，眼含热泪，大声喊道：“云轩！”李清明，道长，你怎么比我还激动？云轩现在很懵逼，特别的懵逼。他在记忆深处搜寻了一番人生路上所遇之人，依旧没有任何头绪。但看这老道激动的样子，应该不是路人甲才对。云轩试探性道：“道长，你贵姓？”麻衣老道兴奋的语无伦次，唾沫从残缺不全的老黄牙中溅出：“姑爷，我是小李子啊。”李清明嘴角微抽，要不是这老道喊的是姑爷，他都快怀疑此人是想冒充自己来抢师尊的。难道他是师娘的家人？这也不对啊，记得师尊曾经说过，师娘是孤儿，是他一手带大的。李清明思绪万千，云轩有其他女人的这个可能性不在他考虑范围内。在他记忆中，那么宠溺师娘的师尊怎么会喜欢上其他姑娘呢？师娘的占有欲又是那么强，连他这个男徒弟的醋都要吃，恨不得全世界只有他们2个人才好。师娘对师尊感情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这种情况下，就算师尊有贼心也没贼胆啊。这一幕让望月楼的一众强者也震惊得无以复加。云游道人的姑爷，李清明的师尊，这个白衣男子到底是何方神圣？不会又是一位天尊吧？你是李温，小李子，姑爷，这2个词连在一起，终于让云轩想起他是谁了。这是他第一次历练，化名叶长生入赘帝家时身边的一个小书童。姑爷，您想起来了，我是霓凰小姐送给您的书童小李子。麻衣老道那双苍老的手不停地抖动，没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再见到姑爷，终于可以报答小姐培育之恩了。霓凰小姐，这不是师娘的名字。听闻此言，李清明大脑一片空白。师尊有其他女人这事，师娘应该不知情吧？以他的性格，要是知道，不得一哭二闹三上吊，天天自残，好让师尊心疼。有什么话上来说吧。云轩挥了挥手，将望月楼内的吃瓜群众送了出去，随后揉着眉心重新回到软榻上坐着。他想起帝霓凰这位妖艳而霸道的绝世女帝就头疼。满面红光的麻衣老者与忧心忡忡的李清明沿着楼梯来到顶楼。李清明静静站在一旁，一如当年一样乖巧。麻衣老者擦了擦眼泪：“姑爷，您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小姐要是知晓，不知道会有多高兴。跟我回家吧，她真的很想你。”云轩摇头道：“我暂时有点事，过段时间再说。”3位红颜中，9天女帝是让云轩最头疼的，同时也是最安心的。她天生混沌体，资质旷古绝今，直追云轩，因而她从不担心帝霓凰会陨落，成仙于她只是早晚而已。闻言，麻衣老者难以置信地望着云轩：“姑爷，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您生气这么多年？夫妻之间能有什么隔夜仇？不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吗？您可知，您当年离家出走后，霓凰小姐有多伤心？她整天以泪洗面，经常神思不属，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云轩有些无语，这小李子满嘴谎言，张嘴就是胡说。帝霓凰会哭？这怎么可能？说实话，云轩还挺想知道帝霓凰这个极度自我的家伙，哭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不过
这辈子大概是没有机会看到了，因为这种情况只有在他的葬礼上才有可能发生。云轩不为所动，这事我心里有数，你不用管。李温身为一个书童，自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实际情况。当年霓凰知道他真实身份后，给了他3个选择：第一，做他的帝后永远只是叶长生；第二，休了瑶光和一众天妃，让他做唯一的天后；第三，离开帝家，从此恩断义绝。在帝霓凰面前时，当叶长生，做个软饭男，云轩倒是乐意至极，但他却让云轩彻底放弃过往，永远做他的小男人。这条件云轩自然不会同意。第二个选择，云轩考都没考虑过。于是两人闹翻了。帝霓凰对外宣称是他闹脾气，离家出走了，实际上他是被那女人扫地出门的。麻衣老者见云轩是这反应，不禁哀求道：小姐知道错了，姑爷只要回去，他一定会向你道歉。看着李温这副声泪俱下面孔和诚恳的态度，要不是云轩闭关前还和帝霓凰打了一架，他差点就信了。两人分道扬镳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用同样的由头见上一面。云轩直接一点，大大方方地承认想他了，而帝霓凰的理由则是他不喜欢有人在他之上，他要击败天地，成为万古以来最强的大帝。因此两人每次见面都会打上一架，从地上打到天上，再从天上打到床上。每次战斗结果都一样，天上地下时两人是平手，打到最后帝霓凰则是一脸屈辱的被云轩压在下面。也正是如此，后世才会猜测天帝与9天女帝到底孰强孰弱。云轩喜欢帝霓凰，自然不会让这个好胜心极强的女子丢了颜面，因而每次打架都放水了。如果同一境界双方都拼尽全力，概率6-4开，云轩6分几率重伤险胜，4分几率轻伤取胜。帝霓凰虽然没有一丝胜利的可能，但能100%让他受伤的女人真的很强。李温，我和霓凰之间的事你别掺和。云轩神情冷峻，声音淡漠，看李温这架势，今天要不把话说开了，他怕是要不停地纠缠下去。李温那双浑浊的老目怒火中烧，厉声质问：姑爷，你竟如此绝情，小姐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云轩抿了一口茶，淡淡道：多说无益，你走吧，放心，霓凰不会因此怪你。他与帝霓凰之间的纠纷，李温没资格知道，他也没兴趣向一个无足轻重的书童解释。既是如此，姑爷，那小李子便得罪了。李温气势升腾，至尊境的神识锁定云轩。你这是要和我动手？云轩有些追忆，除霓凰外，已经多少年没人敢跟他说这话了。天尊在他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更别说动手了。李温当真是不知者无畏，无礼之过，小李子事后自会请罪。李温肃穆，他是天机阁的客卿，更是帝室的家臣，这一身至尊境修为全靠帝家栽培，今天他终于能回报家族了。而且带回姑爷，在小姐眼中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功劳，赐他帝姓也未尝没有可能。清明天尊，给帝家一个面子，别插手，这是帝家的姑爷，9天女帝的夫君。李温余光一直盯着李清明，见他没有动作，才稍微安心，只要此人不插手，他便有把握带回姑爷。李清明势力一旁，表面平静，实则心中巨浪滔天。他没听错吧？师尊是9天女帝的夫君？李清明脸上写满了问号，这是什么情况？9天女帝的夫君不是7万年前的人物吗？李清明敢肯定，与师尊相识时，他年龄绝对不会超过50，难不成是夺舍？李清明摇了摇头，不再胡思乱想。不管怎样，林长风是自己师尊，这是铁一样的事实。师娘，这回你可真是遇到劲敌了。李清明望向冥土，感慨万分。论实力，9幽魔帝打不过9天女帝；论资历，人家几万年前就在一起了，师娘拍马都赶不上。不过看目前的情况，师尊和那9天女帝似乎发生了矛盾。这么一想，李清明舒畅不少，为师娘多出的优势感到开心。虽然师娘脑子有病，对他也不好，但师娘终究是师娘，他还是要站自己人这一边。另一边，李温抬手，青色的灵光于手心浮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向云轩的手腕。云轩神色不变，淡然端坐，惬意地喝着茶。这怎么可能？李温惊讶，刚才那一击居然抓空了。心思不在这的李清明见此情形，也回过神，黝黑的眸子闪过不屑之色，区区至尊境初期的修为也敢和师尊动手，真是不自量力，自取其辱。李温不信邪，封住周围空间，使出全力，可无一例外，全部落空。这下他惊悚起来，姑爷明明就坐在那，没有任何动作，但他的手却穿了过去，仿佛那只是一个投影，两人之间隔了一个世界。李温咬紧牙关，继续出手。他不信以姑爷的实力能一直维持这种特殊状态。
云轩无声无息的露面，让人一众高手感到不可思议，以为他是至尊境以上的恐怖人物。但李温认为，云轩只是借助极道帝兵才做到那般效果。外界传闻女帝的夫君是个病弱公子，这事不是空穴来风。那一世，云轩身怀天绝体，体质羸弱，并且无法吸收天地灵气，终其一生都无法修炼。女帝耗费大量资源，用了上千年的时间，才把她硬生生地堆到灵轮境。灵轮境巅峰之后，便再也无法突破，即使帝霓凰成帝，对此也无可奈何。他能做的，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为云轩延寿。这事不是什么隐秘，在帝家人尽皆知，因此李温才有底气，觉得能带走云轩。云轩见李温如此执着，叹了一口气，放弃吧，你不是我对手。李温道，虽然不知道霓凰小姐用了什么逆天的手段，让灵轮镜可以催动帝兵，但我不信，这没有代价，姑爷不可能一直催动。闻言，云轩哑然失笑，我想你误会了。说着，他对着李温伸出一根手指，往下微微一压。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的对手。扑通一声，李温双膝跪地，脸上青筋浮现，他双手用力撑着地板，只觉身上压着一座神山。这座神山压碎了他的脊背，让他抬不起头，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云轩本以为李温会知难而退，选择放弃，哪知他竟颤抖着身躯，冷笑道，难怪姑爷这么多年都不愿回帝家，原来是打破了枷锁，还成为了天尊级别的强者。也对，在外界能够风光无限，又何必继续做帝家的赘婿？对蝼蚁来说，大海与湖泊无异，都是一望无际，所以李温感知不出云轩与李清明之间的差距。李温继续道，叶长生，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云轩面色一冷，威势加大。李温压力倍增，至尊级的身躯开始扛不住了，肌肤皲裂，骨骼错位，吱嘎作响。被云轩用法术加持过的望月楼都开始摇晃。李温艰难呼吸，咬牙切齿，叶长生，你就算杀了我，我也要说，当年是谁力排众议，不顾一切后果，要娶你这个废物？是谁不惜每日耗费本源之力，为你洗涤经脉？是谁杀得血流成河，让看那些背地里看不起你的人再也不敢闲言碎语？是谁在没成帝前冒天下之大不韪，炼化数界生灵为你续命？是小姐，都是小姐。你扪心自问，小姐对你这么好，你又为她做了什么？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导致你离开帝家，都不能抹杀小姐那么多年对你无怨无悔的付出。云轩沉默。帝霓凰对他很好，非常的好，只要是他想要的，他会竭尽一切去满足。他虽是赘婿，但过的却是神仙日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都不用做，每天就是散散步，看看风景，再陶冶一下情操。最辛苦的是，也就是每晚去见娘子时打不开门，毕竟他身子骨不行，每次都要他卸下内部的防御，主动开门才能进去。不过好在后来肉身强度在仙药的日夜洗礼下提上来不少，咬咬牙勉强能靠自己撞开那道门，总算捡起了一点男人的尊严。云轩闭目不言，回忆种种往昔。李温见此，以为他在愧疚，神色缓和起来。姑爷，看在小姐曾经为你付出这么多的份上，跟我回去吧。云轩收敛起威压，霓凰的好我记在心里，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真的？李温下意识道。我有必要骗你吗？我和他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些年我们也见过很多次。云轩被李温的忠义之心所打动，解释了一句，姑爷还是喜欢小姐的。李温再三确认。云轩点头给予肯定，他若是不喜欢帝霓凰，岂会由着他性子，早就把他捆到天庭了，就像对待雨霓裳一样，不管他愿不愿意。与霓凰在一起的日子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软饭实在太香，香到他即使恢复了力量，觉醒了记忆，也依旧恋恋不舍，乐不思蜀，放下天地的身段，继续吃了几百年。李温犹豫了一下，姑爷可否给我一根发丝，以此证明我见过姑爷，好向小姐交差？可以。一根纤长的黑发落到李温手中，李温忍住心中的激动，天机阁最擅长的便是推演之术，有了这根头发，姑爷的行踪将无处遁形，届时不管姑爷躲到哪里，小姐都可以将他抓回去。云轩前面的说辞李温压根不信，若是两人见过面和好了，小姐怎么可能像如今一般喜怒无常，和个深闺怨妇似的？姑爷可有话让我带给小姐？李温起身，至尊境修士的恢复能力极为强大，这回他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云轩转头望向紫薇界所在方位，轻声道，就说我想他了。李温见他脸上的柔情不似作假，心中甚是不解，想小姐了，为何不亲自去见他？有什么事情是比见小姐更重要的？姑爷珍重。李温正重行了一礼后，身形消散。徒儿李清明拜见师尊。李温走后，
李清明提起宽长的衣摆，跪到地上3拜9叩。云轩笑道：“无需多礼，请坐。”是。李清明坐到云轩对面，他看上去局促不安，犹如青涩的少年第一次见女方家长一样，低着头，视线在桌沿游离，放在下面的手握得很紧。云轩打趣道：“这么多年没见，生分了。你小子当年脸皮不是很厚吗？死不要脸的缠着，硬要做我徒弟。”李清明抬起头，露出尴尬但不失礼貌的笑脸，多年未见产生的距离感被这句话瞬间拉近。其实他脸皮一点也不厚，在家破人亡之前，甚至还有一点内向，死皮赖脸的黏着对方了。要拜师，更多的是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强大的力量，以报血海深仇。云轩看着青衣少年，心生感叹：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一如过去一般，喜欢管闲事。李清明微怔，垂下眼眸：人间不公之事实在太多，我建立皇朝就是为了开辟一片净土。可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那些志存高远之人在获得权力后也会腐朽堕落，时间一长，我的皇朝便与他人无异了。我曾经努力了2万年，但理想中的世界依旧处于梦幻中。后来我累了，放弃了，认了一个性格与我有点相似的少年作为传承者，我则是常年隐士，眼不见为净。李清明正视云轩：所以我变了，徒儿没有师尊想的那么好。云轩微微一笑，不在意道：这个世界弱肉强食才是真理，腾云驾雾的修士怎么会愿意与凡人平等？你能为虚无缥缈的理想坚持2万年，已经很不错了。闻言，李清明一怔，惭愧道：让师尊失望了。此话怎讲？云轩愣住了，他可从来没有传播过要让天下大同，人人平等的理念，他又不是圣人，自己是权势的受益者，为什么要去推翻？就算是刚穿越来那一会，没有被这个世界腐蚀的自己，也没有这么高尚。李清明道：因为师尊好像特别喜欢那个时刻充满激情，从不气馁，乐于助人，阳光灿烂的李清明。云轩疑惑道：有吗？李清明重重点头。每次除暴安良，帮扶弱小之后，师尊看我的眼神总是格外的柔和。云轩认识李清明的时候，他大概15、16岁左右，这么小的年纪，即使有颗侠义之心，也不可能在这残酷的世界一直保持不变，甚至以此立道。李清明会是今天的性格，和云轩潜移默化的影响密不可分。那一世，云轩虽是冷眼看世界，视人命为草芥的魔宗弟子，但作为孤儿的他，小时候心中也曾无数次希望能有李清明这样光芒万丈的人出现，拯救自己。林长风身于黑暗，自然向往光明，因此会下意识地看李清明顺眼。而李清明为了得到师尊的肯定，又会更加努力地做好事，帮助他了。久而久之，本就心底善良他，性格彻底定型下来。云轩笑了笑：也许是吧。暖阳般的笑容让李清明微微一愣。师尊变了好多，以前总是冷着一张脸，很少会笑，除了在师娘面前。云轩又笑了笑：喜欢以前的师尊还是现在的？师尊就像是清明父亲一样，不管是慈父还是严父，徒儿都喜欢。李清明声音小了起来，似乎怕自己的比喻引来师尊的不悦。云轩佯装不满：我这么年轻，看上去像是有儿子的人吗？李清明小声道：那叫哥哥。云轩瞪眼：逆徒，你想叛出师门吗？两人对视一眼，会心一笑。这下许久未见产生的隔阂彻底消除。云轩端起茶杯，发现已经见底了，于是另一只手伸向茶壶，倒了2下，顿感疑惑，这一壶茶怎么喝一杯就没水了？刚一掀开壶盖，便传来小萝莉骂骂咧咧的声音：云轩，你几个意思？为什么一直不理我？云轩对着茶壶瞅了几眼，问道：怎么回事？我的茶呢？喊你半天不回话，渴了全喝了。一缕青烟从壶中冒出，紧接着屋内多了一个清群少女云轩。你哥这自产自销呢？李清明眨了眨眼，迟疑道：师尊，这位是悟道树之灵，放正不是云轩这小子的女儿。云轩和小萝莉同时出声。云轩拍了一下小萝莉的头，不满道：谁让你出来的？没看见来客人了，给我重新躺回去，再泡一壶茶。小萝莉感受到一股奇异的力量包裹住自身，酥酥麻麻的，很是舒服。她知道这是变成悟道业的前兆，于是立马抱着云轩的手臂使劲摇晃，气呼呼道：能有资格喝我洗澡水的男人，世间唯你一人。越过这条线，我就真生气了。云轩有些好奇，生气了会怎样？小萝莉鼓起香腮，皱着柳眉：云轩，你这样，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这位小姑娘息怒。李清明对楚清茶说了一句后，转头看向云轩：师尊，我不怎么喝茶，这次就算了吧。小萝莉怒道：
叫谁小姑娘呢？我是你师娘。李清明惊的下巴差点掉到桌子上，心中嘀咕：她是传说中的9天女帝，霓凰小姐。李清明试探道：是清茶师娘。小萝莉纠正：啊。李清明有些茫然，似乎在想自己到底有几个师娘。清茶，一边待着去，这没你的事。云轩拿出一株不死神药，清明，炼化它。李清明摇头道：还是留给师娘吧。云轩眉头紧锁：你要死了。李清明笑了笑：人总是要死的，时间会走远，影像会长存，这世界我来过就好。云轩叹了口气，不再强求，确实多活一段时间又如何，不成仙终究逃不出死亡的命运。李清明这辈子背负的东西太多，希望下辈子能够自私一点，活得更轻松。师尊不再劝一劝，万一我不想死了呢？李清明促狭道：用不用随你。云轩白了他一眼，将不死神药扔了过去。李清明小心翼翼地接住，心疼道：师尊，你小心一点，别弄坏了，这可是不死神药，世间奇珍，多少人可遇不可求的存在。说完又递给云轩：刚才开玩笑的，人间无趣，我孑然一身，没什么好留恋的。闻言，云轩不爽道：睁眼说瞎话，师尊不是人。李清明挠了挠头，讪笑道：这不是见到师尊了结最后的心愿后才发出的感叹吗？云轩收回不死神药，偏头望向窗外，没再说什么。他不一再坚持让李清明吃下的原因，除了领悟轮回可以让他转世以外，更多的是因为即使吃了不生神药，他也多活不了几年。李清明的状态与羽霓裳不同，他本身就气血枯竭，濒临死亡，与准帝一战后更是雪上加霜，情况特别棘手。想要根治，光靠这个云轩这个仙人还不够，还需要海量的生命精气。这种办法，李清明岂会接受？沉默了好一会，李清明率先开口：师尊，你为什么要给那个老道头发？证明见过你的方法有很多，我听说天机阁有种可以追踪。云轩摆手打断：我明白你的意思，此事我自有分寸。李温的小心思，云轩当然知道，他若是有意隐藏，就算是天机阁之主，也不可能算出半分行踪。他只是特意通过李温之手将踪迹暴露给帝霓凰，这是一个让他主动低头的绝佳机会。以往两人最多3000年便会见上一面，这次情况特殊，云轩自己也没想到，一闭关就是3万年。梦中岁月似真似幻，对云轩来说，虽然知道过了3万年，但感觉上不过是一瞬间，他们的见面犹如昨日。可对其他人来说却是无比的漫长，帝霓凰的多年的思念积累下来，定是难以自控，只要他示弱一次，那便有下一次。其他2位在外红颜比帝霓凰好解决多了，拿捏住这个高傲的女子后，大地同眠，不对，是阖家欢聚的日子，还会远吗？虽然利用帝霓凰感性时的一面有点卑鄙，但谁让这姑娘傲气的让人拿她没办法。唉，大不了以后单独相处时继续让她做女王，坐上面。云轩心想。李清明见师尊心中有数，便不再多说什么。突然他发现一条可爱的小狗手臂微动，还没来得及抬起，就感受到一股让人坐立不安的骇人气势。那条小黑狗宛如太古凶兽，带来的压迫感不亚于黑袍准帝。笑月天狼凶了李清明一眼后，立马起身跑到云轩腿上躺下，还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他已经想明白了，既然反抗不了，那就好好享受和主人贴贴，感觉还不赖。云轩揉搓小狗腹部，解释道：小黑是条母狗，可能不太喜欢男人碰它。李清明看着一脸享受的小黑狗，迟疑了一下：这位也是师娘？云轩没好气道：瞎说什么呢，宠物而已。闻言，小黑狗的尾巴不再摇晃。云轩摸了摸小黑的头，转而道：清明，陪我下一盘棋。与此同时，星空中也响起一道淡淡的声音：天启军进入战斗状态。这一刻，无数人激动，天帝终于要进攻冥土了吗？别管其他事，何为师下盘棋再说，放心，很快会结束。李清明刚起身，便被云轩勒令做回。李清明心中一急，可是云轩不悦道：怎么长大了，翅膀硬了，敢违抗师命了？师尊，你没听见吗？天帝要出手了。李清明神色慌张，师娘老巢都要被端了，师尊怎么能这么冷静？云轩吁了一口气，他知道李清明报仇心切，想趁此机会和羽霓裳同归于尽，可也不至于这么沉不住气吧。云轩只好道：事情我都知道，这事我来解决，你别管太多。他寻思着，反正李清明快不行了，不如让羽霓裳假死一次，了却他的心结。师尊，光靠你一人行吗？李清明忧虑不已，他知道师尊很强，深不可测，但对方可是天帝，他能是对手吗？难不成师尊请来了另外一位师娘，9天女帝？
想到这，李清明稍稍安心，有9天女帝助阵，不说击败天帝，但守住冥土，问题应该不大。你师尊我什么时候不行过？云轩高深莫测，给了李清明一个一切尽在掌握中的眼神。随后他收回放在小黑头上的手，伸出2指，拈起一颗黑色的棋子下到棋盘上。在师娘面前，你什么时候硬气过？天天温声细语地哄着他。李清明心里吐槽一句后，也拈起一颗白子，发现云轩落子天元，眉头一挑：师尊，这样下可是会输的。输？为师的字典里可没有这个字。云轩笑了笑，待他落子后，紧随其后再下一棋。闻言，李清明精神抖擞，皱眉认真思考，落子后才笑道：那今天就由徒儿拿下师尊的第一次，让师尊尝尝失败的味道。云轩轻笑：拭目以待。先手落子天元，价值不大，视为下乘。李清明棋力不差，棋盘上对决，云轩有输的可能性，但他并不在意，这棋最多10个回合结束。李清明下的是棋，云轩下的是星辰，是天地之事。外界风云突变，一颗巨大的星辰摩擦出火焰，携带惊天之势砸向冥土。与此同时，冥土内部一个绝美的白发少女正对着镜子浓妆艳抹。小白，这个妆容怎么样？趴在门口的白虎无力吐槽：大军压境，生死存亡之际，你怎么还有心思做这种事？拜托，你见的是天帝，不是情郎，他可不会因为你长得漂亮就怜香惜玉，手下留情。小白，我问你话呢。白发少女不满地嘟囔道：主人，你天生丽质，不打扮才是最好看的，胭脂水粉只会影响你的美貌。白虎有气无力地张嘴，发出一道清脆的女声。搭上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主人，他真的很绝望。禁区内其他神兽、异兽已经准备跑路了，而他和冥主签订了契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命运绑在了一起，逃跑也没用。靠着这个身份，平时他是异兽们羡慕的大姐大，现在他们看自己的眼神明显充满了同情。轰隆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正在描眉的白发少女一个不稳，眼线瞬间画到了耳旁，她眸中闪过一丝怒火。什么情况？白虎神念感知了一番，颤声道：主人，天启军进入了战斗状态，应该是他们发起的攻击。砰！又是一颗星辰砸下，这次守护冥土的结界轰然破碎。白虎惊惧：主人，结界这么快就破了，肯定是天帝出手，我们现在怎么办？冥土是由9幽魔帝斩下的道元所化，他在领域内无需极尽升华，便可发挥出巅峰时期的7成力量。也真是如此，历代大帝才会对生命禁区无可奈何，这也是那些老一辈没有属地的堕落大帝以他为首的原因。白发少女神色麻木，金色的瞳孔中无比空洞，重复喃喃：他居然真来打我，他居然真敢动手。见此情形，白虎叹了一口气，不再言语。这女人一旦发病，便会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听不进话，谁来都不好使。吼！一条长有9颗脑袋的巨蛇腾空而起，身躯长达数百里，犹如连绵不绝的山脉，它竟是直接撞碎了一颗星辰。望月楼，云轩看着碎掉的棋子，纳闷道：地摊货就是不行。李清明无语道：师尊，你不会是怕输，故意如此的吧？为了防李清明被冥土之事干扰，云轩隔绝了外界的气息。我是这种人吗？让你一子又何妨？云轩十分大气，反正这盘棋也下不完。李清明被云轩的话激起了好胜心，他要向师尊证明，他早已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两人迅速落子，不一会儿，李清明就郁闷了：师尊，就算临死前你想让我赢一次，也不用让得这么明显吧？下棋不用思考的吗？我都算到几百步以后了。云轩淡淡的表示：这就是你与我之间的差距，你3秒钟只能算到几百回之后，而为师无需1秒便可算到1000步以后。李清明嘴角抽了下，这吹的也太假了吧。外界9头蛇全力一击后，还没来得及平复气息，一颗威力更大的陨石再次袭来。就在这时，一头身长几千里的巨鲲在云中隐现，遮天的鱼尾一甩，将陨石拍成齑粉。无数人为之震惊，难不成冥土都是至尊境巅峰以上的存在吗？发动攻击之人似乎怒了，数十颗陨石接连砸下，那些正准备出场的异兽吓得立马缩了回去。巨头蛇与巨鲲在流星雨的洗礼下化为血雾。一处幽静的洞府，几个禁区准帝正在抱怨：那女人怎么回事？主动招惹天帝，现在打到老家了，又成了缩头乌龟。在境地她不出手，还想让我等极尽升华不成？这不可能，再升华一次我就废了。此话一出，几人对视一眼，
顿时心领神会，看来大家都是一个想法，都打算趁明主和天地交锋之际偷偷跑路。冥土没了还能再建立，小命没了那就是真的没了。这是底线，堕入黑暗不就是为了苟活吗？都是一群为了利益集结在一起之人，还能义薄云天，不成他们这群人哪个不是10万年前天地征战生命禁区时的逃兵？那些很勇的坟头草已经几米了。望月楼，李清明看着棋盘上一把散乱的黑棋，无语道：师尊，你不想输，暗示我一下就行了，何必做耍赖皮这种有失身份的事情？云轩叹了一口气，都说了是这棋子质量不行，灭几个至尊境巅峰的小虾米都困难，只好多下几子了。闻言，李清明愣了一下，随即低头聚精会神地盯着棋盘，用心感应。很快他便发现异样，师尊居然用棋盘连接了山川大河，棋子乃是宇宙星辰。似乎想到什么，李清明立马神识外放，震惊无比。师尊，你……云轩微微一笑，起身走到窗前，负手而立，45度角仰望星河。没错，为师就是天地。想象中的崇拜并没有出现，只见李清明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不可置信。这不可能，师尊不可能这么对师娘。云轩神色凝固，表情僵硬，猛地回头，瞬移到李清明身前，抓住他的肩膀，激动道：你说什么？给我说清楚，这话是什么意思？师尊，难不成你不知道师娘的身份？李清明现在很懵逼，脑子里乱糟糟的，混乱成一片，思绪不清晰。我知道什么？我能知道什么？云轩欲哭无泪，这误会闹的，谁能想到之前两人的对话不在一个频道，却完美的对上了。他还以为李清明这小子是来冥土找雨霓裳寻仇的，结果他居然是来守护领冥土的。师娘就是明主啊！李清明有点晕，这些年师尊到底在干什么？最后一面，师尊说要去闭关一段时间，之后便音信全无。为此，他还去冥土找了师娘好几次，结果还没进禁区就被驱逐了。对于这个结果，他倒是不意外，本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去试试的。在师娘眼中，世界上只有2种生灵，一种是师尊，一种是其他东西。云轩用力抓了2下头发，这回他其实已经猜到九幽魔帝的身份了。禁区之主是小雪的话，这一切的缘由就都能解释清楚了。难怪他不怕自己，甚至敢污蔑瑶光，原来这是在吃醋。只是他想不明白，小雪闭关前是他亲手封入神远的，甚至为防止他自作主张提前醒来，他还在周围设下大阵，让他时刻处于美梦之中。一念至此，云轩幽怨道：清明，该不会是你将小雪放出来的吧？小雪的藏身之地他就告诉过李清明，毕竟有一尊大帝守护左右，他能更安心。李清明直呼冤枉，没有师尊的命令，我怎么敢？师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醒来发现师尊不在身边，可是会黑化的。云轩揉了揉眉头，觉得也是，随后又问道：他应该不是你对手吧？怎么当上大帝的？李清明道：师尊，你该不是认为是徒儿将大帝之位让给师娘了吧？云轩道：难道不是？李清明哭笑不得：师尊，你也太看得起我了，那可是天命啊，谁能大度的让出去？她是师娘，又不是师尊。云轩心中一暖，听这意思，若是想要之人是自己，他会拱手相让，这徒弟没白收，是个亲儿子。李清明继续道：师娘平时被师尊保护得太好了，基本没出过手，才会给人一种柔弱女子的印象。和她战斗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她真的很强，否则底蕴不够，怎么承载天命？云轩双手撑在窗户上，望着星空。小雪的修习天赋确实不错，但还不至于能赢你。李清明解释道：生死斗6次开，但师尊这么宠师娘，我总不能伤了她吧？闻言，云轩心生愧疚，差距不大的两人，一个火力全开，一个束手束脚，说到底，这天命还是李清明让出的。李清明知道云轩在想什么，不在意道：一家人谁当大帝都一样。云轩叹了口气：小雪下手不知轻重，我代她道歉。云轩转过身就要鞠躬，吓得李清明立马扶住：师尊，您老人家可别折杀我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算起来师娘就是我娘，母亲打儿子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云轩一愣，旋即露出开心的笑容，拍着李清明的肩膀：好孩子，你可愿继承天庭？李清明连忙摆手：师尊，这可使不得。云轩不满道：子承父业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李清明眼眶一红：师尊。云轩认真道：为师没有子嗣，你是我一手带大的，不是亲子，胜似亲子。李清明擦着眼泪哽咽道：师尊的心意徒儿领了。但没等他说完，云轩就打断了：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辈子没了，还有下辈子。云轩将轮回法则打入他体内。清明，你相信世间有轮回吗？李清明没说信不信，只是红着眼灿然一笑。我希望有，因为下辈子还想做师尊的徒弟，顺道继承家业，成为天庭太子。嘿嘿。云轩没好气道，好好的煽情气氛就被你小子两声猥琐的笑容给破坏了。听闻此言，李清明咧嘴一笑，绕过小桌子，走到云轩身前，张开双臂。爹！云轩也笑了，抱住他。从今天起，我就多了一个好蛋儿。李清明闭目享受着云轩身上令人心安的气息，轻声道：师尊可一定要活很久很久，活到我转世成功的那一天，来收我为徒。云轩自信且爽朗。你放10000个心，就算天塌了，诸事成虚，为师依然在。李清明，我信，因为师尊从不撒谎。云轩回忆了一下，有点心虚，在你师娘面前例外。李清明松开云轩，青衣少年清秀的脸上带着揶揄之色。也对，待会师尊就要被师娘家法伺候了，肯定要说点好听的话哄人。你小子找打是不是？李清明故作疑惑，难道师娘能接受3妻4妾的天帝陛下？云轩放下做事欲打的手，愁眉苦脸。李清明安慰道：师尊应该比我了解师娘，她虽然性格古怪，但人很好哄的，师尊见到她先啃一顿再说。云轩愁眉不展，摇头道：我不担心这个，只是在想这3万年小雪是怎么过的。从小到大我们形影不离，每天都在一起，3分钟不见她就会急，10分钟不见她就要哭了。李清明感叹道：3万年确实太长了，要不是见师娘没有殉情，我都以为师尊先去了。林长风在哪里？我要见他。长风，长风。一道如泣如诉的女声响彻星空。云轩苦笑道：你师娘叫我了。李清明幸灾乐祸：师尊保重，我会为你默默祈祷的。云轩道：你不和我一起去见小雪？李清明悠悠道：去干什么？当电灯泡，引来师娘的不满，然后被打断腿。剩下的时间你想去哪？云轩笑了笑，随后问道：走人间，仗剑红尘里，行侠天下。李清明大笑一声，乘风而起，眸中的沧桑被少年人的朝气所替代。师尊，再见。静谧星空，一白发少女并着修长玉腿，坐在白虎背上，神色忧郁，盯着星空彼岸，望眼欲穿。那绝美的容颜，孤傲的气质，宛如天山雪莲，不染尘埃。她是最美的风景，点缀着宇宙星河，比闪烁的星辰更为耀眼。女子的容貌让无数人为之惊叹，有人神色痴迷，喃喃道：千金之躯浩如阴血，粉妆玉琢楚楚动人。芙蓉出水归姿艳逸，灼灼其华，绝色难求。长风哥哥，我好想你，出来好吗？白发少女眉目低垂，神色落寞。在场释放神识之人，哪个不是神王以上的存在？这道几乎呢喃的声音，他们听得清清楚楚。不少人脸色大变，眸中的惊艳之色被恐惧所替代，下意识收敛神念。先前为女子的容貌所震撼，差点忘了她的身份。骑着白虎自金区而出，白发如雪，冷傲无双，口中还呼唤着林长风，这不100%是冥土之主吗？林长风这个名字他们可不陌生，九幽魔帝的道侣，一位绝代天骄，旷世魔尊。了解上次天命之争的人都知道，若他没有无故失踪，大帝之位乃是囊中之物。当年关于林长风消失之事，外界有诸多传言，其中2种相信的人最多，有人猜测林长风极度宠爱自己的妹妹司空雪，甘愿让出天命，隐于幕后，为他扫除一切障碍，助其称帝。人心所向的清明天尊之所以失败，便是他在从中作梗。还有人猜测林长风的成长速度太快了，天赋不亚于当年的天帝，隐世多年的天庭都为之忌惮，暗中将他镇压或击杀了。听明主的意思，难不成当年那位魔尊真的是被天庭镇压了？有人失声道：哼，天命何其珍贵，谁会舍得让出？本尊当年就认定绝无这种可能，一群愚昧之徒还不信？这声音是神念波动，听不出主人是谁。闻言，不少人沉思起来，难道明主有应对天地的办法？污蔑天后，挑衅天地，明目张胆地与天庭作对，就是为了要回夫君？笑话，天地若是气量如此小，9天女帝岂能活到今天？有人反驳，用的是本音，没有遮遮掩掩，他想要站对天庭。别乱扣帽子，本尊只是不信第1种传闻，又没说第2种是真的。暗中之人明显虚了，流传下来的就这2种，你不是这个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一些想要投靠天庭之人，用神念探查起此人的具体方位，他们才不管这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先把帽子扣上再说。当着天启君的面，
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投名状。暗中之人显然知道这些人居心不良，急忙辩解。与九天女帝不同，魔宗之人冷血嗜杀，成长起来将是诸天一大祸害。天地平定动乱，功德无量，是心怀苍生的明主，自然要提前铲除毒瘤。九天女帝成帝前想要反驳之人，话刚说出口，便悻然闭上了嘴，没敢将女帝曾经炼化数界生灵的事当众说出。闭嘴，吵吵嚷嚷，烦死人了！白发少女轻斥，金色的光芒自她身上散开，如水波一般，一圈一圈的蔓延。神念靠得较近之人瞬间遭受重创，死伤无数。天启军严阵以待，握着武器的手都出现了冷汗。明主恐怖的威压实在太强了，没人可以在他面前保持冷静。天启军最前端，独角天马嘶迎，颤抖的身躯往后退了几步。君天下骑在马背上，双腿用力一夹，及时稳住身形。他没有责怪坐骑，因为君天下自己也是冷汗连连，全身无力，持枪的手感觉千斤重。司空雪巅峰时期可是地境后期的存在，即使只能发挥出70%力量，那也不是笑月天狼那种刚入地境以及羽霓裳这种力量10不存1的残血大帝能比的。吼！主人发飙了！神兽白虎寻思着自己也要意思一下。天启军承受着巨大压力，本就心境不稳，这突如其来的强劲冲击波差点冲散阵型。见状，4位手持极道地兵的老者身形显现，神色凝重。白发少女从白虎身上下来，立于虚空，向前走了一步。所有人本能的退后一步，白发少女又向前走了一步，天启军再退。前方4位老者咬紧牙关，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然战斗还没有开启，凝聚起来的军士就丢得一干二净了。天启军列阵，为老祖们加持力量。君天下大喝一声，一时间无数力量汇聚，庞大的力量让天庭4位准帝战斗力抵达巅峰，样貌也变年轻了。4位准帝祭出极道地兵，主动发起攻击。天空中一座遮天大钟浮于白发少女上空，镇压而下。一柄金色长剑幻化出巨大的虚影，朝她斩去。与此同时，一条长绳，一个光圈划破虚空，冲向白发少女，带着无上之势，想要禁锢她。白发少女素手微抬，长绳与光圈瞬间炸裂，随后一直顶住头上的大钟，另一只手捏住了金色长剑。能困住羽霓裳这个残血大帝，由准帝全力催动的4件极道地兵，在白发少女面前如同玩具，徒手硬接。这一幕让不少人目瞪口呆，吞了一口唾沫。君天下紧握长枪，眸中尽是不甘之色。他若是能击败笑月天狼，有朝一日也能拥有如此风采。至尊之上的风景是多么的让人痴狂，多么的令人着迷啊！白发少女黄金瞳涌动光辉，隔空一掌拍飞了被地兵反噬的4位准帝。他们口吐鲜血，骨骼尽碎，倒飞数百万里，击穿了一颗又一颗星辰，不知落于何方。见状，人心惶惶，天启军一阵慌乱。我们天启军只有英勇的战士，没有懦弱的逃兵，能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君天下费尽心力，才勉强稳住军心。白发少女对这群蝼蚁毫不在意，红润的小嘴微张，吹了吹那长达几厘米的指甲，不屑道：“几个老家伙，骨头还挺硬。”其实他还是手下留情了，毕竟是心爱之人的属下。望月楼，云轩靠窗而立，仰望星河，青裙少女站在他身旁，好奇询问：“云轩，我看你好像挺喜欢刚才那小子的。”云轩神色复杂，轻声道：“有人行走于黑暗中，有人向阳而生。我虽是世间看客，但光芒万丈之人总是吸引人的。”小萝莉见他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泯灭人性，有点小开心，勾着嘴角又道：“你属下都要被你媳妇打残了，你还不现身？”云轩不在意道：“先让他出出气。小萝莉，你就不怕他们对你心生怨恨？”云轩笑了笑，当一个人成就金身，化为信仰后，就算做坏事也会被人解读成好事，他们只会认为这是天地对自己的考验，是在筛选天启军中意志不坚定的劣质品。小萝莉鄙视，啧啧。云轩摸着他头：“你又怎知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萝莉，刚才你自己承认的。云轩，哄媳妇和这冲突吗？小罗气愤，不要脸，还有不准摸我头。云轩收回手，走了，气消的差不多了，再拖下去，本地的天启军就真废了。天地寂灭，所有人都心生恐惧，星空中地威弥漫，不少人被吓破了胆。准帝在这个白发少女面前都不堪一击，更何况是他们。要不是提前知晓此地有天地坐镇，他们怕是已经逃之夭夭，连围观的勇气都丧失了。就在君天下强装镇定，天启军不知所措之时，一位白衣公子踏空而来，漫天星辰闪烁，
仿佛在迎接世间的主宰。他每走一步，大道都在轰鸣，脚下道痕交织，震撼人心。白衣公子衣袂飘飘，那张俊逸非凡的脸，明明可以让人终身难忘，可是移开视线便忆不起模样。似乎有股神奇的力量抹去了白衣公子留在脑海中的印象，但他们知道此人就是传说中无敌于天下，以大帝之姿不入神元，逆天活了10万年的天帝。围观者不敢用神念窥视近况，他们的视角中，天帝漫步行在白发少女3米外停下，先前不可一世的冥土之主被天帝强大的气场压制得动弹不得。仔细观察，少女的肩膀在耸动，娇躯在颤抖。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天地之威，恐怖如斯。云轩站在白发少女身前，双眸柔柔地看着她，蕴含万千情意。诸位，该离开了。一道淡淡的声音在所有人耳畔响起。围观之人尽管心有不甘，想要见识双帝之间的旷世大战，但没人敢违抗天帝的命令，全都迅速离去。云轩微微侧身，余光看向君天下：“你很不错，谢陛下夸奖。”君天下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心脏砰砰直跳。他这一刻的激动之心，比先前即将是帝的瞬间更为兴奋。云轩继续道：“天启君不愧是天庭最锋利的战矛，遇帝而不惧，大家都很不错。所有人修行资源翻3倍，永久有效。愿意为陛下效死，天庭不朽，陛下永生。”无数狂热的声音汇聚成一股洪流，席卷整个星空。一片贴在白衣上的嫩叶暗自吐槽：一群白痴被耍了还这么开心，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云轩抬手，声音骤停：“你们也一并退下。”云轩虽然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和流言蜚语，但他不想让外人见到小雪哭泣柔弱的样子。末将遵命。君天下压下激动的心，骑着独角天马飞到天启军上空，有条不紊地指挥大军撤退。云轩深吸一口气，转过头，视线停留在少女绝美的脸上，神色有些恍惚。时间过得可真快，这一晃就是3万年。司空雪一身雪白，晶莹剔透的发丝齐腰，两侧留着齐眉刘海，雪白的额头中间金色印记蜿蜒至眉心，随后竖直垂落，与眼角齐平。她的睫羽根根轻灵，长而卷翘，与头发一样，是雪的颜色。眼角与眼皮被金黄覆盖，给人一种妖异孤傲之感。小巧的脸蛋上长着琼鼻玉口，与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组合在一起，简直是人间绝景。长风哥哥。司空雪3万年积累下来的仇与怨、哀与伤，再见到云轩的那一刹，全部化为乌有，只剩下委屈。一开口，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便再也坚持不住，瞬间泪流满面，清冷与孤傲全都化作了柔弱。小雪。云轩声音在发颤，心中的千言万语一出口变成了一声柔情的呼唤。司空雪走到云轩身前，小心翼翼地扯着他衣角，泪眼汪汪：“你是不是不要小雪了？”小心试探的话语瞬间击碎了云轩的心理防线，眼睛发热，泪珠沿着眼角滚落。他用力抱紧面前的少女，哽咽道：“哥哥怎么会不要小雪呢？你眉梢上的笑，朱砂上的红，无时无刻不在我脑中翻涌。”闻言，司空雪心神失守，大声哭了出来：“长风哥哥，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好不好？”接触过司空雪的人都说他脾气古怪，喜怒无常，是个难以相处之人，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没有朋友。对司空雪来说，他也不需要朋友，只要有长风哥哥陪着就好了。司空雪是云轩大千世界中的红颜之一，而云轩是司空雪仅有的风花雪月，烟火人间。别离开我好不好？我只有你。司空雪见他没出声，心头一紧，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啦啦地流了出来。云轩回过神，带着爱怜与心疼，急忙应道：“哥哥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让小雪孤身一人了。”司空雪将脸埋在云轩胸膛，紧紧拽住他的衣袖，生怕松开，眼前之人就会消失不见。怀中佳人，娇躯柔软，云轩脸颊贴在他秀发上，闻着熟悉的芳香，心中的愧疚之情越发浓郁。他知道小雪占有欲很强，脾气很大，堪称诸天第一醋坛子，但在自己面前，她一直是妇柔柔弱弱的模样，从来都没有发过脾气，一次都没有。小雪受了委屈，只会在他面前哭，吃醋了也从不撒泼，最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通过特殊方法传到他耳里，让他知道小雪不开心了。如果云轩没哄好他，他就会偷偷自残，好让他心疼。虽然这做法多少有点大病，但小雪乖巧的模样，柔顺的性格让云轩无可奈何，难以生气。刚开始云轩发现小雪有这个行为的时候，也曾呵斥过她，但换来的是变本加厉。有一次责备小雪过后，次日发现她时已是伤痕累累，一双腿更是差点废掉。从此以后，
他便再也不敢把话说重了。这也是云轩明知道小雪不会当着他的面生气，却依旧让天启君帮他泄火的原因。他怕小雪又偷偷伤害自己。闭关结束了，也不立马来找小雪。小雪想哥哥了，又不想见到哥哥的其他女人，所以才这样做的。司空雪抽了抽鼻子，小声解释了一句。说完，他用头轻轻撞了一下云轩。哥哥好过分，哥哥知道错了，下次。小雪不满道。不准有下次，没有下次，没有下次。云轩急忙认错，随后又苦笑道：小雪，你是怎么从神院中出来的？星河浪漫，璀璨人间。模样冷傲的白发少女像只温顺的小猫，靠着白衣少年的胸膛喃喃道：因为哥哥说睁开眼小雪就能看到你，所以小雪就从神院中醒来了。闻言，云轩有点纳闷，按理来说他布置的大阵就算是刚入地境的存在，也分辨不出梦境与现实的区别才对。小雪一个至尊境的小菜鸡是怎么挣脱的？一念至此，云轩摸了摸他的头，轻声道：小雪在梦中过得不好吗？司空雪用力吸了吸鼻子，然后娇嫩的脸蛋在他胸前蹭了蹭。过得很好，是个好梦，哥哥也很温柔，但是梦中的哥哥少了点味道。云轩下意识抬起衣袖，嗅了嗅自己的气味，小声嘀咕：不可能出现这么低级的破绽啊。见状，小雪抿嘴娇笑：哥哥笨死了，我说的又不是身上的味道。云轩无语：那你刚才一脸享受，嗅得那么使劲。小雪笑嘻嘻：因为好久没有闻到哥哥的气味了吗？云轩宠溺地捏住他的脸：以后别闻腻了就好。才会呢，小雪要闻一辈子，不对，下辈子，下下辈子，要闻无数个辈子。司空雪离开云轩怀抱，掌心贴合，举过头顶，随后慢慢展开，整个人摆成了一个大字。看着面前幼稚的和个小女孩似的白发少女，云轩笑着摇头。这就是世人所恐惧，传说中穷凶极恶的禁区之主。司空雪伸手搂住云轩颈脖，像个八爪鱼一样挂在他身上。在哥哥面前，小雪永远是小雪，是个长不大的孩子，需要宠着哦。云轩笑道：那在别人面前呢？司空雪双腿夹住云轩的腰肢，借此稳定身形，随即松开粘在脖子上的手，微微后仰，瞪着斗鸡眼与云轩对视，吐出丁香小舌，两只小手握成爪。在别人面前就是人见人怕，威慑诸天的女魔头。这副搞怪的模样把云轩逗乐了。恍惚之间，两人又回到小时候，回到了那个残破却充满回忆的小庙。眼眶有点热，他快速眨了几下眼，勾起食指，轻轻刮了一下他小巧的鼻梁。小雪真的太可爱了，哥哥实在看不出你是个女魔头。听闻此言，小雪鼓起香腮，扬起粉拳，在云轩眼前摇晃了两下，以此示威，让他改口。云轩笑得越发灿烂。见他还是不信，司空雪侧身看向一旁早已石化的白虎：小白，哥哥不信怎么办？可不可以把你炖了，以此证明一下？司空雪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越说越兴奋。连坐骑都要吃的人，肯定很凶残。说着，他从云轩身上跳下来，眯着眼睛就要动手。小白，听话，你表现的时候到了。白虎趴在地上，四肢发软，站不起来。跟随民主上万年，他知道这女人喜怒无常，性格莫测，没有任何感情可言，是真打算炖了自己。正因为如此，他看见民主真情流露，甚至小鸟依人的靠在男人怀中，才会震惊的无以复加。比天帝和他有一腿，比天帝就是林长风还要震惊。陛下，救命！主人没有撒谎，真的很凶的。白虎向云轩投去求助的目光。见状，云轩微不可察地叹了一口气。小雪是什么性格，他自然了解，只是3万年没见，心底终究还是抱有一丝期待，想着这些年他性格上的缺陷会不会有所改善。小雪要炖白虎的这一幕，让云轩希望破碎。他如过去一般，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自己，其他人一视同仁，都是路边的石子。云轩苦笑，这样的小雪，他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担心。算了，无所谓了，身为仙人的自己永生不灭，可以陪他到地老天荒，他不会是一个人。云轩向前拉住小雪的手：好了，哥哥信了。司空雪恋恋不舍地看着白虎，似乎还没死心。陛下，陛下！云轩耳畔传来一道充满恐惧的声音。他怜悯地瞥了一眼白虎，摊上小雪这样的主人，真是倒了8辈子霉。这些年应该没少担惊受怕，能挺到今天，只能说不愧是神兽白虎，大气运加身。云轩搂过蠢蠢欲动的白发少女，将话题引开：小雪，你还没告诉哥哥，你到底是怎么发现那是梦境的？闻言，司空雪暂时放过了可怜的小老虎，想了想，小雪也不太清楚，反正梦中的哥哥就是不对位，和哥哥在身边时的感觉不一样。说到这，小雪委屈道：小雪一见到梦里的哥哥，就察觉到这是梦境，但现实中
哥哥说要去闭关，知道就算立马醒来，哥哥也不会出现，所以小雪还在里面发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云轩迟疑了一下，问道：好长？是多长？司空雪竖起3根葱白手指。云轩：3年。司空雪翻了个白眼：3天。云轩，他知道这个时间不会长，毕竟苏醒后还能有机会和李清明争夺地位，但没想到这时间能短到这么离谱，布置大阵的时间都比这长。司空雪用手戳了戳云轩的额头，不满地嘟囔道：哥哥，你这是什么表情？3天时间不长吗？小雪以前从未和哥哥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这都破纪录了。云轩握着他的手放到自己的心口，柔声道：让小雪受委屈了。哼，下不为例，这次小雪就原谅你了，没有下次，以后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云轩才吃过教训，这一次回答得十分标准。司空雪美目流转，对这个答案十分满意。哥哥，这些年，星空中许久未见的少男少女相互依偎，互诉衷肠。准确的说，是司空雪说，云轩听，几万年的思念，他心里憋了很多话。云轩看着像个百灵鸟一样说个不停的少女，心想还是有所变化的。以前的小雪虽然算不上沉默寡言，但绝对没有这么活泼。天色渐暗，两人自星空中走下，坐于云端。晚霞下，白发少女洋溢着笑脸，闭目靠在白衣公子的肩头，安详而美好。云轩犹豫了一下，打破了此间的美好。小雪，你为什么要自斩一刀？离开前，我在殿中放有一株不死神药，就算你不想待在神园里，也足够你活到现在，不至于沦落到这一步吧。第一次使用不死神药之人，效果不会打折，通常能重新活出完整的意识。大帝寿命2万年左右，按理来说，3万年前成帝的司空雪寿命应该还有1万年。司空雪闻言，脸上笑容凝固，肉眼可见的沉闷起来。这副样子让云轩心跳都慢了半拍，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推测道：你该不会是弄丢了吧？以小雪的性格是不可能送人的，况且这是自己留给她的东西，那就更加不可能了。司空雪翘着小嘴：哥哥怎么能这么想？你送的东西，小雪全部小心地收集着，从小到大一件都没有丢过。说着，他从神魂空间中取出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破旧的棉袄、残损的袜子、玩具小熊，这些东西无一例外全都是他曾经送的。云轩看了一下，有些感动，发现最早的物品可以追溯到小雪6岁的时候，这也说明小雪从记事起就特别的依恋他。眼前的一幕也让云轩怀疑是自己带娃没带好，把他给养歪了，才造成今天这种性格。哥哥送的不死神药我没用。小雪在身上摸索了一阵子，才慢吞吞地拿出一颗仙霞弥漫的龙形花朵。你，哎，真是的，自家孩子不听话，云轩有一瞬间很生气，但想到小雪的性格，又不敢把话说重了，只能无奈地叹息。不要这么舍不得，你要是因此出现意外，想过哥哥的感受吗？才不是舍不得。小雪冷哼一声，当着云轩的面生气地把他扔到空中定住，还用力踩了几脚，恶狠狠道：要不是不想打破哥哥送的东西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这株破花小雪早就丢了。啊！这2极反转的一幕让云轩目瞪口呆。少女，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前面表现得那么珍惜，到这怎么就嫌弃起来了？这才是最贵重的一件东西好吧？司空雪气鼓鼓地瞪着云轩：哥哥太过分了，其他女人的东西你送给小雪，脏东西我一个都不要。闻言，云轩愣了一下，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小雪这话是什么意思？不死神药乃是仙药中的极品，世间少有，极尽珍贵，几十万年都不一定能自然生成一株。10万年前，云轩荡平静区找遍诸天奇地，总共也才寻到10株。云轩女人不少，又都不愿意封入神园，加上在外的红颜，这些年何止用了10株？之所以能供给得上，全靠瑶光的长生仙体。机缘巧合之下，他发现只要不死神药的根系尚在，他只要定时用血液浇灌，就可以让神药再次发芽，并且能大大减少成型所需的时间。司空雪正是察觉到了这一点，才会如此生气。身为诸天第一醋坛子，别说自斩一刀了，他就算死也不会接受嗟来之食。发泄完这口憋了3万年之久的怒气后，司空雪仿佛意识到什么，慌忙用手遮住小嘴。完了，人设崩了，形象尽毁。这么一想，司空雪就难受地扑进云轩怀中哭了起来，小手不停地捶着他胸口。都怪你，都怪你，全都是哥哥错。要不是那株破花气了小雪3万年，我肯定能忍住不在哥哥面前发脾气。小雪从来都没在哥哥面前生过气，守住了一个第一次，却丢了另外一个第一次，好亏。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几不可闻。司空雪不是自虐狂，他以前自残是为了让云轩心疼，
让他的良心备受谴责。但这些年云轩不在身边，他就算再怎么伤害自己，他也发现不了，没有任何意义。这次见面，他还没来得用自残的方法泄出心中的怒火与委屈，便听云轩提起这事，因此才会失态。云轩低头吻了一下司空雪洁白的额头，随后抓住他的肩膀，认真道：生气好，生气的小雪最可爱了，发脾也没关系，耍脾气的小雪哥哥也很喜欢。云轩言语一表，欢喜的有点语无伦次。小雪生气，哥哥很开心。司空雪小嘴一瘪，委屈巴巴的在半空中蹲下，抱膝捂住脑袋，香肩一颤一颤的无声抽泣。云轩拍了一下自己的猪脑壳，连忙解释道：小雪，你误会了，哥哥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希望你生气。不对，我的意思是受委屈了你就大声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更不要去偷偷自残，这样我会心疼的。你不心疼我还不自残呢。蹲在空中的司空雪眸中闪过狡黠之色，暗想才不要这样呢，生气有什么用，只会甜言蜜语的哄我，又不长记性，过几天就忘记了。小雪就要偷偷自残，然后不经意间让你发现，好心疼死你。星空下，一个白衣公子正手足无措地解释着什么，蹲下的白发少女佯装哭泣，实则心中乐开了花，甜蜜着呢。少女哭着哭着就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有哥哥关心真好，可以肆无忌惮地撒娇，被人宠着真好。司空雪越想越开心，再也装不下去了，迅速起身搂着云轩的后颈，用力往下一拉，献上柔嫩的唇瓣。漫天星辰沦为两人的背景，一人一虎一狼，心里不是滋味，吃着狗粮味同嚼蜡。我等春风融了雪，等花开满山野，终于等到你来的季节。俊俏的白衣公子睁大眼睛，神色有些茫然，直到耳边传来少女深情的呢喃，才回过神，温声道：风吹散了流年，梦中是你散不去的容颜。小雪，让你久等了，哥哥来晚了。太慢了，太晚了，小雪差点就坚持不住了，我们要永永远远在一起，小雪最喜欢哥哥了。残阳如画，印证着两人重逢的喜悦。良久，少男少女终于分开，眸中带着迷离之色。晚风徐徐，吹断了唇与唇之间的千丝万缕，也吹散了想要更进一步的欲望。清风拂过，几缕袖发贴着少女脸庞，飘向另一侧，滑嫩如玉的肌肤，光可见人，绝美的容颜，动人心弦。谪仙般的少年，衣袍猎猎，长袖在风中舞动，飘若回风之流雪。白发少女面如晚霞，泛着动人的晕红。长风哥哥，小雪抢了李清明那小子的天命，你会生气吗？徒弟能有媳妇重要。云轩正色道：听说那混小子为争夺天命，还和你打了一架，真是大逆不道。你若想要，他就应该双手奉上，下次见面，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这个不孝逆徒。你不问问原因？司空雪狐疑地看了一眼云轩，虽然他觉得那本来就是属于哥哥的位置，自己拿回来也没什么关系，但李清明毕竟是哥哥的徒弟，哥哥似乎也比较喜欢他，还是解释一句的好。不管什么原因，我都支持小雪，那小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不问，你也无需解释。这个问题来见小雪之前，云轩确实想问来着，但在知道小雪有识破梦境的能力后，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不问，可以借此哄着小雪，让她开心，何乐而不为？司空雪体质特殊，在早期还未崛起时候，他便凭借开挂般的灵觉，多次预知过危险，为两人的成长之路避开了不少荆棘。这种体质，云轩此前从未见过，结合其特性，他将其命名为命运虚无体。如果命运虚无体能够让司空雪在大阵加持下的梦境中保持清醒，那能感知到他曾经在诸天设下的思维屏障便不足为奇了。认识林长风的人不少，云轩也从不遮掩自己的样貌，虽然过后他们会忘，但直视他的时候，为什么也没有人将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联系到一起？这就是云轩设下的思维屏障。转世历练只是封印了记忆和力量，样子是不会改变的。云轩身为天帝，憧憬他的人实在太多了，把他当作信仰，日夜祈祷朝拜之人亦是不计其数。长得和天帝一模一样，不设下思维屏障，那他还历练个屁？不说分分钟被人认出，但身份绝对藏不了多久。故此，云轩设下思维屏障，将天帝的身份和历练时的身份区分开来。而想要将两者联系起来，除了他当面承认之外，便只有成为大帝才能破除思维屏障。云轩历练时都是痴情人设，自然不会告诉红颜们他的真实身份，毕竟天帝有多少妃子，有点实力的人都知道。所以命运虚无体才会在冥冥之中指引司空雪去争夺天命。哼，碍眼的臭小子，听见没？在长风哥哥心中，你比不得小雪的一根汗毛。司空雪听到云轩的回答，暗自得意。云轩与司空雪十指相扣，心中愧疚、怜惜、懊恼、
悔恨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问道：“哥哥不在身边的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司空雪神秘一笑：“自然是靠哥哥的陪伴，没有哥哥在身边，小雪最多撑3天。”云轩很是疑惑：“你成帝后又回到了那座大阵？”司空雪道：“小雪才不要待在那里，梦中的哥哥是想象出来的，假的就是假的，他永远真不了。”云轩这回更加迷茫了，靠哥哥的陪伴又不愿意入梦，这话不是自相矛盾吗？还不是假的，难道还能是他在闭关的时候因为放心不下小雪，身体梦游过来陪他了？司空雪见云轩苦思冥想，欢快的像个小麻雀：“嘻嘻，想不到吧？”云轩苦笑道：“小雪，你就别卖关子了，小雪带哥哥去秘密基地，到了那哥哥就知道答案了。”司空雪拉着云轩的手就要飞往冥土腹地。等一下，云轩把他拽了回来：“哥哥。”云轩微微一笑：“你既然不喜欢不死神药，那哥哥便再送你一件价值相当的礼物。”随后他收敛笑容，冷声道：“躲在暗中的虫子应该看够了吧？”与此同时，星空各处都有强者脸色大变。诸多强者离开后，有些人不死心，不惜违背天地的命令，神识又偷偷的潜伏了回去。结果竟是见到今天一幕，天帝居来和明主相拥而泣。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情，这些人害怕极了，想要收回神识，却发现自己被一股绝强的力量禁锢住了，只能在惶恐不安中一直旁观到现在。云轩眼中跳动金色神火，他抬起手，这些窥视之人瞬间化为一道道神虹，没入掌心。其他强者见到这一幕，心有余悸的有之，幸灾乐祸的有之，胆敢违背天帝的命令，这不是在找死吗？天帝虽然功德无量，但曾经的凶残让不少10万年前的老怪物至今心有余悸。地命不可违，天威不可触，这是当年不听调从而被清算的家族用鲜血得出的结论。云轩看着手上的一群小人儿，笑道：“小雪，这群至尊的生命精气应该足够让你气血恢复巅峰了。”司空雪含情脉脉，嗓音发颤：“小雪其实一直很害怕我熟悉的长风哥哥会变得陌生，毕竟大家都说天地宅心仁厚。”云轩认真道：“放心，哥哥永远都是那个冷酷无情独宠妹妹的绝代魔尊，在你面前是这样。”他在心中默默补充了一句：“陛下饶命，都怪我们太崇拜您了，太想见识您的绝世风姿了，才会失了理智，违抗您的命令。”云轩手中一群小人疯狂求饶，他们在决定释放神念一关战况时就已经做好了被天帝发现的心理准备，但想着有这么多人暴露了又怎样，就算引起天帝的不满也罪不至死吧。哪知天帝居然和绝代魔尊林长风是同一人，发现这个秘密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不妙，可为时已晚。违抗军令，定个死罪，不过分吧？他们的认错求饶之声，云轩置若罔闻。这送上门的礼物不要白不要。他对着司空雪道：“小雪，哥哥这就帮你把他们给炼了。”司空雪开心的点头。礼物是什么他不在乎，只要是哥哥送的他都喜欢。哥哥还是和以前一样，才是他为之开心的。那淡漠众生的态度，冷峻的神色，真的让人着迷。明主，你不能这么做！有人大声喊道。哦。司空雪饶有兴致瞅了瞅云轩手上的小蚂蚁，发现说话之人本体是金翅大鹏，这是太古遗族，祖上也曾出过大帝。金翅大鹏心惊胆战，深深吸了一口气，勉强压下心中的惊惧。我是太古皇族，血脉特殊，若是被你炼化，家族绝对有所感应，届时定会联合各族抵制冥土。金翅大鹏接着道：“我可以献出3个大事件，以此换取性命。”其他至尊闻言也纷纷表示，可以用高出自身价值几倍的生灵精气交换性命。生命禁区侵袭诸天时，除了少部分负隅顽抗的至尊，他们一般都不会主动猎杀这些强者，不好杀是一部分，主要原因还是忌惮各族的联合。以前不联合是没有必要，弊大于利，毕竟生命禁区实力太强了，收割的又是一些中低阶修士。可若是至尊境强者都不能幸免，那将会引起诸天惶恐，那些大势力的底蕴也会坐不住，万一下一个就是自己呢？万族若是齐心，虽然灭不掉冥土，但把禁区至尊堵在老巢还是绰绰有余。禁区中寿命无多的大帝，以后想要收集生命精气，只有极尽升华才能做到，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自斩一刀的大帝承受不起。金翅大鹏见明主像是在思考什么，心里松了一口气。这个百利而无一害的提议，他实在想不出对方有什么理由拒绝。司空雪眨了眨眼，银白色的睫毛微颤。长风哥哥，这只大笨鸟威胁小雪。金翅大鹏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下一秒预感成为现实，只见模样冷傲的禁区之主像个小女孩一样露出人畜无害的笑脸。他就不练了，咱们烤着吃。
闻言，金翅大鹏与一众强者惊怒：“明主，炼杀我们，可是会得罪死天下所有的强者，这种后果，你要考虑清楚。”放在前，司空雪会接受这个提议，冥土确实不敢打破这个潜规则，但现在不一样了，他的哥哥可是无敌于天下的天帝。司空雪小嘴翘起，拉着云轩手臂，撒娇道：“哥哥，你会保护小雪的，对吧？”云轩摸了摸他的头，宠溺道：“自然，有哥哥在，来多少人都是送菜。”曾经铲除禁区的守护之神，如今成了索命的死神，至尊们很是绝望。少部分至尊不愿放弃，想要唤起天帝心中的良知。陛下，您可是天帝，是所有人心中的明主，是我等的信仰，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堕落至此？听闻此言，至尊们再次燃起希望，在云轩的掌心跪。陛下，求您醒醒吧，不要再迷不悟了。云轩有点想笑，这群不知天高地厚、违背他命令之人，基本上都是这时代诞生的至尊，但凡了解他真实的过往，绝不会说出这种不切实际话。陛下，这群至尊声嘶力竭，仿佛这样就能改变命运。魏博美人一笑，曾有烽火戏诸侯。云轩见小雪看得津津有味，决定再加一点戏，让小雪更开心。他微微一笑：“我身为天帝，天下人的君主，理应守护苍生。陛下圣明。”众人大喜过望。云轩又道：“所以，你们这群要用大世界生灵换取自身性命的至尊，罪该万死。本帝所为不是暴君，恰恰是为民除害的明君。”诸至尊，这说法确实没错，但迫使我们这么做的导火线，不就是你吗？这么不要脸的话，你也说得出？还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哥哥，他们从充满希望到绝望的表情，实在太有意思了。司空雪眉眼弯弯，掩嘴娇笑。云轩会心一笑，随后掌心涌出幽蓝色的火焰，开始炼化众人。等一下，等一下！司空雪急促道：“那只鸟还没拿出来呢，想吃本尊？做梦去吧！”金翅大鹏调动力量，想要自爆，发现做不到后，破口大骂：“天帝，你妈！”云轩使用河蟹神通，避平了他的脏话，将他收入特殊空间。小子，你心态倒是不错。九幽冥火下，一个黑衣公子正安然打坐，像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所有至尊中也就此人没有求饶过。黑衣公子睁开眼，苦涩道：“陛下过奖了，小子心境若是可以，之前也不至于压制不住好奇之心，而违背陛下的命令。”云轩问道：“因为这种小事丢了性命，你甘心？”黑衣公子回道：“陛下不在意就是小事，若是追究，那便是大事。世俗王朝违抗君命亦是杀头大罪，陛下是与天齐，煌煌天威更是不容触犯，陛下此举并不为过。你小子倒是会说话。”司空雪看向云轩：“哥哥，要不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小雪大人发话了，哥哥还能拒绝不成？”司空雪不说，云轩也会放了此人。如他所说，违命之事可大可小，若对象不是小雪，而是其他人，云轩还真不会追究责任。这群至尊中，若是有良善之辈，其实还是能活命的，但很可惜，除黑衣公子外，都打算用大世界交换自身。黑衣公子被放出来后，鞠躬行礼：“谢陛下不杀之恩。”云轩笑道：“本来就没打算杀你。”黑衣公子保证道：“小子陆君天，日后也绝不会产生他们今日的想法。”云轩不在意道：“就算你和他们一样，我也不会杀你。”陆君天，他有点懵，天帝难道不是被他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所打动的？九幽冥火由仙气催动，威力极强，20余位至尊很快被炼化成一滴精血，蕴含无穷生命精气的血液，在云轩的牵引下没入司空雪的身体。刹那间，光华大盛，司空雪白发飘逸，玉体晶莹，霞光环绕周身，宛如9天仙女下凡。哥哥，小雪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好舒服啊！这种感觉就像小时候吃饱饭一样。司空雪一蹦一跳，来到云轩身边，格外的欢快。小雪，云轩温柔地看着他，只有他知道，2个相依为命的孤儿能饱餐一顿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陆君天尴尬地站在一旁，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好在云轩没冷落他太久，在为小雪整理了一下被风吹得有些散乱的秀发后，转头道：“缥缈道宫的柳公主还好吗？”陆君天迟疑一下：“陛下问的可是老公主柳若仙前辈？”云轩还未回答，一旁的司空雪便狐疑起来：“哥哥，柳若仙是谁？和你什么关系？听名字好像是女的。”云轩知道他这大醋坛子的本性又开始发作了，于是安抚道：“他是哥哥历练时的师尊。”司空雪问道：“历练，就像是认识小雪时一样的情况吗？”云轩点头：“哦。”司空雪若稍稍放心，哥哥身边有其他女人，
他就不舒服。不过既然是师尊，那他就勉为其难的接受吧。陛下，您是渡劫天尊。云轩当面的提醒，让陆君天破除了思维屏障，醒悟过来。云轩笑道：你小子师承何人？陆君天激动道：缥缈道宫当代公主杨青青。云轩打量他，青青师姐的徒弟。这么说来，我还是你的小师叔。弟子陆君天拜见小师叔。陆君天肃穆，极为认真地行了一个弟子之礼。他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小师叔居然是天帝。小师叔是他最崇拜的对象，缥缈道宫最具传奇的人物。他的石像现在还摆在山门口，供世人瞻仰。传说渡劫天尊身父被时代所限制的九阳神体，本该连圣人境都难以踏足，他却逆天改命，成为一代天尊，更是有过恒基大帝的辉煌战绩。云轩淡淡道：无需多礼。闻言，陆君天挺直腰板，憧憬地看着云轩。天地虽然强大，但太过虚无，太过遥远，还是小师叔的身份亲切一点。在知道云轩的这个身份后，陆君天不再如开始那般拘束，他摸着脑袋傻笑道：还以为陛下是看在我品质高洁的份上才放我一马，结果居然是个关系户。云轩笑了笑：青青师姐徒弟教的确实不错。陆君天乐呵呵道：小师叔过奖了。云轩和他寒暄几句后，直奔主题：柳公主近来可好？陆君天摇了摇头：不太清楚，老公主的情况只有师尊才知道。说完，他不留痕迹地瞥了云轩一眼，神色有些古怪。传闻渡劫天尊和老公主虽是师徒关系，但背地里有一腿。以前他还不信，毕竟道宫的核心功法修的是天心，需要断绝七情六欲，心无旁骛，一心向道。但现在看小师叔这情况，明显有点苗头。道宫之人自身消情绝欲，因此对他人的情感波动极为敏感。云轩在司空雪面前虽然故作平静，但那眼底的柔情还是被陆君天捕捉到了。你回去帮我带一句话，就说过段时间我会回一趟道宫。云轩原本计划收拾完冥土就去找师尊，但没想到禁区之主居然是小雪，这下怕是要再耽搁一段时间了。是。陆君天心情激动，若师尊和老公主知道小师叔还活着，一定会很开心。10000年前，渡劫天尊留在道宫中的魂灯突然熄灭，老公主因此大病一场，之后无心管理宫中事宜，便辞去公主之位。师尊怀着沉重的心情成为新的公主。陆君天瞅了瞅云轩，见他好像没有其他要交代的事情，于是作揖告辞：弟子一定尽快将小师叔的话带到。云轩微微颔首。陆君天化红而去，刚飞出冥土，便被一堆至尊境强者围住。小友，里面什么情况？怎么没什么动静？莫不是差距过大，明主直接被陛下镇压了？怎么只有你一人出来，其他人呢？陆君天故作伤心，叹了一口气：我们自不量力，想要一关大战，结果被明主锁定了神石，隔空射了过去，化为了他的养分。只有我承蒙陛下及时出手，才幸免于难。有人道：原来是明主抓去的，我之前还以为是陛下。陆君天斥责：陛下心胸宽广，岂会在乎这些小事？那人讪笑，没再言语。20多个尊者就这么死了，可惜了。一位老者摇头感叹。陆君天的说辞确实有一套，不仅把云轩摘了出去，还为冥土化解一场危机。自己要去作死，被人给练了，万界可不会联合起来为他们报仇。明主和天帝的战况怎么样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盯着陆君天，心里全都痒痒的。一时间之间，陆君天也没想出好的说辞，只好含糊道：不太清楚，刚被救下就让陛下送出来了。外界之人各种猜测，但已经没有人敢用神识去探查冥土里面的情况。与此同时，云轩牵着司空雪的手，柔声道：哥哥想看看支持你熬过3万年的秘密基地，哥哥也认识哦，是我们2个人的秘密基地。司空雪巧笑嫣然：我也认识。云轩越发好奇这个地方，有点迫不及待了。司空雪呼唤：小白。闻言，白虎心领神会，走到2人身前蹲下。云轩正准备上去，司空雪却道：小雪来骑，哥哥坐后面。行，都听小雪的。哥，你手在干嘛？怎么了？云轩把玩着虎毛。小白是母的，不准摸它，搂着我腰。司空雪不满道。云轩无奈，坐骑的醋你也要吃。司空雪的腰肢软弱无骨，极为舒服，他下意识抱得更紧。哼，这才对嘛，小雪的腰不比这头大笨虎好玩。司空雪红唇勾起：金翅大鹏兄，我可不想陪你。白虎小心翼翼地驮着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生怕引来不满，被少女炖了，一边烧烤一边喝汤。世人谈起冥土，脑中浮现的是黑暗、枯寂、血腥以及暴力。
实际上，冥土内部极为祥和，古木参天，花红遍野，芳香宜人，宛如净土一般，是人间仙境。此刻，外界已是黑夜灵袭，天色暗沉，而这里无数花草树木身上皆是环绕着光辉，将冥土映照得如同白昼。云轩骑在白虎背上，一路上他感知到不少外界已经灭绝的太古异兽，有身如神山的巨猿，漆黑的烛龙，他们都是司空雪抓来养在这里的宠物，全是美丽的母兽。司空雪不允许云轩身边有女人，他自然也会严于律己。整个冥土除了那些过于稀少没得选的残雪大地外，没有一个公的。森林边缘，5位黑袍准殿鬼鬼祟祟地聚在一起，商议着什么。其中一人见白虎驮着2人落到地面，立马走了过来。他摘下黑袍，露出真容，这是一个长相妖异，颜值只比云轩差3分的俊美男子。妖异男子双膝跪地，以头呛地：“罪臣顾若风，恭迎陛下。”云轩眸子微眯，寒光闪烁，散发出危险。顾若风不是曾经从云轩手中溜走的禁区至尊，他是这10万年间新诞生的大帝。云轩成帝后，一共诞生了4位大帝：9天女帝、帝霓凰、9幽魔帝、司空雪、笑月大帝、小黑狗。顾若风成帝于霓凰与小雪之间，号称玄天剑帝。云轩第2次历练的化身与他同姓，名叫顾寒渊，另类成道后自称渡劫天尊。渡劫天尊横击过的大帝便是面前这位玄天剑帝。那一战打得天崩地陷，星空炸裂，2人大战数年，谁也奈何不了谁。以天尊之境战平当世大帝的辉煌战绩，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天帝与9天女帝都没有这种战绩，2人或许能做到，但所处的时代条件不允许。云轩那个时代处于天命争夺之际，世上无帝。至于帝霓凰，他在逆天还能跨境打天地。在渡劫天尊战平玄天剑帝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真的有人可以横击大帝。以往那些大成圣体或是神体，所谓的媲美大帝之词，只不过是可以和大帝过上2招，最后活下命来而已。顾若风见云轩没有搭理自己，继续保持跪拜的姿势，不敢动弹。那一战，世人以为是战平了，但只有他知道自己其实输了。一战过后，他受了极重的内伤，肉身难以维持天命加身。因此，当了1000年的大帝后，便放言要将那些隐藏在暗中的禁区老鼠彻底铲除。不久，玄天剑帝陨落，世人以为他战死了，举世同悲。实际上，他是自斩一刀，加入了禁区至尊苟活的行列。玄天剑帝的这番操作，一箭双雕，既掩饰了自己不敌渡劫天尊的事实，又留下了传世美名，无愧于剑帝之名。云轩骑在白虎身上，嘴角微扬，略带嘲讽，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不愧是练剑的，果真是剑啊！在笑月大帝出现之前，玄天剑帝才是诸天史上最短的大帝，本该沦为笑谈的他，却享受了无尽的美名，成为了被敬仰的英雄。陛下教训的是，罪臣有罪。顾若风虚心接受云轩的奚落，态度诚恳，看不出丝毫虚假。云轩冷哼一声，本以为你已经死了，才没有追究你当年的责任，既然还活着，看在你认错态度不错的份上，自裁吧。当年他之所以不顾一切和玄天剑帝大战，便是因为这家伙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觊觎师尊。缥缈道宫修的是天心清净大道，传闻与天心大成的女子双修，即使是大帝也将受益匪浅。玄天剑帝所属势力和缥缈道宫位于同一域，二者相互竞争，相互敌对了不知多少岁月，彼此之间甚为了解。他知道传闻不是空穴来风，加之成帝后修为进展龟速，于是心生邪念，仗着帝境修为，想要强行将道宫之主收为炉鼎。哪知渡劫天尊那小子太过生猛，他居然打不过。若是出生在早上几百年，天命不可能属于他。陛下，罪臣当初并不知道您的身份，还请恕罪。明主与天帝大战，他们这群想要找机会开溜的大帝，自然时刻注意着战局。而云轩之前设下4维屏障，是因为要历练，如今成仙了，小雪也知道了他真实身份，所以没有再隐藏身份的必要。因此，顾若风已经知晓天帝与渡劫天尊的关联，才会自称罪臣。云轩冷笑，不知道能是免除死罪的借口。正常的爱慕，他还至于这么小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个人都有欣赏美的权利。但对于心怀不轨、觊觎甚至是想要强行抢夺自己女人的小人，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死。顾若风浑身颤抖，他感受到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意，他咬了咬牙，压下心中的恐惧，身上剑势凌厉，直冲云霄，他直接极尽升华了。顾若风一招万剑归宗，无数金色剑雨刺向云轩，他自己转身就跑，司空雪神色一冷，就要动手。云轩握住他的手，轻声道：“这人哥哥要亲手杀。”小雪听哥哥的。司空雪乖巧点头。云轩伸出一指，
漫天箭雨瞬间凝固，他指向顾若风逃跑方向，箭雨转向激射而去。走吧。一指过后，云轩看都没再看他一眼。一个巅峰时期才帝境初期的家伙，极尽升华又怎样？怕是连刚成帝的笑月天狼都打不过。听着苍穹中传来的惨叫，另外4位准帝惶恐不已，身子发软，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了。他们之前还商议着，只要天帝愿意接受顾若风的归降，他们就跟着一起俯首称臣。至于无敌之心、大帝的尊严，这些在决定自斩一刀时就已经没了。这一刀斩的不仅仅是境界，更是曾经的雄心壮志，曾经的意气风发。活下来只是一条苟延残喘的老狗。天帝不杀我们。4位已经接受命运禁区至尊发现天帝搂着明主，骑着白虎，视若无睹地从他们身前走了过去。4人同时吞了一口唾沫，对视一眼，立马朝着不同方位飞去，生怕天帝反悔。见状，云轩暗自摇头，他又不是魔鬼，至于这么害怕吗？司空雪好奇道：世人都说天帝是铲除生命禁区的英雄，哥哥为什么放过他们？云轩下颌抵在他肩膀上，侧头亲了一下雪白柔嫩的脸蛋，柔情万分。因为哥哥不是说过吗？我永远都是那个杀人如麻、冷血无情的绝代魔尊。脸上传来的炽热让司空雪娇羞不已。这话虽然是洪小雪的，但云轩也确实没打算灭掉这群至尊，用生灵精气续命的想法，他也产生过，谁也不比谁高尚。只要这群人别不长眼的招惹到他头上，他就不会剥夺他们活下去的权利。白虎带着2人穿梭于林间，脚下生风，不一会儿就来到森林中央。这里有着一个小型湖泊，湖面上风平浪静，宛如一面镜子，蓝色的湖水清澈见底。白虎在离湖泊10几米处停下，四肢弯曲，匍匐在地。这里是明主的秘密基地，没有任何生灵敢踏足10米的范围内，水里连一条鱼都没有。司空雪从白虎身上跳下，牵着云轩的手，欢快地来到湖边，大声喊道：哥哥，这里是不是很漂亮啊？云轩道：风景不错，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可我为什么没印象？司空雪笑道：不是哦，真正的秘密基地藏在湖底。司空雪拉着云轩迈入水中，湖水越来越深，逐渐将2人淹没。当湖水盖过头顶后，水中的景色一变，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空中雪花飘荡，前面是一片竹林，在寒风中发出簌簌声。云轩愣住了，这是他们从小生活的地方。他感应了一下，发现这不是幻境。司风雪道：这是小雪根据记忆建造出的，要是哪里不对，烦请哥哥补充完整了。云轩轻声道：和记忆中一模一样。地上的雪很厚，淹没了脚掌，2人如同凡人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沿着林间蜿蜒的小路走向深处。路的尽头是一座残破的寺庙，这就是2人曾经的家，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云轩看着熟悉的景象，怔怔出神，脑中记忆翻涌。他是个孤儿，不知道父母是谁，是被一个好心的老乞丐含辛茹苦拉扯大的。7岁那年，风雪很大，垂垂老矣的乞丐终究是没能熬过寒夜，死在了四面通风的破庙中。那一天，风雪路过人间，带走了他此前最近之人，送来了此后最爱之人。寒冷的夜晚，他红着眼埋掉了老乞丐，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不知道何去何从。回家路上，他看见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1岁左右的小孩，躲避着数十个黑衣人的追杀。他们逃到了竹林旁，男子选择殿后，让女子离开。女子修为较低，知道自己只是累赘，只能照做，含泪离去。当时他见女子腹部中了一刀，流下的血是黑色的，知道她中毒了，因此跟了上去。不是因为好奇，也不是因为善心大发，想要救下这对母女，而是因为女子穿着显贵亮晶晶的头饰与玉镯，看起来就很值钱。老乞丐留下的积蓄不多，他又没有收入来源，帮人做事，年龄太小，别人不要，去乞讨又抢不过其他的乞丐。若是能得到女子身上的宝物，他此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那时候他到底是个孩子，心思不够缜密，加之女子有修为在身，很快便被其发现了。女子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见他能跟上脚步，觉得他对这一带极为熟悉，可以带他女儿安全离开，于是便托付了出去。他当时特别猛，看着将小孩塞到自己手里，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就撒手人间的妇人，陷入了沉思，想着这是什么意思，让自己照顾他的女儿，可他又没有家人，连自己都不一定能养活，多个人那不是死定了吗？哥哥在想什么呢？司空雪见云轩站在庙前一动不动，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云轩回过神，缓缓道：真的很庆幸那时候一时心软收养了你。司空雪眼睛睁开得很大，金色的瞳孔中透着惊讶。哥哥，你小时候这么狠心吗？小雪明明那么可爱。云轩话还没说出口，司空雪就打断了，他露出俏皮之色。
开玩笑的啦，哥哥别在意，以你当时的处境，愿意收留小雪，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一定是上天赐予的缘分，小雪注定和哥哥是一对。云轩揉了揉他的头，也是有些感慨，当时收养小雪真的是一念之差。孤寂的寒夜里，他抱着1岁的小女孩，茫然无措，大脑一片混乱。若是女子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倒在雪地里，他定会心安理得地拿走首饰，头也不回地离去。可他满怀希望地将小孩塞到了自己手上，心底莫名地涌出了一股责任感，仿佛这是一桩交易，女子用身上的钱财托他照顾女儿。那时候他虽然是个坏小孩，但还不至于泯灭人性。一时间脑中天人交战，一个天使，一个恶魔。恶魔说，他女儿的死活关你屁事，你只是恰好路过此地，又恰好发现了一地金银，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看见。天使反驳，这是在自欺欺人，他看见了你，还把小孩托付给你。恶魔道，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想再照顾一个？你知道怎么照顾小孩吗？那是要喂奶的。天使说，万事有轮回，一报还一报，老乞丐当年心软救了你，现在是报恩的时候了。他刚刚离世，灵魂还没消散，这会说不定正看着你呢。至于奶孩子的事情，有了这女人的一身珠宝，还怕没有钱？到时候买一个大宅子，找几个妇女轮流奶，你还可以趁机把小时候没吃的奶通通补回来。云轩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更加偏向不管这个小孩，毕竟后面的杀手可不是吃素的，搞不好自己的小命都会搭在这里。正当他把小女孩放下，准备离去时，身后传来一道口齿不清的声音，哥哥。这句话让他顿住了，眼眶瞬间湿润。像爷爷一样的老乞丐走了，就这样丢下他，狠心的走了。他一个7岁的小孩，从此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再无依靠。哥哥，又是一声呼唤，这一次声音更加清晰了。清脆的声音将两人的距离拉近，不再是陌生人。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在同一个寒夜被亲人无情的抛弃了。他们无依无靠，他们一无所有。这一刻，两人的心连在了一起，一个需要哥哥，一个需要妹妹，只有相互救赎，才能撑过无尽的寒夜。他转过了身，义无反顾地抱起了小女孩，飞速藏到附近一个熟悉的坑洞里。也许待会会死，也许没有明天，也许以后的日子会格外的艰辛，但他是哥哥，保护妹妹是应该的，就像老乞丐对他一样，他要为妹妹撑起一片天。再藏起来不久，黑衣人就来了，森寒的长刀上染着刺眼的血红。那个殿后的男人，妹妹的父亲，被为首的男子提在手上，脖子下血水如注。那人走到妇人身前，寒光一闪，人手分离，然后阔步远去。这些人是职业杀手，目标是这对夫妇，小孩子的死活他们不在乎。他从未见过这一幕，害怕极了，泉涌般的血水是此后无数夜里的噩梦。他当时死咬牙关，用力捂住小女孩的嘴，生怕发出声响，引来黑衣人的注意。那一晚，他恐惧的全身发软，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抱着小女孩，浑身颤抖的在雪坑中过了一夜。次日，暖阳升起，他发现小女孩颈脖上的玉佩刻着不知名的2个字，后来才知道这是司空。小女孩有着如雪的白发，两人又相遇于雪夜，因此他为其取名为小雪。小时候的哥哥真可爱，怎么看都看不腻。忽然，司空雪出声道。云轩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穿着破旧的黑色棉袄，背着一捆柴火往这边走来。寺庙的门槛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白发小女孩，她蜷缩着身子，不停地张望，口中喃喃：这个时间点，哥哥应该就要到家了。小男孩像是没看见两人一样，直接走了过去。见到小女孩后，脸上冷峻的神色瞬间化为发自内心的暖笑。小女孩像只兔子窜了出去，跳着挥手，大声喊道：哥哥，哥哥！小男孩走到近前，板着脸：和你说过多少次了，外面冷，生病了怎么办？小女孩道：才不会呢，我从来都没有生过病。小男孩眼底闪烁着喜悦，表面装作不高兴：凡事都有一个万一，你要是出事了，病在你身上，痛在我心上。小女孩高兴道：真的吗？小男孩不假思索：那还有假？小女孩眸光流转，不知道在想什么。这就是你说的靠哥哥陪？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云轩才开口。他已经想象出一个白发少女站在一旁，默默观察着两人的成长，一年又一年，直到记忆的尽头。他困守在回忆中，一遍又一遍的轮回，直到今天。司空雪像是没感受到云轩愧疚的心情一样，笑嘻嘻道：哥哥不用自责，小雪这些年过得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差。记忆不是梦境，这里的哥哥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看着他和小雪，我就感觉哥哥一直在身边，只是我看不见而已。云轩眼眶泛红，别过头。真是的，今天流过的泪比10万年来加起的都多了。
寒风呼啸，大雪飘荡。寺庙内，小男孩与小女孩依偎在火堆旁，驱赶着寒意。寺庙外，白发少女伸手为白衣公子擦拭眼泪，轻柔道：“哥哥可真是一个爱哭鬼。”云轩似哭似笑：“以后哥哥可以哭，但不会再让小雪流一滴眼泪了。”司空雪道：“骗人是小狗。”云轩点头：“是条小黑狗。哥哥，小时候的小雪是不是特别可爱？”司空雪转身的瞬间，不留痕迹地抹去了还没来得及落下的眼泪，拉着云轩进入寺庙。云轩看着靠在小男孩肩上，一脸满足的小女孩，轻声道：“不止可爱，还很缠人。”司空雪明知故问：“怎么一个缠法呢？”每次哥哥出门，你都会坐在门口翘首以盼。记得有一次大雨倾盆，暂时淹没了回家的路。第二天早上回来时，你居然还坐在门槛上，那憔悴的神色，重重的黑眼圈，可心疼死哥哥了。云轩转头问道：“你说怎么有这么缠人的小孩？”司空雪娇哼一声：“缠人怎么了？我就缠着你，就要在外面等着你。谁让你每天回家那么晚，把小雪一个人丢在家的？我就是不睡觉，心疼死你。好叫你多陪陪小雪。”说着，司空雪似乎想起了什么，委屈巴巴地盯着云轩，嘟着小嘴，瞧这模样，似乎下一秒就会落泪。云轩不知所措，以为自己说错话了，连忙认错：“不缠人，小雪一点都不缠人，哥哥最喜欢粘人的小雪了。”司空雪楚楚可怜：“既然最喜欢了，当初为什么要把小雪送出去？”闻言，云轩无力反驳，惭愧地低下了头。他涉世较浅，再去兑换银钱的途中，无意之间漏了财，加之又是一个小孩，破烂的衣服一看就不是贵族公子，于是有人心生歹意，把他给抢劫了。虽是如此，刚收养小雪的那段时间，日子过得倒不怎么艰难。那会小雪其实已经断奶了，每天吃的不多，几勺子稀饭便可。但老乞丐留下的积蓄有限，加上小雪太小，需要他每天照看，所以只能坐吃山空。小雪4岁大的时候，家里的米缸已经见底，身上也是一文没有，全靠山上的野菜勉强度日。看着逐渐消瘦的小雪，他于心不忍，心生一计，想把她送给镇子上善名远播的王员外。当时他骗小雪说自己在王员外家做工，那里可以让小雪寄宿。懵懂无知的小雪信以为真，最后被他直接扔在了王员外的院子。时间一长，小雪急了，又哭又闹，很快便引来了王员外。小雪真的以为他在府上做工，认为自己只是和哥哥走散了而已，所以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员外。王员外一查，发现府上并无此人，于是知晓了他的含义。当时两国交战，处于乱世，很多人养不活小孩，就会扔到有钱人家里，借此博得一线生机。小雪长得粉雕玉琢，极为可爱，再打扮一番，妥妥的是一个贵族千金。王员外膝下无子，一眼便相中了小雪，当即表示以后小雪就是他的女儿。他躲在暗处，见到王员外收下小雪后，才放心离去。只是事后心里空荡荡的，还没到家，就想回去把小雪接回来了，但两袖空空的财力让他只能望而却步。小雪跟着他，即使能顺利成长，也不知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累。他本该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这都是为了他好。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他最终还是说服了自己，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了破旧的家。之后一连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也不吃饭，就呆呆地坐在门槛上发呆，满脑子都是小雪，想着王员外会不会一直对他好，万一以后他自己生了小孩怎么办？小雪会不会受委屈，会不会被欺负？本以为他和小雪不会再有交集，哪知小雪第3天临近傍晚的时候，居然重新出现在他眼前。他当时用力擦了擦眼睛，以为自己是饿昏了头，产生了幻觉。直到小雪一声不发，走到面前，泪眼汪汪地死盯着自己时，他才彻底确认这不是幻觉，这是真的小雪，她真的回来了。他不知道小雪是怎么从王员外家里跑出来的，也不知道只出去过1次的小雪是怎么找到回家的路的。他只知道从今往后，即使日子过得再艰难，他都不会再将小雪送出去了，要死也死在一起，失而复得的心情他再也不想经历。司空雪抬起粉拳，轻轻捶了一下云轩胸口，声音哽咽，但忍着不哭出来。这是当初你丢下小雪的那一拳。这一幕的回忆，小雪看一次就哭一次，想着小雪如果那时自己没能找回来，哥哥是不是就真不要我了？小雪，司空雪竖指挡住云轩的唇瓣，不让他出声。小雪不想听你狡辩，不管什么原因，都不是你将小雪送给别人的理由。以后不许再丢下小雪了，事不过三，小雪已经被你伤害2次了，若是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小雪可不会再等你。你肯定觉得小雪这个长不大又喜欢缠人的小孩特别烦人，才会下这么狠的心。既是如此，那小雪就永远消失，彻底离开你所在的世界。小雪要让你后悔一辈子。云轩紧紧搂着司空雪，
颤声道：“别说傻话，哥哥怎么会嫌弃你？小雪是天上的天使，下凡来拯救哥哥的。”司空雪幽怨道：“就是不知道哥哥有几个天使。”云轩铿锵有力：“林长风只喜欢司空雪。”司空雪美目流转，没有回答这句话，只是摸着他衣服，悠悠道：“哥哥还是变了，你以前从来不穿白衣服，说是容易脏，黑衣服脏了别人也看不出。”听闻此言，云轩立即脱掉衣服，迅速拿出一套黑色的穿上。见状，司空雪扑哧一笑，双手交叉置于身后，一蹦一跳向前走了几步。不管你怎么讨好，怎么依着小雪，小雪都不会原谅你那2次的错误。他转过身，弯着腰笑道：“除非你彻底忘记外面的女人，和小雪永远待在冥土。”少女看着像是在开玩笑，但云轩能感受到那藏在言语下的期盼，因此沉默了。白发少女似有不甘，又开口道：“虽然你让小雪等了3万年，不是故意的，但我还是要罚你。”司空雪摸着下巴想了想：“就罚你在冥土陪小雪1万年。”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朵桃花，放在摇鼻下，闭目深吸一口气。这1万年时间，你可愿忘记外面的雪月风花，陪我岁月静好？我不想骗你。云轩目光低垂，没敢看他。他陪小雪走到时光的尽头都行，但待在冥土1万年，这一点他做不到。司空雪眼底的失落一闪而过，随即抿嘴娇笑：“小雪开玩笑的啦，看把你紧张的。天地云轩喜欢谁，我又不在乎，但长风哥哥只能喜欢小雪一个人。”云轩抬头直视那双黄金瞳：“这一点，小雪放心，你若不愿，他们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面前。”司空雪款步走到云轩身前，认真道：“希望你记住了，我爱君时君不惜，君惜我时我别离。”闻言，云轩怔怔地看着他，司空雪没有回避，两人就这么对视着。良久，云轩将手伸到他额前，屈指轻轻弹了一下：“你个小妮子，瞎说什么？诚然，小时候那次确实是哥哥的错，这次闭关，哥哥忽略了你体质特殊，亦没考虑周到。但从小到大，哥哥什么时候没珍惜过你？”司空雪抱头，心虚道：“这是比喻而已嘛。小雪就是想告诉哥哥，倘若再有下次，后果很严重。”云轩双手捧着他脸颊，情深意切地看着他，缓缓倾向刚才被弹的地方：“真的没有下次了？哥哥如今已是仙人。”司空雪瞪大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云轩又重复了一遍：“哥哥已经成仙了，从此与光同存，与天齐寿，永生。”司空雪震惊过后，立马被无尽的喜悦淹没，跳起脚板：“小雪也要成仙，小雪也要长生不老，小雪要永远和哥哥在一起。”云轩微微一笑，从衣袖中拿出一片嫩叶：“系统大人，你可有办法？”小萝莉显化身形，不满地瞥了他一眼，只觉这张足够让世间任何女子心动的脸是那么的面目可憎。有事相求，虚情假意的叫着系统大人，不需要时清茶去茶壶里躺着。司空雪看着小萝莉，疑惑道：“系统，这是他的名字？”小萝莉叉腰：“没错，本系统全名天下无敌最强系统。”云轩道：“上次不是叫宇宙无敌最强系统吗？”小萝莉不满他抬杠，怒道：“那是小名，不行吗？”“是，您说的对，尊贵的系统大人。”云轩和颜悦色：“注意你说话的语气。”云轩一个没留神，小萝莉已经被司空雪掐着脖子举了起来：“有种你就弄死我！”小萝莉怒目而视，心中悲愤万分，现在真的是什么垃圾都能欺负她了。云轩瞬移到两人中间，充当和事佬：“小雪，她平时就这样，你别在意。”说完又对小萝莉陪笑道：“妹妹不懂事，系统你大人有大量，别放在心上。”“哼，下不为例。”司空雪放下他，神色极为冷淡。小萝莉气鼓鼓地瞪着云轩：“今天要是没个说法，我……”他想了半天，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狠话可以放的，只好抱吸毒自生闷气。见状，司空雪眸中眯起，身上散发出一股寒气。他对小萝莉的反应十分不满，区区圣人境，凭什么对哥哥大呼小叫？云轩见司空雪似乎又有动手的打算，立马挡在他身前：“他说不定有能让你成仙的办法。”小萝莉一听这个就来劲了，麻利的起身指着司空雪，满腹怨言：“他今天要是不跪下道歉，下辈子也别想成仙。不成就不成，敢对哥哥颐指气使之人都要死！”司空雪黄金瞳涌动光辉，打算动真格了。云轩也是有些无语，他发现小雪当了几万年冥土之主后，确实变了，变得更为凶残了。以前虽然也容不得别人说自己坏话，但还不至于态度不好，声音稍微大一点就要打要杀。另一边，小萝莉不甘示弱：“知道我是谁吗？”云轩亲自册封的天妃。司空雪捏紧拳头，强忍着不流露出委屈之色，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那是云轩，
不是长风哥哥。小萝莉冷笑，心里越发得意，阴阳怪气。哦，忘了告诉你，云轩为本系统取名为楚清茶，平时云轩哥哥最喜欢叫人家清茶妹妹了呢。云轩嘴角抽搐，左眼皮连续跳了好几下。这什么情况？怎么有股修罗场的味道？清茶，你当着本人的面撒这种谎，真的好吗？我们关系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司空雪胸口起伏，被气得不轻。要不是不愿在小萝莉面前弱了气势，他绝对要质问云轩为什么要认其他妹妹。他是后来者，前面娶了多少人，他可以假装不在乎，强忍着委屈，但妹妹只能是他。这位置谁敢抢，谁就要死。一念至此，司空雪绕过云轩，对着张牙舞爪的小萝莉隔空一掌，将她拍进了墙里。云轩没有拦司空雪，一来这丫头毒舌就算了，还胡言乱语，冤枉自己的清白，确实该给她一点教训，好长长记性。二来小萝莉虽然只有圣人修为，但吸收了悟道术的精华，挨上小雪几巴掌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正好给她出出气。嵌在墙里的小萝莉吐了一口血，羞愤欲绝，欺人太甚。云轩，把老娘本体放出来，我要和她决斗。小萝莉扯着嗓子吼完之后，才发现云轩看都没看她一眼，正小心翼翼地哄着那不讲道理的白发少女。小雪，别听她胡扯，这人来历神秘，极有可能是仙界之人，她也不是什么妹妹，哥哥和她就是交易关系。不瞒你说，纳她为妃也只是因为她有成仙的办法，哥哥这么做是在为你成仙铺路，我们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小萝莉想要说些什么，但还没来得及出声，就被云轩变成了一片叶子，封闭了声音，收了回去。行，都欺负我，你们是兄妹，是恋人，是道侣，我是外人。可恶的云轩，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小萝莉平时就喜欢提醒云轩，两人只是名义上的道侣，这一次却对他急着撇清关系的行为产生了一种类似不满的异样情绪，心里不是滋味，堵得慌。这个时候系统对云轩来说只是工具，肯定不会帮，甚至会觉得敲打一下更好。至于仙法，系统不过是个阶下囚，以云轩的性情，即使觉得系统是个开心果，但为了小雪，他可不会手下留情。同时这个时候系统对云轩也没什么感觉，但见他帮别人不帮自己，即使没有感情也会觉得委屈，毕竟他们现在也算熟悉了。而这点委屈便是两人关系的转折点，这里就不多说了，后面几章会写到。李清明说的没错，司空雪确实很好哄。云轩解释了一下前因后果，又说了一些肉麻的情话，这回他已经不生气了，抱着云轩的手臂懊恼道，哥哥能成仙也是靠他的指点吗？得罪了他，小雪以后是不是就成不了仙，不能一直陪着哥哥了？云轩佯装不满，现在后悔了？刚才不是挺硬气挺横的吗？司空雪吐了吐丁香小舌，晃着他的手臂撒娇道。小雪这不是看他对哥哥言语之间多有不敬，心里不舒服才能不住动手教训他的吗？云轩没好气道，事关成仙的大事，你就不能忍一下，等他说完方法再揍一顿，不也一样的吗？司空雪可怜兮兮，哥哥消消气，小雪知道错了。云轩板着脸，错哪了？小雪痴痴望着他，错就错在小雪实在太喜欢哥哥，太在乎哥哥了。云轩心中一暖，面对这样的小雪，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道，哥哥不靠他，但这成仙方法太难了，不适合你，他可能有更简单更好的办法。司空雪知道哥哥这是在委婉地告诉他，他天资不够，他这方法自己用不了，所以识趣的没有追根究底，只是面露纠结。怎么办？小雪好想能一直陪着哥哥，但又不想向那丫头低头。云轩摸着她头安慰道，没事，哥哥帮你问他。司空雪道，要是会让哥哥在他面前受委屈，小雪宁愿不成仙。云轩笑道，放心好了，那丫头也就嘴臭了一点，傲娇了一点，其实人还不错。司空雪点了点头，似懂非懂。哥哥现在要去哄着他吗？云轩道，不急，现在去他定会仗着自己有所依仗，摆起一张臭脸，等过段时间他气消了再说。不得不说，两人之间确实极为了解。这会一处特殊的空间内，小萝莉正愤愤不平地拔着金翅大鹏的毛，发泄着满腔怒火。哼，可恶的云轩，有种别来求我，老娘受不得这种委屈，想要我原谅你妹妹，除非你屈身为我洗一次脚，再将待遇提升至天妃级别。与此同时，司空雪喜笑颜开，那就先不管他了。说着，他抬手打了一个响指，这里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眼前景色一变，两人站在湖畔，前面是蔚蓝的湖水。云轩沉默了一会，正欲开口，便见司空雪笑盈盈道，哥哥是不是在想小雪为什么要毁掉曾经的家？云轩点头。司空雪张开双臂转了一圈，因为小雪不想再沉浸于过去，小雪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和哥哥创建一个新家，未来会更多，
更美好的回忆。云轩露出笑容，没错，沉闷的过去埋在心底就好了，我们的未来才刚刚开始。他蹲下身子，现在哥哥要制造出第一个未来值得回忆的美好，以凡人之躯背着小雪沿着湖畔走一圈。司空雪转身走到云轩身前，沉吟道：小雪才不要这样。云轩面色一僵，难道这招过时了？司空雪轻声道：哥哥真是笨死了，不知道小雪已经长大了吗？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让哥哥背了，这是觉得太幼稚了。可你前不久还说在哥哥面前永远是小孩。云轩略带委屈的起身，司空雪伸手搂住他的脖子，长大了要拥抱，哥哥要用公主抱的姿势带着小雪沿着湖畔走一圈。懵懂间，司空雪已经挂到了他脖子上，云轩下意识接住，温香满怀，让人心动神驰。在无数散发光辉的参天古树的见证下，俊美少年一手穿过腿弯，一手扶着后背，抱着少女在湖畔缓慢前行。不多时，少年呼吸开始急促，头上汗珠浮现，少女拿着一块香帕温柔地为其擦拭。见到这一幕，大树下白虎伸了一个懒腰，感觉生活无限美好。主人若是天天如此，他就再也不用担心会被铁锅炖了。2个月后，望月楼不对，如今应该叫过仙客。自从上次老板知道自己的茶楼聚集了那么多仙人后，便改了名。这段时间，许多外地之人为了沾上一点仙气，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过仙客，因此爆火，每天都人满人患，真是搞笑。一群神王至尊也当得起仙人之名。过仙客楼顶，小萝莉喝了一口自己泡的茶，不屑道：自从上次她被困在茶壶内自产自销之后，好像有点能理解云轩为什么那么喜欢喝她洗澡水了。这味道当真是一绝，即使是仙界也少有佳酿能比得上。小饮一口，满腔的清凉之感让人浑身舒爽，仿佛置身云端，使人欲仙欲死。1个字爽，2个字很爽，3个字太爽了。对楚天飞来说，神王、至尊甚至是大帝都入不了眼，但对这些普通人来说，他们确实与仙人无异。况且这栋茶楼沾了您和陛下的仙气，取名为过仙客也并不为过。雨霓裳恭敬地侍立一旁，重新为小萝莉满上一杯。她一改往日的妆容，不再仙灵环间，身着仙裙，只是穿着一身朴素的裹身青衣，看上去虽然不再仙气飘飘，但凸显出了丰腴的身材，前凸后翘的完美比例另有一番风情。小萝莉像喝酒一样，一口闷了桌上的一杯茶，赌气道：我都已经出来1个月了，他也不来找找。哼，万恶的云轩，有本事咱们就此别过，以后再也不见。雨霓裳柔声安慰，可能这段时间陛下很忙，才会疏忽了楚天飞。小萝莉拿起茶杯重重砸在桌子上，横眉怒视。忙？他能忙什么？忙着和那女人花前月下，你侬我侬。哼，指不定2人正在做着羞羞的事情，好不快活呢。呸，渣男，有了新欢就更加不在乎我的感受了。说完，小萝莉似乎觉得自己的措辞不对，听起来像是在吃醋，连忙轻咳一声，掩饰尴尬。霓裳，你不要误会，是云轩追的我，本人一点也不喜欢他，巴不得他永远不来找我，离得越远越好。雨霓裳莞尔一笑，坐到了小萝莉对面，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小萝莉见其神色，似乎不太相信，继续解释：哎，霓裳啊，你这人不错，和云轩无关，我是真心把你当成姐妹了。刚才看似是我在抱怨云轩，实际上是在为你打抱不平。闻言，雨霓裳疑惑地看向小萝莉：陛下与明主久别重逢，黏在一起不是应该的吗？他又不为这种事情生气，也没资格生气，只要能挤进陛下心里就好，能不能有一席之地都无所谓了。小萝莉清了清嗓子，正色道：你难道忘了如今的一身伤势是怎么来的吗？先是被他徒弟打伤，然后又被他属下追杀，说好的要为你治疗伤势，结果他却和其他女人天天黏在一起，你不觉得委屈和憋屈吗？现在躺在他床上，被他压在身下的那人本该是你啊。雨霓裳听得面红耳赤，不由娇嗔道：你瞎说什么呢？压在身下什么的。小萝莉老神自在：算了，懒得说你自己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雨霓裳喝了一口茶，稍微镇静下来，仔细一想，发现这丫头说的确实在理。陛下说好的要和她双修，可为她治疗伤势，结果却不闻不问，好像她真的只是侍女一样。小萝莉见雨霓裳心情低落，滴溜溜道：不管怎么样，既然你认我做了姐姐，这口气我必须帮你出了。之后他要是来寻我，我一定不会轻易原谅他。雨霓裳有些无语，自己什么时候认她做姐姐了？小萝莉厚着脸皮继续道：记住了，姐姐是在为你出头，不是在其他站那女人一边不帮我。你这话已经将你的心思暴露得彻彻底底了。雨霓裳知道
这丫头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性格，因此附和道：“那就有老楚天飞了，你常在此谢过。”就在这时，一缕清风拂过，小屋内多了一位白衣公子。清茶，这段时间你跑哪去了？我都找你好几天了。白衣公子抱着一条小黑狗，一脸担心地看着小萝莉。你不过圣人修为，天元界现代神王，至尊可不少。万一看出你的真身，被坏人抓去泡茶怎么办？陛下放心，奴婢定当竭尽全力护佑楚天飞周全。羽霓裳连忙起身，对着云轩欠身行礼。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自称奴婢，毕竟是他自己不要天妃之位，要以侍女之身陪伴云轩左右。坏人？谁要你坏？就你喜欢欺负了，用我泡茶？小萝莉气呼呼道。云轩，你不去抱着那女人啃，来找我干嘛？云轩示意羽霓裳无需多礼，随后抱着小黑顺势坐到他空出的位置上。发现你不在冥土，这不是担心你出事吗？小萝莉冷哼一声，抱手偏头看向窗外。你这副虚情假意的模样，真是令人作呕。本系统的真身在你手上，你会不知道我在哪？被揭穿，云轩也不尴尬，柔声道：一段时间没见到可爱的清茶妹妹，哥哥甚为想念。小萝莉打了一个寒战，一脸嫌弃道：这话还是对你的小雪妹妹去说吧，肉麻死了，本系统可不吃这一套。云轩见小萝莉十分嘴硬，心里升起一丝恶趣味，你越是觉得肉麻，老子越是要恶心你。他故作惆怅地叹了一口气，缓缓道：我这辈子历练了3次，第一次性格软弱，胸无大志，喜欢吃软饭，因此入赘了帝家。第2次有点腹黑，又有点花花嘴，还喜欢多管闲事。第3次绝代魔尊，性格冷酷，视人命如草芥。云轩目光复杂地看向小萝莉。第1次是我前世的性格，第2次是没被这个世界同化的性格，第3次是黑化后的性格。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成仙后性格是不是又有所改变？既然前面3次都有着红颜知己，这一次是不是也有一个？说到这，云轩放下怀中的小狗，起身走到小萝莉身前，温柔地为她整理了一下额前有些散乱的青丝，低声道：成仙之日你来了，那时虽然发生了些许误会，但最终我们成为了名义上的夫妻。这般巧合，这般际遇，我想这个人会不会是你？小萝莉被云轩深情款款地盯着，一下红了脸，不知所措起来。这一路上他跟在云轩身边，对其了解甚多。他淡漠视人，冷眼旁观万事，但对身边的人却又极好。与瑶光分别时，立于虚空，默默守望着他，直到他转身离去。对羽霓裳的有始有终，对小雪的百依百顺，这一切无不说明这个男人那颗冰冷的心下隐藏着细腻、负责与温柔。他修的是轮回之道，修为也到了红尘仙中期，又是自己选中之人。这一切联系起来，好像真如他所说，两人还挺般配的。想到这，小萝莉壮着胆子打量起云轩，这张精致的脸和立体的五官，是他无数年里见过最完美的。此刻，那双迷人的挑花眼蕴含着无尽的温柔，像是在放电一样，电得他浑身酥麻，使不上劲了。他能清楚地感知到，娇躯虽然软弱无力，但藏在里面的心却是砰砰直跳，声音震耳欲聋，前所未有的强烈。莫非处于幻想中，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子真的要出现了？楚清茶小脸红彤彤的，神色变得迷离，呼吸逐渐粗重起来。他感觉云轩的脸似乎越来越近，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心想若是能被他温柔对待，似乎也不错。在即将沦陷之际，小萝莉依旧傲娇，默默告诉自己，这不是心动，只是他身为云轩的阶下囚，反抗不了而已。这么做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让他放松警惕之心，好找机会逃出魔掌。处于迷离中的不止小萝莉一人，始作俑者云轩一时之间也没有恢复清醒，因为他发现自己刚才随便杜撰出来的事情是那么的真实，一切都有理有据，符合逻辑。再加上小萝莉平时随口道来的话，总是能说到他心坎上，这一切的种种让他忍不住怀疑，说不定他们之间真的有着姻缘。而云轩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具真情实感，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导致入戏太深。因此见他闭上眼睛，下意识地吻了上去，唇瓣交接，冰凉柔软的触感传来，让云轩瞬间恢复清醒。他刚想起身嘲讽小萝莉闭上眼睛，一副任君采撷的样子是什么意思时，却见小萝莉反手勾住了他，浑身火热，笨拙地回应着。与此同时，他那娇小的身躯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看着这张如梦似幻、美的不太真实的容颜，云轩懵住了，呆愣当场。他确信这副样子绝对不是悟道业所有，而是他本体的投影。原来小萝莉之前真的没有撒谎，她长得真的比瑶光好看，这完美无瑕的容颜，美的她不知道怎么形容，就算比之木离仙子。
正当云轩准备拿她的样貌与白木梨进行对比时，小萝莉恢复了原状。见状，云轩心里没缘由的涌出一股失落感，那抹绝世芳华就这样从他面前溜走了。小萝莉神色越发迷离，还在轻咬着她唇瓣，身上的裙子也变得有些松散，看上去随手便可剥落。云轩这时已经回过神，目光复杂的看着她，心想即使经历这么多，即使成仙了，他依旧是个俗人。他未曾经说过不会再对任何一个人心动，红颜不过枯骨，即使绝代芳华也入不了他眼的话，感到害臊。这一刻，云轩终于明白，不是他道心如磐，可以面对风姿各异的女子心如止水，而是她们还没美到足够让他心动的程度。面对白木梨、楚清茶这两位真正的仙女，他平静的心照样会泛起涟漪，会产生欲望和邪念。不过云轩的羞臊之心并没有维持太久，一来他脸皮厚，二来这是男人本性，仙人也是人，他走的又不是断情绝育的无情道，三来白木梨是仙王巅峰的女子，楚清茶可能还更高，两人都不是一般的仙女，他动点爱美之心不是人之常情吗？云轩微不可察地叹了一口气，虽然到了他这种境界还不至于一眼就喜欢上楚清茶，但今日过后怕是难以再坦然处之了。云轩将像滩烂泥一样贴在自己身上的丫头扒拉下来，并施觉让她清醒过来，淡淡道：你还想在我身上挂多久？恢复清醒的小萝莉面色羞红，娇艳欲滴，手忙脚乱地整理完被自己扭得有些散乱的衣服后，恼羞成怒，抬手对着云轩的脸就是一巴掌。登徒浪子！云轩抓住呼啸而来的小手，面无表情道：不是你先勾引人的吗？谁勾引你了？无礼之徒，厚颜无耻！小萝莉面色涨红，用力挣扎。你放开我！云轩松开软弱无骨的小手，讥讽道：女人闭上眼睛不就是让男人亲的意思吗？小萝莉怒道：明明是你先凑过来的。云轩道：你确定？闭！就是你！小萝莉快急哭了，这人真是坏到骨子里了，明明是他先说好听的话，又用柔情满满的眼神以及无与伦比的男色勾引自己的，现在居然倒打一耙，太不要脸了。云轩看着小萝莉渲然欲泣的样子，将那张无瑕容颜带入后，竟是有些于心不忍。他强行压下心中的悸动，一脸无所谓道：就算是吧，那我凑过来你就要闭上眼睛吗？小萝莉委屈极了，初吻没了，渣男还是这种态度，实在气了，她泪眼汪汪，抽噎道：你这坏人不遵守约法三章，色心大发，要亲过来，我能怎么办？云轩知道这丫头全身上下就嘴最硬，肯定不会承认是自己先闭眼的，于是道：谁说凑过去就是要亲你？你当时要是不主动闭上眼睛，我真没打算亲。闻言，小萝莉气鼓鼓地看着他：你狡辩，你明明就是想亲我。说着，他用力擦了几下嘴唇，像是要抹去云轩残留在上面的痕迹。云轩懒得争论，耸了耸肩：证据呢？总不能说我低个头就是要亲你吧？小萝莉瞪着眼睛：证据就是你欲行不轨之前说了好多迷惑人心的话，说什么我就是成仙后那个属于你的女人。云轩好整以暇：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谁让你在我话还没讲完之前就闭上了眼？我想要追求木梨仙子的事情你不是知道吗？用你这颗笨脑子稍微想想就应该清楚，木梨仙子才是我说的那个人。云轩有点心虚道：还请你不要自作多情。小萝莉发现这话好像没毛病，这回更加伤心了，好不容易心动一次，云轩却让她输得这么惨。忽然她似乎想到了什么，又重振旗鼓与云轩对视：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但能改变你亲我的事实吗？是个女子在你面前闭上眼睛，你都会亲吗？你敢发誓？那一瞬间你没有一点欲望。云轩气势弱了一分，但依旧嘴硬：你个平胸萝莉，谁会喜欢？我就是好奇，你这张嘴到底是软的还是硬的才会亲的？借口都是借口。小萝莉气得浑身颤抖，张牙舞爪：平胸怎么了？别忘了你的小雪妹妹也是平胸，你敢当着她的面说自己不喜欢平胸吗？云轩他发现这丫头还挺不好对付的，特别的伶牙俐齿。他今天要是敢承认，回头他跑到小雪面前展露技艺，小雪那妮子高低要为自己表演一番，玉腿碎大石。云轩不想和他在喜不喜欢飞机场的问题上过多的纠缠，和这关系不大，就算你是一个大胸萝莉，我也对你无感。他在心中补充，说的是现在这副样子，和你真实样貌无关，本地没有撒谎。小萝莉嫩唇微张，还没来得及出声，云轩继续开口，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清茶，你是不是忘了是谁接吻之后紧紧抱住我脖子，死活不松开，还给我怀里扭来扭去，一副发情模样？要不是我及时施觉让你清醒过来，你这家伙指不定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云轩用食指抵住小萝莉饱满的天庭，用力戳了一下。女儿家的，真是不知羞耻为何物。一顿言语输出，轰炸的小萝莉不知道东南西北，面红耳赤的抱膝予以，底气不足道：肯定是你偷偷对我使用了妖术。云轩似笑非笑：你确定？确定。小萝莉声若蚊蝇，低着头不敢看云轩。这件事上她确实心虚，唇瓣间传来的触感酥酥麻麻，舒服到骨子里了，那种爽感直击灵魂，比喝雾倒茶还要爽上几百倍。加上云轩长得好看，说话又好听，她这个从未和男子亲密接触过的黄花大闺女哪能经受得住这种诱惑？云轩见小萝莉已经没有了战斗能力，重新回到座位，反客为主。这次占我便宜的行为就不和你计较了。闻言，小萝莉五味杂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脑袋晕乎乎的，一时之间找不出具体原因，只能在心里愤愤不平。果然，这家伙暗中对自己施展了妖术。云轩笑盈盈道：希望你也能大度一点，不计较小钱些日子，小雪的无意冒犯。小萝莉一听云轩说起这个，顿时精神抖擞，脑子也恢复了清醒。这件事情憋在她心里已经2个月了，憋屈这么久，谁来都不好使。小萝莉冷笑：我就知道，想我什么的都是假的，你在意的只是我有没有能让你妹妹成仙的方法。云轩厚着脸皮道：什么我妹妹？你妹妹的都是一家人，这么说实在太见外了。谁和你是一家人了？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小萝莉心里委屈，但脸上还是一副倔强之色。我们之间清清白白，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说完，小萝莉发觉不对，就在刚才，她保持几千万年的初吻已经被面前这个混蛋夺走了。这么一想，心里越发委屈，有些赌气道：以后别和我说话，再也不想搭理你了。等瑶光成仙，我们就分道扬镳。云轩沉默，听完他的这番话，竟是有些不舍。若是日后耳边再也没有小萝莉吵吵嚷嚷的声音，那可真叫人寂寞如雪。小萝莉不知道云轩的真实想法，以为他想反悔，顿时紧张起来。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说过，只要瑶光能顺利成仙，就放我走的。云轩收敛心中的惆怅，尽量保持平静。放心，不会食言。小萝莉松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云轩觉得瑶光成仙的时间不会短，真到了那时候，他怕自己真舍不得这枚开心果离开了，于是打算快刀斩乱麻。只要你有让小雪成仙的方法，无需等到瑶光成仙之日，我现在就可以放了你的本体，还你自由。听闻此言，小萝莉愣住了，不可思议地看向云轩，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是云轩一时糊涂说错了话。云轩继续道：我是认真的。彻底确认云轩真打算放了自己，小萝莉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这家伙就这么喜欢那个白发妹子吗？难道他这个后来者比陪了你10万年的瑶光还要重要？他打我，你也不帮帮我？云轩耐心等候，他不觉得对方有拒绝的理由。小萝莉笑得有些勉强：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心？我本体在你手上，你完全可以威逼我交出成仙法。云轩道：我从不逼迫自己的女人，哪怕是名义上的。呸，拿我泡茶的时候怎么就忘了？云轩不说话。小萝莉讥讽道：哦，我懂了，你这家伙肯定认为亲了嘴之后我就是你的人了，想要更加一步，但这具身体太小了，你不好下手，所以你把心思放到了我本体上。小萝莉越说越自信，感觉自己发现了真相。云轩没有反驳，皱着眉头想着，他该不会真如小萝莉猜测的一般，是想借此机会让她恢复真容，以满足那埋藏在心底自己都不知道邪恶念头。见状，小萝莉立马跳起脚板，面露得意，指着云轩：我还不知道你的歪心思，和我耍心眼，你还嫩了一点。云轩没有和他争辩，只是道：我只给你一次机会，错过了，你只有等瑶光成仙才能获得自由。小萝莉冷哼一声，不屑道：知道你的阴谋诡计了，本系统岂会上当？你这心思恶毒的坏人不可能会有这么好心，我觉得还是待在里面安全一点。反正那只是一个没有意识的灵魂，老娘现在日子过得很滋润，没什么不好，不想改变现状。云轩怔怔地看着他，忽然轻笑一声：你身上怕是99%都是反骨。说着，他身后摸了摸下唇，像是在回味什么。就小嘴是软的。啊啊啊！小萝莉一个飞身骑在了云轩脖子上，对着他拳打脚踢。混蛋，不许去想，刚才的事情你必须烂在肚子里，这辈子都不准再提起。要是让人知道，本系统将清白尽毁，嫁不出去了。云轩大有深意道：你一个系统还要嫁人？哼，关你屁事，嫁给其他系统不行吗？自然不行，别忘了，你可是本地的妃子，离开可以，但嫁人不行。说好的，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关系。名义上的关系，那也是绿帽子。在进行这桩交易前，你就应该想清楚，这是你所要承受的代价。你这人不讲道理。呵呵，本地即是天，本地即是理。小萝莉在云轩身上折腾一阵子后，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毫无形象地躺在茶桌上，摆成一个大字。云轩温文尔雅，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清茶，希望你不要为今天的决定后悔。小萝莉有气无力道：实话告诉你吧，不管你是真打算放了我，还是另有图谋，我都不打算现在离开。云轩愣了一下，随后玩笑道：你该不是爱上我吧？小萝莉抬起脑袋，鄙夷地看了一眼云轩。少自恋，本系统不会再上你的当，这辈子都不会再喜欢你了。云轩笑道：听这意思，刚才某人确实心动了。小萝莉恼羞成怒：胡说八道，老娘就算喜欢女人也不会喜欢你。这反应云轩感觉有戏，试探道：要不咱们试着处处。小萝莉翻起身斜睨着他，也不说话，一副还说你没有歪心思的模样。云轩被盯得有些尴尬，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为什么不想出来？刚开始的那一会不是挺抗拒的吗？小萝莉嫉妒中夹杂着愤恨：你都红尘仙中期的修为了，我出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反正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本体关在里面，还能让你不用提防我，我省了事，你也省了心。云轩笑道：恐怕不止这么简单吧。闻言，小萝莉心里一咯噔。云轩意味深长地对她笑了笑，直觉告诉她，自己虽然可以威胁到她，甚至可以灭杀她，但所设的封印应该关不住她。他推测，小萝莉待在自己身边更有利于修复她的灵魂，让自己穿越又装成系统之人，不可能没有图谋，只是中途出现了一点意外，导致自己已经可以威胁到她了。小萝莉现在应该是处于那种明知道待在她身边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但又不得不待的复杂境地，她只能选择成为天妃，为自己的安全增加一层保险。小萝莉见云轩不说话，有点急了，她怕云轩误以为自己包藏祸心，正想解释什么，便见云轩对她笑了笑：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我一定帮你。这笑容如3月暖阳，洒在她身上，温暖人心。小萝莉有些感动，又有些怀疑：你怎么突然之间对我这么好了？云轩笑道：不管你一开始有什么目的，我都要谢谢你，给了我璀璨一生的机会。小萝莉羞涩地低下了头，心想：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又开始说好听的话，想要哄骗自己了。真感激自己一开始就不会对自己喊打喊杀了，这会对自己这么好，肯定是图谋不轨。哼哼，还说对我没意思。小萝莉正处于自我攻略之际，一道不和谐的声音让她瞬间回归现实：清茶，小雪成仙。没有。小萝莉气鼓鼓地回到座位上，偏头看向窗外：呸，渣男，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原来是在这等着，以后再也不相信你的鬼话了。这一幕让云轩有些懵，刚才不还好好的吗？怎么一提小雪就变成这副模样了？都2个月了，气还没消。之前被我吊在树上烤的时候，也没见你有这么大的脾气啊。云轩双眸柔柔地看着他：清茶，别生气了，小雪要是再敢欺负你，我一定帮你做主，为你出头。小萝莉脱口而出：上次你为什么不帮我？我都被打得吐血了。云轩恍然大悟，原来他气的是自己当时无动于衷，没有帮他，可是他站在小雪那一边，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自己和他又没有特殊关系，莫非？云轩狐疑地看向小萝莉，这充满委屈和撒娇的话让他意识到不对，连忙补救：我的意思是，既然你这么心疼他，即使下次我被他欺负，你也不会帮我。云轩压下心中升起的自恋想法，保证道：绝对没有下次。小萝莉道：假如万一呢？云轩沉吟道：真有下次，我一定狠狠地惩罚他。小萝莉不信，问道：怎么惩罚？云轩干咳一声，回道：啪啪啪地揍他屁股，为你出气。这话你可记住了，不准反悔。绝不反悔。这有什么好反悔的？这段时间他可没少做小雪。见小萝莉消了气，云轩追问：仙法的事你看，虽然本系统原谅了他，但并不代表不予以惩罚。小萝莉淡淡道：你有2个选择，一，让他跪下道歉；二。听到这，云轩毫不犹豫道：我选2。小萝莉道：二是在约法3章的前提下，天妃应有的待遇我全都要有。云轩道：没问题，我现在就让天庭昭告天下，册封楚清茶为第4位天妃。小萝莉满意的点了点头：算你识相。云轩正想问还有没有其他要求时，只见小萝莉背靠椅子，将小巧的玉足搭到桌子上，像狗一样给我舔脚。云轩脑门一黑：是你飘了，还是我的火烧不动了？他觉得是自己今天对小萝莉太柔和了，让他丧失了敬畏之心。
小萝莉感受到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气，本意是想让云轩为自己捏脚的话，这回也不敢说了，迅速收回双腿，讪笑道：“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云轩面无表情，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小萝莉跪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安地揉搓着裙子，犹如犯了错准备接受惩罚的小孩。这次就算了。云轩冷着脸，下次再开这种玩笑，我不介意让你跪着舔。小萝莉没忍住心中的好奇，舔什么？云轩淡淡道：“你想试试？”小萝莉忍着作死的冲动，垂头不语。两人之间产生了些许暧昧，随着这句玩笑以及云轩有意为之的冰冷烟消云散，不见半点踪迹。一时之间，房间内安静下来。楚清茶活泼动人，娇小可爱，乃天地知己红颜，能互通心灵，封其为楚天妃，特此昭告天下。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在天宇响起，大圣以上之人都可捕捉到这声音。听闻此言，小萝莉有些不满道：“本系统确实是活泼动人，娇小可爱，但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知己红颜，还互通心灵？”小萝莉一副作呕的表情，臭不要脸，真恶心。云轩道：“只是说与外人听的客套话而已，你不必在意。”小萝莉依旧摆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见他是真的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云轩也不惯着他。天妃应有的待遇全都要有，这不是某人自己的要求吗？说到这，云轩讥笑道：“记得有人说过，亲嘴的事情不准说出去，以防被人知晓，坏了清白，嫁不出去。怎么让全天下的人知道自己成为了别人的妃子，就不会损坏名节，嫁得出去了？哦，我想起来了，听闻有种曹姓传承，他们专好人妻，你莫不是打的是这种主意？”小萝莉委屈巴巴地盯着云轩，一言不发。他就习惯性吐槽两句而已，用得着这说自己吗？对其他人度量不是很大吗？怎么在自己面前就变得这么可恶和小气了？云轩见小萝莉一反常态，竟然没有和自己争论，顿时有些不适应。同时看他这副委屈的模样，心里也是有些心虚，谦然道：“是我说过了。”小萝莉冷哼一声，偏头不搭理他。见状，云轩无奈道：“好了，系统大人，别生气了。”小萝莉见云轩对自己服软，神色稍微缓和，暗道：这人果然吃软不吃硬，以后欺负自己时就委屈地看着他，不顶嘴了。云轩起身，拿起茶壶为他倒了一杯。小雪成仙之事，烦请你多多指教。小萝莉知道这是对云轩很重要，这回也不摆脸色了，沉吟道：在下界想成仙，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和你一样，将力量压缩到极致，成为红尘仙，但这一种太难了，几乎不可能，连你都用了10万年的时间，其他人起码也要用上100万年的时间。不入神元，想要活这么长时间，其难度不亚于红尘仙。云轩想起了小雪的特殊体质，于是问道：第二种是像瑶光一样修行与体质相对应的仙法吗？小萝莉摇头道：和这没有关系，想要成仙就必须拥有仙元，长生仙体比较特殊，自带一缕先天仙气，配合上特殊仙法，有机会凝聚仙元。说到这，小萝莉看了一眼云轩，按理来说，你的好妹妹不上界是绝无可能成仙的，但瑶光若是能顺利成仙，兴许还有一丝机会。云轩忽然明白瑶光的血为什么能让不死神药焕发生机了。小萝莉迟疑一下，继续道：瑶光若是愿意每隔1000年便为他提供一滴精血，我再予以仙法，他或许能成仙。闻言，云轩眉头紧皱，面色凝重，陷入了沉思之中。以瑶光的性情，肯定不会有意见，但损失精血对人的危害实在太大了，1000年的时间可不一定能补回来。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方法，瑶光在小雪成仙前会一直处于虚弱状态，甚至还有性命之忧。手心手背都是肉，云轩难以抉择良久，云轩才开口道：小雪若是按照你说的方法修行，成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小萝莉想了想，起码10万年以上。一听要这么长时间，云轩反而松了一口气，2-3万年他要抉择一番，但10万年他都不需要考虑了。这么长时间，他早就开启仙门，进入仙域了。一念至此，云轩有些无语地看着小萝莉，这搞了半天，不是和什么都没说一样吗？小萝莉似乎感应了云轩在想什么，有些心虚道：这是你自己要问的，我只是说出知道的事情而已。云轩笑了笑：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倒不如说你为我解决了一桩心事。正是因为有了瑶光可以成仙的暗列在前，让我陷入思维误区，以为小雪只有成仙才能一直陪着我，差点忘记自己修的是轮回之道了。有我在，他不成仙也能转世，况且他是禁区之主，用万界生灵精气续命的行为，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小萝莉哑然，以前生命禁区收割万界生灵不敢吃得太饱，以防止他们触底反弹，现在有云轩兜底，
完全可以肆无忌惮了。云轩自嘲一笑，真是关心则乱，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他之前居然没想到。念头通达后，他这会浑身舒畅，端起茶壶，准备喝上一杯时，发现里面空了，视线顿时落到小萝莉身上。见状，小萝莉身子一缩，警惕道：“你想干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为防止云轩耍赖皮，他接着又道：“之前说的是告诉小雪成仙的方法，可没说过要保证她一定能成仙。”云轩见他这么紧张，露出暖阳般的微笑：“我说话自然算数，天妃应有的权利，你一个也不会少。天庭的兵马和修炼资源任你调动。”小萝莉道：“这些对我有屁用，我要的是你不准再泡我。”云轩叹了一口气：“这一点怕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小萝莉愤怒道：“骗子，我可没骗你，天妃伺候天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云轩轻声道：“霓裳，你本体若是悟道业，我口渴了，你可愿为我解渴？能为陛下解忧，是奴婢的荣幸。”与霓裳抱着小黑从虚空中踏出，在云轩和小萝莉打情骂俏之际，两人便识趣的离开了。听到云轩的呼唤，这才现身。这么不要脸的话，气得小萝莉浑身哆嗦。她踩在椅子上，指了指云轩，又指了指与霓裳：“你们都欺负人！”云轩笑道：“这怎么能叫欺负呢？你自己刚才不也喝得津津有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都是一家人，好东西要懂得分享。”小萝莉咬牙切齿：“我不管，反正我不躺进去，天妃待遇什么的我不要了，条件变成你不准再喝我洗澡水。”云轩不为所动，说出去的话岂有反悔的道理？答应过你的事情，我必须做到。云轩指着茶壶，示意小萝莉自觉点躺进去，不要让她动粗。小萝莉故技重施，委屈又可怜地看着云轩。云轩神色不变，即使小萝莉卖萌，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是不会心软的。软的不行，小萝莉也不装了，恶狠狠瞪着面前的混蛋。云轩脸皮很厚，没有反应，他又不满地瞥向言语霓裳。这女人刚才还和自己情同姐妹，一见到云轩，立马就翻脸不认人，眼里只有他。当成茶叶被人泡，还感到荣幸？开什么玩笑？你大帝的尊严呢？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在他老家那边被称为舔狗，舔狗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与霓裳被盯得心生愧疚，别过脸，不去看小萝莉，毕竟自己能留在陛下身边，全靠他的指点。但亲疏有别，也只好暂时委屈他了。哼，不讲义气。小萝莉收回视线，进行最后的挣扎。她愿意有什么用？能证明什么？我是天妃，她是侍女，地位能一样吗？云轩点头，觉得小萝莉说的对，这样确实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于是道：“霓裳，从此刻起，你就是与天妃，不必再自称奴婢。”这番轻描淡写的操作，把小萝莉看得目瞪口呆，感情她还是在给这个塑料姐妹助攻。我靠，好气啊！明明我不是这个意思。与霓裳也惊住了，自己这就成与天妃了。云轩道：“不管我喜不喜欢你，这位置迟早是你的，即使如此，提前给你又何妨？”与霓裳回过神，正欲下跪谢恩，却被云轩用力量托起。夫妻之间何须如此多礼？陛下！与霓裳动容，本就爱慕云轩的心变得炽热，恨不得当场扑进他怀中，被其好好疼爱一番。狗男女，不得好死！小萝莉满腹怨言。就这时，与霓裳向他投出感激的目光，认为他又在帮自己，故意在云轩面前强调自己的身份，借机帮自己上位。与霓裳传音道：“谢谢楚姐姐，妹妹感激不尽。”小萝莉被这一声楚姐姐叫得心花怒放，顿时原谅了她之前不讲义气的举动。毕竟那会她只是一个丫鬟，人微言轻不是吗？小萝莉传音回道：“看来你还不算太蠢，领悟到姐姐的良苦用心了。多亏姐姐相助，日后有用得着霓裳的地方，尽管开口。”小萝莉对着她挤眉弄眼，一副你懂的样子。云轩忍住不笑，两人的传音和小动作自然瞒不住他。天妃之位被与霓裳脑补成楚清茶的功劳就算了，但他居然恬不知耻地认领了，这往脸上贴金的厚脸皮程度，完全可以与自己媲美了。一边是自己服侍的夫君，一边是对自己有过2次大恩的姐姐，与霓裳权衡了一下，最终在小萝莉充满期待的眼神中，向云轩表明忠心。陛下，臣妾一定竭尽全力说服楚天妃，心甘情愿为你泡茶。小萝莉脑门一黑，她就不应该对这个叛徒豹有过多的期望，知道清茶让你为难了。云轩对与霓裳说了一句后，转头对小萝莉道：“今天连那2妃就不泡你了。”小萝莉满是郁闷，都是天妃，待遇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你对她不是也没感情吗？就纯纯针对我呗。小萝莉气得耐疼，无精打采地趴在桌上，生着闷气。这副受气包的表情实在太可爱。云轩伸手捏了捏她肉嘟嘟的脸蛋。
感受到一只大手在自己脸上疯狂搓动的小萝莉瞬间炸毛。你干什么？云轩尴尬地收回手，讪笑道。没忍住。小萝莉瞪着他，占我便宜。约法3章，你是不是忘记了？云轩心虚，装作没听见，对云霓裳道：我这就让天庭之人对外宣布与天妃的地位。与霓裳惊呼：陛下不可，臣妾乃是禁区之人，这么做于陛下名声不利。云轩道：我不在乎，外人的看法与我何干？与霓裳道：但臣妾在乎，若是有损陛下的盛名，我宁愿只是一个侍女。那就依你之言，不对外宣布了。感受到与霓裳的决心，云轩也不好坚持。一旁的小萝莉不依不饶，还在叫嚣：云轩，这事你要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云轩无奈回应：那是因为你刚才样子实在太可爱了。可爱什么的，是心动的意思吗？小萝莉面色绯红，小声道：你这是在表白吗？云轩，小萝莉娇羞道：你平时若是对我好一点，也不是不能给你一个机会。说完，她逃也似的跳窗飞走了。这丫头该不会真的被我撩拨的春心萌动了吧？云轩结合小萝莉今天种种表现，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他不由想起那惊鸿一瞥的绝世容颜，心跳加快起来。另一边，小萝莉得意地想着，云轩这小子一定被我精湛的演技迷得神魂颠倒了吧？可是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快？那不是为了让混蛋云轩少欺负自己一点说出的谎言吗？小萝莉蹲在半空，捂住心口，红着脸喃喃自语。小萝莉离开后，与霓裳担心道：陛下，楚天妃一个人乱跑可能会有危险，要臣妾继续跟着吗？不用了，别看他只有圣人修为，真动起手来，神王都不是他的对手。云轩并不担心楚清茶让人看穿本体，被人心怀不轨之辈拿去泡茶，他早就在清茶的身体里设下后手。以前是为了防止他反噬，现在竟成了保护他的手段，这一点两人都心知肚明。云轩有些唏嘘，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就打成了一片，关系甚至有点暧昧了自己内心深处，对他几乎没有了戒心，不知道是这丫头手段高超，还是说两人真的很适配。与霓裳轻声道：既然陛下都这么说了，那臣妾就放心了。云轩笑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与霓裳思索片刻，楚天妃人其实不错的，她那些不敬之言还请陛下不要放在心上。云轩似笑非笑，这就开始为他说好话了。与霓裳面色一红，心虚道：臣妾说的是实话，他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之人。云轩问道：这么了解他，你刚才该不会是故意将成为天妃的功劳放到他身上的吧？与霓裳不否认，不管楚天妃真实意图如何，但陛下确实是因他之言才会提前封我为天妃，况且臣妾能留在陛下身边，确确实实是他当初的提醒。云轩靠在椅子上，收袖于腹前，盯着与霓裳，眼神犀利，仿佛能看穿人心。见状，与霓裳不敢有所隐瞒，如实托出自己的小心思。臣妾能感觉到陛下对他的态度不一般，寻常人怎能牵动陛下的心神？和他打好关系，对妾身百利而无一害。云轩面色平静，看不出心中的想法。你这么做是打算借他拉近和我的关系？与霓裳低下头，似是怕云轩不喜自己这么功利。沉默片刻，他鼓起勇气，抬头正视云轩。只要有与陛下关系更进一步的可能，任何尝试臣妾都会去做。云轩道：现在我知道你的目的了，你还要继续讨好他吗？与霓裳轻声道：臣妾喜欢陛下，一开始就说明了留在您身边的目的，从未想过隐瞒。也许妾身的方法可能不对，甚至让陛下感到厌恶，但不去尝试，就只能原地踏步，甚至越来越远。云轩神色复杂，他能感受到与霓裳身上扑面而来的炽热情感，完全不像是伪装的，也许自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这么想着，云轩开口道：若现在仙门开启，你是选择成仙，还是留在下界陪在我身边？云轩也知道自己这么问多少有点不合理，成仙与留在他身边并没有冲突，但他就是想要一个答案，不然他很难试着去接受一个为了成仙而接近自己的女人。留在身边可以，但与霓裳想要的走进心里，怕是不可能了。与霓裳面露追忆之色，良久，他才道：仙路迢迢，枯骨路成王，为了成仙，我放弃了太多。与霓裳看向云轩，柔声道：这样的我说为了你可以放弃成仙，陛下肯定会觉得虚伪，难以相信。但我还是想告诉陛下，成仙与陛下之间，我选陛下。云霓裳神色落寞，自嘲道：这个选择，别说陛下不信，就是2个月前的我也不会信。霓裳不敢保证以后这个想法会不会动摇，但此时此刻，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与霓裳叹道：情之一字，世间最难解。
我相信你说的话。什么？雨霓裳不可置信，以为自己听错了，眼睛睁得大大的，愣神地看着云轩。云轩再次强调，我相信你说的，因为这也是我的想法。成仙不过是为了和家人永远在一起，若他们都不在了，永生不过是惩罚。云轩看向还在发愣的青衣女子，小雪比较粘人，前段时间没有空，正好现在有时间，是时候为你处理一下伤势了。啊！雨霓裳被这猝不及防的转折弄得有点懵逼，反应过来后，脸上迅速浮出2朵霞云。听楚天飞的意思，治疗伤势是要双修的。云轩长身而立，走到雨霓裳身边，将她拦腰抱起。与身材骨干的小雪不同，这饱满丰腴的身材一经接触，很快便让松开心房，不再压抑欲望的云轩有了反应。雨霓裳羞涩道：“陛下。”云轩微微躬身，抱着她破空而去。时间有限，小雪最多一个人待3天，我尽量快点解决。雨霓裳面颊绯红。与此同时，紫薇见李温和云轩分别后，便全速赶往帝家，迫切的想要将见到姑爷的好消息分享给小姐。日夜兼程的赶了2个月路后，今天终于到达目的。见过李供奉。一座宏伟的宫殿前，李伟拿出令牌，一路畅通无阻。即使在帝家，至尊境修士也是地位尊贵、不可多得的存在。殿门前，李温深吸一口气，即使已经是至尊境了，但面见女帝时，依旧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紧张感。好一会儿后，他才推门而入。何人？何事？这里虽是帝宫，但女帝平常自然不会待在这，守在这的是2位冷若冰霜、手持长剑的黑裙侍女。李温拿出令牌，并递上一封信，恭敬道：“在下李温，有事禀告9天女帝，烦请通知一声。”其中一位侍女接过令牌和信件，皱眉道：“李供奉，若不是大事，打扰了陛下，后果可是很严重的。”李温笑道：“你将消息传过去，陛下自会现身。”黑裙侍女见他这么有信心，便不再提醒，掐指默念法诀。李温所给的信件发出阵阵光芒，引入虚空，不知飞往何方。一处小院的凉亭中，一妖娆女子从虚空中抽出一封信，打开一看，绝美的脸上露出喜悦之色，随即纤长玉手一挥，虚空破裂。另一边，李温感觉到一股绝强，让他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的力量，将他吸入虚空。在睁眼时，华丽的宫殿消失，他出现在了一座幽静的院子。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身材高挑、容颜绝世的红衣女子，她就是9天女帝帝霓凰。帝霓凰头上戴着金冠，娇躯丰满玲珑，3000青丝自然垂落至盈盈一握的柳腰上，散发出阵阵妩媚。她的眼神凌厉又迷人，让人不敢直视。李温卑微地跪在帝霓凰身前，不敢过多废话，直奔主题：“小姐，我在天元界见到姑爷了。”帝霓凰知道云轩的真实身份，也知道他再次出事的消息。他先前为之喜悦的是，在李温面前，云轩用的是李长生的身份，这说明他并没有否认帝家赘婿的身份。李温见帝霓凰沉默不语，一时间猜不到他在想什么。但这些年，小姐越发思念姑爷的事情，肯定不会有假，便道：“姑爷让我给您带了一句话。”帝霓凰神色微动，高冷的御姐音从他口中发出：“说来听听。”李温道：“姑爷说他很想你。”帝霓凰下意识地想追问：“想我？为什么不来见我？”但强忍住了。他坐在石椅上，手肘放在扶手上，撑着雪茄，玉腿叠在一起，把玩着艳丽的指甲，装作不在意他进来可好。闻言，李温开心道：“姑爷他过得很好，不仅破解了天绝体不能修行的诅咒，一身修为更是让老奴望尘莫及。”帝霓凰神色慵懒：“还有其他的吗？比如他身边有什么人？”天庭昭告天下，封楚清茶为第4位天妃的消息，他自然也知道。李温抬头偷偷打量了一眼帝霓凰，发现小姐对姑爷能修行的事情并不感到意外，心中了然，随即不爽起来。他仿佛知道了当年姑爷离家出走的真相，定是小姐助姑爷打破桎梏，能修行后不想再寄人篱下，才会离开帝家。李温回道：“姑爷身边只有一条小黑狗，没有什么人，但清明天尊似乎是他的徒弟。清明天尊男的还是女的？可是姓楚。”帝霓凰生性高傲，只有大帝才有资格让他看一眼，帝境之下对他来说如同蝼蚁，所以他并不知晓李清明是谁。李温知道他的性情，解释道：“清明天尊本名李清明，是男的，曾是九幽魔帝最大的竞争对手。”听到九幽魔帝，帝霓凰美目一亮，虽然从未见过，但他十分欣赏对方的理念，天下间的负心汉全部都该死。一念至此，帝霓凰紧了紧手，恨不得立马去找云轩，将他胖揍一顿，出口心中恶气。跪在地上的李温瑟瑟发抖，好好的气场怎么就冷了下来？小姐，你该不是连男人的醋都吃吧？这么一想，李温不禁脊背发凉，他以前可是姑爷的书童，
蒂尼黄冷着脸问道。他就没有其他要对我说的话？李温额头浮出密密麻麻的汗珠，紧张道：没有了。蒂尼黄不信不死心的追问：你再好好想想。李温头皮发麻，姑爷确实就让我带了这一句话，你还想听什么？我编出来行吗？突然李温想起之前自己问姑爷要的头发，他迅速拿出举过头顶。老奴本想带姑爷回来，但他说暂时有事不方便跟老奴回家，我怕姑爷不想回帝家，但又不是姑爷对手，于是借口要了他一根发丝，方便知晓他日后的动向。蒂尼黄隔空射过发丝，神色落寞，挥手道：你可以去功过唐陵赏了。是。李温松了一口气，女帝的气场太强了，他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蒂尼黄起身走到凉亭边缘，看着手中的长发，阵阵出神，良久才喃喃道：你故意借李温之手将行踪泄露给我，是想让我主动去寻你吗？蒂尼黄深吸一口气，切齿道：想让我低头服软，这是不可能的事，区区赘婿而已，本帝岂会在乎？可恶，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不见就不见，本帝一点也不稀罕你。蒂尼黄紧紧捏着云轩的头发，在凉亭中来回踱步，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失魂落魄地重新回到椅子上，静静打量着这个云轩曾经居住过的小院子。看着盆子里盛开的繁花，恍惚间他看到一道身形消瘦的白衣公子，拿着花洒站在刺眼的阳光下，挥洒着汗水，脸上洋溢着笑容，为花儿浇着水。不知不觉中，蒂尼黄走到了花道上，他伸手摸了摸花上的蝴蝶，耳边传来温声细语：尼黄，你看这蝴蝶又停在了我手上，真是的，赶都赶不走，一点眼力劲都没有，没见着身旁有一个长得比花都好看的女子吗？尼黄，你定是过于锋芒毕露，太过霸道，才会让蝴蝶不敢靠近。不过你别伤心，蝴蝶不喜欢你，我喜欢，在我面前你可以永远不讲道理。昔日的种种在蒂尼黄眼前浮现，少年安慰他时的软语，开心时的笑脸，躺在他怀中时的娇羞，以及曾经立下的海誓山盟。突然间悲伤涌上心头，蒂尼黄缓缓蹲下身，抱着头，娇躯微微颤抖。骗子，明明说过我可以不讲道理，明明说过你只属于我，明明说过要永远在一起。骗子，骗子，什么天帝，就是一个骗人感情的大骗子。威慑9天，令无数人胆寒的女帝，此刻只是一个伤心的少女，愤怒地拔着脚边的小草。这是骄傲的凤凰第一次落泪，她站在两人曾经的小家，日夜盼望着心仪之人的到来。她等了3万年，可等到的是那个说只喜欢自己一人的少年又娶了其他人，等到的是那个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少年要让他低头。蒂尼黄遥望天际，泪眼朦胧，若是低头可以让那个只属于他的少年回来，他可以放下从小到大的骄傲。可是那个喜欢撒娇，喜欢睡懒觉，喜欢他所喜欢的一切的少年再也回不来了。他是天帝，他有妻子，他有很多喜欢的人，自己不再是他的唯一。那个满眼是自己的少年不想再吃自己的软饭了。他随着时光走远，而他还停留在原地，等着永远回不到的昨天。时光如水，20年一晃而过。这些年云轩什么都没干，主打一个陪伴。两人过着平凡而单调的生活，朝出暮归。清晨牵着手在森林中的湖畔散步，黄昏时刻骑在白虎身上，少女的背与少年的胸相贴合，遨游于云海，看绚丽的晚霞。日复一日的生活虽然没有什么激情，但两人都觉得这温馨平和的日常永远不会腻，有彼此在的地方便是人间最浪漫。又是一日清晨，森林湖畔，云轩蹲下身，将背上的家人放下后，毫无形象地躺在地上，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行了，不行了，真走不动了。见状，司空雪抿嘴轻笑，随后自怨自艾道：都怪小雪最近长胖了，累着哥哥了。云轩没理会他的幸灾乐祸，当初坚持要以凡人之躯背着小雪环游湖畔的苦果，他就算咬碎牙也要往口里咽。躺了好一会后，云轩一个侧翻，用湖水洗了一把脸，站起身，将被水打湿的散乱长发拂到脑后，露出一张帅绝人寰的俊脸。又到了补充体力的时候了。话音刚落，小萝莉不知从哪里冒出，她左手抱着小黑狗，右手搂着小白猫，兴致冲冲地飞奔而来。烧烤，烧烤！云轩脑门一黑，平时这丫头带着小白和小黑不知道在哪瞎晃悠，一到饭点立马准时出现。小萝莉拿出烧烤架，好整以暇地坐在小木凳上。见云轩没有动作，她下意识想表达不满，但在司空雪死亡凝视下，顿时悻然地闭上了嘴。自望月楼顶得到云轩的保证后，她最终还是没忍住作死的心理，想要一试云轩会不会帮自己，主动挑衅起了司空雪。结果不言而喻，他被揍得很惨，鼻青眼肿，还吐了好几口血。云轩这个不讲信用的家伙，比之上次态度确实有所变化，但也只是在一旁
劝说司空雪手下留情，完全没有实际行动。事后又不要脸的来哄自己，还保证晚上一定帮自己报仇。可第二天，司空雪一点也不像被惩罚过的样子，反而红光满面，更为精神了。他前去质问云轩，这混蛋却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已经教育鞭挞过小雪了。哼，反正他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云轩的花言巧语了。惹不起这女人，那他就当面老实一点，不惹了呗，过后再找云轩算账。司空雪见小萝莉老实下来，满意的点了点头。身为天妃，怎么能对天帝大呼小叫，这成何体统？云轩这时也拿出金翅大鹏的肉进行烧烤。小萝莉怀中的两只小兽看着金灿灿的鸟肉，霎时间口水直流。盖因至尊敬金翅大鹏的肉实在太好吃了，肥而不腻，嚼劲十足，对他们这些妖兽来说更是大补之物。金翅大鹏的肉，小雪也特别喜欢吃，一日三餐都要吃，烤着吃，煮着吃，炒着吃。金翅大鹏的本体张开翅膀，足以遮天蔽日，即使吃了20年，它依旧完好无损。司空雪觉得杀了它，终有一天肉会吃完，但若养着，每天割一点，以它强大的自愈能力，完全可以当成可再生资源。这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待遇，云轩都有些同情金翅大鹏了。谁让他临死前嘴贱，辱骂自己，引来了小雪的报复。对别人，他的心眼可比针还小。云轩串起金黄的肉块，架在支架上，不停地在火堆上翻动。不一会儿，肉中的香味便散发开来，让人食欲大增。虽然他和小雪在日常生活中尽量维持凡人之躯，但这毕竟是至尊境的血肉，普通火焰更本烧不熟，因此云轩用的是九幽明火。小雪舔舐红唇，撕下一小块肉，吃得满嘴流油。小萝莉和两只小兽见他动口了，这才争先恐后的动起手来，大快朵颐。10分钟后，司空雪拍了拍鼓起的小腹，枕着云轩的手臂，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一脸幸福道：现在这一幕就是小雪曾经幻想中的场景，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受着自然韵味，在蔚蓝的苍穹下与哥哥依偎在一起。说着，司空雪看向云轩，柔声道：不用修炼，躺着就能成仙，真好。云轩侧着身子，柔柔地看着他，笑道：是啊，这功法可太适合你这个小懒猫了。小萝莉让小雪成仙的方法，他并没有如实托出，他知道小雪不会同意，也不想让瑶光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因此他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小萝莉有一套与他体质相配的功法，每天躺平也能修成真仙。为防止司空雪不相信这么扯淡的事情，他还联合小萝莉演了一出戏，传授了一部名叫无为经的功法，并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脑中空荡荡的，对这功法一点印象都没有，就是已经领悟了无为经。司空雪的体质本就特殊，加上对云轩的绝对信任，最终信了这件离谱的事。云轩也不怕谎言暴露，待他破镜打开仙门，助小雪成仙后，完全可以说他能成仙多亏了无为经的积累。若不是云轩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突破至红尘仙后期，前往仙界，他都想把瑶光从闭关中拉出来，进行阖家团圆的快乐生活了。司空雪听云轩说自己懒，嗔了一眼他后，不由着自主地笑了起来。云轩跟着笑了笑，随后两人相顾无言，就静静地躺在草地上。云轩闭目养神，司空雪则是时不时地用手戳一下云轩的脸，或者蜻蜓点水地偷偷亲一下，像极了偷腥的小猫。另一边，小萝莉吃饱喝足，见两人又在不要脸的秀恩爱，冷哼一声，带着残余的鸟肉转身离去。她要去找自己的霓裳妹妹。经过这些天的相处，小萝莉产生了和李清明一样的想法，那就是司空雪脑子有病，占有欲变态到令人发指，完全不允许任何女性人形生灵与云轩接触。她之所以可以和云轩坐在一起，一来是传授无为经与他有恩，二来是她这具身体太小，不能和云轩做羞羞的事情，对这女人构不成威胁。临走之时，小萝莉趁司空雪没注意她的时候，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一脸享受的云轩，暗道：这种女人有什么好？她是怎么受得了的？一没有我现在可爱，二没有我以前漂亮，还和我一样是平胸，选她还不如选我。呸，口误，只是打个比方而已。笑月天狼趴在地上，懒散地看着絮絮叨叨却没敢发出任何声音的小萝莉，眼中闪过一丝鄙夷。他为前些年自己咬了这个小怂货画的大饼的行为感到羞耻，相处久了，小怂货的性格他已经了如指掌。小怂货就是一个逆来顺受、欺软怕硬，喜欢独自躲在角落里生闷气、画圈圈诅咒人的受气包。指望讨好他，帮助自己成仙，还不如多花点心思勾搭一下主人呢。他现在之所以还愿意被小怂货抱着乱跑，主要还是因为陛下天天跟明主在一起。因为是受刑的原因，明主虽然允许他靠近陛下，但想像之前一样躺在他怀中被顺毛，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而小怂货好歹也曾是仙人，他不好服其面子，
以前在那贫瘠的场地待着是心甘情愿，现在则是不情不愿。小白，你在干什么？笑月天狼一脸冷峻地看着突然往自己身上蹭了蹭的小白虎。猫咪大小的神兽白虎又往小黑身上靠了靠，一脸娇羞。笑月姐姐，其实我也喜欢你。闻言，笑月天狼吓得浑身一哆嗦，一巴掌扇飞了靠在自己身上的粘人小猫。虽然他很冷艳，对男人也不假辞色，但还没扭曲到喜欢同性的程度啊。小白从地上晃晃悠悠的起身，甩了甩被扇得有些懵逼的虎头，难以置信地看着笑月天狼。他想不明白，这20年来和自己关系一直不错的笑月姐姐为什么会对自己动粗。正想走近询问缘由，只见笑月天狼抬起狼爪，神色警惕地指着他，厉声质问：你别过来，离本地远一点。说着还往后挪了一下。小白神色委屈：笑月姐姐，你退半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你知道这对我的打击有多大吗？不爱，请别伤害。笑月天狼想了想，觉得自己可能误解小白的意思了，于是问道：你刚才说喜欢我是什么意思？就是想和你在一起结为道侣啊。小白疑惑，不明白笑月姐姐为什么这么问，揣着明白装糊涂。禁区内一句话都不和其他异兽说，却愿意和自己进行亲密的肢体接触，这不是示好的意思吗？如今自己同意了，他为什么看起来还不乐意？这也没有欲擒故纵的必要了呀。笑月姐姐若想像天帝欺负主人一样欺负自己，他又不会反抗。闻言，笑月天狼叹了一口气，为自己连同性都能吸引的美貌感到自豪。他虽然不知道小白今天吃错了什么药，但还是义正辞严地拒绝道：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本地不喜欢女的，更不喜欢你。笑月天狼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云轩，暗道：这世上配得上我之人只有那位大人。小白颤声道：为什么？不是你主动追求我的吗？现在撩到手了就嫌弃了不要了，你这个渣女。小白抹着眼泪转身就跑，心里满是委屈。笑月天狼一个瞬移，将他按在爪子下，皱眉问道：本地何时追求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小白愤恨道：其他异兽你爱搭不理，唯独对我亲密有加，这不就是喜欢的意思吗？笑月天狼无语道：其实什么人都有和本地对话的资格，我不过是看在民主的份上才稍微理你一下，若是这个行为让你误会了什么，我在此道歉。小白瞪大虎目：即是如此，那为什么要占我便宜，天天和我靠在一起？笑月天狼嘴角抽搐，这是什么奇葩思维？大家都是母的，靠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忽然笑月天狼神色一凝，他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禁区所有的异兽全都是民主自小养起的，并且全都是母兽。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小白的思维不会是被扭曲了吧？一念至此，笑月天狼连忙问：你们这都是母兽和母兽配对？小白理所当然：废话，男女授受不亲，女女也是一样。你在禁区待了这么久，还想假装不知道？哼，为了不负责，这种劣质的谎言也说得出口。小白要不是打不过笑月天狼，高低得给他2个巴掌。笑月天狼神色虽然尴尬，但并没有负责的打算。小白的一厢情愿，他什么要买单？要不是看在民主的面子上，这种痴女敢在他面前蹦跶。小白彻底知晓了笑月天狼的心意，他冷哼一声：要不是受小虫虫和圆圆姐的蛊惑，我才不稀罕你呢。说完，他头也不回的离去，追求他的人多的是，不差这一个。笑月天狼待在原地，神识悄悄跟随小白，他倒是想知道给小白出歪主意的2人究竟是谁。远处，一条黑色的烛龙缠绕在一只体型硕大的神猿身上，他们正在向一脸郁闷和委屈的小白打探军情。这就是圆圆姐和小虫虫。笑月天狼打了一个寒战，他平时修行时也见过这2只兽，他们天天缠在一起，以前觉得挺正常，但现在知道他们是道侣，会做一些不可描述之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阵阵恶寒袭来，有点反胃。直到将神猿和烛龙的形象想象成壮女和兽女的形象，才稍微好受一点。不远处，云轩与司空雪也注意到这一幕了，2人对视一眼，都在憋笑。司空雪道：有意思，实在太有意思了。云轩没好气道：这不都是被你养歪了吗？我怀疑小黑怕是要患上同性恐惧症了。笑月天狼支棱着耳朵，咧嘴一笑，心想：同性恐惧症，好主意，这可是日后借口躺在陛下怀中的大杀器啊！自小白与小笑月天狼的闹剧后，又过了1个月。期间，小白与笑月天狼彻底闹崩了，他每天都在给笑月天狼摆脸色，还进化成了阴阳怪。笑月天狼被他恶心的不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小白镇压，并威胁说：你以后要再敢在我面前阴阳怪气，本地就吃了你。小白就是欠抽，自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在笑月天狼面前瞎晃悠了，平时没事见到对方都是躲得远远的。至于去寻求主人的安慰，
小白觉得明主会十分赞同笑月天狼的想法，并大义灭亲，亲手将他炖了。这一日与往常一样，云轩一脸疲惫地放下小雪，洗了一把脸，在享用一餐美味后，悠闲地躺在草地上。小雪靠在云轩怀中，一脸甜蜜与幸福。突然，云轩神色一凝，站起身来，遥望东方。司空雪坐在地上，看着他，问道：“哥哥，怎么了？”云轩呼出一口浊气，缓缓道：“清明他陨落了。”闻言，司空雪眼神闪烁，李清明提前陨落与他有很大关系。虽然是他与雨霓裳战斗导致的结果，但毕竟是白己发起的黑暗动乱。想到云轩还挺喜欢这个徒弟的，司空雪有些愧疚道：“对不起，哥哥，都怪小雪太过人性，才会。”云轩挥手打断，回头安慰道：“这不是你的错，要怪也只能怪我闭关太久。”可是司空雪还想说什么，但云轩却是摇头道：“一切皆有定数，这是劫，亦是命。况且清明他并没有怪你的意思，甚至在不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他甘愿背负后世骂名，毅然决然地选择与天庭为敌，站在你这一边。兴许是因为李清明已经不在了，兴许是他的行为确实感人。”这一刻，性情冷漠的司空雪第一次对云轩以外的人产生自责的情绪，觉得以前自己应该对那小子好一点。他以前认为李清明分走了哥哥的一部分感情，让哥哥不再完全属于自己，因此他处处针对李清明，看他格外不爽。云轩闭关期间，李清明不止一次来到冥土，想见一见云轩，也都被他毫不留情地赶走了，连冥土的大门都没有让他进。云轩见司空雪情绪低落，竟是有些小开心，这说明小雪对清明不再那么有敌意。李清明不是儿子，却胜似儿子，他自然希望母子之间能够和谐相处。云轩本想告诉小雪世间有轮回，让她无需过多的自责，但又觉得现在多体验一下愧疚之情，更有助于日后他与清明之间的相处，便不再解释，只是拍了拍小雪的肩。随后云轩腾空而起，他立身于虚空之中，神色庄重，白色的衣袍猎猎作响，一股绝强的力量自体内散发开，震动寰宇。红尘仙中期相当于仙王境巅峰的修为被他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虚空为之颤抖，大道为之轰鸣，这气势如同汹涌澎湃的大海，随便一个浪花便可拍死一群如同蝼蚁一般的神王。至尊云轩全力施展，以自身力量沟通万道，调动天地伟力，将李清明的过往映射诸天万界。天庭太子清明天尊李清明于今日去世，天下默哀3分钟。这一刻，隐世7万年的天庭被所有人知晓，无数修士与凡人在一股不可名状的伟力下，纷纷放下手中的活，神色悲怆地仰望苍穹，看着那满腔热血的青山少年变成心灰意冷的沧桑中年，再到与世无争的须发老者，最后又变成回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大笑道：“走人间，仗剑红尘里，行侠天下。”短短几分钟，无数人见识了李清明的一生事迹，同时脑中浮出4个字：清明圣人。紫薇剑。帝霓凰遥望冥土，神色复杂，即使这股力量没有特意针对他，但他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隔着万千世界，一缕气息便可让他产生恐惧。如今自己的小男人到底有多强？帝霓凰喃喃自语：“终究是你快了一步，这就是地境之上的力量吗？”空中异象结束，帝霓凰回过神，像是想到了什么，咬牙切齿道：“李清明不是你徒弟吗？怎么成了天庭太子？姓李，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儿子不随着父姓，这说明了什么？南方入赘了？万界还有比我更具有权势的女人吗？你居然还要去吃其他女人的软饭！”知道真相的帝霓凰极度愤怒，他手中捏着云轩的长发，感应一番后，一脚踏碎虚空，消失不见。与此同时，云轩落到司空雪身前，柔声道：“小雪，哥哥带你一个地方。”司空雪闭上眼睛，雀跃道：“到了叫我。”“到了。”司空雪刚说完，云轩立马回道：“这么快？”司空雪睁开眼，好奇地打量起四周，发现这里空无一物，一眼望去是无尽的领土，似乎这个世界只有星辰和土壤，一片荒凉。神魂境变可凝聚一处空间，并随着境界的提升不断被开辟，到了神王境便可演化为一座可以收纳活物的洞天福地。获得天命加持，成为大地后，可进化成为法则齐全的小世界。云轩身为仙人，体内的世界已然蜕变成了一座比天界还有宽阔的大世界。云轩握住司空雪的手，深情款款：“这是只属于我们2人的世界，你想要怎么建设都行。”闻言，司空雪没有高兴，眸中反而闪过一丝失落之色。他知道哥哥这是要离开冥土了，他也知道这天早晚会来，毕竟哥哥还有其他想要见的人。司空雪强颜欢笑：“哥哥果然不会食言，
小雪现在和哥哥融为一体，永远不会再分开了。云轩看着他，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如何开口。司空雪见他一脸窘迫，忽然就没有那么难过了。从此刻起，哥哥虽然只有一半是属于他的了，但这又如何？哥哥本就饰演着两人，他只要林长风这一角色。天地云轩，就让那些臭女人去争吧。想明白后，司空雪一脸兴奋地拉着云轩在大地上奔走，一会指向这，一会指向那。这里建一座堡垒，那里修一座湖泊，还要种一片花海，宠物什么的就不养了。这个世界只有我和哥哥二人就好。云轩一边含笑点头，一边挥手构建司空雪想象中的世界。外界，云轩抱着小黑狗传音道：霓裳，带上那傻丫头，我们出发前往北斗。天元界，一群外界来客聚集在一起，议论道：天帝刚才那威势，怕早已不属于地境范围了吧？确实不像是，我曾感受过9天女帝的威压，虽然极强，让人骇然，但和这相比，却是相差甚远。可仙门未开，怎么可能成仙？有人道：因为他是天帝，是那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天帝，成仙之人是他，便不足为奇了。众人相视一笑，觉得在理，接着议论：难怪冥土一直没动静，原来明主早就被镇压了。那里的资源，大家有什么想法吗？一说到这个，大伙也都正色起来。他们从神渊中走出，在这等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冥土中的资源吗？有人较为谨慎：没经过陛下的同意，恐怕不好吧？有人笑道：道友，陛下是何等身份，岂会在乎这些？有人附和道：陛下击败明主后，能看得上的东西自然早就拿走了，没看到天启军都撤离了吗？现场安静一阵子后，一个道袍老者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诸位，这冥土的资源又该如何分配？一个壮汉道：自然是谁先找到就是谁的。此话一出，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就在这时，一个面色阴沉的鹰钩鼻男子一锤定音，淡淡道：进去之前，大家合力在冥土边缘设下大阵，防止至尊境以下的蝼蚁进去捡漏。冥土之外，一群至尊刚设下大阵，便听见一声惊天怒吼传来：滚！众人惊惧，禁区准地。黑袍准的牵着一位背身双翼的美丽女子的手出现在星空之中。20年前，4位禁区至尊逃出冥土的事情，他们自然知晓，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掀起了一阵恐慌。难道这位得知天帝离开了，所以又回来了？众人脸色阴晴不定，觉得这位禁区准帝冒着被天帝发现的风险，也要返回冥土，定是因为此地有逆天的宝物。就这么让他们放弃，实在是有一点不甘心。众人传音快速商议，很快便做出决定，如果只有这一位准帝，他们便联合起来是敌。就在他们战意逐渐燃起时，远处传来数道兽吼，一头身形矫健的白虎带着神猿、烛龙等一众太古遗种踏空而来，就算主人不在，冥土也不是你们可以染指的。小白走到黑袍准帝身旁，一对虎目炯炯有神地盯着前方众人。顾叔叔，你在一旁压阵，我和姐妹们去掂量一下他们到底有几斤几两。黑袍准帝名叫顾天灵，因为放心不下禁区中的道侣白羽天鹤，离开冥土后一直在附近徘徊。冥土是小雪的道缘所化，云轩觉得日后说不定还有用，于是找到顾凌天，让他成为新的冥土之主，代为掌控道缘。虽然司空雪的道缘与顾凌天的力量并不相符，但借助这股力量，他无需极境升华，便可恢复地境初期的修为。万界至尊的数量比冥土这边的异兽多太多了，因此并不惧，双方大战一触即发。天地历10万030年，万界至尊首次联合进攻冥土，禁区准帝率领一众异兽抵御，万界至尊因各自为战，最终溃不成军。北斗古界，天书域，南离皇朝。一辆豪华马车在森林小道中缓缓行驶，车轮粼粼，滚破了林间的静谧。驾驶马车的是一位稚嫩少女，她面容姣好，看上去极为可爱，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此刻充满了幽怨之色。少女转身扯开车帘，看着里面正在吃葡萄的白衣公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她一个小女孩顶着烈日炎阳，大汗淋漓地驱赶着马车，而她一个大男人懒散地卧躺在马车里面，一边吃着灵果，一边撸着小狗，还享受着美女的按摩。少女极度愤怒：云轩，你太过分了！白衣公子伸了一个懒腰，掀起眼帘：清茶，我又过分了。驾驶马车的人选可是抽签决定的，这你可不能怨我欺负你。小萝莉恶狠狠地看着他：你封印我的修为，不就是想折磨人吗？老娘现在汗流浃背，你满意了？望月楼中不是你告诉我要我站在地上感受天之高地之广人世之变化的吗？云轩耸了耸肩：我这不是如你所愿在体验凡人生活的吗？小萝莉冷冷道：我们换个位置试试。云轩轻咳一声：这是抽签决定的。小萝莉翻了一个白眼：云轩这混蛋
已经用这理由搪塞他一路了，真是气死人了。现在他对舒舒服服地躺在马车里，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小萝莉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可爱动人。云轩哥哥，人家愿赌服输，但你能不能暂时解开人家身上的封印啊？外面真的很热，人家快受不了。云轩做事欲偶，别人家人家了，这个词真不适合从你口中说出。小萝莉见他软硬不吃，在炎热气候的驱使下，头脑发热，也不管马车没人控制会怎样，直接跳进车里，和云轩扭打在一起。死云轩，臭云轩，让你欺负人！卧槽，你他喵的力气怎么这么大？两人虽然都是凡人状态，但小萝莉的本体毕竟是悟道术，力量比云轩强上不少。小萝莉单手摁着云轩的双手，将他压在身下，露出坏笑。嘿嘿，说话算数哦，一路上要用肉体凡胎。说着，他对着云轩的脸摸了一把。你这小白脸可真嫩。被小萝莉镇压，云轩明显不服，还在用力挣扎。七尺男儿打不过一个小女孩，说出去岂不让人笑话？可不管云轩如何使劲，就是摆脱不了小萝莉。他的小手如同铁钳一样夹住之后纹丝不动。最气人的是，他单手就制裁了自己，空出的另一只手在他脸上不停作乱，时而揉一下耳垂，时而扯一下脸蛋，或者是抵着鼻子弄成小猪模样，又或者是干脆直接捏住，迫使他张嘴呼吸。小萝莉面色红润，一脸兴奋，此刻她身心愉悦，有种说不出的奇异感觉，总之特别的爽。她好像有点理解云轩想让白木离堕凡尘的心情了，将风轻云淡高高在上，还一直欺负自己的天地压在身下，随意戏弄把玩，看着他一脸屈辱的模样，这种愉悦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小萝莉觉得这一刻是她的人生巅峰了。云轩悲愤万分，经过不懈努力，他发现自己真的摆脱不了小萝莉的控制，只能威胁道：你别太过分，小心我解除限制揍你。见状，小萝莉不怒反喜，哈哈大笑。急了急了，你急了。云轩脑门一黑，本来只是威胁，但看见他这副欠揍嘴脸，是真的动了这个心思了。小萝莉讥讽地看着他，云轩，人生路上总是充满荆棘与忐忑，你若是遇到一点小困难就想着放弃，那我只能说你这辈子就这样了。还想领悟轮回，掌控六道轮回，执掌人间，早点睡吧，梦里什么都有。为防止云轩产生逆反心理，一气之下解除限制，两人位置转换，变成他吊打自己。小萝莉嘲讽一波后，又语重心长道：我曾伴随晨钟暮鼓感受大道，也曾感受万家灯火人间烟气，见证过万千修士追求超脱之苦，最终能成就至高的都是那些能屈能伸、心智坚韧、百折不挠之辈。小萝莉骑在云轩肚子上，盯着那双能迷倒万千少女的挑花眼，认真道：你无敌太久了，是该放下身段，好好沉淀一番了。转世修行虽也是历练，但与明知道自己很强，还能放平心态将自己当成凡人相比较，两者修行效果可是差太多了。云轩狐疑地看着小萝莉，这话乍一听好像很有道理，很高大上，很有逼格，但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一本正经过？是想诓自己，好继续耀武扬威？感受到云轩的不信任，小萝莉心虚，急中生智，装作伤心模样，叹了一口气。本系统平时虽然不着调，但在修行之路上，什么时候和你玩笑过？你前2次的领悟，不都是靠我提点吗？云轩皱着眉头，这话没什么毛病，但第六感告诉自己，这丫头目的不纯。小萝莉见云轩灵觉这么强，只好放大招了。你觉得本系统全盛时期，比之你何如？云轩想了想，可能要强上那么一点点，把可能去掉了，本系统就是比你强。小萝莉不满，握起小拳拳砸向云轩胸口。云轩气血翻涌，两眼一黑，这是一个怪力萝莉，切，真不经打。小萝莉得意地吐槽一句后，继续道：既然本系统巅峰时期这么强，你该不会认为我没有手段对付你吧？你有吗？云轩表示怀疑，火烧屁屁时那鬼哭狼嚎的狼狈模样，可不像是装的。小萝莉气急，因为她确实没有，但这真不能怪她。刚现身那会，虽然是她最虚弱的时候，但镇压大地，无敌于此界，还是没有问题的，是个合格的系统。结果云轩这混蛋居然逆天而行，成为了极度稀少，仙界也不过5指之数的红尘仙。人算不如天算，他也只好认命，被迫苟着，慢慢积蓄力量，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哪知好不容易恢复一点力量，有机会逃走之时，这家伙居然升级了，好气人啊！10年从真仙巅峰步入仙王巅峰，这在仙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太假了！要不是亲眼所见，他打死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这种怪胎，说不定真有机会成为传说中从未有人达到过的仙帝之境。上次云轩有意放小萝莉离开，他之所以不走，
除了跟在云轩身边能快速恢复力量之外，又何尝不是想见识一下一位先帝的崛起之路？让他意外的是，这位极有可能打破传说的人物，脑子里除了女人就是女人，招惹女人喜欢的实力堪称桃花仙帝，就连他也……呸！自己才没有中招，留下来只是想尽早恢复实力而已，和他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万千思绪转瞬即逝，小萝莉面色不变，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这就是你与我心性的差距，换成是你是不是宁愿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意成为阶下囚屈辱的狗活着？云轩没有否认，成帝前会怎样不好说，但成帝后，特别是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天帝，他绝对不会屈辱的活着。黑暗来临之际，他会在光芒消散前轰轰烈烈的死去。小萝莉似是知道云轩的想法，笑道：熬过黑暗，破晓来临之际，兴许又是另一番风景。说着，小萝莉神色与声音不自觉柔和下来，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云轩怔怔地看着他，神色莫名，一直觉得他是小怂货、受气包的笑月天狼，闻言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势力一旁安安静静的雨霓裳亦是美目流转。小萝莉回过神，面色一红，小拳拳再次砸向云轩胸口。不准瞎想，本系统的意思是像现在这样翻身做主人，镇压你。嗨嗨，死丫头，你轻一点。这一拳的力道比上一拳大多了，云轩两眼一翻，差点晕厥过去。闻言，小萝莉耀武扬威地挥了挥粉拳，威胁道：哼，还胡思乱想不？云轩无语，他想什么了？胡思乱想之人到底是谁？云轩缓了一口气，才道：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但我宁愿飞蛾扑火，光耀一时，也绝不屈服、妥协、臣服于他人之下。小萝莉瞪着他，咋咋呼呼：本系统才没有屈服于你，哼，你最好小心一点，小心被我反噬。你说的对，你这是忍辱负重，一直在找机会背刺。云轩敷衍他一番后，又道：不过你所说的修行方式，我倒是认可，好像确实有一点用。云轩感觉自己心态越发年轻了，还体会到了很多好久没产生过的情绪，被小萝莉摁住双手的无力感，被她骑在身上的羞涩感。他没有随意拿捏小萝莉的实力后，两人的距离似乎更近了一步。相处方式就像哥哥和妹妹一样，若是对方的身体再成熟一点，现在这场景，其他人见了误以为是情侣之间的打闹，也很正常。听闻此言，小萝莉邪恶一笑，这意思是你会继续当个凡人，体验生活。云轩心里一紧，你想干什么？嘿嘿。小萝莉舔了舔小嘴，公子放心好了，人家尽量温柔一点，不弄疼你。小萝莉笑得猖狂，没想干什么，就是想欺负一下某个肾虚的公子。他分开云轩的双手，摁到两边的软垫上，然后伸出脚，用小脚丫踩住手腕，腾出双手，鄙夷地看着云轩。啧，1.8米的大男人居然被小女孩用脚制服了。小女孩你妹啊，你个活了不知几百万年的老妖婆。楚清茶虽然看起来身材娇小，但绝对是一个合法萝莉，不算她本体的真实年龄，就是悟道术所化的身体也已经成年了。小萝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洋洋自得道：本系统存在的时间少说也有几千万年了，陛下您还是太年轻了，这是在嫩草喂老牛，还是强行喂到口中，人家不吃都不行。云轩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这些年小萝莉实力恢复到了什么程度，但脸皮和玲珑小嘴绝对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小萝莉见云轩沉默，浑身舒畅，今天不只用实力镇压了这个混蛋，就连嘴上交锋也迎来第一次的胜利。这么想着，他不禁对着云轩的脸一阵揉搓，哼，你以前就是这么对我的。云轩怒道：楚清茶，你给我适可而止，别忘记你的身份。小萝莉笑道：陛下，臣妾这是在和您打情骂俏呢，现在知道用这层身份了，平时动不动就把约法3章挂在嘴上。小萝莉居高临下，小手撑在云轩胸口，含羞带怯，若是感情到位，陛下想和臣妾做羞羞的事情也不是不可以哦。云轩无语死了，谁想和你做那事了？就你这身材，淫贼看了也能立地成佛。闻言，小萝莉也不生气，处于上风的她只觉云轩这是在无能狂怒，声音越大她越是兴奋。云轩不知道她变态的想法，冷着脸继续道：打情骂俏，你去找天帝云轩，现在你的身份是贵族公子云轩身边的一个丫鬟，你要是再得寸进尺，本公子不介意满足你的愿望，化身天帝云轩和你恩爱一番。小萝莉低头看着云轩此刻显得冷峻的完美之脸，心生歹意，有种想用脚堵住他嘴的冲动。云轩瞪着他，大胆丫鬟，还不赶快从本公子身上下去。小萝莉强行压住心中的蠢蠢欲动，她知道要是敢这么做，云轩可不会再管修行不修行的了，
绝对会解除限制，将自己的小屁屁打肿。他知道云轩的底线，因此面对大呼小叫的云轩并不害怕，反而笑道：哪有公子会让一个细皮嫩肉的丫鬟在烈日炎阳下驱车的？这是虐待，所以这是一个忍无可忍的丫鬟反抗变态公子的正义之举。云轩，小萝莉的嘴皮子果然进化了，她感觉对方说的好有道理。大坏蛋，接受正义的制裁吧。小萝莉露出一对小虎牙，对着云轩的脸又是一阵揉捏。云轩面颊火热，感觉脸都快被揉肿了，同时心里不服气，他不愿意接受自己不是小萝莉一合之敌的事实，觉得刚才只是大意了。若是正面战斗，他完全可以以柔克刚，通过招式取胜。早年在成为强大修士可以对波之前，他有着一身不俗的武艺。这么一想，云轩自信满满道：清茶，有种别搞偷袭，咱们正面来过。小萝莉人畜无害，甜甜一笑：好呀。砰砰砰，马车剧烈震动。30秒后，小萝莉背捡云轩双手，淡淡道：小子，服了没？云轩依旧嘴硬：这个马车太小了，不好施展身法。两人下车。3分钟后，人迹罕至、空山鸟语的静谧森林的小道上，一个清群少女一脸坏笑地压着一位俊美的公子，那位公子还在咬牙挣扎。小萝莉眼神不屑，很早之前她可是有着女武神之称的存在。云轩挣扎了一会便放弃了，两人的武力不相上下，但对方力大无穷，他只能避其锋芒，这么一比立马就处于下风了。小萝莉见云轩认命，便笑道：小子，现在服了吗？硬的不行。云轩本来想来软的，但瞧他这副嚣张的嘴脸，实在软不下来，但又不想无能狂怒，便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一副秋后在算账的模样。小萝莉见状，心里一虚，下意识想松手，但转念一想，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以这小子的尿性，还能好心放过自己？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任性到底。一念至此，小萝莉将云轩的身子翻转过来，小手捏住他的下巴，一脸淫笑：哟，小白脸，你还挺倔强的，给姐姐笑一个就放了你。云轩面无表情，继续盯着小萝莉，恼羞成怒，扯开她的衣服，压低脑袋：小白脸不听话，姐姐就要非礼你了。云轩终于说话了：你试试。小萝莉怒道：试试就试试，你真当我不敢？说着他又压低了脑袋，唇与唇之间不足3厘米。云轩冷笑，他还能怕了怂货小萝莉？仰起头主动靠近1厘米。小萝莉不想失了面子，低头又靠近1厘米，颤声道：亲了，我真的亲了哦。两人已经能闻到彼此的呼吸，气息交织下都有些心猿意马。山野林间，清风徐徐，森林小道，青群少女压在白衣公子身上，四目相对，面色逐渐绯红，身子越发滚烫。他感觉自己的力气似乎在慢慢消散，有种压制不住对方的错觉。小萝莉呼吸急促，低声道：云轩，你是不是又对我使用了妖法？云轩听着少女的呢喃之声，看着她这副与望月楼时差不多的神态，不由想到，若是自己吻上去，那惊鸿一瞥的仙女之容是否会再现人间？小萝莉见云轩不说话，一下子不知所措起来。上次可以说是意外，但这次若是自己主动亲下去，那关系就不是清清白白了。可不亲，那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会肿的。好不容易硬气一会，他不想关键时刻掉链子。你说话呀！小萝莉恼羞成怒，她不想认怂，只能在云轩身上找借口。只要他开口，无论说什么，他都可以借坡下驴。小萝莉的小心思完全写在了脸上，云轩有些想笑。一个女子用亲吻这事来威胁男子，本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能算惩罚？这纯属是奖励啊！当然，长得丑另算。小萝莉的样貌不说有多么惊世骇俗，但绝对是较为漂亮的那一档次，属于可爱类型的。云轩妻妾成群，本身就不是一个忠贞烈男，虽然也算不上渣男，但你一个小美女，特别是本体还那么漂亮的人，硬要送到嘴边，他不介意啃上2口。云轩嘴角勾起，带着3分挑衅，7分讥讽小怂货：你要是不敢亲，不如让我来主动。唇与唇之间不过1厘米，云轩一开口，滚烫呼吸便扑面而来，夹杂着一股清新的芳香。小萝莉身子一软，近乎是趴在了云轩身上。她此刻一丝一毫的力气都提不起来，艰难地用小臂撑在云轩的胸前，让自己不至于丑态尽出。脑子懵懂，乱糟糟的，暗道：这混蛋居然藏毒于口中，他对我下药了，可恶！云轩轻蔑一笑，轻轻一翻，两人的位置便调换过来。他捏着小萝莉有些圆润的脸，凑至近前：清茶，你这是怎么了？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小萝莉有气无力道：你卑鄙！云轩用手挠了挠她的下巴，笑道：本公子哪里卑鄙了？
你就是卑鄙！小萝莉面色一红，她总不能说你对我放电，用男色诱惑人吧？云轩学着小萝莉之前的样子，压低脑袋，清茶，给哥哥笑一个。小萝莉偏过脑袋，你做梦！云轩似笑非笑，清茶，你什么时候这么硬气了？该不会故意如此，想让本公子惩罚你吧？小萝莉像是被说中了心事，使出最后的力量，挥出了拳头，拳头软绵绵的打在云轩身上，就和挠痒痒似的。叫声好哥哥，我就放了你。云轩将小萝莉的双手合拢，压在她头上方的草地上。不叫。小萝莉用娇柔的神色说着硬气的话，但微微颤抖的娇躯暴露了她此刻的不安。云轩紧紧盯着小萝莉的脸，观察她的变化，同时调戏道：亲了，我真的亲了哦。亲就亲，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小萝莉双目紧闭，睫毛微微颤抖，此刻她紧张无比，还有一丝藏在心底不愿意承认的期待感。云轩亲了下去，娇嫩的唇瓣冰冰凉凉的，极为舒服。小萝莉不知是被吓傻了还是怎么回事，此刻如同被定身的僵尸，浑身僵硬，一动也不动。云轩见她的样貌没有丝毫变化，略有失望，不甘心的又在她唇瓣上啃了2口，见依旧没反应，心里微微一叹，便没再继续亲下去，起身回了马车。清茶，你还要躺到什么时候？云轩等了一会，见小萝莉还没上车，便从车窗探出脑袋，呼唤道。小萝莉不知是没听见云轩的话，还是不想搭理他，依旧神色迷离的躺在地上，没有反应。云轩无奈，只能下车亲自将她抱回去。回到马车，小萝莉神色依然呆滞，似乎还没有回过神。见状，云轩抓住她的肩膀，摇了摇，没死就吱个声。小萝莉像个布娃娃一样，无论云轩怎么摇晃，就是没有反应。这下云轩有点慌了，这该不是被玩坏了吧？想到这，他立马捏住小萝莉的鼻子。这招果然有用，不一会儿，小萝莉便回了魂，而且还特别精神，鬼哭狼嚎道：云轩，你混蛋，居然真的亲了！你个渣男，毁人清白！我被玷污了，我不纯洁了。云轩安慰道：至于吗？多大一点事？再说，你的清白在望月楼的时候不就已经没了？闻言，小萝莉停止哭泣，呆呆地看着云轩。云轩输得有些心虚，偏过脑袋，假装看风景。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只有车轮与马蹄声。不得不说，这个马特别有灵性，没人驾驶，拉车还能如此稳健。小萝莉于沉默中爆发，她恶狠狠地盯着云轩，有些破拐子破摔道：每次都是你亲我，老娘今天必须找回场子。云轩被小萝莉这副状若疯魔的样子盯得有些心慌，同时特别担心她的精神状态。你没事吧？小萝莉张牙舞爪，一个饿虎扑食骑在了云轩身上。喂，你想干什么？老娘今天要亲回来，一次性回个本。等一下，喜欢亲是吧？今天就让你亲个够，反正这也不是我的身体，水平太差了，嘴都被你啃破皮了。哼，还想享受？今天就是要咬疼你，让你尝尝记性。小萝莉一边啃着云轩，一边发泄着心中积压多年的怒火。我让你泡茶，我让你欺负人，我让你帮妹妹不帮我。云轩惊慌失措，亲嘴就亲嘴，你脱我衣服是几个意思？你尝，小黑还看戏，看不出来吗？这家伙已经疯了，赶快来帮忙。小萝莉挣扎，你们两个放开我，老娘现在很清醒，前所未有的清醒，我要生个大胖娃娃，天天揍他儿子。森间小道上，一个清群少女驾驶着马车缓缓行驶，她一手拉着缰绳，一手轻眼娇唇，面红如血，神色莫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小萝莉虽然力大无穷，但小黑和霓裳可没有封印修为，自然轻松拿捏她。她冷静下来后，也不好意思再和云轩共坐于车内，自觉出来驾驶马车。说是驾驶，其实就是坐在外面发呆。这匹马很有灵性，有它没它都一样。小萝莉现在是又羞又骚，也不知道自己刚才哪来的胆子，居然敢做出那么胆大妄为的事情，搞得她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云轩了。被云轩亲的时候，那感觉到说不上讨厌，甚至还觉得有点舒服。她当时懵逼的是，为什么云轩可以这么自然的亲自己？自己当时就是开个玩笑，吓唬他而已，结果这家伙居然来真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好到这种程度了？约法三章呢？一点作用都没有。还是说他认为两人已经是道侣关系，自己已经是他的人了？自己以前虽然说过，他若是对自己好一点，可以给他一个追求的机会，可这些年他什么时候对自己好了？天天和脑子有病的小雪妹妹黏在一起，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什么时候在乎过自己的感受？又或者说，刚才云轩的行为其实就是他追求自己的方法？若真是如此，自己应不应该答应呢？毕竟他亲过自己，自己也亲过他。
小萝莉面颊发烫，捂住脸，一个劲的摇头，心想：不行，这进度太快了，自己不能就这么答应，应该先吊着，看他日后的表现。2个半月后，马车来到南离皇朝边境，越过边境线，便离缥缈道宫不远了。车内，小萝莉盘膝坐在软垫上，捧着一个比她脑袋还要大的桃子，啃得不亦乐乎。云轩则是枕在雨霓裳的大腿上，闭目养神。上次的事故，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忘记，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虽是如此，但两人平日里相处时的行为，比起之前还是发生了些许改变。云轩对小萝莉更有耐心了，而小萝莉就像恃宠而骄的小姐，越发神气与任性，心中认定云轩就是在追求自己。对外的关系也不再是公子与丫鬟，而是哥哥与妹妹。小萝莉在桃子上面啃了一个大洞后，小手一甩，小黑接着。笑月天狼无奈，有时候真的很想揍他，陛下也就对自己顺个毛而已，而他真的是在将自己当狗耍。不爽归不爽，命令还是要听的，毕竟这丫头指不定哪一天就从名义上的主母变成了真正的主母。比狗头还要大上2倍的桃子被笑月天狼张开大嘴一口吞了。吃了后，他偷偷瞥了一眼正在假寐的云轩，稍稍松了一口气，刚才的行为实在是太不淑女了。笑月天狼下意识的小动作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小萝莉冷笑不已。笑月天狼以为自己是在针对他，没错，自己就是在针对他。区区一条宠物狗居然敢打云轩的注意，真是狗胆包天，他身为女主人必须好好敲打一番。这么想着，小萝莉不禁幽怨地看了一眼未来的桃花仙帝。自从离开冥土之后，小黑就再也没有让他和霓裳妹妹抱过了。他说是得了什么恐女症，一接触女人就会全身颤抖，开始反胃。一条曾经当过大帝的狗能得这么离谱的病。最气人的是，云轩这混蛋居然信了。看不出来他这是想一直窝在你怀中的借口吗？这条狗见霓裳妹妹被你打了几针后修复了根基，实力也更上一层楼后，也想被你打针啊。小萝莉怒目而视，眼神中的杀气昭然若揭。小黑狗瑟瑟发抖，仿佛偷情的小三被女主人发现了。救命救命，有没有人啊，救命啊。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女声自前方传来，成功吸引了小萝莉的注意力，拯救笑月天狼于水火之中。小萝莉好奇地探出头，发现不远处一棵数10米高的树上倒挂着一个人，他的一只脚被绳子捆住了，连在树枝上，那是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少女。因为背对的原因看不清样貌，但那狼狈挣扎的样子真的很好笑。此情让小萝莉不禁回想起在这个世界第一次见到云轩时自身的遭遇，她也是被吊在树上。小萝莉笑容凝固，突然觉得这个少女好可怜，一点都不好笑。难怪当时云轩会坐在凳子上嗑瓜子，原来是在看自己的笑话，原来自己当时是这么的滑稽。一念至此，小萝莉不满地踹了云轩一脚。喂，有人喊救命，你没听见吗？云轩睁开眼，睡眼惺忪。听到了，怎么了？小萝莉看着他这副懒散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阴阳怪气。有人被吊在了树上，你不去看戏吗？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把瓜子，边吃边看。云轩也知道他在阴阳什么，无奈一笑。自从上次2个人在马车内一顿狂亲之后，这家伙就越发肆无忌惮了。以前所受的委屈，动不动就拿出来阴阳一波，一点都没有身为奸下囚的自觉，搞得他都有点怀疑人生了，产生了一种小萝莉是自己女朋友的错觉。拜托，这段时间他只是稍微对小萝莉好了一点而已，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云轩倒是没多想，认为这是小萝莉武力值爆表所带来的自信。小萝莉继续道：是女的哦，虽然矮了一点，但身材看上去还挺不错。你不去英雄救美吗？说不定人家觉得你长得人模狗样，就以身相许了呢。来人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我有很多钱的。少女清脆的声音再次传来。不远处，少女的声音听上去虽然很悲惨，但云轩却不为所动。他挪动了一下身子，找了一个较为舒适的角度，闭上眼继续睡懒觉。云霓裳低着头看着枕在自己腿上的男人，满眼柔情，温柔地为他理了理有些散乱的长发。小萝莉则是满眼放光，推着云轩的手臂，兴奋道：听见没？他说他很有钱。云轩不为所动，少管闲事。云轩，你这种态度可不行，不像真正的凡人。一般的人遇到身材不错还很有钱的美少女求助，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小萝莉摆起架子，诉说成为凡人的经验。云轩闻着雨霓裳身上传来的幽香，懒洋洋道：知道你刚才吃的桃子价值多少金银吗？他能在凡人的京城换一套大宅子。所以说，我的身份不是普通凡人，而是特别有钱的公子哥，富可敌国的那种。小萝莉，他看着角落中那颗拳头大小的桃子核，陷入沉思，
这玩意这么值钱，喂狗吃是不是太浪费了？云轩继续道：早年我之所以能够崛起，靠的就是2个字，吻和狗。看过《瑶光日记》的小萝莉补充道：还有不要脸。云轩心领神会，笑了笑，媳妇资助未来的相公，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胡说，那个时候瑶光对你还没感觉，是你使用卑鄙手段威胁他。云轩当作没听见，接着道：这荒郊野岭的地方还有人挂在树上，这一看就是妖怪为捕获人类设下的陷阱。就在这时，小黑狗开口道：陛下，我感应过了，那位少女是纯种人类，没有一丝妖族血脉。云轩不满地拍了一下小黑的狗头：你只是一条开了一点灵智的土狗，是不能说话的。小黑悻然地闭上嘴，心里委屈道：这都说了一路，你也没在乎，肯定是我刚才的话驳了你的面子，你才这么说的。小萝莉给了小黑一个赞扬的眼神后，洋洋得意：听见没？不是妖族。云轩也不尴尬，拿出另一套说辞：你这种不考虑风险、喜欢管闲事的性情，才是没有摆正心态，觉得我们不可能遇到危险，才会肆无忌惮。此女吊在树上，总不可能是自己所为吧？即使如此，那定是人为，我们救了她，坏了仇家的好事，可是会招来报复的。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得罪一个未知的势力，实乃下策。云轩话还没说完，便听马车后方传来一道气喘吁吁但极为好听的柔弱之音：公子，等一下，小女子有事相求。云轩心中一惊，在这个女人靠近后，他体内的仙气竟是不由自主地流转起来，像是遇到同类产生的应激反应。随后他释放仙识，探查一番后，面露惊喜，有些激动道：停车！无人驾驶悠哉前行的马匹被云轩一言禁止前行。见状，小萝莉下意识心中一慌，但转念一想，云轩解除自身限制又怎样？他现在在追求自己，还能报复回来。不一会儿，一个肩披金发，身穿紫色绫罗长裙，头戴银钗珠宝，雍容华贵，面容绝美，身姿曼妙的绝美少女一路小跑而来。她累得香汗淋漓，弯着腰扶着马车：公子，求你救一下我同伴，他不小心中了猎人的陷阱，被吊在树上了。云轩掀开窗帘，温柔道：姑娘别急，慢慢说。说着，他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绅士地伸出手：外面太阳很大，姑娘有什么事进来一叙，在下若能帮到，定然竭尽全力。金发少女看着云轩悬在半空的手，面露迟疑。云轩莞尔一笑：姑娘放心，我不是坏人。他侧过身子，让里面的场景露出：你看，都是一些女眷。金发少女抬头一看，只见车内装饰豪华，想来应该是贵族公子在外游历。最里面端坐着一位面容绝美的青衣女子，看上去是个温柔的大姐姐，还有一只可爱的萝莉和一条毛茸茸的小黑狗。只是小萝莉的神色看上去很是不悦，她这是不欢迎自己吗？小萝莉确实不爽，但不是在针对金发少女，而是针对云轩。刚才还在和自己长篇大论诉说经验，自己感觉好有道理，都快被说服了。结果这个见色起意的家伙听见少女的声音，就激动地停下了马车，还一副温润如玉的公子模样，伸手的动作，说话的语气都显得那么的温柔，对自己从来没这样过。金发少女歉然道：公子误会了，小女子不是信不过公子，而是体质特殊，与我接触的男子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云轩嘴角微扬，柔声道：没事的。金发少女看着白衣公子那极具感染力的笑容，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你看，这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云轩握住少女的手，轻笑一声，而后将她拉上马车。进入马车后，灼热之感顿时消散，传来阵阵清凉，但金发少女依旧沉浸在震惊之中。这位白衣公子为什么会没事？以往靠近他的男子都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挡在外，若是心怀邪念，则会被震飞，轻则重伤，重则死亡。就连父皇与皇兄都只能近距离接触，触碰不到肌肤，而今天一个陌生的男子却打破了这样的规制。是他这股力量失效了，还是因为这个人是特殊的？云轩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刚才与金发少女接触的手，现在还有一股酥麻感，仿佛被电了一下。这股力量对自己都能造成影响，更别说其他人了。守护力量之强，天命加身的大地都触碰不了他。刚才对他的身份还只是猜测，现在云轩则可以肯定，此人绝对是白木离。同时他对木离仙子现在的这副状态也有所推断。上次离开后，木离仙子应该是接受了自己的建议，想要步入红尘，但他修的是时间之道，对转世轮回不甚了解，因此找了一个死胎，将灵魂融入其中，并封印了记忆。金发少女回过神，对着云轩盈盈一礼：小女子白木离，多谢公子援手。云轩，好家伙，你这红尘历练的枷锁也太多了，在身上设下禁止就算了，
连名字都要一样。白木离。小萝莉狐疑地看着气质和样貌都与木离仙子截然不同的少女，暗道应该不是我想的那样吧。我的同伴一不小心中了陷阱，被吊在了树上，还望公子施以援手，事后定有重谢。白木离擦了擦额间香汗，又重复了一遍之前的请求。云轩正色道：感谢的话休要再说，这不过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而已。闻言，白木离一脸感激，小萝莉一脸鄙夷。云轩转头道：清茶，调转马头，按照木离仙子的指示前行。小萝莉眼睛睁得大大的，小嘴张成 O 型。不会吧，这个少女真是木离仙子？完了完了，白木离你彻底完了。遇到云轩，你这颗不染尘埃的仙莲还想超然世外？小萝莉怜悯地看着白木离，仙莲被猪拱已是注定的结局，就看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被拱到床上而已。云轩皱眉道：还愣着干什么？见色起意。小萝莉撇了撇嘴，气鼓鼓地前去调转马车。云轩笑道：别听他瞎说，舍妹平时被宠坏了，口无遮拦，还望木离仙子不要介意。白木离脸颊红彤彤的，低声道：公子的品行，木离自然是信得过的。单凭我身上的这股力量，不排斥公子，便可以确定公子是个坦坦荡荡的正人君子。云轩无视时不时传来的酥麻感，笑道：木离仙子言过了，在下名叫云轩。白木离红着脸，柔柔弱弱：云公子莫要再称呼木离为仙子了，怪不好意思的。云轩拱手歉然道：是在下猛浪了，初见白小姐，今为天人，还已是仙女下凡，下意识就还望白小姐勿怪。白木离不好意思道：木离哪有云公子说的这么出色？你身边的这位青衣姐姐，容貌便不逊色于我。闻言，雨霓裳嫣然一笑：白小姐过誉了。听着马车内的对话，小萝莉暗自感叹：哎，桃花仙帝的实力恐不如斯，驾个马车游历都能遇见白木离。就白木离现在这副单纯模样，也不知道能在云轩手下撑几个回合。另一边，10几米高的树上，一白衬衫少女生无可恋。木离，你再不回来，我就真的渴死了。好啊，好渴啊，头好晕啊。他吊在树上休息了一会，又开始呼喊：来人啊，救命啊，我有很多钱的，救命啊，来个人啊。诗雨，诗雨，我找到帮手了。白木离从窗户上探出头，一脸兴奋地招着手。闻言，树上的少女立马挥手回应：木离，你可算回来了，再迟一点我就真扛不住了。云轩一行人走下马车，抬头望去，只见少女摇晃着身子：救我，快救我，多少钱我都出。诗雨，你等一下，先别急。白木离安慰他一句后，看向云轩问道：云公子可有办法？云轩点头：小黑，上。笑月天狼两步之间便攀上树干，一口咬断了捆住少女的绳索。啊，接一下，接一下，会摔死人的。衬衫少女惊慌失措，吓得脸都白了。就在她即将落地之时，一股力量拖住了她，使其平安降落。少女大大咧咧地走到云霓裳身边，咋咋呼呼道：这位姐姐，你是修士？早说啊，刚才差点吓死我了。白木离小跑到衬衫少女身旁，低声道：诗雨，不得无礼。说完，他对着雨霓裳道：霓裳姐姐，她就是这性格，人其实挺好的。衬衫少女摸着脑袋，不好意思道：这位姐姐，我没有恶意的，就是被吓着了，脑袋晕乎乎的。雨霓裳柔声道：没事，确实是我考虑不周。白木离扯了扯她衣袖，提醒道：那位公子才是正主。哦。衬衫少女一脸迷糊，懵懂地跟着白木离向云轩走去。此时，云轩正蹲在树下，看着掉落的绳索，陷入了沉思。这是一件低阶灵器，是猎人最常用的武器。刚穿越过来的那一会，他就是靠这个捕获了人生中第一只猎物。捕获猎物的原理很简单，先将其绕个圈，然后在周围撒上食物，只要有东西落在圈中心，它便会感应收缩，将其吊起。云轩疑惑的是，这种显而易见的陷阱，一个大活人怎么会上当？小女子王诗雨，多谢公子的救命之恩，这空间戒指里面有10万中品灵石，小小谢意，不成敬意，还望公子收下。衬衫少女来到云轩面前，神色肃然，恭敬地递出一颗黑色的戒指。见状，白木离迟疑了一下，没有表示反对。虽然以云公子的高尚品格定然不会接受，但他们却不能没有表示。云轩有些意外，这丫头还真没撒谎，是真的有钱啊。这枚戒指是从另外一枚高级空间戒指中取出来的，虽然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但这身价完全不弱于一些大家族的传人了。不过资源如此雄厚之人，为何没有修为在身？白木离是自身想当个凡人好好历练，这人又是什么原因？想到这，云轩用仙石检查了一下少女的身体，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她竟是不能修炼的天绝体。白木离这时也出声道：
云公子，这是诗雨的心意，你就收下吧。王诗雨补充道，要是嫌少，我可以再加的。说着，他又掏出了几颗戒指。白木离轻轻撞了一下他，诗雨不得无礼，云公子不是这样的人。云轩哑然失笑，这丫头真是人傻钱多，以后谁要是娶了她，可倒霉了，纵使有万贯家财，也经不住这么败家啊。云轩看着衬衫女子新掏出的几颗乌光闪烁的戒指，用仙识感应了一下，果然如他所料，每一颗都和先前一样，有10万颗中品灵石。云轩心生好奇，又感应了一下他手上戴着的那枚高级空间戒指。好家伙，里面除了堆积如山的灵石，就是吃的和穿的。云轩忍不住问道，你怎么一件防身的武器都不带？衬衫少女一惊，公子，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武器？云轩道，捆住你的不过是一件低级猎锁而已，随便一件灵器都能将它砍断，你要是有武器，还能被吊在树上半天。衬衫少女挠了挠头，尴尬道，木离还没开始修炼，我身体里的灵力也只能勉强打开这枚经过特殊处理的高级空间戒指，所以我觉得反正使用不了灵气，带着还占用空间，还不如往戒指里面多塞几颗灵石，等木离修炼有成，再给他买合适的灵兵。说到这，衬衫少女逐渐兴奋起来。木离诞生之日，霞光冲霄，诸天星辰为他闪烁，修炼天赋一定很高。等他加入缥缈道宫，修炼有成，我就能横着走了。闻言，云轩不禁打量起衬衫少女，她短发齐肩，个头不高，和小萝莉差不多，1.5米左右，肉嘟嘟的小脸看起来和个包子似的，长相喜人，极为可爱。不过和小萝莉飞机场不同，她身前的很大，堪称童颜巨胸，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云轩有些感慨，这种人傻钱多，身材样貌都不错的富婆可不多见。但很可惜，白木离怕是满足不了他横着走的愿望，这是一场失败的投资。云轩又道，此地离缥缈道宫距离不算短，怎么就只有你们2人？家里人就这么放心2个娇滴滴毫无修为的大美人在外行走，一个侍卫都不配。木离，你听见没？他说我们是大美人，把我和你放在一起，这是不是说明我长得和你差不多漂亮？王诗雨扯着白木离的胳膊，眉飞色舞，看上去极为开心。白木离被他摇晃得满脸无奈，是，你是个大美人，长得和我一样漂亮。嘻嘻，我就知道不比你差，是南离那些人眼光有问题，你是南离第1美人，这我没意见，可我居然排不上号，真是气死人了。王诗雨叉腰，一脸悲愤，像是遭遇了什么不公的待遇。白木离像是想起什么趣事，抿嘴轻笑。南离4大美人选出才不到1个月，立马又变成了10大美人。我听说是某个吊尾车使用了超能力。王诗雨跺脚，娇气道，这是污蔑，这位公子都说了，我长得不比你差，排第10，我现在感觉还低了呢。说着，他指向云轩，她若是女装，扮相说不定比木离你都漂亮，这样的人眼光能差吗？云轩，少女，你可真是口无遮拦，当着救命恩人的面说女装什么的，多少有点不礼貌吧。还有，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和白木离一样漂亮的话了？你长得是很可爱，但和白木离这种长相气质绝佳的女子相比，还是略有不如。王诗雨看向云轩，这位公子，我说的是吧？云轩没有回答，只是轻咳2声。白木离怕这丫头继续说胡话，引来云轩的不满，赶紧小声提醒，诗雨，谢礼还没给。哦。王诗雨反应过来，一拍脑袋，自责道，真是的，你看我这记性。他又从高级空间戒指中掏出1枚戒指，凑齐5个递给云轩，救命之恩感激不尽，公子务必要收下，不然诗雨心里过意不去，晚上会睡不着觉的。钱多了没地方花，赶着给人送。云轩暗自吐槽一句后，好心提醒，王姑娘，人心难测，出门在外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在外人面前才尽量不要外露。白木离看着风度翩翩光明磊落的云轩，美目中泛起异彩。50万中品灵石可不是小数目，她这个皇朝公主都拿不出，但云公子竟是丝毫不为所动。面对云轩的提醒，王诗雨却是满不在乎道，知道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护卫吗？他抓起白木离的手，神神秘秘道，我家木离寿天道庇佑，任何敢心怀不轨的宵小之辈，魑魅魍魉都将无所遁形，受到严惩。闻言，白木离脑中下意识浮出云轩拉他上马车的那一幕，那是他第一次与男子接触，印象极为深刻。白木离红着脸道，诗雨，这股力量对云公子没有影响啊？不会吧，你父皇大圣巅峰的存在都碰不了你，他能不受影响？王诗雨惊呼出声，父皇。云轩看向白木离，笑道，难怪白小姐气质如此绝佳，原来是一位公主。男子的视线停留在脸上，白木离面颊绯红，羞涩道，
云公子真心相助，穆离却隐瞒真实身份，还望公子勿怪。云轩轻笑道：出门在外，小心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况且我也对白小姐有所隐瞒。白木离柔声道：事到如今，穆离也不藏着掖着了。小女子乃是大黎皇朝的七公主，因特殊情况想要加入缥缈道宫，陛下难。云轩眼神闪烁：白小姐遇到麻烦了。白木离点了点头。云轩道：不知是否方便说，语在下听。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白木离摇头：云公子的好意，穆离心领了，但这事牵涉很广，穆离不能连累你。云轩正思索着一个合理不显得突兀的理由，向白木离了解情况。一旁的大嘴巴王诗雨却道出了真相：南黎皇朝内部出现了大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分崩离析。皇主为了稳住局面，只好与隔壁的大楚皇朝联姻。云轩恍然大悟：白小姐这是不愿做一颗联姻的棋子，所以想要逃婚。王诗雨摇头道：这场内斗的源头是他亲哥与他父皇，联姻之事对他哥哥不利，两边都是亲人，穆离只好躲出来，选择两不相帮。白木离娇嗔道：诗雨，你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王诗雨笑嘻嘻：这事又不是什么秘密，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了。穆离你莫不是怕情郎卷入危险之中？白木离被他说得面颊火热，羞恼道：死丫头，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才认识。王诗雨视线在两人身上来回游走，笑容暧昧。穆离，你不是说身上的那股力量对云公子没有作用吗？说不定他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天命之子呢。白木离故作凶狠地瞪着他，但没有反驳，因为这种念头也曾在他脑中一闪而过。云轩看这个大大咧咧的胖胸少女是越来越顺眼了。拜托了，这么会说话就不要憋着了，赶快多说几句。白木离用手堵住王诗雨的嘴，把她推到云轩面前。耽误了半天，谢礼还没送出去。云轩笑道：无功不受禄，举手之劳的事情怎么好意思接受这些？闻言，王诗雨拍了拍大胸：没关系，这些零食对我来说只是零花钱而已，算不得什么。他将5枚戒指塞到了云轩手中。云公子，你就别推辞了，我很有钱的。云轩微微一笑，将戒指还了回去。其实我也很有钱，所以不需要这个。王诗雨不信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会比自己有钱，以为是自己的行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赌气才会这么说的。他张了张嘴，正想道歉，却被云轩摆手打断了。你若真过意不去，不如告诉我，你是怎么被吊到树上的？说实话，我对这个比较好奇。闻言，王诗雨一脸讪笑，羞愧得无地自容。白木离也笑了起来，乐呵呵道：这事还是我来说吧。事情是这样的。听完之后，云轩不禁多看了王诗雨2眼，这家伙真是傻得可爱。原来他们路过此地，发现树上吊着一只可爱的小白兔。王诗雨见到后食欲大发，心血来潮，想要烤来吃吃。于是他爬上了树，将其解救下来。两人吃饱喝足，准备离开时，王诗雨突然觉得就这样吃了人家的收获不太道德。在留下几两碎银后，王诗雨又自告奋勇的要重新布置陷阱。因为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他也不清楚效果怎么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将腿放到了里面，然后唰的一声就悲剧了。白木离不会爬树，只能干瞪着眼着急。现在回想起这事，他感觉又好气又好笑。诗雨，你真是蠢的可以，随便放的东西在里面不就知道效果了，你偏要放脚。要是今天没遇见云公子，我看你怎么办。王诗雨悻然，当时没想过真能成功，而且我以为就算成功了，我也能一个腾空翻身，将自己甩到树干上，然后解开绳索。哪知绳索的主人竟然在上面加了一点料，中招之后我浑身酥麻，一点力气也使不上。哈哈哈哈！小萝莉捧腹大笑，毫无形象。云轩，想不到吧，世界上还真有这么蠢的人。云轩也是有些无语，没想到一语中的，这人还真是自己掉到树上的。小萝莉看向面红耳赤的少女：喂，小胖妞，你的智商是不是都长到前面的2坨肉上了？女孩子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自己胖。王诗雨闻言立马反驳：我不胖。是吗？小萝莉盯着那对犯规的大胸，心生嫉妒。同样的身高，为什么你的就那么大？该不会是假的垫东西了吧？这么想着，小萝莉不怀好意地走向小胖妞。王诗雨退后2步，闪过一丝慌乱。你想干什么？小萝莉伸出2只爪子，露出一对小虎牙，一脸邪恶。我来验验货。王诗雨还在思考这话是什么意思时，小萝莉已经跳到了他身上，然后哎呦，你干嘛？别乱摸啊，那里不行的。木离，云公子，救我！王诗雨的挣扎声逐渐变小。好一会儿后，小萝莉才从他身上下来，
一脸郁闷，喃喃自语：“居然是真货，可恶的小胖妞。”王诗雨躺在地上，面红如血，双目无神，头发散乱，一副被糟蹋后生无可恋的样子。这都是什么人啊？一样的个头，为什么他的力气会这么大？死好痛，这个色萝莉！木离，我不纯洁了，以后不能陪你一起嫁人了。王诗雨抬头想要寻求安慰，却发现白木离正和云轩有说有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重新躺回地上。哼，有了情郎就忘了闺蜜，没人哄我，我就不起来了。另一边，白木离问道：“云公子去往何方？方便载我们一程吗？”他们本来也有一辆马车，但平时驾驶者都是王诗雨，白木离不甚熟练，在寻找附近之人帮助时，因操作失误，让马匹受惊跑了。当然可以，正巧我此行的目的也是缥缈道宫。云轩笑道：“缘分真是妙不可言。”闻言，白木离垂下微红的真手，轻声道：“幸好今天遇见云公子，不然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侧身躺在地上，用手撑着头的王诗雨看着这一幕，满腹怨言：“真就把我忘了呗？”小胖妞躺在地上打滚，故意闹出动静，引起白木离的注意。见状，白木离以为他出了什么事，连忙跑过去：“诗雨，你怎么了？别吓我啊！”王诗雨气息微弱地看着他：“此后有云公子照顾你，我便安心了。”白木离急坏了：“云公子，你快来看看，诗雨她好像不行了。”云轩走过来，蹲下身对小胖妞使了个眼色：“诗雨妹妹，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王诗雨心领神会，好姐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可以触碰，而且品行与长相都极为出众的男子，她非常乐意成人之美，于是道：“头好晕，可能是掉太久，气血逆流导致的。我感觉眼皮子好重啊，我现在就希望在闭上眼之前，看看云公子是否可以与你无伤接触。”听闻此言，白木离立马握住云轩的手：“你看，没事。”王诗雨眼睛一亮，又道：“更亲密的接触呢？”云轩偷偷给他竖起大拇指：“你是一个合格的僚机。”四火骄阳被云层遮掩，温度骤降，清风袭来，带来阵阵凉意。树荫下，白木离一脸娇羞，但看着虚弱的王诗雨，又说不出什么责怪的话，只能轻咬下唇，低声道：“牵手还不够吗？你想看什么？”王诗雨知道白木离容易害羞的性情，主动牵起男子的手，已经是头脑发热时的冲动了。现在冷静下来，再想诓他更进一步，是不可能了。一念至此，王诗雨揉了揉被色萝莉掐得生疼的胸，面露痛楚，气息虚浮，有气无力。那憔悴的神色看上去仿佛下一秒就要撒手人间。白木离高度紧张，坐在地上，用腿枕着王诗雨的头，关切道：“诗雨，你到底怎么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和王叔叔交代啊？”说着，白木离眼眶顿时红了起来：“都怪我，要是不想着加入缥缈道宫，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不应该让你陪我一起的，都怪我，都怪我。”王诗雨嘴唇发白，脑袋晕乎乎的，身前的可人似乎变成了两个。他张了张嘴，只觉喉咙干涩，发不出任何声音。完了，这是什么情况？老娘不就是装一下吗？这难受的想吐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今天该不会真的要交代在这里吧？不要啊！我王诗雨才刚满16岁，长得还这么可爱，正是花开时节，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没有浪费呢。爹，女儿不孝了，先走一步了。王诗雨意识开始模糊，眼皮在打颤，最后想到，要是有下辈子，我也好想能修炼。我知道有很多人看不起我，背地议论我，说我坏话，我只能将很有钱挂在嘴边，堵住悠悠之口，小心翼翼维持着这脆弱的尊严。外人都说我活泼开朗，可又有谁懂我藏在心中的自卑？木离姐姐，真羡慕你这么快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可以保护诗雨不受欺负的盖世英雄，至死还没有出现呢，好难过，好悲伤。王小姐，王小姐，耳边传来2声低沉的男子之音，很好听，很柔和。王诗雨缓缓睁眼，眼前模糊的景象开始清晰起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完美的脸，似是谪仙人一般。这人好好看，这是临死前的幻觉吗？还是说，属于我的意中人终于出现了，在生命垂危之际来拯救诗雨了？书里的故事果然不是骗人的，以后我一定要多看书，英雄救美的故事永不过时。等等，这人怎么这么眼熟？他是云公子。诗雨，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刚才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云公子为你诊断了一下，说你身体没什么大碍，只是中暑了而已，喝点水，多休息一下就好了。王诗雨耳边又传来一道空灵而悦耳的女声，这下彻底恢复清醒。他抬头看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现在在马车上。白木离解释道：“我们的马车丢了，正好云公子此行也是前往缥缈道宫。王小姐你好，认识一下，我叫云轩。”王诗雨面色一红，
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躺在男子腿上，旁边是一脸凶神恶煞、满脸嫉妒的色萝莉。白木离轻声道：“云公子精通医术，说躺在腿上有助于血液循环，你能这么快苏醒，全靠他精心照顾。”云轩笑道：“无礼之举，还望王小姐勿怪。白小姐为你奔波劳累，身子也比较虚弱，长时间枕在她腿上，恐会引起不适。他身为正人君子，自然不会占小女孩的便宜。本来是打算让她枕在与你长腿上的，但小萝莉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一定要留在马车里，还一副气鼓鼓的样子。无奈他只好让雨霓常去驾驶马车，毕竟自动挡速度还是慢了一点。而且当着白木离的面，他正好可以展示一下自己不为美色所动的良好品行与刻在骨子里的温柔体贴。给云公子添麻烦了。王诗雨挣扎着起身：“别动，你身子还需静养一段时间。”云轩扶住他的肩膀，轻轻将放下，动作温柔，举止得体。坐在对面的白木离美目中异彩连连。云公子果然温柔，这么会照顾人。小萝莉面色狰狞，后牙槽都快咬碎了。她的第六感果然是对的，这丫头才是最大的威胁。她们属性相同，都是萝莉，但对方可爱又胸大，自己只有可爱，郁闷。王诗雨躺下后，稍微侧身，对着云轩的衣服将脸遮住，暗道：真是羞死人了，刚才居然误以为云公子是自己的真命天子。雨霓常驾驶着马车，一路平稳行驶，没出现过特别颠簸的情况。车内的几人都没有说话。白木离斜着身子，掀起窗帘一角，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但俏脸上的那一抹淡淡的红晕，暴露了他无心看风景的事实。小萝莉翘着小嘴，不知道在生什么气。枕在云轩腿上的王诗雨全身绷紧，一动也不敢动，鼻尖萦绕着男子身上的清香，很好闻。大热天的，一点汗味都没有。想到这，王诗雨更加紧张了。他之前大汗淋漓，衣服都被打湿了，现在身上会不会很臭啊？他想起身换件衣服，然后喷个香水，但又不好一开口，只能憋在心里。云轩见小胖妞一副便秘的样子，善解人意道：“霓裳，停下车，王小姐要去方便一下。”雨霓裳闻言，拉住缰绳，轻斥一声，马车逐渐减速。王诗雨一脸懵逼：“方便？他要方便什么？”就在这时，小萝莉幽怨道：“小胖妞，你不去尿尿，还想在他腿上躺多久？”云轩皱眉，斥责道：“清茶，不得无礼。”王诗雨这才反应过来方便的含义，霎时间面红耳赤，迅速起身跑出马车。云轩板着脸，一副哥哥教育妹妹的架势：“清茶，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女孩子家说话怎能如此粗鄙？文雅娴静，知书达理，你是一样都没学好。”小萝莉撇了撇嘴：“切，装的还挺像。你平时什么时候教过这些？”见状，白木离帮他说好话：“云公子，清茶妹妹还小，这些东西要慢慢培养。”云轩恨其不争：“还小？都16岁的人了，就比我小2岁。”白木离惊讶道：“云公子今年18。”云轩笑道：“怎么，看着不像？”白木离连忙解释：“我不是这意思，云公子行为举止都比较成熟，还以为年龄会稍微再大一点，没想居然和木离同年。”云轩道：“好巧，我们还真有缘分。”白木离面若朝霞，低着头不敢看云轩。小萝莉一脸鄙夷：“18岁，你小子也好意思说得出口？我呸！见色起意的家伙！”初不知小白木离性情的云轩没再继续撩拨，凡事适可而止，过犹不及，于是转头继续教育起小萝莉：“清茶，这一路上少调皮捣蛋，没事多向白小姐学习一下。”白木离见云轩没再继续刚才那个暧昧的话题，稍微松了一口气。云公子高看了，木离可不是什么值得学习的榜样。小萝莉眼珠子一转，爬到白木离身边：“白姐姐，你和哥哥郎才女貌，又如此有缘，正好他还没娶妻，要不你们两个凑一对算了。”说着，他又转头看向云轩：“哥，你不是想让我向白姐姐学习吗？把她娶回家，这样我肯定能学好。这丫头什么时候这么懂事了？必须夹鸡腿。”云轩心中对这守神助攻暗自欢喜，但表面装作难为情：“白小姐，舍妹不懂事，你不要往心里去。”白木离娜娜道：“没事的。”小萝莉小嘴一嘟，直接跳到云轩身上，像个小女孩一样又哭又闹：“我不管，我不管，清茶就是要让白姐姐当嫂子，除了她，其他人我都不认。毛毛躁躁，摔到了怎么办？”云轩接住小萝莉，斥责一句后又道：“感情之事强求不得，得顺其自然。”说完给白木离听的话后，他附耳道：“清茶，这事要是成了，记你大功一件。”闻言，小萝莉演得更起劲了：“你就说你喜不喜欢白姐姐？”云轩一副纯情少男模样，羞红着脸：“这……”小萝莉道：“磨磨唧唧，像什么男人？
云轩心情不错，原谅了小萝莉借机嘲讽自己的行为，继续道：白小姐中天地之灵慧，长相气质绝佳，性格温婉动人，没有人会不喜欢。小萝莉看向白木离，那白姐姐喜欢我哥哥吗？白木离声若闻盈，不讨厌。小萝莉道：既然是两情相悦，那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不讨厌就是喜欢。对于小萝莉的脑回路，白木离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否定的话，云公子会不会误以为自己讨厌他？但不反驳的话，会不会显得自己太不矜持？眼神飘忽的云轩像是鼓起了勇气，颤声开口：白姑娘，你是第一个让我心跳加快的女子，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也不清楚。也许这不是男子对女子的喜欢，但我不想等错过白小姐后才后知后觉，留下遗憾。不知白小姐是否有心仪之人？若是没有，可否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小萝莉目瞪口呆，云轩你比我还会演。之前望月楼里的那副情意绵绵，果然是装出来的。她现在十分好奇，白木离恢复记忆以后，想起他的这副无耻模样，会不会气急败坏地锤死他？不过以这家伙的手段，届时木离仙子怕是早已被吃干抹净，想逃也逃不掉了。小萝莉心潮澎湃，想到清冷仙子被某人坏了道心，压在身下，婉转成欢那一幕，就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于是更加卖力了，扯着嗓子喊道：在一起，在一起。白木离看向坐在外面的雨霓裳，迟疑道：霓裳姐姐和你是什么关系？雨霓裳笑道：白小姐不必在乎我的感受，我只是公子的侍女而已。她虽然不知道陛下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凡人女子动心思，但只要是陛下喜欢的，她都会全力支持。不过心里还是稍微有点嫉妒白木离，想不明白她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陛下如此特殊对待。闻言，云轩怔了怔，随后正色道：霓裳不是侍女，她是我的妾室。此话一出，车上的三人全都露出意外之色。雨霓裳心生感动，面露喜悦，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陛下也开始在乎起她的感受了。小萝莉则是恨不得跳起来，狠狠地捶一下云轩，这种关键时刻，你装什么好男人？平时也没见你对霓裳妹妹多好啊。云轩继续道：霓裳虽是我的妾室，但我对她的感觉和对白小姐的完全不一样，应该不是喜欢。不过她很好，我也不确定日后会不会产生喜欢的情绪。白木离闻言露出了然之色，云轩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股贵气，着装打扮亦是贵不可言，一看就是大家族的子弟，这样的出身会进行联姻，再正常不过了，就像自己一样。白木离收拾一下低落的性情，笑道：云公子刚才若是不承认，说不定我就答应了。云轩脸不红心不跳，一本正经地说着昧着良心的话：我不想对白小姐有所隐瞒，若是要靠谎言才能换取你的欢心，即使日后真在一起，也会因今天之事有所介怀，让感情变得不纯粹。小萝莉憋住不笑，云轩瞥了一眼小萝莉，知道她在想什么。翻车，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怎么，她喜欢白木离有问题吗？她追求大梨公主有问题吗？云轩的话让白木离心中一软，虽然她体质特殊，但追求她的男子也不是没有，可都目的不纯，或为权，或为势。像云公子这么纯粹，这么坦荡，这么君子之人，她还是第一遇见。云轩目露忧伤，失落道：是在下言之过急了，毕竟我们今天才见面，白小姐不接受也很正常。白木离看向窗外，捋了捋秀发，轻声道：云公子刚才的举动让人很有安全感，看得出来你是个十分负责的人。云轩欣喜道：白小姐的意思是，我们才刚认识，对彼此都不太了解，可以先试着接触一下，待熟悉后再谈喜欢与不喜欢，也为时未晚。白木离身为皇族公主，自然不会在意云轩有妾室，三妻四妾，这不是很正常吗？他家的长辈要么一个没有，要么妻妾成群。小萝莉木然，还是云轩套路深，自己太单纯了。这招既获得了白木离的初步信任，又暖到了霓裳妹妹。云层散去，似火骄阳炙烤大地。下了马车的王诗雨并没有去方便，他就近找到一处水源，美美的洗了一个澡，换了一身洁白的连衣裙，喷了喷昂贵的香水。半个时辰后，王诗雨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面小镜子，举过头，对着天空，仰着头，仔细端详了一阵白腻而圆润的脸蛋，才心满意足地收了起来。真好看，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也不知道最后会便宜哪个男人。王诗雨提起裙子往马车方向走去，防止鞋子抬起时带起的灰尘将裙子弄脏，边走边想到，未来的夫君不需要多有钱多有势，也不需要修行天赋有多高，但一定要会照顾人，就像云公子一样。长相也不能比云公子差。路上，王诗雨摸着下巴，神色苦恼。他发现从小到大所遇之人中，没有一个人的长相可以与之媲美，
回想起云公子那惊为天人的容颜，王诗雨面色一红，低声道：“长相比不过他，那就必须修为强大，是能保护诗雨的盖世英雄。”王思雨神思部署，择偶标准以云轩为模范，在不停的更换，思前想后，最后发现理想中的形象不就是云公子吗？想到这，他心跳加快，有种做了亏心事的心虚感。云公子明显和穆离是一对，自己怎么能产生这种想法？虽然以前开玩笑说过，两人要么不嫁，要么共侍一夫，但这都是小时候的童言无忌，当不了真的。王诗雨摇了摇头，轻轻扇了自己一巴掌，骂道：“你就是见色起意，穆离是因为云公子能与他无伤接触，才会产生好感。你呢？难不成就因为中暑之后，醒来第一眼见到的是云公子，便擅自把他当作梦中情人了？”少女怀春总是情，王诗雨一路心事重重，回到马车附近时已是20分钟之后。你长姐姐，让你们久等了。见到坐在马车外面的雨霓裳，王诗雨挠了挠后脑勺，脸上露出2个小酒窝，有些不好意思的笑道。雨霓裳颔首，没有多说什么。哎呦，王小姐您这方面时间可真久，我差点以为你被坏人绑走了呢。王诗雨刚上马车，便迎来了小萝莉的阴阳怪气。闻言，王诗雨神色尴尬，同时心中无语，这色萝莉怎么老是找茬？自己什么时候得罪她了？长得可爱，还生得大，就是原罪。小萝莉嫉妒地看着王诗雨身前的2坨肉，恨不得砰砰2拳把她给捶平了。此人是她最大的竞争对手，要是让其成功上位，日后她还能有什么家庭地位可言？云轩这色批肯定天天把玩小胖妞的大玩意，还能理会自己？清茶，好好说话。云轩拍了一下小萝莉的头，女孩子爱干净，借机洗个澡也是人之常情。你泡澡的时候不也是半个时辰起步？小萝莉神色幽怨，半个时辰？这是她自愿的吗？明明是被强迫的。白木离嗔怪道：“诗雨，这不是家里，身为客人，怎么能让主人等你这么久？下次不许再这样了。”啊！王诗雨面色绯红，白木离的话他一点也没听进去，此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云公子怎么知道自己去洗澡了？莫非……云轩笑了笑，以前他蹲坑玩手机的时候都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倒不是因为手机电量不够，而是因为再蹲下去那双脚就要报废了。这个世界没有手机，上个厕所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他担心王诗雨出现意外，被豺狼虎豹之类的给叼走，惹得白木离伤心，便用仙石探索了一番，发现他在不远处的小河里洗澡，才放下心来。有一说一，这丫头身材确实不错，比穿着衣服时看起来更有亮。就在这时，外边的雨霓裳提醒道：“王小姐，坐稳了，准备出发了。”听闻此言，王诗雨下意识地往云轩身边靠去，坐在云轩身旁的小萝莉连忙枕到他腿上。云轩笑道：“王小姐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可随意活动。”这话潜意思是她已经不需要继续枕着静养了。不知为何，王诗雨心中有股淡淡的失落。她患得患失地坐到白木离身边，好一会儿后才发现自家闺蜜心不在焉，不知道在想什么，眼睛还时不时地瞥向云公子。这一发现让王诗雨为之震惊，白木离是什么性情，她再了解不过了，这就沦陷了。她离开才多长时间？四世发现了王诗雨神色古怪地看着自己，白木离轻咳一声，为掩饰尴尬，他主动找起话题：“云公子，你此去缥缈道宫也是去拜师的吗？”拜师？云轩目露追忆，脑海中浮现出清冷师尊的模样。算是吧。王诗雨开心道：“拜师好啊，说不定以后我们能一起修行呢。”小萝莉警惕道：“你这么兴奋干什么？”王诗雨被泼了一盆冷水，瞬间清醒，甜甜一笑，就是觉得云公子和木离真的很投缘，说不定真能修成正果。小萝莉理所当然道：“他们当然会在一起，白姐姐是我内定的嫂子，已经答应我哥的追求了。”王诗雨转头呆呆地看着面色羞红的白木离。木离，你们发展的这么快吗？见状，小萝莉冷笑：“道高1尺，魔高1丈，老娘直接取代你僚机的身份。这下你的优势就只剩那对犯规的大胸了。”察觉色萝莉的视线，王诗雨脊背发凉，捂住胸口，暗道：“老是盯着人家这里看什么？都是女人，你又不是没有。”等等，王诗雨定睛一看，发现这家伙身前一贫如洗，真的什么都没有。他好像发现自己被针对的真相了。王诗雨趾高气昂，得意地挺了挺胸，山峰一阵抖动，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这一幕气得小萝莉差点吐出一口老血，浑身颤抖，冷冷地看着他，一副你给老娘等着，咱们走着瞧。王诗雨又摇晃了一下，洋洋得意地盯着小萝莉的身前，他什么都没说，却仿佛什么都说了。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碰撞出无形的火花，最终脸皮较薄的小胖妞率先败下阵来。只见小萝莉一手成爪，
一手握拳，他的拳头带着劲风，快速轰向爪子。拳与爪接触的瞬间，爪子变成了掌，寓意早晚打爆对方的胸。王思雨泪眼汪汪，他被吓到了。这色萝莉好凶残，与温文尔雅的云公子一点也不像，两人真的是兄妹吗？云轩见小萝莉欺负小胖妞，捏住她的脸蛋，扯了扯，警告她不要太过分。小萝莉小嘴一翘，委屈的往他怀中的拱了拱，小声道：“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云轩传音笑骂：“想什么呢？一个小丫头而已。”小萝莉愣了一下，逐渐瞪大眼睛。云轩这小子怎么解除限制了？云轩余光看了一眼小萝莉，他之前差点就被这丫头忽悠住了，遇到白木离不得不运转仙气防御之后，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化凡指的是心境化凡，而不是彻底变成凡人。特意去限制自己超出常理的能力，反而于修行不利。念头不通达是修行者的大忌。白木离这情况，他以凡人之躯如何进行亲密接触？真当他是毫无邪念的圣人。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晚风阵阵，吹得人神清气爽。借着黄昏余光，马车继续走了一段路，直到夜色深沉，看不见前方景象时，云轩出声道：“今晚就在这休息吧。”闻言，王诗雨拿出地图看了看，云公子，此地离缥缈道宫不远了，若是继续赶路，天亮之前便可抵达。云轩笑道：“虽有照明之物，但夜晚赶路终究不太方便，况且马儿顶着大太阳，走了一天，我们不休息，他总得休息吧。”王思雨歪着头想了想，觉得也是，随后伸了一个懒腰，打着哈欠：“云公子的马品质不高啊，我们之前的那一匹不吃不喝跑10天都没事，回头到了缥缈城，我送你一匹上好的邻居。”云轩玩笑道：“那就感谢小富婆的赠与了。”闻言，王诗雨脸上的慵懒之色一扫而空，面颊火热，迅速起身来到车外，转移话题：“今晚是不是要安营扎寨？这马车5个人睡不下吧？”云轩跟着出来，闻着新鲜的空气，舒展了一下手臂：“你和白小姐睡车上，我们到外面暂住一宿，这不太好吧？”王诗雨迟疑道：“哪有客人住家里，主人去外面的道理？”小睡一会的白木离这时也醒来了，看着金发璀璨的绝美少女，云轩笑了笑，弯腰伸手，那在下变成妖白小姐一赏夜间美景。白木离心跳加快，犹豫了一下，搭了上去。他看得出云轩本意是想扶他下车，并没有特意占便宜的意思。山路陡峭，车盘很高，白木离这种柔柔弱弱的大家闺秀下车却有不便。在云轩的搀扶下，白木离平稳落地，云轩适时收回手，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小胖妞和小萝莉则是大大咧咧的直接跳下车，一点也不注意形象。深沉的夜里，万物俱寂，一轮孤月悬挂苍穹，清冷的月华倾洒而下，为大地披上一层洁白的银纱。远处的森林时不时传来虎啸狼嚎，近处的草木在夜风中摇曳不止，杂草丛生的路边传出忽高忽低的虫鸣之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云轩一行很快寻到一处较为宽敞的平地，在小胖妞羡慕的眼神下，雨泥常搓出一个低级火球树，堆在一起的枯木顿时燃烧起来，通红的火光映照无边的黑夜，驱散了寒冷。王诗雨利用自身微薄的灵气，从量身定制的高级空间戒指中取出保温不错还热气腾腾的饭菜，逐个递给几人。都小半天了，车上也见你们吃过东西，想必都饿了吧？云轩与雨泥常笑着接过，同时道：“谢谢王姑娘，承蒙你们搭救，还让我们坐上马车，一点食物而已，担不起感激的。”王诗雨憨厚一笑，又取出2盒饭菜，递给白木离1盒后，看向小萝莉。他寻思着，这丫头虽然看着不正经，还处处针对自己，但到底是云公子的妹妹，自己大人有大量，不和她计较。要是能一饭泯恩仇，那就再好不过了。小胖妞确实会吃，光是这香味便让人食欲大增。小萝莉如今只是凡人之身，加上本身的确有点饿了，见云轩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不禁咽了咽口水。见状，王诗雨伸手递去：“清茶妹妹，要吃吗？”小萝莉总感觉吃了之后就低人一等了，因此她冷着脸拒绝：“你留着自己吃吧，我不饿。”接着她有些不悦道：“清茶妹妹也是你能叫的，记住了，以后要叫姐姐，不然……”哼！小萝莉小手握成拳，以示威胁。王诗雨下意识缩了缩身子，用手挡在身前。她想起白天被支配的恐惧了，胸前似乎又隐隐约约传来痛感。咕噜咕噜，小萝莉肚子不争气的传来2声巨响。她羞红着脸看向一旁正慢条斯理吃饭的云轩：“云轩，我想吃烤肉了，你做给我吃。”云轩本能的想让小萝莉一边去玩，要吃自己做，但一想到白木离就在眼前，他这么做有损形象，于是露出温和的笑，摸了摸小萝莉的头，宠溺道：“清茶想烤什么吃？金翅、大鸟肉。”小萝莉对云轩的反应十分满意，
他现在这么温柔体贴，果然是在追求自己。云轩取出烧烤架，和上次从金翅大鹏身上割下来还没烤完的鸟肉放到明火上烧烤，一边暗中催动九幽明火，一边道：“白小姐，王小姐，这鸟肉味道不错，你们先别吃饱了，待会也尝尝。”他打算一展厨艺，为自己再加一点分。白木离轻轻点头。王诗雨兴奋道：“云公子的手艺肯定很不错，我拭目以待，看好你哦。”小萝莉盯着一对大胸，腹诽道：“吃就知道吃，难怪长得和奶牛一样。”当鸟肉熟后，在场之人全都吃得满嘴流油。王诗雨打了一个饱嗝，摸着圆滚滚吃撑了的肚子，给出极高的评价：“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至尊敬的鸟肉，灵气充足，大盛之下一小口便可破镜。但王诗雨身为天绝体，感受不到其中所蕴含的力量，只觉得十分美味。白木离虽有所察觉，但那股庞大的力量进入他身体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过云轩随手便能拿出如此奇珍，让白木离对他的真实身份越发好奇。吃饱喝足后，几人在寂静的夜里又闲聊了一阵。云轩见小胖妞开始犯困，便起身道：“早点休息吧，霓裳已经布置好住所了。”白木离抬头望去，不远处两个帐篷靠在一起。云轩解释道：“周围有不少野兽，近一点也好有个照应，也更暧昧是吧？”小萝莉鄙视。白木离牵着王诗雨，红着脸转身离去。目送两人接近帐篷，云轩这才熄灭火堆，世界陷入黑暗。黑暗中，小萝莉牵着云轩的衣角，娇声道：“云轩，我也要解除禁制，恢复修为。”云轩缓步前行，淡淡道：“好好的，你解除禁制干什么？”小萝莉对云轩这种明知故问的行为感到愤怒。放在以前，他可能会忍着心中的不爽去讨好他，但现在认为自己是被追求者，因此有恃无恐。大热天的，没有修为，热死人了不说，刚才坐在火堆前，我手臂还被可恶的蚊子咬了2个大包。说到这，小萝莉越发气愤，又痒又疼。你说蚊子这种生物为什么会存在？你干脆下令将此界蚊子全部灭了得了。这毫无道理的话，惨无人道的行为，云轩闻言却是蠢蠢欲动。穿越前，夏天饱受蚊子折磨，他曾不止一次抱怨过蚊子的存在。穿越后，住在小山村的他亦是饱受折磨，当时就发誓，日后学有所成，一定要将世界上所有的蚊子消灭。可惜后来修为提高，蚊子不能再靠近他之后，便渐渐忘记了初心，将曾经义愤填膺的事情抛到了脑后。如今被小萝莉这么一提醒，加上如今处于心境化凡之中，年少时刻骨铭心的仇恨再次涌上心头。不过此界终究不是蓝星，蚊子也能诞生灵智，甚至化为人形。他虽然冷血，但还不至于丧心病狂，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下令灭了所有蚊人。稍作思考，云轩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可以创造一个处于虚幻与现实之间的世界，勒令世间所有有智慧的蚊子，连同那些没有诞生智慧的子孙后代，一起迁徙到那个世界，然后再在现实世界各处布下连接虚幻界的通道，将那些穷凶极恶、犯下不可饶恕之罪的凡人或修士投入其中，处以蚊刑。这样蚊子有了血食，不会饿死，恶徒也得到应有的惩罚，他少时的心愿也能得到满足。某些不愿一直待在虚幻界，达到无需血食境界的蚊子大能，可以前往天庭任职，正好天庭也有几个蚊族的至尊。这么一来，那些想出来的蚊子就会拼命地提升境界，处于其中的血食将会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了自由，蚊族之人定会爆发难以想象的潜力，天庭便能收获一批又一批的高手。转瞬之间想出来的一弹不知多少鸟的办法，让云轩很是兴奋，立马将这个想法告知了小萝莉。小萝莉闻言稍作思考，也觉得这个计划非常不错，调侃道：“云轩，你这小子果然是一个合格的资本家，算是将蚊子的价值压榨到极致了。”云轩笑了笑，随后有些苦恼道：“创造一个世界还好说，但怎么创造一个能够连接诸天万界的虚幻界，我暂时还没有头绪。毕竟我精修的不是此道。清茶，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小萝莉不在意道：“这有什么难的？你将我本体放出来，我分分钟将你所想的虚幻界建造出来。”听闻此言，云轩愣住了，他并没有感到喜悦，反而浮想联翩，对小萝莉的身份产生了猜测。建造这样一个世界，必定要精通空间之道，若是小萝莉主修的就是空间之道，那便很好理解为什么他会产生求天灌困不住小萝莉的直觉了。世界上谁能困住一位空间主神？再想深一点，系统能带自己穿越，是不是也和空间之道有关？甚至在仙门上设下空间法则之人也是他。念及此处，云轩停下脚步，眸光幽深，缓缓道：“清茶，
你……小萝莉像是知道他想问什么，装傻充愣。哎呀，我的意思是，全盛时期可以分分钟见出来，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就算放我出来，我也做不到。说着，他向帐篷方向跑去。快到时，他回过头：你别胡思乱想，这样一座世界，任何一个仙尊都能建造出来，而本系统天下无敌，随手创建出来，不是很正常吗？反正和空间之道一点关系都没有。云轩，怎么感觉你这是不打自招？云轩叹了一口气，看向天际的孤月，半晌，他才迈步前往帐篷。既然小萝莉不愿意说，他便不追根究底了，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小萝莉躲在帐篷里面，拉开一条小缝，见云轩走来，顿时紧张起来，想着他待会要是问起来，自己应该怎么回答。这一刻，他的大脑在疯狂转动，超负荷云运行，只为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一个完美搪塞云轩的借口。撕拉帐篷的链子声响起，小萝莉这笨蛋并没有想出完美的理由。虽然他可以撒谎，但不知为何，现在的他不想这么做，心里闷闷的，很不舒服。但将真相告诉云轩，他觉得还不是时候，事关重大，两人的关系还没好到那种程度，夫妻之间都有可能反目成仇，他们现在只是亲亲嘴。云轩进入帐篷，瞥了一眼抱头蹲在角落的小萝莉，随后掀开被褥，整理起地铺。见状，小萝莉忍不住道：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云轩抖了抖轻薄的被子，问了：你会说吗？小萝莉沉默。云轩又道：你是敌人吗？小萝莉急忙应道：当然不是。似乎觉得这个说法不妥，他又道：本系统是上天派来辅助你称霸世界的外挂，怎么可能是敌人呢？云轩坐到地毯上，掀起被子一角搭在小腹上，灿烂一笑：这不就行了吗？小萝莉看着那发自内心的笑容，顿时愣住了，一时间有些吃了。云轩这么信任他了吗？他说不是就不是，都不怀疑一下的吗？云轩，其实我……小萝莉开口想要解释什么，却被云轩打断了。他拍了拍被子，笑道：别蹲在那发呆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虐待你了呢。一股暖流划过小萝莉的心扉，这种被信任的感觉真好。看着云轩阳光的笑，小萝莉开心地跑了过去，坐在地毯上和他靠在一起，笑骂道：花心大萝卜，哄女孩子开心的法子可真多。小萝莉嘴角微扬，月眉稍轻，傲娇地想到：哼，我可不是小女孩，才不会上当。不过今天的表现还不错，给你加10分，再努力，本系统可以大发慈悲的让你牵牵手。小萝莉一脸傻笑，暗自欢喜。云轩搂过她，盖上被子，熬夜对身体不好，赶快睡觉。小萝莉娇小的身躯缩在他怀中，脸上的红晕蔓延到颈脖上，扭捏的想到这人怎么一回事，才刚给你一次牵手的机会，你就擅自动手动脚，直接搂搂抱抱了。减分，必须减大分，别动，好好睡觉。云轩闭着眼睛，将软弱无骨的小萝莉当成了抱枕，男子炽热的呼吸打在耳朵上，痒痒的。小萝莉羞涩无比，这才反应过来，他们现在居然睡到了一起。小萝莉张了张嘴，但关于约法3章的事情，终究没从他口中说出，但又觉得什么都不说，好像很不矜持。太容易得到手的东西，男人是不会珍惜的。小萝莉犹豫了一下：云轩，我们这样是不是发展太快了？什么意思啊？云轩现在对他并没有歪心思，处于一种老父亲带娃的状态。小萝莉轻咬下唇，对他这种装傻充愣的行为很是不满，挣扎出怀抱，低声喝道：男女授受不亲，搂搂抱抱，成何体统？闻言，云轩觉得有理，但没有多想，他翻过身：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小萝莉以为他生气了，小声解释道：云轩，虽然这些天你表现不错，但我还没答应你的追求，等关系更进一步，你想抱也不是不可以。云轩闻言怔了怔，他什么时候追求小萝莉了？这些天他认真扮演一个好哥哥的角色，加上小萝莉平时喜欢打打闹闹，肢体接触较多，他都对牵手、拥抱这些稍显亲密的动作免疫了。这一刻，云轩终于明白，这段时间小萝莉嚣张的底气是从何而来的了，那女朋友般的既视感又是怎么一回事了。小萝莉不将这事说出来，云轩面对她还能保持古井无波的心态，但现在平衡被打破，他已经做不到前一秒心如止水的状态了。狭小的帐篷里，两人背靠背，心思各异。小萝莉是羞涩难堪，云轩则是邪念丛生。既然小萝莉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追求他，何不干脆将计就计，真的追求起来？他虽然对楚清茶没什么感觉，但不可否认，他对系统确实有所想法，见色起意。而且两人亲也亲了，又是名义上的夫妻，命运早已绑在一起。不管两人嘴有多硬，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终将走到一起。既是如此，他何不将时间提前一点？以前是低不下头，怕小萝莉出言嘲讽，丢了面子。
现在小萝莉都默认了，他已经不需要低头了，只需温柔一点，顺势感化他而已。若他能有系统的样貌，小萝莉带给自己的感觉，两者结合，那便是心动与喜欢。想到这，云轩心中已有所决断。他翻过身，眸光柔弱地看着他。本以为化凡对你也能有所帮助，我才会封印你修为，现在你想要解开，我自然不会反对。说完，云轩指尖触及小萝莉的眉心，金光闪烁，感受到全身充满力量，小萝莉身心愉悦，赞赏道：算你小子识趣。云轩笑了笑，再次将她搂在怀中。这一次的感觉和上一次完全不一样，不只是身体上的舒服，更是精神上的欢愉。突然起来的变故让小萝莉六神无主，本能的挣扎起来。你想干什么？云轩没有松手，一只手继续搂着她的身体，一只手拂过她的唇瓣，捏了捏她的脸蛋。小萝莉身上仿佛流过一阵电流，她脚板挺直，浑身僵硬，大脑一片空白。让她安静下来后，云轩缓缓出声：我们都这种关系了，没必要再关着你本体了。这种关系说得很暧昧，很模糊，可以是哥哥和妹妹，可以是朋友，可以是情侣，到底是哪一种，完全靠小萝莉想象。云轩这么说，主要是怕小萝莉恼羞成怒，慌不择言，闹得她下不了台，算是给自己留一条保住颜面的后路。不行，现在还不行。如云轩所料，小萝莉反应很激动，不过倒是没有出言嘲讽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话。云轩有些失落，但还是善解人意道：我明白了，不出来肯定是有你的考量。小萝莉面色一红，她哪有什么考量，就是下意识觉得云轩想要给她本体打针。对，没错，不出来肯定是有所原因的，但具体情况暂时不能告诉你，作为补偿，本系统允许你抱一晚。小萝莉面红耳赤地缩进被子里，闭上眼睛，往云轩的怀中拱了拱。其实就算云轩发誓不进行打针运动，她也不愿意出来，倒不是信不过云轩，而是楚清茶这个身份，这具身体就像一副面具一样，让她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天性，撒娇卖萌，撒泼打滚。若是换成她本体，有些话，有些动作，她是真的做不出，感觉好丢人，好感尴尬，好社死。云轩侧卧着身子，脸上带着微笑，他们现在这关系应该算是朋友之上，恋人未满了吧。感受着怀中家人的颤抖，云轩一时之间亦是感慨万分。短短几十年，两人的关系变化还真大，从一开始的敌对猜忌，到后来的暧昧不清，相辅相成，再到现在的心照不宣，临门一脚。月明星稀，如雪似霜的月光透过茂密的树枝，照到空地上的帐篷上，银光点点。莫离，第一次和男人在外过夜是什么感觉？瞎说什么呢？帐篷内，两个少女侧卧着身子，面对面窃窃私语。嘿嘿，你脸红了，你脸红了。王诗雨清脆的声音响起。小胖妞，再这样，明天我让清茶妹妹把你掐肿。白木里有些急了，恼羞成怒。闻言，王诗雨上一秒还洋溢着欢乐的笑脸，顿时变成苦瓜色。木里你变了，以前不会对我说这么残酷的话的，果然有了情郎就忘了生死相随的好姐妹。黑暗中，白木离面色一红，谁让你老是口无遮拦？要是引来云公子的不快，那怎么办？王诗雨娇哼一声，云公子，这才认识多久，你就天天把他挂在嘴边？明明以前都是诗雨。白木离神色一慌，急忙掩住他的嘴。死丫头，云公子就在隔壁，你声音这么大干嘛？王诗雨掰开捂在自己嘴上的柔软小手。木离这么在意云公子，诗雨吃醋了，不开心了。白木离嗔笑，你个女的吃什么醋？王诗雨滴溜溜道，吃你的醋不行吗？小时候我们可发过誓，要么不嫁，要么共侍一夫，现在未来的夫君眼里只有你，我不能吃醋吗？白木离道，什么夫君不夫君的，我们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小时候不懂事说的话也能当真？王诗雨不依不饶，怎么就不能当真了？既然没有忘记，那就依旧有效。白木离困了，懒得争辩，疲惫道，你要是看上他了，就自己去勾搭，我要睡了，不和你说了。你在车上都睡了那么久，现在怎么还能睡？王诗雨凑过身子，附耳道，木离你老实说，是不是想快速入梦，去与云公子相会？白木离一脸疑惑，没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王诗雨一字一顿，揶揄道，做春梦？你这人怎么一天天的都没一个正形？我真生气了。白木离用手轻轻捶了一下他，我还没见过木离生气的样子，今天正好瞧一瞧。王诗雨掀开被子，兴奋起身，骑在白木离身上，伸出两只肉乎乎的爪子，恐吓道，和你睡了10几年，什么也没发生，再不有所行动，第一次就被云公子夺走了。白木离缩了缩身子，扯着被子遮住半张脸，小心翼翼道，你又想干什么？王诗雨一脸坏笑，
木离，今夜请为诗雨大魔王献上清白之身。白木离佯装害怕你别过来。王诗雨兴奋地将被子扔到一旁，白木离愣住了。你玩真的？这还能有假？小美人，今天你在劫难逃。不消片刻，王诗雨就利用自身蛮力将白木离包了一个干净。帐篷内衣物纷飞，他手上拿着红色的肚兜，气愤道：白天清茶那丫头欺负我，你不帮忙就算了，刚才居然还和她一样叫我小胖妞，这事我可记在心里了。白木离双手遮住胸脯，求饶道：诗雨，姐姐错了，以后再也不叫了，她再欺负你，我一定帮忙。迟来的正义，那还是正义吗？一切都太迟了，诗雨已经黑化了。木离，接受你应有的惩罚吧。王诗雨不怀好意，打量绝美的金发少女，看着那规模不比自己差的白玉峰，邪恶地笑道：穿着宽松的长裙不显大，几年没坦诚相对，没想到你的馒头居然追上了本魔王。说着他捏了捏，惹得金发少女浑身战栗，娇嗔道：哎呀，你要死了。接着他又摸了摸自己的，对比一下，不错不错，长势很好，柔嫩度与弹性不比本魔王的差。白木离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有些害怕。可以了吧？再继续，我以后就不理你了。听闻此言，王诗雨直接使出龙爪手，摁住两座山峰，手指陷入软腻之中，发出猥琐的笑。嘿嘿，木离第一次是我的了。白木离又羞又恼，惊呼道：小胖妞，无法无天了是吧？看我不叫清茶来收拾你。王诗雨收手，叉腰，为防止我们的闺房秘话泄露，霓裳姐姐非常贴心的在外面布置了一个简陋的隔音阵法，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木离，接受本魔王的审判吧。白天被色萝莉压在身下的绝望感，你也该尝尝了。不要，诗雨快松手，你弄疼我了。别害怕，我会很温柔的，提前练习一下也是为你好，日后云公子肯定也不会放过他的。隔壁云轩竖着耳朵听着时有时无的靡靡之音，脑中浮想联翩，有种想用仙石一探究竟的冲动。清冷出尘的木离仙子居然会被一个凡间的小胖妞这么欺负，当真是世间一绝。就在这时，小萝莉捂住他的耳朵，不准听，不准胡思乱想。云轩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小萝莉面色一红，辩解道：你个色胚，产生欲念后对我有了歪想法，想要做色色的事情，怎么办？云轩搂过他，自语道：你说怎么办呢？小萝莉钻进被窝，闷声闷气道：收起你的龌龊想法。另一边，两人打闹一阵子后，睡意全无。王诗雨八卦道：你说霓裳姐姐和云公子会不会正在做大人该做的事？白木离揉着胸口，面无表情地看着和个没事人一样的少女，大人该做的事，像你一样欺负我吗？错了，诗雨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木离姐姐别生气了嘛，这副样子好吓人，云公子喜欢的是柔弱的白小姐，而不是什么？白木离眼神中带有杀气。王诗雨干咳一声，木离不管什么样子都是最漂亮的，云公子肯定都喜欢。白木离微扬真手，一副算你识趣的样子。哄好白木离后，王诗雨压低声音：霓裳姐姐那么漂亮，又天天跟在云公子身边，还喜欢云公子，是个男人，该发生的应该都发生了吧？虽然他人挺好，但你还是得留点心眼，这可是你的情敌。白木离没好气道：情什么敌？人家早就是云公子的妾室了啊！因洗澡而错过这个消息的小胖妞逐渐瞪大双眼。王诗雨懵逼一小会后，为白木离打抱不平：他都有女人，怎么还厚着脸皮追你？枉我还以为是什么正人君子，这种三心二意的男人不要也罢，趁着你还没陷太深，到缥缈城后我们就和他分道扬镳。白木离柔声道：优秀之人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吗？王诗雨持反对意见：我爹就娶了我娘一个。白木离道：上次你不是说王叔叔背着你娘在外面包养了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吗？王诗雨道：包养归包养，他从来都带回家的，若是你嫁给云公子，看见家里还有其他女人，会舒服吗？白木离淡淡道：我是公主，这些早就习惯了。王诗雨愤愤不平，还想再说些什么，白木离却道：他们两个发生了关系，若云公子不负责，岂不是更加不靠谱？你离开后，云公子他……白木离知道诗雨这是为自己着想，因此将车上发生的事情逐一说给他听。听完后，王诗雨动容，若真是如此，云公子确实是一个负责、让人充满安全感的好男人。白木离笑道：刚才不是还说要共侍一夫吗？现在怎么持反对意见了？反悔了，不打算嫁了。王诗雨扯着他的手臂撒娇道：你还调侃人家，我这不都是在为你考虑吗？白木离继续调侃：要是云公子看上了你，你是嫁
还是不嫁呢？王诗雨呐呐道：“你看见我又不会不舒服，我不能修炼，能有人喜欢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多要求？这意思是想嫁喽？”白木里打趣道。王诗雨羞涩难堪，转移话题：“我感觉色萝莉的长相和性格与云公子完全不一样，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是亲兄妹？”闻言，白木里迟疑道：“今晚他们睡在一个帐篷内，不是亲的，应该不会这样吧？”王诗雨神神秘秘，唇瓣凑到他耳畔，小声道：“有没有可能是童养媳之类的？”这白木里也不确定。另一边，小萝莉撸起袖子，咋咋呼呼道：“我就知道这小胖妞对你不怀好意。”说着，他就要起身去隔壁收拾人，但随着白木里与王诗雨下一句对话传来，小萝莉银白的小脸顿时变成了滚烫的龙虾色。胡说八道，童养媳什么的，一句话让小萝莉的大脑一片混乱，霎时间已无心再去教训小胖妞。她看着正偷着乐的云轩，跺了跺脚：“你还笑？”云轩憋住不笑，翻过身。见状，小萝莉蹲下，猫着身子，探出头，想瞧一瞧她是不是在躲着偷笑。她的脑袋刚探出云轩侧身的范围，她身下的手臂顿时掀起，云轩直接将她夹在了腋下。小萝莉挣扎：“你干什么？快放开我！”云轩将她放到另一侧，继续搂着。“清茶，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可爱了？”突如其来的撩拨让她不知所措，下意识还嘴：“一直都是这么可爱，以前是你瞎了眼，不懂得欣赏美，就会拿我泡茶。”云轩笑了笑，忽然道：“其实他说的也不错，你是我养大的，咱们又是名义上的夫妻，说是童养媳也不为过。”小萝莉怒道：“再说一遍，谁是你养大的？”云轩厚着脸皮道：“楚清茶啊，悟道术的那片嫩叶，那会还没成年呢。”说到这，云轩不由打量了小萝莉几眼。自那之后，过了30几年，虽然是成年了，但这具身体却只长了1厘米，身高刚好1.5米，某些地方依旧一贫如洗。云轩回忆了一下，发现再望月楼见到的本体投影，似乎也是一个平胸。小萝莉一手遮胸，一手戳向云轩眼睛：“看什么看？我本体可不是这样。”她一直觉得自己的本体挤一挤，还是能有小笼包那么大的。云轩后仰，躲开攻击，心中对小萝莉的辩解不以为意，但见她一脸倔强的模样，便没再继续调侃。话锋一转：“等再次破镜，我就还你本体自由。”说完，他便闭上了眼，也不管小萝莉愿不愿意。小萝莉张了张嘴，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盯着云轩的脸，看了好一会儿后，才闭上眼，靠在他怀中缓缓睡去。另一边，白木里与王诗雨一时困意袭来，渐渐没了声响。青葱的树木之上，一身青衣的丰腴女子，双手枕着后脑勺，靠在树干上，望着孤月，露出淡淡的笑。与霓裳兼职护卫，自然要负责守夜。虽然云轩没让他这么做，但他觉得做戏就要做全套，反正到了他这种境界，也无需睡眠了。至于笑月天狼，这回已经化为本体，在森林里集结了一批小弟，正准备来一波嫡袭，让陛下表演一波英雄救美。但是当数千头狼包围营地，在靠近一点距离后，他们居然匍匐在地，不敢前行。就连他这个大帝的话都不再听。笑月天狼试了好多次让他们发起进攻，但都无济于事。他不由想起那位金发少女所说的神秘力量，一念至此，笑月天狼尝试对白木林凝聚杀意，下一秒，一股绝强的力量直接将他震飞。次日清晨，小萝莉看着一瘸一拐的小黑狗，捧腹大笑：“小黑，你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遭报应了。”闻言，正在洗漱的2位少女投来好奇的目光，迎上白木离的视线，笑月天狼打了一个寒战，立马跳到云轩怀中。这女人太可怕了。白木离眨了眨无辜的灵动双眸，小黑这是在躲着自己。王诗雨则是眼神怪怪的看着色萝莉。今天一大早，他便向与霓裳打探了一下情报，得知色萝莉的全名叫楚清茶，和云公子不是一个姓氏。王诗雨心中已经将色萝莉定义为童养媳，有这个暗列在前，他感觉自己也不是没有机会。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鼓鼓的衣襟，觉得优势还是挺大的。烈日高悬，马匹拉着豪车跨过边境，滚过充满硝烟的黄土，于中午抵达缥缈城。缥缈城是天书域最宏伟的城池之一，连绵不知多少里，城墙高达数百丈，通体青色，流转着道韵，内部含有神经，外部刻有阵法，攻防一体，即使是至尊境的强者，一时半会也攻不进去。而这只是缥缈道宫最外围的防御而已。这就是9天级别排名第8的恐怖底蕴。1000米高墙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宛如蝼蚁。与霓裳驾驶着马车来到城门下，城门长与宽皆是100米以上，像是通往深渊的入口。轰隆一声巨响传来，青色的地板一阵颤抖，一个虬髯大汉骑着30几米高的金色巨象越过马车走向城门。
进入城门时，坐在巷顶的大汉取出挂在腰间的储物袋扔了下去，多余的算是给你们的辛苦费了。守城的侍卫神识探索一番后，立马眉开眼笑，挥手示意后方的士兵放行。马车上，王诗雨一阵后怕，此人好生无礼，插队就算了，居然还从马车上跨过去，万一出点意外，把我们踩扁了怎么办？王诗雨从车窗上探出头，见那人走远后，才小声骂了一句，随后愤愤不平道：做其大了不起啊，等我进城了，买一个更大的。好了，人家没有恶意的。白木离扯了一下王诗雨的衣袖，让她一个女孩注意一下形象。王诗雨这才想起有外人在，他挠了挠头，不好意思道：差点忘了，木离受苍天庇护。笑月天狼出声道：白小姐不要把人想太好，那人确实没有什么恶意，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对他而言只是路边的石子，他的坐骑只是刚好没踩到我们而已。说到这，笑月天狼看向白木离，正是如此，白小姐的护体神力才没有自行运转。话音刚落，马车上4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他。见状，笑月天狼往云轩怀中缩了缩：都看着我干嘛？王诗雨兴奋道：原来你会说话啊。云轩道：第一次听见你的女声，音色还不错。小萝莉警惕地看着笑月天狼，暗道：你终于要有所行动了吗？第一步是用幼唇幼育声音勾起云轩的好奇，待时机成熟再展露女身，最后投怀送抱，一举拿下云轩进行打针运动。小黑狗露出狗脚了吧？ B 公子谬赞了，您若是喜欢，萧月以后就用这个声音说话。笑月天狼羞涩一笑，随后又对王诗雨道：王小姐说笑了，开辟灵轮便可以说话了，萧月虽然修为不高，但也不至于这么低。王诗雨追问：天宫镜便可化为人形？小黑，你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可以变成漂亮的小姐姐吗？笑月天狼面色更黑了，这丫头情商真是不高，她特意说出真名，就是想摆脱在众人心中宠物的定位，摘掉小黑这个难听的头衔。笑月不动声色地看向云轩，只要陛下允许他的修为达到能够化形的天宫境，从此以后他就以人身示人。以前萧月觉得自己与云轩的身份地位、修为差距等实在太大了，只能将逐渐浓郁的爱慕之情压在心中。而今他发现陛下似乎真的对白木里产生了想法，一个凡人公主都有机会成为天妃，她堂堂当世大帝，笑月一族中的帝皇，凭什么不敢试一试？云轩思索片刻，正欲开口，小萝莉提前出声：小黑的道行还没到家，现在还不能化形。闻言，萧月怒目而视，这丫头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处处针对自己。以前自己好歹也做过一段时间她的舔狗。小萝莉洋洋得意，挤眉弄眼的挑衅，似乎在说区区一个宠物也想上位，全然忘记了自己现在还是一个阶下囚。小萝莉对云轩有哪些女人，找什么样的女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见，毕竟在陷入泥潭之前，她就已经了解桃花仙帝的实力。她所要警惕的只有与自己属性相同但可爱又胸大的小胖妞而已。之所以针对小黑，更多的是想要报复这条蠢狗，这段时间不与她亲近就算了，居然还在背地里说她是受气包、小怂货。哼，以为她不会知道吗？临走之际，小白弃暗投明，全都告诉他了。一人一狗的对视中，小狗率先败下阵来，对方日渐受宠，而他只是一只可怜的宠物狗，实在没有底气，硬刚到底。小黑有些委屈地往云轩怀中拱了拱，云轩摸了摸他的狗头，笑道：虽然没到天宫境，但已是天桥境巅峰的存在，说不定下一秒就能破境了。两人感情处于上升期间，云轩不好服了小萝莉的面子，但本身对小黑的长相也有些好奇，因此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小黑眉开眼笑，欢乐地摇着狗尾。小萝莉气鼓鼓，冷哼一声，坐到了外面。云轩一手顺着小黑背后的毛，一手把玩着他的下巴。他以前以为小黑可能是一个小黑妞，听了声音之后，又感觉像一个高冷的御姐。就在这时，白木离轻声道：萧小姐知道我身上的这股力量，感觉你好像挺了解它的出现时机。萧月，我猜的。往事不堪回首，不说也罢，那股神秘力量造成的伤势难以恢复，这会他脚还瘸着，屁股还痛着呢。萧月趴在云轩腿上，正悲催地想着，忽然身上流过一道暖流，顷刻间他身上的伤势消失，完好如初。他抬起头，只见云轩露出温和的笑：以后不要调皮了。其他人听得云里雾里，萧月却用力点头，知道陛下这是让他不要再做多余的事。停车！车外传来士兵的喝声，雨泥长拉绳，马车应声而停。一个穿着铁甲的守卫扶着腰间刀柄走到近前，发现拉车的马只是普通的兽类，顿时露出嫌弃之色，知道这下怕是没有油水捞了。他不耐烦地说：进城费1万下品灵石。
诸天最顶级的势力与普通势力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光是进城费便抵得上小家族1年的开支。闻言，马车内的白裙少女顿时不爽了，这态度与前面那位虬髯大汉截然不同，这是看不起谁呢？他王诗雨穷的就只剩钱了。白木离见他疯狂掏钱的动作，无语的翻了一个好看的白眼，从怀中取出一枚金色的令牌，探出身：我们是前往缥缈道宫参加入宫试炼的弟子，除小部分大家族的弟子外，其余拜师之人基本都是从地方层层筛选上来之人。带刀守卫接过令牌，仔细瞧了瞧，随后恭敬的双手奉上，大喝一声：放行！金色令牌是特邀弟子，基本上都是具有特殊天赋的天之骄子，即使来自小地方，未来的成就亦是不可限量。哼，狗眼看人低。王思雨环抱双臂，气还没有退下。云轩玩笑道：白小姐，你刚才若不阻止，王小姐怕是要用灵石埋了那位守卫。闻言，王诗雨红着脸道：人家哪有这么粗暴，还有云公子叫我诗雨就好了，相互之间也算熟悉了。云轩不客气道：诗雨也别叫什么云公子了，我年长你2岁，就叫我云大哥好了。王诗雨甜甜一笑，露出2个小酒窝。云大哥。云轩笑着颔首。在外透气的小萝莉见小胖妞趁自己不在时勾搭云轩，关系还有了质的飞跃，顿时郁闷不已。他懊恼地扭动身子，引起些许动静，希望云轩注意自己，但他依旧在和小胖妞有说有笑。小萝莉倍感委屈，翘起小嘴，将头放到与霓裳饱满的山峰上，寻求安慰。坐在王诗雨身边的白木离扭捏道：云公子，我……云轩笑道：我是1月1日出生的，年龄应该比你大，白小姐不介意的话，就和诗雨一样，叫我云大哥就好了。白木离面色红润，低着头，金色的秀发遮住了大半脸颊。云大哥也是，叫我木离。云轩眸光微闪。木离，我发现你可真是容易害羞。云大哥，你就别打趣木离了。白木离闻言，白皙的脸颊更红了，像火烧过似的，让人怀疑放在寒冷的冬日会不会冒烟。云轩笑了笑，几人在暧昧的氛围下安静下来。缥缈城的道路很宽，几米高的马车在路上显得渺小，行人基本上都骑着10米以上的异兽。道路两旁倒是和其他城池一样，充斥着吆喝声，有卖吃的，卖武器的。王诗雨走出车外，坐到与霓裳的右边。霓裳姐姐，再往前一点，就是缥缈城最贵的客栈了。缥缈道宫试炼开启前，我们就住在那。最贵的果然是个败家子，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漏钱罐。与霓裳忍不住暗中吐槽了一句。活了这么长时间，像王诗雨这么有钱的凡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就算生在大家族中，一个不能修炼之人，家族怎么可能给他这么多的资源？不一会儿，马车停在了一间名叫云来客栈的门前。云来客栈直插云霄，是缥缈城内唯一一座比城墙还高的建筑。据说幕后的大老板是官方人物。欢迎光临云来客栈，祝您入住愉快。在您驻站期间，我们将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云轩一行人来到客栈门口，10几位穿着高跟与黑丝的高挑御姐带着真诚的笑意。这里的服务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的。这穿着，这打扮，怎么这么熟悉？小萝莉狐疑地打量着某个男人，传音道：这是不是你弄的？云轩没有否认，这是他第2次历练时的产物。当时他以天尊之身于星空中与玄天剑帝大战数十年，期间缥缈道宫亦是与天剑神宗全面开战斗，两者都是9天级别的势力，排名亦是差不多，常年争夺第8的称号，因此底蕴相差无几。战后双方损失惨重，云轩恢复记忆后，为了快速让缥缈道宫经济恢复过来，置办了不少产业。云来客栈只是其中之一，但却是最赚钱的。云轩瞥了一眼笑得很欢快的王诗雨，他可能不知道，云来客栈其实是世间最大的青楼。青楼是个烧金窑，毕竟某方面，男人的钱是最好赚的。黑丝这些奇异服装之类的只是调味而已，他真正吸引男人的是里面云上仙子的身份。这世上长得好看的女子多的是，只有别具一格的身份与地位，才能产生极致的反差感与无与伦比的刺激感。在这里，你有钱，即使只是一介凡人，你也能将神王甚至是至尊境的绝世女修压在身下。战争是残酷的，作为战败一方的天剑神宗麾下的无数势力被灭，人员被俘，其中一些修为强大、身份高贵的漂亮女修便成为了云来客栈第一批仙女。随着云来客栈名声越来越大，很多人慕名而来，仙女有些不够用了，于是客栈向外求购资源，主要是收购一些罪大恶极的魔人。道宫是正道势力，不干收购良家妇女的买卖。这里的魔人指的不是魔门、魔宗之人，而是那些专门杀人取乐或是以血食为饲料提升修为的人，相当于现在可以处以死刑的罪犯一样。大多数人都对魔人恨之入骨，有血海深仇的，甚至会抓活的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
云来客栈的收购魔人的消息一出，那段时间诸天万界掀起了一阵驱魔狂潮，因为他出的价格比那些大势力的悬赏高出几十倍，而且大圣以上修为被废的魔人也没关系。云来客栈看中的是他们曾经神王至尊的辉煌过往，而不是当下的修为。修为太高，道宫难以放心是一回事，那些修为较低的享乐之人难以破防又是一个麻烦。不过神王至尊的魔人极其稀有，难以被抓，要不是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很少有势力会因为客栈资源去动他们。因此数万年来，云来客栈一共只有10几位神王境的仙女，至尊境的仙女更是只有1位，她乃是当之无愧的头牌。这一位还是云轩当年亲手抓的。当然这种生意模式并不独特，后世也出现了效仿者，但这些势力要么被灭，要么不敢做大。这种行为自然会引来魔人们的愤怒，联合起来报复。但云来客栈身后是缥缈道宫，道宫身后是渡劫天尊，这可是能与大地战平的主。渡劫天尊不是大帝，可以封入神元，这样的人物鬼知道他能存世多久。云来客栈门口，王诗雨昂首挺胸，一副老娘不差钱的暴发户的千金模样。上次本小姐来过一次你们这，服务不错，今天特地带朋友们一起来享受，你们看着点安排就行。此话一出，负责门面招待的侍女们纷纷侧目，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通过重重考核的精英，除了略带妩媚的真诚笑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露出其他神色的，除非实在忍不住。你小小年纪就来烟花之地放浪形骸就算了，还要带朋友一起堕落，组合还如此奇特。一男4女，2个看起来和未成年一样，2个气质绝佳，容貌绝美，姿色甚至不亚于云来客栈的头牌，特别是那男的，要是加入云来客栈，妥妥的仙男之首啊！你们到底是来嫖的，还是被嫖的？也不知道今天哪个幸运儿可以成为这位公子的床上嘉宾，侍女们心中是羡慕嫉妒恨。侍女们脸上的异色一闪而过，很快就恢复先前的营业模样。他们中走出一人，微微欠身，做出指引动作。各位请随我来。小萝莉不满地扯了扯云轩的衣袖，云轩低头看向他，怎么了？小萝莉偏过脑袋，冷哼一声。云轩，莫名其妙。小萝莉现在是气得牙痒痒，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她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群身材高挑、容颜倾城的女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全都是大胸，个个都饱满挺巧，露出的沟壑深不见底。云轩，你混蛋，果然喜欢大胸萝莉，看不起平胸的。一行人跟着领头的侍女一路前行，小萝莉走在最后面，嘟着娇唇，气鼓鼓地盯着云轩的后背，目光透着渗人的寒芒，似要择人而噬。女人心，海底针。云轩虽然较为了解小萝莉，但此时也不知道她为何无缘无故的怨念横生。他本人其实并不讨厌平的小有小的趣味，但考虑到大多数男性喜欢丰满大的，因此身为接引的侍女，身材方面自然不能过于骨感。云来客栈从门面上看来感觉很高，但不是很宽敞，可进去后却发现里面另有乾坤，是一个能容纳数万人的广场。侍女带着云轩一行来到一个媒人柜台前，熟练地打开光幕。这位小姐，我们的住宿分3等，人间客、云中客、云上客，他们的位置分别处于下、中、上3层，见到的风景与享受的服务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价格也会有相应变化。侍女将一本小册子推到王诗雨面前，这里记载着3间价格与所有服务。王思雨看都没看，就大手一挥，给我来3间云上客。要不诗雨你还是先看看价格。云轩迟疑了一下，还是选择提醒，云上客的价格可不便宜，已经不能用灵石来衡量了，而是神元。一间云来客栈住1晚，便要1块1立方分米大小的神元，10块下品灵石相当于1块中品灵石，以此类推到极品灵石，但1块1立方厘米的神元却能抵100块极品灵石。这么一小块的神元就相当于100万块下品灵石，而这只是最简单的住宿，3间1晚便是3000万下品灵石，单是住上几晚的费用就能让小胖妞破产。上次他用仙石探查过王诗雨的空间戒指，里面估摸着只有价值1个亿左右的下品灵石。王诗雨闻言笑道，云大哥放心好了，诗雨有的是钱。那就2间吧，3间有点浪费了。云轩不想服了他的面子，决定暗中垫上一部分神元，事后让侍女告诉他云来客栈搞活动打折了。王诗雨看了一眼小萝莉，对云轩说，那也行，清茶妹。小萝莉面色一冷，她立马改口，清茶就跟我和木离住一起吧。小萝莉似笑非笑，善意地提醒道，和我住在一起真的没有关系吗？王思雨胸口一痛，想起被色萝莉支配的恐惧，他有些后悔了。刚才他并没有想太多，霓裳姐姐是云大哥的妾室，住一起天经地义，2间房的话，色萝莉自然是和他们住一起，要不还是租3间房。这句话
王诗雨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讲出来的话有点宁愿浪费房钱，也不愿意与色萝莉待在一起的嫌弃感。为难之际，雨妮常出来解围：清茶，要不然我和他们住一起吧，有些话想和他们聊聊。行，当然没问题。色萝莉与小胖妞异口同声，说完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两人都有点心虚。小萝莉余光打量了一下云轩，见他并没有在意这个小插曲，才松了一口气。他就怕云轩误会自己想和他睡一起。小姐，2间云来客栈，您是要租借几晚？侍女出声道。暂时先住5个晚上。王诗雨回过神，取下手中的空间戒指递给侍女。云轩诧异，他手中的戒指刚好够这个价值，如果不是巧合的话，他应该是对这里的价格有所了解的。难不成他还有什么隐藏财富？云轩认真探查了一下，发现他确实没钱了，这下心中越发困惑。5个晚上，一共是10万极品灵石，祝您与同伴们能够住宿愉快。侍女将戒指还给王诗雨后，又递给他2张红色的卡牌，在云来客栈的范围内，只要注入灵力，他就能自动将你们传回房间。王诗雨接过后，瞥见云轩的神色，笑道：云大哥吓到了。都说了，诗雨很有钱的。一旁的小萝莉见他炫富，心生不爽，悠悠道：这么有钱，之前的救命之恩才给那么一点，打发叫花子呢。王诗雨认真解释道：那已经足够很多人使用一生了。闻言，小萝莉傲娇的别过头，没再说什么。对方说的有道理，对低价修士而言，那确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应付完小萝莉后，王诗雨来到白木离身前，拿着空间戒指与他手上戴着的白色戒指对接在一起，霎时间青光不断闪烁。这枚戒指最多储存10万极品灵石，用完了就会到木离这里取，毕竟大头放在他这里安全一些。云轩用仙石探索了一下，心中微惊，这里居然蕴含了一个小世界，灵石不计其数。他之前还以为王诗雨可能是南离皇朝内的大家族，现在看来这是严重低估了他的经济实力。他这身价背后的势力，放眼整个北斗古界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家族。这种级别的傻富婆长得还这么清纯动人，云轩年轻那一会能骗得他1年生一个。青色光芒停止跳动，王诗雨将空间戒指重新带回手上。他走到云轩身前，将一张刻有91字样的红色卡牌递了过去。云轩接过：诗雨，让你破费了。王诗雨大大咧咧道：都是朋友，云大哥你这样说就见外了，要是真过意不去，就当是救命之恩的回礼吧。刚见面时，王诗雨只当云轩是个凡人公子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改变了看法，觉得他这种气质与涵养，应该也是大家族的弟子，难怪当初看不上那50万块中品灵石。云轩微微一笑，没再说些客套话，只觉这丫头傻得可爱。王诗雨握紧手中92卡牌，调动自身微薄的灵气，卡牌微微闪动后便没有了其他反应。他不死心，又试了几次，结果依旧。这下王诗雨尴尬起来，挠了挠头：我的灵力好像不够用。见状，雨霓裳抿嘴轻笑，走过去牵着白木离与他的手，红光闪烁，空间震动，3人消失不见。云轩牵着小萝莉亦是消失不见，只是没有任何光芒与震动。云上客的空间很大，装饰豪华，窗前云雾缭绕，站到阳台上，俯瞰而下，能将缥缈城尽收眼底。小萝莉扭捏地坐在椅子上，看着背负双手，衣袂飘飘，立于窗前的白衣公子，面露羞涩。他们这算不算开房了？孤男寡女，这种场合下很容易干柴点燃烈火。他要是敢有无礼之举，我就一手堵住他的嘴，一手捶向他胸口，再一脚踢向裤裆，给他一个记忆深刻的教训。小萝莉脑中不停预演待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连云轩已经靠近了都没发现。很热吗？你脸怎么这么红？圣境修为还能发烧？云轩用手背感受了一下小萝莉的额头上的体温，疑惑道：怎么越来越烫了？小萝莉脸颊红扑扑的，大脑一片混乱，刚才所想的无数对策顿时全忘了，只是颤抖着娇躯，凭借本能说：不准做色色的事。闻言，云轩有些想笑，诗雨给他取的色萝莉的外号还真是贴切，一天有事没事就喜欢脑补一些有的没的。云轩捏了捏他红苹果般的小脸：爱妃，今晚记得洗干净，准备好事情啊。小萝莉反应过来，拍开他的手，起身站在椅子上，抬腿就是一个回旋踢。做梦，去死吧！云轩握住他的脚腕，将他扯了过来，倒吊在空中。你最近的行为是越来越过分了，今天本公子非得给你一点颜色瞧瞧。颜色这个词让小萝莉心中一慌，她下意识想到打针运动后在床单上留下的玫瑰红。面对未知的恐惧，她拼命挣扎，小短腿不停地抖动，宛如一条垂死挣扎的大鱼，口中还叫唤着：云轩，快放开我，我不要打针。打针！云轩闻言为之一愣，但身为老司机的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不由笑骂道：
你果真是各色萝莉。小萝莉这会已经吓迷糊了，根本听不清云轩在说什么，口中一个劲道：我不要打针，别给我打针，太快了，人家还要准备好。闻言，云轩又是一愣，听这意思，让他准备一下就能打针了。云轩看着楚清茶娇小玲珑的躯体，默默压下心中刚升起的一丝邪念，将她倒转过来抱在怀中，笑道：亲我一下就不给你打针。小萝莉神色迷离，倾斜身子亲了一下云轩的脸。可以了吧？这能算数？要亲这里？云轩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唇。小萝莉犹豫了一下，再次应了上去。唇瓣交接间，冰凉的触感传来，云轩很是清醒，有的只是开心，愿意主动亲自己，说明已经不设防，敞开心扉了。不想打针，不是出于讨厌或是不愿，更多的是茫然与害怕。云轩正欲将神色迷蒙的小萝莉放到位于中央的柔软大床上，就听隔壁传来一道惊呼。他身形一闪，来到雨霓裳身旁，看着惊慌失措的另外两人，放下小萝莉，皱眉问道：霓裳，发生什么了？他们怎么回事？雨霓裳神色古怪，指着掉在地上的小册子：陛下看一下就知道了。云轩走到王诗雨身前蹲下，捡起册子，很快神色也跟着古怪起来。只见上面画着一个穿着白衣拿着羽扇的俊俏公子哥，下面还有着详细介绍：灵金初，太古神宗的圣子，因修炼邪法，身高1.72米，属于技术型仙男，可提供的服务有。这时小萝莉也恢复了清醒，跟着过去瞅了两眼，顿时抖一个机灵，远离云轩，一脸嫌弃。云轩无奈，这可真是冤枉他了，当初并没仙男这种设定，也不知是后世哪位人才加进来的。云大哥，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看着不知何时进来的云轩，王诗雨语无伦次，想要解释什么。白目离红着脸嗔怪道：你不是说以前来过一次吗？王诗雨哭丧着脸：几年前跟着我爹在这住过一晚，那时也没见到这种服务啊。他出去谈生意，让我待在房间里面别乱跑，我只知道这里的服务很好，想吃什么东西他们都能够做出来。王诗雨思路越发清晰，这王胖子该不会把我扔在这里自个去快活了吧？他居然带着女儿逛青楼回去之后，我一定要告诉我娘，他死定了。云来客栈92号房间，白裙少女包子脸上鼓鼓的充满了委屈之色，口中一直控诉王胖子不道德坑女儿的行为。他的余光一直打量着身旁的白衣公子，灵动的眸子越发水润，声音也越来越急促，像是要哭出来一般。看着急于解释的少女，云轩有些想笑，心中对他那不靠谱的爹产生了些许兴趣。说他不宠爱女儿吧，又舍得给诗雨一个小世界的修行资源；说他宠爱女儿吧，却带着诗雨逛窑子，他就不怕女儿伤心；还是说他认为以诗雨的智商不足以知道真相？云轩看着一脸单纯傻样的少女，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真相。云大哥，你相信我，我真不知道这里是青楼。王诗雨着急之下向前一步，扯住云轩的衣袖，拉着他就要往外走。不住这里了，我们去把房间退了，换个地方。云轩站着不动，将他拽了回来。还是算了吧，我觉得住这里挺好的。闻言，王诗雨回过头，一脸诧异，白木里也是颇为意外，云大哥应该不是这种人啊。云轩知道他们想歪了，解释道：云来客栈人走钱留，概不退款，这是规矩。王诗雨愣了一下，事到如今，即使是傻傻的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云大哥明显对这里有所了解，既是如此，他为什么一开始不提醒自己？云轩又道：低俗的青楼只是部分人心中的想法，对喜欢美景享受生活的人来说，这里便是最合适的住所；对某些只谈风雅不谈风月的文人墨客来说，这里亦是灵感迸发之地。云轩笑道：万事都不止一面，要看具体怎么想怎么做，所以住在这又有何妨？品性高洁者身处烟花之地亦是君子，道德败坏者位于庙堂之上亦是小人。白木里与王诗雨皆是美目之中异彩连连。小胖妞竖起大拇指：云大哥的思想意境实在是高，我就差远了。云轩微微一笑：其实我只是觉得来都来了，钱都花了，就这么一走了之，实在可惜。你不心疼那10万极品灵石，我还舍不得呢。王诗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与之前的高谈阔论相比，他更喜欢此番接地气的话。他怕两人的差距大到他自卑，毕竟他除了有钱，好像没什么突出的优点了。云轩见小胖妞恢复平静，柔声道：一路舟车劳顿，女孩子家肯定累了，我就不打扰了。说着他转身向外走去。小萝莉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回到房间，云轩四处张望，观察了一下，发现床旁的书桌上也有一个小册子。他缓步前行，拿起桌上的册子，坐到床上翻阅起来。刚进门的小萝莉见到这一幕，反应很大，
瞬间炸毛她像是发现丈夫出轨的新婚妻子，左手叉腰，右手指着云轩，气急败坏。我就说你这色胚怎么不愿意离开，原来是打着这算盘。云轩将小册子放到腿上，抬头道：什么算盘？说来听听。小萝莉面色一红，中气不足道：找妓女。云轩气定神闲：清茶，在没人的地方说说就算了，在房间外让人听见你如此折辱仙女，可是会出人命的。云轩似笑非笑，调侃道：你平时可得小心一点，虽然你长相一般，身材也不咋地，但胜在个子矮小，是个合法萝莉，某些变态就好这一口。面对云轩的嘲讽，小萝莉一脸冷笑：变态？某人这是在说自己吗？云轩嘴角微抽，这才想起在他的印象中自己现在是他的追求者。小萝莉见云轩受挫，傲然地抬起头，神气地走到他面前，夺过小册子，偷偷看小黄书，没收。这种冤枉的屎盆子，云轩可不接，就是一些图片加简介，又不露骨，怎么就成了小黄书？小萝莉随手翻了几页，发现确实如此，但也不心虚，反而趾高气昂。刚进门的时候，你说话是什么态度？嘲讽我？是不是忘记你的身份了？扣大分，必须扣大分。本来还在考虑近期要不要将你转正，现在本系统很生气，时间增长了，我打算再考察一段时间。云轩好整以暇：我的什么身份？是楚天飞的夫君，还是宇宙最强系统的镇压者，又或是悟道树的主人？在雨霓裳或是白木梨他们面前，云轩能够心平气和，对他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为所动。但单独和小萝莉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情绪总是很容易被小萝莉的言行牵引，要么是想欺负调戏，要么是想顶嘴对他。小萝莉闻言气得浑身发抖，这家伙就是这么追求人的。前些天态度还好好的，现在怎么又变成了先前讨人厌的模样了？或者说自己吊他太久，让他失去耐心，选择放弃了。想到这，小萝莉不开心地翘起了小嘴。她看过姚光的日记，知道云轩追求了姚光几十年，怎么到他这时间就变成了几个月？自己在他眼中就这么廉价吗？云轩看着小萝莉这副委屈兮兮的受气包模样，顿时想欺负她了。身随意动，云轩一把扯过小萝莉，搂在怀中。清茶，你小嘴翘这么高，是想干什么？关你屁事！小萝莉挣扎，同时小嘴翘得更高了，暗道：可恶的混蛋，不哄人就算了，还要说风凉话。云轩附耳道：难道是想被亲嘴？小萝莉立马用双手捂住唇瓣，一脸警惕地看着他，声音从手指缝中挤出：约法三章，你别乱来。云轩笑道：某人刚才还主动亲了我2下，算不算破坏约定？小萝莉横眉立目，愤慨地指责道：明明是你用打针威胁人，我才不得不妥协，那不是自愿的。云轩道：我见你身体滚烫，还以为你发烧了，好心治病，为你打针，你居然认为那是威胁？云轩神色惆怅：这可真是让人伤心啊！你无耻！小萝莉气得差点没吐出一口老血。小萝莉缓过一口气，冷然道：云轩，我不想和你耍嘴皮子，你这态度时好时坏，是不是不想追了？是不是的，今天给个准话，反正老娘也不稀罕你这个渣男，亲的几次就当是被狗咬了。云轩怔了怔，忽然道：清茶，你不觉得情侣之间的打闹和拌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小萝莉愣了一下，不确定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云轩道：我想我应该是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小萝莉不可思议：我还没同意，你就擅自把我当女朋友了？云轩点头：应该是这样子的，不同于以前，现在和你顶嘴，更多的是想看看你变成受气包时的可爱模样，然后就像现在这样，将你拥入怀中，可尽欺负。说着，云轩俯身亲了下去。小萝莉被云轩这变态的想法镇住了，一时间忘记了反抗。等他回过神时，占他便宜的家伙已经亲完了。小萝莉后知后觉，从他身上跳下，怒目而视：你果然是个变态。他想要的是甜甜的恋爱，是被人呵护的温柔，而不是云轩这样子。感受着唇间残留的温度，小萝莉小小的回味了一下：不对，这是不对的。小萝莉慌忙摇头，要把这个不正常的想法甩出去。虽然被欺负时的感觉还不赖，但欺负人前那犀利的语言有时候真的很让人伤心，就像刚才那句身材一般。小萝莉轻咬下唇，委屈地看着云轩：你就不能一直对我温柔吗？欺负人可以，但不能一直欺负。最重要的是说话要好听，不准讲些让人伤心的话。云轩闻言面带苦笑：最后一点感觉好难啊，不和他斗嘴就像生活失去调味剂，怪没意思的。见状，小萝莉让步：不准攻击我的身材，这是最后的底线。云轩道：这个没问题，
平胸其实我也很喜，嗨嗨，我的意思是不讨厌。真的吗？小萝莉眼中有光，她怕云轩见到本体后发现也是一个平胸，会大失所望。自然是真的。云轩注视小萝莉，牵也牵了，抱也抱了，嘴也亲了，就差最后一步了。所以，你认为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小萝莉吓得一哆嗦，转身就往外跑。她以为云轩准备伸出魔爪突破她最后的防守。云轩无语，跑啥呀跑？我问的是关系，就你这身材，就算脱光了躺在床上，我也下不去手啊。哼。小萝莉刹车，听见云轩这混蛋又抨击自己的身材，瞬间忘记了恐惧。她带着满腔怒火，气冲冲地跑了回来，质问道：“你什么意思啊？刚才没听清，再说一遍。”云轩解释道：“你误会了，我没有看不起平胸的意思，那就是嫌我矮了。”云轩沉默：“都是我的错，我又平又矮，让你产生不了欲望。”小萝莉悲愤万分：“其实就算有欲望，我也下不去手啊，最多是亲一亲，再更进一步，感觉太牲口了。”云轩小声道。闻言，小萝莉面无表情，走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摸了摸自己的胸，又目测了一下自己的身高。她这副样貌，要是再穿上一身校服，走在蓝星的大街上，是个人都会误以为她是初中生。这么一想，这事好像还真不能怪云轩。小萝莉转头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后，才道：“如果我的身材和王诗雨一样，洗干净了，你会碰吗？”这云轩迟疑，脑子在思考一个能不昧着良心，又能不伤到小萝莉的说辞。童颜巨胸和初中生自然是不能比较的，两者不是一个概念，不属于一个次元。这副犹犹豫豫的样子，让小萝莉瞬间破防，大声嚷嚷：“我们都是一样的身高，你凭什么对他就有感觉？说到底，你就是嫌我胸小。”云轩立马辩解：“我没有，我真不嫌弃。你看，小雪也是平胸，我们之间的感情不照样很好？那是因为她长得比我好看，个子还比我高。”这个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小萝莉脱口而出。云轩沉思，他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都是平胸，但小萝莉比小雪矮，一样的身高，但小萝莉比小胖妞平。平胸不是过错，但又矮又平，就真不好下手了。小萝莉见云轩不说话，更加伤心了，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云轩有些头疼，一时之间也不知怎么安慰小萝莉，毕竟她这副躯体好像真的没得长了。等等，这副躯体……云轩刚才被小萝莉一连串的质问带入了误区，此刻终于反应过来，这又不是他的本体，有什么好在意的？一念至此，云轩坐在床上，看着神色忧伤的小萝莉，问道：“你现在就想打针吗？你什么意思啊？”小萝莉警觉，这是在威胁自己。可他不是说下不去手吗？回答是与不是就行。哼，这不是废话吗？本系统冰清玉洁，岂会想和你行龌龊之事？小萝莉微微抬头，一脸傲娇。她对男女之事还是挺重视的，这具身体虽然用的还算舒心，但最后一步定然是不能让她抢先。忽然，小萝莉神色一滞，这回她也反应过来了。对啊，这又不是她本体，云轩下不去手又怎样？反正她暂时也没想突破最后一步，两人的关系若真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届时她显化本体，云轩这次呸，不当场被迷得神魂颠倒就不错了，还能保持平静，下不去手。云轩见小萝莉一脸傻笑，在脑补着什么，知道她已经想明白了，便笑道：“我们只是情侣关系，那一步还不着急，你也别天天担心要被打针，放心好了，我会等你自愿显现本体的哪一天。”这话让小萝莉很是感动，但还是板着脸，嘴硬道：“谁和你是情侣关系了？”云轩醉人的挑花眼中泛起伤心之色，惆怅道：“还不是吗？”他的表演让小萝莉心中一软，看在你可怜的份上，暂时让你转正，以后要是对我不好，我就继续让你做备胎。云轩眉开眼笑，一个顺步将小萝莉抱在怀中，亲了一下她白里透红的脸颊。遵命，我的系统大人。窗外云卷云舒，风景如画。屋内，小萝莉一脸嫌弃的将云轩凑过来的脸扒开，擦了擦水嫩脸颊上的口水。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乱亲。云轩眸子微眯，笑道：“现在可以亲吗？”小萝莉红着脸，眼神飘忽：“今天就只能亲这一次。你松嘴，准你亲的是脸，不是嘴。轻一点，快被你啃肿了。”10分钟后，小萝莉神色幽怨的看着一脸惬意的云轩，她觉得对方这是在报复上次在马车上被自己用力啃的事情。呸，什么天地，就是一小气男，老娘就咬了几分钟，你啃我这么久。小萝莉坐在椅子上，撅着小嘴，看着桌角，生着闷气。云轩含笑着看着她，房间内一阵静谧，有种岁月静好的美感。不知过了多久，云轩开口道：“清茶。”怎么了？小萝莉的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但仍旧没有给她摆出好脸色，才同意让她转正，
就这么欺负自己，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他是真以为自己好欺负？以后还能喝你亲自泡的茶吗？云轩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没忍住，说了出来。他个人比较喜欢喝茶，一段时间不喝，就有种喉咙干涩的错觉，反正是浑身不自在。但悟道树在此界已经绝种，其他茶又差了一点意思。小萝莉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你说呢？云轩厚着脸皮。可以。小萝莉气愤的在桌上抓起一把茶，放进茶壶，再满上热水。做完一切后，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茶已经给你泡好了。云轩小声道。我想喝的是你亲身泡的，而不是亲手。小萝莉冷哼一声，目露寒光。拐弯抹角，想喝洗澡水就直接说，老娘又不是不同意。云轩悻然。真的吗？小萝莉站起身来，往浴室走去，边走边说，洗澡去了，放心，水不倒掉，留着给你喝。云轩，茶叶泡水和你能一样吗？不过平时小萝莉身上散发出来的清香确实是悟道液的味道，虽然没有本体那么浓。这么一想，云轩还真有些好奇清茶人参泡出来的水是什么味道。他转头四处看了看，视线最终锁定趴在阳台上神色懒散的小黑狗身上，传音道，小黑，待会清茶洗完澡之后，你偷偷去舔一下那水是什么味道。小黑也曾浅尝过悟道茶，知道那是什么味道，用它去做实验再合适不过了。当然了，就算两者之间的味道一模一样，云轩也不会去喝。叶子泡出来的还好，人参的话总感觉有些变态和猥琐。他现在就是纯粹的有点好奇。笑月天狼在外面吹着凉风，比外在更凉的是他那颗火热的心。努力了这么久，陛下好像还是把他当成了一条狗。笑月天狼发出又纯又欲的声音，我其实可以闻出来的。他心里有点委屈，以陛下的能力，明明有1000种、10000种可以检测出那是什么味道的方法，却选择了一种最让狼伤心的。云轩淡淡道，说出你的感受。笑月天狼扬手闭眼，鼻翼微微耸动。一样的味道，但是有点淡，如果泡在浴缸里的话，半个时辰可以达到悟道茶的最佳效果。闻言，云轩哑然失笑，人参与茶叶泡的水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这件事也不知道小萝莉知不知道。若是知道，他会不会自产自销？毕竟这是有过前车之鉴，关在茶壶里的那次就算了，上次他生气出走去找他时，他喝的好像就是悟道茶。云轩怀疑小萝莉自己也喝上瘾了。浴室内热气升腾，水汽氤氲，白茫茫的一片。一少女靠在浴池旁，如墨的长发沿着她的肩膀流淌而下，覆盖在她白皙而光滑的肌肤上。她伸展玉臂，撩起一道水波，一滴滴水珠从她手上快速滚落，可谓是温泉水滑洗凝脂。小萝莉面色彤彤，不知道是泉水泡的，还是在想什么少儿不宜的事情。她眼神游离，时不时瞥向门口，口中自语道，你要是敢闯进来或是偷窥，我就解除你男朋友的身份。20分钟后，可恶的云轩竟然毫无动静，我就这么没吸引力吗？小萝莉双手放在胸前挤了挤，随后气馁地顺着后背的白色瓷砖滑落水中，咕噜咕噜，水面冒出一阵气泡。室内，云轩传音给隔壁的雨霓裳，让他在小萝莉偷喝茶水的时候通知自己一下，逮他一个现成的，他能好意思喝独食。打下暗桩之后，云轩捡起先前被小萝莉丢在地上的小册子，坐在床上重新翻阅起来。不一会儿，他皱起眉头，他亲手抓来的至尊镜魔人，这上面竟然没有。准确的说，那是一条魔龙，魔龙生性狡诈，嗜血残暴，极其自私，甚至会残害同类，是龙族一脉的叛徒。当年魔龙认为他与玄天剑帝的战斗必败，因此在缥缈道宫与天剑神宗对战的关键时刻，出手袭击了缥缈道宫的大本营，卷走无数修行资源，以至于道宫在之后的战斗中一直处于下风，差点落败。这是一条至尊境巅峰的魔龙，当初云轩为了抓它，踏足了无数区域，找了几10年。若不是他按捺不住性子，又出来作乱，闹出不少动静，当初的云轩还真不一定能够将他捉拿归案。云轩握住红色房卡，传唤侍女。不多时，一群婀娜多姿、穿着白色琉璃裙的绝色女子联袂而来。领头的那一位窥见云轩的容貌，强压下心中的兴奋，嫣然一礼：“公子有何吩咐？”云轩扔出小册子，淡然道：“听闻你们这的头牌曾经是一位至尊境巅峰的女尊者，这上面怎么没有？”侍女道：“公子可是第一次来这？”云轩道：“几万年前来过，那时候上面还有。”侍女脸上的异色一闪而过，她还以为是某个大家族的继承者，没想到居然是老祖级别的。想到这，侍女变得更加恭敬了：“您可能有所不知，落霞仙子身价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几乎没人点得起，久而久之便从仙路上移除了。”云轩问道：“那有什么办法见到她？”侍女回道：“
落霞仙子只会在心情不错的时候出来演奏一首琴曲，或是跳上一支仙舞，其他时候概不见客。几年前，落霞仙子已经弹奏过一首曲子了，这回可能已经进入神园中沉睡了。公子想见她，恐怕……后面的话侍女没有说出来，但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云轩闻言，神色冷了下来，抓他来是赚钱还债的，结果他倒好，不接客就算了，还这么会享受生活。云轩神色凛然，本座今天就点落霞仙子，钱不是问题。点落霞仙子，公子您确定？侍女不可置信，以为自己听错了。云轩点头，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侍女慌忙摇头，随后又道：这是我权限不够，需要通知上层楼的主管一声。云轩没有表示，静静的等着，没做多想，毕竟是头牌，要走一下流程倒也正常。3分钟后，一位穿着锦服戴着华贵首饰的美妇人拿着一张蒲扇款步而来，进屋后她环视了一圈，摆手道：这里没你们的事了，都下去吧。闻言，一众体态苗条的女子迈着小碎步，拢着衣袖，垂手离去。走在最后的侍女关门时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云轩，这么好看的男子，她从业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美妇人摇着蒲扇，仪态万千地来到云轩身前，娇媚道：这位公子就是您点的落霞仙子。感受到一股神王境的神识在扫视自身，云轩蹙屏不悦道：这般待客之道是不是有些不礼貌？美妇人抿嘴笑道：公子勿怪，这么多年都没人点落霞仙子，奴家这也是担心有人故意闹事吗？本座可有资格？你的结论是？云轩神色冷淡：大人是至尊境修士，自然是有资格的，就是不知具体是什么境界。美妇人眼神闪烁，还在试探。云轩这会已经感觉不对劲了，他一个至尊境修士点一个头牌还要这么费劲，莫不是那条魔龙已经老死了？这个可能不是没有，就算重修，缥缈道宫也不会允许他的修为超过大圣，即使有各种仙丹灵药续命，他的寿命也不会太长久。大圣在神院中的精气流逝可比至尊境快太多了。云轩冷哼一声：你问这个干什么？能不能见就一句话的事。这道声音蕴含一丝精神攻击，让美妇人遭受重创，她嘴角流着鲜血，惶恐道：大人息怒，奴家之所以询问修为，是因为落霞仙子的价格实在太过昂贵了，一般的至尊境之人根本付不起。接着美妇人爆出一连串即使是天尊也会为之肉疼的天文数字。云轩眼中杀气弥漫，难怪没人敢点，这价格比他当年设置的高了1000倍不止。他一把射过美妇人，掐住她的脖子，森然道：你们这价格是不是诚心找茬，不想做生意了？美妇人艰难出声：此言差矣，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公子觉得贵，不点便是。云轩松手，他的感觉是对的，云来客栈绝对是出问题了，这摆明了是不想让落霞仙子接客，而且这周围还布置了一座检测修为的大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来一道细微的波动，以此探查客人的修为。这道波动极为隐晦，需要几十次探查才能探出具体修为，即使是至尊境后期的存在，若是不仔细观察都会忽略这道波动。探查客人的修为，云来客栈这是想干什么？成黑店了。云轩现在很生气，心中有雷霆之怒，没想到修炼天星的缥缈道宫高层也会出现这类人，还把歪心思放到自己置办的产业上了。见状，美妇人一手摸向云轩胸口，一手解开领口的绳结，露出一片雪白与深深的沟壑，媚眼如丝。大人，奴家愿意为招待不周之事亲自赔罪。滚！云轩抓住美妇人的手，很没有风度的向外一甩。哎呦！强大的力量破坏了平衡，使得美妇人摔倒在地。她楚楚可怜地看着云轩，无声地控诉他不解风情。这故作柔弱让人心生怜惜的神态，云轩看都没看一眼，语气平淡，还带着一点嫌弃的意味。本座不是什么人都碰的，是奴家不知好歹了。美妇人抹了抹眼泪，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云轩瞥了他一眼，故意说：本座修为虽然只有至尊境中期，但身价不比天尊差，落霞仙子咬咬牙还是点得起的，你只管通知他就行，我有的是钱。说完，云轩感觉这话有点耳熟，脑中回想起一道清脆的少女声：我有很多钱，奴家这就去通知落霞仙子。美妇人低着头狼狈离去。出门后，她抬起头理了理散乱的长发，露出一双阴寒的眼睛，里面蕴含着怨恨、不屑以及一抹失落。美妇人离开之际，回首又看了一眼身后的房门，深深吸了一口气，才转身离去，暗道：将死之人真当自己是一回事了，本座看在你长得不错的份上，才好心让你死前享受一回。他揉了揉有些红肿的左腕，真是不知好歹。湖中凉亭，一黑裙女子神色慵懒地泼洒鱼食，欣赏着周边美景。忽然
他身后传来一阵空间波动，女子没有回头，继续喂着鱼。小月，有什么事吗？美妇人从虚空中走出。主人，今天来了一条至尊境中期的大鱼，还妄图与您欢愉一场。哦。黑裙女子闻言，饶有兴趣地转过身，说来听听。女子脸庞秀美绝伦，眉目如画，身姿曼妙，玉腿修长，犹如一朵妖异的黑莲，美丽而妖娆，无时无刻不散发着魅力。她就是落霞仙子龙可欣。美妇人恭敬地侍立一旁，徐徐道来，是一位年轻的至尊境强者，气血如龙，炽热而旺盛，作为血食的口感一定十分不错。龙可儿怔了怔，随后露出妖异的笑容，伸出黑色的舌头舔了舔红润的嘴唇。这么说来，确实是一条大鱼。上次的至尊境老头又老又柴，一点都不好吃，还没神王境的开胃菜和大圣境的点心口感好。要不是境界高深，蕴含着无上的力量，有助于我恢复修为，他都没有资格成为我的盘中餐。龙可儿一脸嫌弃地扇了扇手，走到一旁的摇椅上躺下。他侧卧着身子，清风徐来，掀起长裙的一角，黑色布料下浑圆雪白的玉腿若隐若现，眸子开合间垂下的眼皮漆黑如墨，看起来极为妖冶，与在外的名号落霞仙子气质截然相反。龙可儿手臂屈起，撑着脑袋懒散道：小月，带他来见我，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白不吃。说着，他嘴角勾起，挂着一丝冷笑。至尊境的无上强者，平均几千年才来一位，他就算不点我，我也会主动找他。美妇人也跟着冷笑起来，她很是期待那位白衣男子到了生死关头还能不能那么趾高气昂。以往主人吃过多少至尊境强者他不知道，但近万年来，云来客栈一共来了3位尊者，其中1位更是有着至尊境后期的修为，但无一例外都成了主人嘴下的美食。他也因为吃了一点主人嫌弃的边角料，从而有幸成为神王境的大能。小月还站着发什么呆？若他真如你所说是一个生命精气旺盛的年轻至尊，兴许我可以一举修复曾经的创伤，重回巅峰。届时多出的部分就赏给你了。龙可儿摸着心口，黝黑的眸子中浮出浓郁的怨毒之色。他曾经被渡劫天尊打得神魂俱碎，经脉寸断，沦为了废人。若不是大气运加深，有过诸多奇遇，他就真成了人尽可夫的低贱妓女。多谢主人的恩赐。美妇人闻言激动地跪在地上拜谢。她是龙可儿的奴隶，成为神王境大能后便顺理成章地接管了上层楼，这些年也时不时地会偷吃一些血食。现如今他已是神王境的后期的存在，若是此次能再分得至尊境的血食，说不定能有机会进军神王境巅峰。炼化血食能够打破天赋的屏障，迅速提升修为，这是那些堕落者成为魔人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这样做会导致根基不稳，神王境后期的修为连神王境中期之人都打不过，但不成为魔人，他们说不定连神王境都修炼不到。去吧。龙可儿轻轻点头。美妇人起身犹豫了一下，主人，那位公子长得极为俊俏，您看。龙可儿看了一眼美妇人，没好气道：你这个小浪蹄子又发骚了。美妇人垂手低声道：这位公子长得是真好看，您见了说不定也会心动，就这么吃了什么都不做，怪可惜的。行了行了。龙可儿挥手打住，见色起意，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这么肤浅吗？当年本尊面对，算了，伤心的往事就不重提了，你去把人带来吧。龙可儿揉了揉眉心，论样貌他还没见过可以与渡劫天尊媲美的人，只可惜那男人实在太不解风情了，当年自己都那么低声下气，甚至愿意委身于他，结果他倒好，动起手来毫不留情，2拳给自己差点打成平胸就算了，还给自己扔到了青楼。这股怨恨之情在他心中积压已久，这也是他为什么至今为止仍旧留在云来客栈的主要原因。他奈何不了渡劫天尊那边漫漫残食，甚至是搞垮他最重视的缥缈道功。那奴婢所说的是，美妇人见主人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不死心的再次小心翼翼的询问。龙可儿眼神骤然一冷：你最近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主人息怒，奴婢知道错了。美妇儿吓得6神无主，就要下跪。龙可儿冷哼一声：废话少说，快去把人带来。是。美妇人立马转身离去。龙可儿看着他丰腴的背影，忽然道：以后炼化血食别这么频繁，你已经引来部分人的注意，碍于缥缈道宫的颜面，他们才敢怒不敢言。要是出现意外，本座第一个吃的就是你。奴婢明白。想起主人的可怕，美妇人打了一个寒战。见状，龙可儿露出满意的笑容，就算是女婢也还是要时刻敲打一下才行，以免得势太久失去了敬畏之心。当然了，引来部分之人注意这件事情倒是真的，不过都被他暗中解决了。预防麻烦的最好办法，那就是解决麻烦的制造者，一劳永逸。
龙可儿手心凭空出现一本经书，封面的字迹看起来竟是有些妖娆，43个在扭腰的舞女，那3个字是合欢经。这本书是他在一座古墓中得到的，是一本采阳补阴的地级功法，出自太阴女帝之手，功法不错，只是并不适合他，因此一直没用过。第一次产生要用的想法是面对渡劫天尊，根据功法的记载，一经交合，以他至尊境巅峰修为，足以将天尊境的男人采补的元气大伤。只可惜渡劫天尊当时没有上当。待会那个男子若真是如小月所说，是个年轻的至尊，他倒是可以传授此法，助其采补一番事后再食其血肉，小月说不定还能一窥至尊境的门槛，短时间内能连续吃2个至尊，真是一件妙事。想到这里，龙可儿心情愉悦，忍不住笑了起来，黑色的眸子泛着森寒的光，令人心悸。91号房间里，云轩闭目养神，不管云来客栈出了什么变故，幕后的操控者是谁，他都不担心，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徒劳的。公子，您的意思，奴家已经通知落霞仙子了，她同意与您会面。美妇人走到近前，对着云轩抛了一个媚眼，此人很快就会成为自己的入幕之宾。刚才那话，主人没有拒绝，那就是同意了的意思。哦，那他人呢？云轩问道。公子别急嘛，与仙子相会的地方，岂能在这简陋的房间？美妇人伸手去牵云轩，仙子所在之地，自然是仙境，奴家这就带您去。云轩皱眉，修长的手指微缩，幅度不大，但恰好躲过美妇人的骚扰。他对这个时刻想占自己便宜的女人十分不感冒，先前就已经拒绝过了，却依旧不依不饶，多少有点不知好歹了。美妇人娇媚笑道：公子莫要误会，仙家之地极为隐秘，奴家这也是怕您跟丢。云轩淡淡的表示：无妨，你带路就行，公子可要跟紧了。见他一脸禁欲系男神范，美妇人转身的瞬间，眼中闪过一丝鄙夷，都来云来客栈了，装什么正人君子，无非就是看不起我呗。哼，待会把你捆在床上，面对老娘的小皮鞭时，我看你还能不能保持现在的高傲。美妇儿走在前面，故意扭着肥臀，云轩视而不见，闲庭信步似的跟在后方，丝毫不担心会跟丢。两人来到一处空间，经过数次传送，终于到达目的地。这是一处鸟语花香，如诗如画的小世界。前方有一个巨大的湖泊，两岸青山环绕，湖水清澈见底，水中鱼儿成群，风景宜人，十分适合隐居，宛如仙境一般。看见这一幕，云轩心中莫名的有些不爽，也不知道云来客栈现在的主人是不是脑子抽筋了。你赚黑钱就算了，但也不至于将道宫的敌人伺候得这么舒服吧？真当她是仙子吗？云轩严重怀疑幕后之人和魔龙狼狈为奸，勾搭在一起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魔龙为什么不需要再接待客人了。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自己的女人和其他男人亲密接触。对于这种结果，云轩倒是不意外。当初他就再三强调，掌管云来客栈之人必须是女修，莺莺燕燕中待久了，即使是修炼天性的男修也会产生欲望。更何况魔龙的名声可不简单，他号称人间第一美人，当然了，天后瑶光没有算在其中，毕竟那是天上之人。虽然这个人间第一美人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全靠云来客栈找人吹出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本身确实颇有姿色公子。落霞仙子就在那里。美妇人指着湖中岛屿上的一座凉亭，不远处的湖畔旁有一座通往岛屿的长长吊桥，云轩没有从那里过，他直接踏水而行，一步数十米，顷刻间就来到了凉亭里。凉亭很宽敞，能容纳几十个人。龙可欣戴着黑色面纱，坐在凉亭边缘，背对云轩，端坐于凳子上，双手快速拨动琴弦，在琴上留下无数残影，发出清脆悠扬的乐声。绵长悦耳的琴音能洗刷人的烦恼，乍一看还真有一点仙子模样。此刻云轩目露惊奇，这条魔龙居然恢复了至尊境巅峰的修为，虽然气息有些虚浮，但境界却是实打实的。至尊境巅峰的修为放在任何势力中都是最终的底蕴。为防止出现意外，他将魔龙的修为废得很彻底，没有特殊际遇是不可能有机会修行的，修为想要恢复更是异想天开。一曲终了，龙可儿起而转身笑道：落霞的价格可不便宜，公子点得起，想来定是身份不凡，也不知道是9天势力中的哪家人。无门无派，散修而已。云轩现在不是顾寒渊，龙可儿处于思维屏障状态，他不亲口点破，对方是不会将他和渡劫天尊联系到一起的。闻言，龙可心放下心来，随即杀心大起，不是9天势力的就好，不然他吃了之后还要费尽心思的遮掩天机，很是麻烦。对于云轩的说辞，他并不怀疑，点他的男人不都是抱着那啥的想法来的吗？即使如此，身世显赫的加分项为何要隐藏？况且云来客栈从不向外透露客人的身份信息，他接管之后一时将其贯彻了下来。龙可心看向一旁的美妇人：小月，给这位公子端上我们特有的茶水。
是。美妇人身形消散，不消片刻，她又重新出现，端着一壶香气宜人的茶水放到中间的桌子上。这是落霞仙子亲手栽种的仙女香，外界已经绝种了。云轩似笑非笑，这么说，我应该倍感荣幸。龙可心心中一咯噔，难道他察觉出茶水有问题了？他垂下眼帘，遮掩其中浓郁的杀机，至尊境中期的修为而已。在这座特殊的小世界，他有信心搏杀至尊境巅峰的存在。他之前的修为是靠自己修炼上来的，因此靠血石恢复境界并不影响他的根基。龙可心为想低云轩的警惕之心，以求一击让他丧失行动能力，扯下面纱，故作伤心。公子不喜欢仙女香，不喝便是。怎么会呢？仙女香可是人间一绝，错过这次机会，下次想喝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云轩举杯一饮而尽。见状，龙可儿彻底放心，天下男人果然都是一路货色，见到他的容貌就会被迷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下次公子已经没有下次了。龙可儿冷笑连连，装都不装一下了，杀机毕露。美妇人在一旁冷笑道：公子，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浑身乏力，连灵气也感应不到了？云轩淡然道：这茶有问题。美妇人见他还是一副平静样，顿时不爽起来，当下就要向前轻薄他。龙可儿将合欢金扔出去：小月，做的时候记得按照上面来。美妇人神识一扫，惊喜道：谢过主人。龙可儿笑道：你晋升至尊境，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美妇人用力点头，随后不怀好意地走向云轩，冷笑道：公子，奴家会好好疼爱您的。龙可儿转过身：完事后叫我。话音刚落，身后传来一阵惨叫，以及一道他怕到骨子里的声音：魔龙，本尊不在的日子，你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小世界内风云突变，乌云遮蔽了天空，越压越低，沉闷的让人喘不过气来。龙可儿娇躯一僵，颤颤巍巍的转身，带着一抹侥幸回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刻在灵魂深处的身影。顷刻间，他如坠深渊，一股巨大的眩晕感向其袭来，他因恐惧而颤抖，在不复之前，一切尽在掌控中的风轻云淡，以及嘲弄与轻蔑。此刻，整个人摇摇欲坠。主人，救我！美妇人伸向云轩衣领，准备轻薄于他的玉手，被云轩捏住手腕，向后反转了90度以上，疼得他惨叫连连。他整个心神全都集中在自己的快要断裂的手臂上，因此并没有注意到龙可儿的异样，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云轩稍稍用力，美妇人的胳膊顿时被扯掉，骨肉分离，她的左臂无力地垂落着，自身面色苍白，额间浮出冷汗。他靠在撑起凉亭的柱子上，另一只手扶着胳膊，尝试修复伤势。对神王境来说，只要神魂不灭，断臂重生只是小事。可却发现一股奇异的力量，不但在阻止他恢复伤势，还在不断腐蚀他魂魄，灵魂撕裂的感觉让他痛不欲生。云轩没有理会美妇人小丑般的尖叫，安然地坐在凳子上，闭上双眼，轻轻闻了一下茶壶中的香味。茶是好茶，可惜煮茶的人却不是好人。说着，他又轻轻喝了一口被坏人加过料的仙女香，露出柔和的笑，眼中闪过一丝怀念之色。仙女香并不是绝种了，外界之所以没有卖，完全是因为这种茶根本就不存在。这道茶是他耗时数十年自己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口感不能算绝顶，只能说是上佳。他喜欢的是仙女香，泡水后发出的清香味，那是师尊身上的味道。云轩抿了一下小口后，看向一脸惊恐的龙可儿：魔龙，这仙女香并不在云来客栈的售卖范围，看来你勾搭的那位道宫高层身份不简单啊。龙可儿还没回答，一旁的美妇人恶毒道：主人，我要他被抽筋拔骨，碎尸万段。美妇人怨毒地盯着面前这个如同谪仙一般的白衣男子，杀人不过头点地，他心思竟如此歹毒，想要活生生地将自己痛死。枉他还向主人求情，让他死前享受一回。蠢货，闭嘴，还不快给渡劫天尊道歉！龙可儿惊怒，恨不得现在就吃了他。渡劫天尊。美妇惶恐地看了一眼云轩，又求证似的看向龙可儿。他记得主人曾经说过渡劫天尊已经死了啊。云轩无视美妇人，继续问道：魔龙，你还没回答本尊的问题。高层是。龙可儿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大脑迅速运转，想要编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但一时半会是真的想不出，毕竟他身后哪有道宫的高层，他自己就是这主人。说，简单的一个字，不含任何情绪。还没想好对策的龙可儿惊骇地发现自己竟不受控制的全盘托出。我身后没有人，这些年龙可儿被渡劫天尊废掉修为，擒拿扔到青楼之后，没过多久便遇到一个贵人，那是一个穿着道袍，长相普通，挺着啤酒肚的小胖子。那人自称轮回天尊，说是只要他说出太阴女帝的葬地所在，就帮忙修复他体内的创伤，助他重新修行。
太阴女帝的坟墓是他和妹妹在成为至尊境之前发现，里面不仅有着奇珍异宝，还有一件能让天下所有人都为之心动的极道帝兵。那座坟墓的出现是有规律的，成为至尊境巅峰后，他本有能力将其中的帝兵取出，只可惜在坟墓即将开启前，他被渡劫天尊镇压了。龙可儿在说出有关太阴女帝的坟墓后，胖道士竟然真的拿出了一颗能让他重新修行的仙果。虽然当时看上去极为肉痛，要不是他手疾眼快，迅速吃了下去，他怀疑对方极有可能临时反悔。吃下仙果后，龙可儿立即恢复到了神王境的修为。道公主修天心，修为越是高深者，越是清心寡欲，越发不在乎世俗之事，加上云来客栈的境界高深的仙女基本上都被废了，因此道公派来掌管云来客栈之人，修为最高也就刚入神王境，自然不是龙可儿这个曾经至尊境巅峰之人的一合之敌。龙可儿在反客为主后，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云来客栈，日子依旧和往常一样。他怕渡劫天尊在他身上留有暗手，离开缥缈城就会被知晓之类的。为此，数万年来，他甚至连云来客栈都没敢踏出一步。直到1万年前，他收服的道宫暗线传来消息，渡劫天尊魂灯灭了，那个让他为之恐惧的男人陨落了，这才敢肆无忌惮起来。得知消息后，他欣喜若狂，但并没选择离去。一来，他在云来客栈暗中发展了这么多年，积蓄了不少势力；二来，云来客栈确实吸金，而且能时不时的吃上点心，甚至是大餐不说，还不用面对骂名以及龙族与各大势力的追杀令；三来，他要报复渡劫天尊，要搞垮缥缈道宫。听完魔龙的自述，了解完前因后果之后，云轩嘴角微抽，好家伙，这是比魔龙成为道宫高层的痉挛更为离谱，他居然被偷家了。想到这，云轩不由想把那小胖子找来打一顿，没有他横插一脚，哪有之后的这些变故。云轩咬牙切齿，暗道：曹小胖，你喜欢收集地兵是吧？那老子下次见到你就全给你没收了。龙可儿说完，瘫坐在地，一颗心要多凉就有多凉。小月说的抽筋拔骨、碎尸万段的话，怕是要阴在自己身上了。云轩瞥了一眼面色死灰的龙可儿，淡淡道：这么多年，道宫应该派来过不少人，他们在哪？都被你吃了吗？没吃，我只是为保清白之身，才会将他们囚禁起来。闻言，龙可儿眼中恢复一丝亮光，他虽然对道宫抱有恶意，但还没付出行动，这些年并没有实质做过有损道宫利益的事情，一切都还有挽救的机会。云层散开，一缕阳光穿透而出，龙可儿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天尊大人有大量，看在我为道宫赚了这么多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就饶我这一次吧。云轩似笑非笑：苦劳？你吃了什么苦？说来听听。龙可儿，他对此事避而不谈，拿出数个空间戒指。可儿当初鬼迷心窍，冒犯了道宫，这些年所攒下的财富足够弥补当年的损失，希望天尊能让可儿赎身。可儿保证，日后遇到道宫之人，定会敬而有加，绝不冒犯。你拿本就该上供道宫的资源，为自己赎身，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吧？云轩闻言有些想笑，这女人今天能不能活还是一回事，她居然还想赎身。龙可儿没有感受到杀气，松了一口气。他自然不会奢望这个要求能得到准许，这么做是想从侧面告诉云轩，他活着的价值比死了的价值高太多了。他说的话确实有用，云轩听完后，心中的那抹杀意已经消失。当初抓他来青楼，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云轩淡淡道：自己抽去龙筋，并废掉修为，老老实实的给我去接客，做一个真正的云上仙子。空间戒指中的资源，云轩已经用神识扫过了，数量非常可观。他有些可惜的想到，这资源本应可以再翻一番的。修为废了，日后机缘了的总有机会修复，清白之身若是不在了，就真的不干净了。龙可儿坐在地上默默抽泣，楚楚可怜。可不可以不接客？云轩诧异的打量了一眼龙可儿，看不出来这银龙还在乎这个，明明当初为了活命，一个劲的卖弄风骚，诱惑他双修来着。云轩道：你若能在不接客的情况下创造出同等的价值，也不是不行。真的吗？龙可儿目露惊喜。云轩点头：本尊一言九鼎。龙可儿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她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并且生性放荡，最喜欢和男人那啥了。她来做云来客栈的头牌仙子，再合适不过了。云轩，难怪龙族将你们黑龙一脉视为异类，甚至下令诛杀，连亲妹妹都坑得这么惨，同族之人就更加不用说了。云轩想了想，这个办法倒是可行，只是本尊与你妹妹往日无仇，近日无怨，这么做岂不是在助纣为虐，逼良为娼吗？云轩眼神一冷，强大的气场排山倒海一般压向龙可儿。
你当本尊与你是一路货色，做事毫无底线。龙可儿趴在地上，背上似有一座神山，他艰难喘气。天尊误会了，当年道宫与天剑神宗全面开战，虽然精锐尽出，但依旧有至尊做镇缥缈界，光是我一人，岂能完好无缺地取走道宫资源？缥缈界是一位陨落的大帝体内分析出的一座小世界，是缥缈道宫的大本营。祖上出过大帝的势力，一般都会举足迁入这样的小世界中。云轩眸光微凝，听着龙可儿继续说，那件事是我妹妹龙可心与我一起做的，她在外逍遥自在这么多年，也该接受应有的惩罚了。龙可儿眼中浮出浓郁的怨恨，这种情绪是针对龙可心的。他们一母同胞，模样一样，气息一样，让人分不清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当年他们为躲避渡劫天尊的追杀，兵分两路，当其中一人快要被追上时，另外一人就会找机会暴露行踪，吸引渡劫天尊的注意。他之所以被抓，是因为太阴女帝之墓即将开启，而龙可心离的较近，又被穷追不舍。为此，为吸引天尊注意力，那一次他将动静闹得格外的大。被抓后，他还抱有一丝希望，幻想着妹妹能够手持帝兵将他救出去。结果这么多年，对方踪迹全无，云来客栈一次都没来过。他自以为的姐妹情深，在对方眼中屁都不是。也许龙族说的对，自私自利是黑龙一脉的天性。龙可儿自嘲地想着。云轩闻着茶香，轻轻抹撒着杯柄，沉吟道：若真是如此，你的提议本尊准了，只是你可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找到他？本尊对你可没有那么多耐心。龙可儿正色道：我与他修行的是同种功法，又血脉相连，只要他没死，我就一定能找到他。云轩道：本尊给你2个月的时间，届时若你没能带回你妹妹，就当你的头牌去。闻言，龙可儿傻眼了。天尊，您不和我一起去将他缉拿归案？云轩将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奇怪地问道：我为什么要去？龙可儿喃喃道：他当年实力就和我差不多，以我现在的状态，肯定不是对手。云轩风轻云淡：那就好好当你的头牌，别做他想。明明当年追得那么凶，几十年的时间都愿意，现在2个月的时间都腾不出手。道宫资源又不是我一个人拿的，他应该同罪。龙可儿心底委屈，但表面还是应道：我会想办法，一定将他抓回来。说着，他就要破空而去，一副时间紧迫的样子。就在这时，一股力量自云轩体内而出，禁锢住了空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云轩冷冷地看着他，真当他是傻子吗？任何限制都没设，茫茫诸天，即使以他如今的境界，想要找一个一心隐藏踪迹的巅峰至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心思被识破，龙可儿心中尴尬，表面却是辩解道：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抓住龙可心去了，天尊勿怪。龙可儿跪到云轩身前，一副任君所为的样子。云轩冷着脸，右手置于他脑袋上，掌心凝聚出一个奴字印，将其打入他神魂之中。龙可儿发出一阵不知是舒服还是痛苦的喘息。91号房间，小萝莉穿着云来客栈特有的白色浴衣，一头湿漉漉的头发披肩而下，身上散发出丝丝白雾，发梢上还凝结着未干涸的水珠。她小脸通红，脚步虚浮，口中喃喃：在灵泉中待久了，就连这具大圣境身体都有点晕乎乎的。云上客价格贵是有道理的。小萝莉就近扶着墙休息了一会，回过神后大声道：云轩，你小子没有偷窥，表现不错，为此本系统奖励你现在就可以去洗澡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水还热乎着，本系统的体香还弥漫在浴室中，便宜你个坏人了。真是羞死人了。小萝莉靠在墙角扭捏着身子，良久迟迟没有回应，小萝莉不禁又呼唤了一声：云轩。她匆忙脱下浴衣，到一旁的更衣室换上一身绿色长裙，走进卧室后发现云轩不在，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原来不是自己没有魅力，而是杀伤力太大了，云轩怕把持不住，特意躲了出去。小萝莉自欺欺人地想着：到隔壁找他们玩去了吗？小萝莉释放神识，想要感应一下情况，却发现自己勉强穿透建筑后什么都感应不到，空荡荡的一片，顿时郁闷不已。云来客栈极为注重客人的隐私，使用的建筑材料有隔绝神识的功效，大圣境才能勉强穿透。不仅如此，2个房间看似是连在一起的，实则处于2个独立的空间，因此就算是神王境的大能，也难以窥视他人的情况顺道一提。这些年小萝莉虽然没怎么修行，但修为却来到了大圣境巅峰。小萝莉提着裙子推门而出，刚开门便迎面撞上了准备外出的3人。小胖妞目露惊喜：好巧啊，我们也刚好准备出去玩。她期待地往小萝莉身后瞅了瞅，解释道：泡个澡之后不仅睡意全无，还感觉有使不完的精力。听说今天晚上云来客栈的花魁们集体献舞。云大哥说得对，
只要身子正，就不怕影子歪。来都来了，钱都花了，与其躲在房间里矫情，不如借此机会长长见识，享受一番。我倒想看看，这些名冠天下、被男人们吹得神乎其神的云上仙子，长得有没有木梨和霓裳姐姐漂亮。小萝莉不爽，她还在泡澡，云轩就打算带着他的小情人们去逛窑子了。要不是提前出来，他是不是打算丢下自己？想到这，小萝莉娇唇一嘟，悠悠道：“云轩呢？在前面等你们。”小胖妞愣了一下，疑惑道：“云大哥没和你在一起？”一旁的白木梨也帮衬道：“清茶妹妹，我们并没有见过云大哥，要帮忙找一下吗？”小萝莉摆了摆手，没好气道：“不用了，你们先去玩吧，我去问问小黑，他现在指不定正躺在哪位仙子怀中，玩得不亦乐乎呢。”白木梨抿嘴轻笑：“清茶妹妹说笑了。”王诗雨不满道：“云大哥是何等的正人君子，岂会如你所说的这般？”小萝莉好整以暇地看向小胖妞：“我说自己哥哥，你这么激动干什么？这都还没嫁进我云家，就开始护肤了。”王诗雨面色通红，小萝莉不怀好意地诋毁云轩，懒懒道：“刚才我还见他翻阅着小册子，发出猥琐的笑。他可不是什么好人，平时都是装的。你这个大胸萝莉可得小心了，免得被人吃干抹净，还要开心地为他数钱。不准你这么说云大哥。”小胖妞怒道：“我就乐意给他数钱。好了，别争了，清茶只是在开玩笑而已。”白木梨扯了扯炸毛的王诗雨。小萝莉笑嘻嘻：“白姐姐说的对，我就小小开个玩笑。小胖妞，你这么激动干什么？莫不是真看上我家哥哥了？”我……王诗雨一时语塞，急得满头大汗。幸好小罗没有乘胜追击，不然单纯的小胖妞怕是要留下心理创伤了。当王诗雨理清思路，想好说辞时，小萝莉已经回屋了。木梨、霓裳姐姐，你们别发呆，舞会快要开始了，再慢一点就看不到开头了。为了掩饰刚才的窘迫，王诗雨声音焦急地催促道。与霓裳与白木梨相视而笑，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跟在小胖妞的后面，没有提起刚才的事情。小黑，你躲哪里去了？赶快出来！小萝莉一进屋便发出震耳欲聋的河东狮吼，吓得正在阳台上打盹的笑月天狼一个机灵，差点没从万丈高空掉下去。楚天飞，我在这。笑月天狼颤颤巍巍地应了一声，陛下不在，也不知道这小娘们会怎么蹂躏欺负自己。小萝莉皱眉问道：“你知道云轩去哪里了吗？”这个嘛，笑月天狼不知如何回答，直接说他被一位美妇人带去见云来客栈的头牌落霞仙子，似乎不太好吧。小萝莉不悦道：“说，陛下他跟着上层楼的主管去见落霞仙子了。”再三犹豫，笑月天狼还是选择如实相告，毕竟陛下心胸宽广，而且看上去也不像是去给落霞仙子打针的。得罪了小肚鸡肠，又备受宠爱，如日中天的小萝莉，那之后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小萝莉问道：“落霞仙子是谁？”笑月天狼观察小萝莉的神色，同时回道：“云来客栈的头牌。”话音刚落，只见小萝莉的脸色瞬间铁青，咬牙切齿道：“好呀，就这一会的功夫，你就又去见新妹子了？别跟我说这又是你曾经的红颜知己。”小萝莉知道云轩是个渣男，但是两人刚正式确立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你找女人就不能晚几天。云轩的行为让她很伤心，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一点也不受重视。小黑，带我去找他。小萝莉斩钉截铁，不容笑月天狼拒绝，他今天就是要去闹一闹。先前小雪打自己不帮忙就算了，这一次他要是还是明目张胆的拉偏架，那自己一定和这混蛋分手，永远不可能复合的那一种。笑月天狼感受到言语中的杀气，当下也不敢墨迹，立马变回真身，一头身长数十丈的神俊巨狼立于虚空。小萝莉腾空而起，坐在笑月天狼背上，小手拽住他黑色的鬃毛，轻斥一声：“走！”笑月天狼破碎虚空，闻着美妇人残留的气味，追寻云轩的踪迹。当他身形再次显现，已经抵达目的地。云轩察觉两人的到来，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便听身后传来一道惊天怒吼：“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什么？真是恬不知耻！”一位美艳动人的少妇靠在石柱上，面色苍白，娇躯颤抖，一副操劳过度的虚脱模样。另外一位被云轩挡住脸的女子正跪在他身前，还发出一阵令人遐想的嗯啊之声，而云轩的手还搭在他脑袋上，这一看就不是在做正经事。云轩怔了怔，疑惑地转过头：“清茶，你在说什么？”笑月天狼停在半空，小萝莉从他背上跳下来，走近一看，发现两人衣裳整齐，并没发生他想象中的龌龊事情。那位美妇人面色苍白，好像是痛的。“云轩，你把我丢在房间里，自个跑来享受，是什么意思？”小萝莉反应很快，先发制人，看他的神色不像是幽会红颜的样子，
小萝莉恶狠狠地怒视云轩，点的还是头牌。云轩，你这一肚子火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这么爱吃醋了？小萝莉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辩解道：我倒是无所谓，只是为霓裳妹妹打抱不平。她要是知道你宁愿花钱点青楼肮脏不堪的风尘女子，也不愿意在她身上寻欢作乐，该多伤心啊！小萝莉瞥向龙可儿，不屑道：这就是云来客栈的头牌，也就这样吧。龙可儿虽然震惊他是怎么闯进这个特殊秘境的，也不知道他和天尊是什么关系，但事关自身名誉，他忍不住说：这位小姑娘莫要污人清白，本人初次尚在。小萝莉狐疑地扫视了一下他较好的身段，撇了撇嘴：叫谁小姑娘呢？你的很大吗？还比不上小胖妞的一半。闻言，云轩下意识地对比了一下，比不上一半倒不至于，应该有2/3大小，配合他较好的身材，算是相得益彰，比例已经十分不错了。云轩，你的狗眼在瞎看什么？小萝莉叉腰气愤道：他说是清白之身，你就信？当了这么久的头牌，早就不知被多少人骑过了。每次接客前再将魔修复好，装成处女，好提升自身的价值，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懂。小萝莉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云轩，这种货色你也碰，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小萝莉环抱手臂，侧过身，傲气道：碰了脏东西你就不干净了，以后别想碰我。你这人好生放肆，天尊面前也敢如此无礼。天尊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但这不是你仗着关系亲近就能不知分寸的理由。龙可儿吹捧完云轩，才说起他在意的事情。小姑娘，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让你对我抱有这么大的恶意，但是同样身为女人，你应该明白你的言语有多么的恶毒。小萝莉见龙可儿义愤填膺，倏地的有些心虚，莫非此人真的冰清玉洁？但这不科学啊，这里的仙女又不是清官，有钱什么都能干，她身为头牌，不可能没有被人点过。就在小萝莉惊疑不定的时候，笑月天狼传音道：此人拥有至尊境巅峰的修为。这下小萝莉才彻底相信龙可儿的说辞，正想道歉时，却听云轩道：他名叫龙可儿，本体是一条魔龙，当年犯了一点事，被我抓来还债，不过他坚持卖艺不卖身的原则，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没赚到足够的赎金。龙可儿此次找我来的目的，主要是想用清白之身换取自由，不过我没同意，还在考虑之中。云轩自然不会将他反客为主，自己被偷家的丢人丑事说出去。至于用清白换自由的这句话，云轩见小萝莉误会，干脆顺水推舟，让事情往这一方面靠，好叫他明白他的男人有很多莺莺燕燕在盯着，他要是不显露真身，是压不住外面这群野花的。当小萝莉产生危机感后，他藏在幕后的真身还能安耐多久？云轩看着小萝莉防贼一样看着龙可儿的样子，心生感慨，有道是一腔真诚为了狗，唯有套路的人心。这个人生智里是小妖女苏檀给他上的印象最深刻的一课，当年被套路的裤衩子都不剩，老惨了。闻言，龙可儿诧异地看了一眼云轩，一时之间揣测不出天尊的心思。若真的可以用清白之身换取自由之身，他倒是很乐意，毕竟这可是能横击大地的渡劫天尊，长相更是，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他可不是小月那种只看表象的肤浅之人。云轩暗中传音：接下来你按我说的去做就行，表现好，事后本尊可以不费你修为。龙可儿心颤，差点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冲昏头脑。不废除修为，是不是意味着即使他没找到龙可心，也不用招待客人？这事其实在云轩种下奴印的那一瞬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女奴岂能沦为外人的玩物？他想怎么折磨惩罚都行，但别人碰不得。云轩收下他，倒不是对其身子有什么想法，而是发现他经营能力确实不错，道宫之人并不适合，也无心掌管云来客栈，交给他打理再合适不过了。龙可儿当年趁火打劫的行为，换成他成帝前也会这么做，顾寒渊与他只是立场不同罢了。现如今他身为天帝，芸芸众生在他眼中都一样，往日恩怨早已烟消云散，只是站在道宫脚下，受历练时的影响才会有所波澜。倘若今日他能让自己与清茶之间产生意外的收获，感情更进一步，免去他的罪过又有何妨？屠戮众生的禁区之主他都不在意，放他们走了还容不下一个小小的至尊。龙可儿耳朵微动，认真听完云轩传音交代的事情后，立马戏精上身。天尊冕下，可儿仰慕您已久，就算您不还我自由之身，可儿也愿意服侍于您，今晚您就留下吧。不行，绝对不行！小萝莉跳起脚板，大声反对。小萝莉梗着脖子，面红耳赤，怒视着自荐枕席的龙可儿。云轩他是不会留在这里的，是吧？云轩？小萝莉一脸希冀地看向云轩，希望他站在自己这一边。闻言，云轩故作犹豫，面露纠结，似乎很难抉择。
见状，小萝莉小嘴一瘪，一肚子委屈顿时涌上心头。龙可儿乘胜追击，昂首挺胸，展现出凹凸有致的好身材。娇媚到天尊阁下再怎么清心寡欲，到底也是男人，偶尔也是需要放松一下的。回去，你这小丫头片子，能满足他的需求吗？小萝莉看着那对快要对到脸上来的挺翘山峰，郁闷不已。想了想，家里不是还有你长吗？你要是忍不住，找他不就行了？龙可儿抚着胸膛，嘴角上扬，眸中含着一汪春水，将勾魂摄魄发挥得淋漓尽致。家花哪有野花香？是吧，尊上？这话让他怎么接？云轩传音道：“你给我收敛一点。”龙可儿心领神会，不动声色道：“男人都是这样，不然云来客栈也不会闻名天下，天天爆满。”小萝莉气愤地指着他，娇躯颤抖：“你懂得这么多，还敢说自己干干净净？肯定是个脏女人。”龙可儿见小丫头说不过自己，就开始泼脏水，暗自咬牙，强忍着吃了她的冲动。任谁在这种地方待久了都会懂，耳濡目染是什么意思？需要我教你吗？伶牙俐齿，小萝莉别过脑袋，一副我懒得和你争辩的模样。龙可儿露出胜利者的笑容，无视小萝莉，走到云轩身前，神色迷离，分不清装的还是认真的。尊上，您就留下吧，可儿一定会伺候好你的。龙可儿因羞涩而面色血红，虽然没有实践过，但这些年见识过的玩法却不少，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你不要脸！小萝莉横插到两人中间，抬起双手将他们分开。龙可儿瞥了一眼愤怒的小丫头，问道：“从一进来，你就像一个护食的母鸡，一直攻击我，不知你和天尊是什么关系？”小萝莉憋红了脸，虽然已经和云轩确定关系，但让她当着其他人的面说出来，还是有些难为情。在龙可儿揶揄的目光下，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小，微不可闻：“妹妹。”哦，真有意思，秦妹妹阻止男人在外偷腥，莫非是有了上位的心思？才不是秦妹妹，就是普通的妹妹。小萝莉的反应很大，急忙否认。闻言，云轩有些失望。余光瞥见这一幕，小萝莉呼吸为之一顿，张了张嘴，但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明明说好的在一起了，自己在外面却不承认这段关系，她一定很失落吧？但谁让她丢下自己跑出来寻欢作乐？要不是自己及时赶到，两人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渣男前脚刚追求完自己，后脚就和别人在一起了，哼！今天必须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小萝莉还在努力说服内心，让自己不至于那么有亏欠感。一旁的龙可儿已经越过她，重新来到云轩身前，故意大声道：“尊上，既然这丫头和您没什么特殊关系，我看你也不用在乎她的感受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天色已晚，可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小萝莉委屈巴巴地看着两人，眼泪开始打转。这女人是巅峰至尊，又是清白之身，现身于云轩，她好像没有阻止的理由，但不知为何心里就是不舒服。是曾经的红颜知己就算了，但随便一个陌生的女人，云轩都愿意碰的话，这让她觉得对方的感情很廉价，一点也不洁身自好。自己对她而言好像不是特殊的，说不定系统换作其他人也是这种待遇。小萝莉伤神的想着。过犹不及，见此情形，云轩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神色严肃地推开龙可儿，义正辞严：“龙可儿，你的心意本尊领了，但我家妹妹不愿意，那我们之间便绝无可能。”闻言，龙可儿失神地退后一步，引后上身，化作痴情的舔狗：“尊上，可儿不要名，不要利，什么都不要，只想留在您身边，好好伺候您，这也不行吗？”小萝莉心中警铃大响，龙可儿这神态，这说辞与当初的与霓裳是何曾相似？她该不会又心软同意了吧？可不同意，她看起来好可怜。换成瑶光的话，一定会欣然接受吧？不愧是天后，自己就没有这么大度。一念至此，小萝莉干脆撇过头，眼不见为净。接下来，无论云轩做出什么选择，她都不进行干预。小萝莉刚转身，便听云轩冷喝一声：“魔龙，别装了，本尊将你困在这里数万年，你岂会没有一点怨恨？”说着，他隔空射过吊在美妇人身边的合欢经，高高举起：“你想借阴阳交合之势吸干本尊精气，以此巩固修为？好啊，你果然是一个坏女人，装得这么像，老娘差点就信了。”小萝莉见事情两极反转，顿时不再纠结，长舒了一口气。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龙可儿彻底傻眼了，不知所措地看着云轩，这和剧本里写的可完全不一样啊！之后不应该是你铁石心肠地拒绝我后，我不死心，继续苦苦哀求，卑微到尘埃里，而你依旧不为所动吗？在之后，云轩会怎么做？他虽然没有说，但龙可儿觉得大概率是借此机会向小丫头深情告白之类的。反正不是这出剧本。龙可儿心中惶恐不安，他怕云轩为了让戏更逼真，直接将他灭了。小萝莉神识一扫合欢经，大喜过望，
指着龙可儿的鼻子讥讽道：“呵呵，还装？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云轩看着恢复精神的小萝莉，笑了笑。之前的剧本确实如龙可儿所猜测的一样，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也没想到小萝莉喜欢吃醋，但却是嘴硬心软。要是按照原计划，不知道事情真相的小萝莉，怕是会认为自己是因为她而伤害了一位痴情女子，这不得愧疚好长一段时间。相比较无精打采的小萝莉，她更喜欢对方每天元气满满的样子。可儿一时鬼迷心窍，还请天尊饶命。龙可儿跪地磕头求饶，这已经不是装的了，而是真情实感。云轩虽然改了剧本，但承诺过的事情还不至于因此反悔。他神色冷峻，淡淡道：“魔龙将当年另外一个袭击道宫的凶手带回来，本尊可饶你这一次。”可儿这就去将他缉拿归案。龙可儿被长发遮住的眸子闪过喜悦之色，天尊的潜意思是他的表现还不错，先前承诺的事依旧有效。小萝莉看着破空而去的龙可儿，疑惑道：“你们这是在说什么？”他对云来客栈还是有价值的，杀了怪可惜的，但又不能不罚，因此我让他将功补过。云轩解释了一下不杀他的原因后，又将当年两姐妹偷袭道宫的事情说了一遍。听完后，小萝莉笑嘻嘻地看着云轩：“你小子面对她这种姿色的女子，居然能保持平静，实在让人意外啊。”云轩无语道：“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哼，也不知他说要现身时是谁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说到这，小萝莉面色狐疑地打量起云轩：“你既然一开始就知道他心怀鬼胎，为什么不揭穿？害我那么丢人？”小萝莉面露窘迫之色，她想起了之前被龙可儿对得哑口无言的狼狈经历。我是想看看那个女人能装多久，结果看把你给急的。云轩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别有用心。小萝莉辩解道：“谁急了？我这是在为霓裳打抱不平。他要是知道，他日常拿出与霓裳做挡箭牌，打机关枪似的，一口气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堆。”云轩盯着他：“那你呢？身为我的女朋友，看见他缠着我就没什么想说的吗？”小萝莉一时语塞，挤牙膏似的憋出一句话：“我又不在乎，你这个渣男，桃花运不断，我已经习惯了。”云轩认真的问道：“真的不在乎吗？”真的。小萝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了出来。闻言，云轩像是松了一口气，微微一笑：“刚才看你那么激动，还以你吃醋了。那是因为霓裳。”云轩挥手打断：“除了这个，就没有一点其他原因了。”小萝莉斩钉截铁：“没了。”这样就好。云轩拿起茶壶，重新倒了一杯仙女香，抿了一口后：“你还真别说，龙可儿虽然坏了一点，但样貌和身材是真不错。要不是以为你会在意这件事，我刚才就半推半就的从了。”小萝莉听了不爽，赌气道：“他现在应该还没走远，你叫他回来继续服侍你呗。”云轩闻着茶香，神色惬意：“不急，等他抓回龙可心，我直接双倍的快乐。不要脸，肮脏，龌龊，恶心！”小萝莉怒目而视。云轩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这是在生气？”小萝莉甩袖，冷哼一声：“谁吃醋了？我只是不耻你这种行为，打针就打针，还要3个人，太变态了。”云轩轻轻点头：“既然你不喜欢，那我就不这么做了。”真的。小萝莉下意识惊喜道，但很快又板起脸：“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对于后面这句话，云轩当作没听到，双眸柔柔地看着绿裙少女：“以后要是无意之中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你一定要说出来。”云轩摸了摸小萝莉的脸：“因为我在乎你的感受。”小萝莉唰的一下，朝霞从脸上蔓延到了脖子：“你这是干什么？突然说这些？”云轩笑道：“男朋友自然要考虑女朋友的感受，你不喜欢3个人一起，那我就不做。”说着，他话锋一转：“我一个一个来。”小萝莉目瞪口呆，亏他刚才还小小的感动一下，云轩果然还是那个讨人厌的男人。云轩看着情绪瞬间低落的小萝莉，继续道：“你要是说不喜欢，我就全都不要。”这一回，小萝莉没有感动，反而气得咬牙切齿。是个女人都不会喜欢男朋友和其他女生亲热吧？她算是看出来了，云轩这是在变着法子逼她低头，让她承认吃醋了。随便啊，我无所谓的。小萝莉耸了耸肩，一脸不在乎的表情：“哼，她吃软不吃硬，就是不承认。”云轩突然感叹：“不知怎么一回事，这才一会不见诗雨，我竟是有点想她了。”他摇头失笑：“其实这也正常，毕竟诗雨长相可爱，性格和身材也好。”小萝莉入遭雷击，这小胖妞好手段，竟在不知不觉中让云轩记忆这么深刻了。虽然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的，但小萝莉还是服软了。不就是让他低头吗？他承认还不行吗？小萝莉气鼓鼓地说：“一个都不行。”云轩道：“你突然说什么呢？
小萝莉继续道：“我说，她们两姐妹谁都不许碰。”云轩试探道：“你吃醋了？我这是为你好，忘记先前的写法和欢经了吗？小心她们俩姐妹把你吸成人干。”小萝莉伸出2只爪子，做了一个鬼脸。到了最后一步，她终究还是习惯性的选择了嘴硬。云轩心中恨恨，果然这丫头全身都是软的，就嘴最硬。他缓了一口气：“你应该知道，以我的修为，就算是面对100个创造和欢经的太阴女帝，也无伤大雅。”小萝莉藏在裙袖子的小手不觉握紧，她都退了一步了，这个男人却依旧穷追不舍，一点君子风度都没有，一定要自己一字一句的表示吃醋了才善罢甘休吗？云轩目不转睛地盯着小萝莉，期待着从口中说出的答案。若是不能让小萝莉服软，以她傲娇又闷葫芦的性格，两人修成正果，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你厂长得又不比他们差，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你何必再找他们？小萝莉不想正面回答。云轩淡淡道：“男人都是贪心的，而且相比于与霓裳，他们更有新鲜感。”小萝莉怒道：“你这就喜欢上了？”云轩道：“新鲜感又不是感情，兴许一次之后就没感觉了。”小萝莉闻言更愤怒了：“渣男！”云轩笑道：“他明知道不会有结果，还自愿现身，我只是满足他的愿望而已。”小萝莉知道云轩这是为逼他就范，故意说的，但听了之后还是不舒服。她不喜欢这样的云轩，正打算彻底服软，承认他这样做，这样想自己会不开心时，余光忽然瞥见在一旁吃瓜的笑月天狼。“你喜欢新鲜感？这不就有一位吗？听声音似乎还是一个漂亮的御姐。”小萝莉指着笑月天狼：“与其便宜了外人，还不如给自家人，两人都是妖兽，属性差不多。小黑，不对，是萧月，应该能满足你的欲念。”一头额间刻有月牙印记，神俊无比的黑色巨狼卧躺在凉亭外的湖畔。此刻他非常懵逼，被这从天而降的惊喜砸得他头晕目眩，一种身处梦幻的错觉。他默默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引起陛下的关注，这小丫头随口的一句话，能让他少走不知多少路程。这个世界强者为尊，妖兽一族更为明显，只是萧月一直是同辈中最优秀之人，因此一直眼高于顶，没有任何生灵能入他的眼。而云轩翻手之间将他镇压的无上风姿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脑中，挥之不去。加上多年的跟随与酝酿，萧月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爱慕。老实说，他虽然对天地产生了想法，但从未奢望能上位成功，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大到他不敢有所行动，甚至是不敢说出口，用人类的声音讲话。这事他犹豫了无数的日夜，才下定决心。不怪他胆怯，那条魔龙要是知道陛下真正的身份，怕是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了。凉亭内，小萝莉正在鼓吹笑月天狼。萧月不比那什么魔龙强多了，区区至尊境巅峰，能和当世大帝比？况且你骑了他这么多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看他想打针已久，不如干脆趁此机会赏他一次。闻言，云轩瞥了一眼笑月天狼，正在幻想中的他立马摆出严肃的架势，好似没有听见小萝莉的声音，心中默默告诉自己，到了关键时刻一定要把持住，不能掉了链子。你可不是小白那样的痴女，记住了，当年那些男人对你的评价可是高冷的御姐。见状，小萝莉撇了撇嘴，小声嘀咕，装的还挺像。这些天她虽然在针对笑月天狼，但那不是因为讨厌，更多的是对其在背地里说坏话和不与他亲近的不满。相处几十年了，小黑真化成人身，跟云轩身边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到时候霓裳叫他清茶姐姐，小黑叫他清茶大人，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姐大。想到这，小萝莉不由笑出了猪叫声，这声音让笑月天狼胆战心惊，以为他又在憋什么坏主意，毕竟他什么时候这么好心过。云轩疑惑地问道：“清茶，你认真的？”小萝莉笑了笑，一副大度的样子：“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吗？”说着，他走到云轩身边，抬起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云轩啊，你身为天帝，找女人怎么能随便呢？有感情基础的就算了，没有的话，想上你的床怎么也得是大帝吧？”小萝莉想到小黑目前已经跌境，于是补充道：“最差也要是天尊，至尊境没有资格。”云轩一时之间有些摸不清头脑，这丫头吃小胖妞的醋，吃魔龙的醋，怎么就不吃霓裳、木离的醋？现在还要开始为他推荐小黑。云轩快要分不清他到底是大度还是小气了，难不成是小气的大度？云轩不死心的又问了一句：“你真不在意？在意什么？”小萝莉白了他一眼，看向笑月天狼：“萧月还在那趴着干嘛？还不赶快来服侍主人？”
笑月天狼看向云轩，主次分明，他还是懂的。小萝莉再怎么得宠，在陛下面前也还是一个受气包。小黑，过来。云轩不信小萝莉真有这么大方，以往他非常不满小黑躺在自己怀中。笑月天狼见云轩发话，瞬间缩小身形，熟练地钻进他怀抱。小萝莉一脸笑嘻嘻，他又不是真不喜欢小黑，只是想欺负他而已。见状，云轩哑然失笑。小萝莉意外的大方，让他不知是应该感到伤心还是欣慰。小萝莉好整以暇地看着小黑，萧月，你怎么还不显现人身？该不会是一个生甜人丑的乔碧罗吧？小黑眨眼，挠了挠狗头，一脸疑惑，心想乔碧罗是谁？人名还是形容词？云轩笑道，我也有些好奇，你长啥样？每个种族的审美都不同，并不一定符合人族的眼光。当年他认识一个在猪族以帅出名的朋友，他化为人身之后，那鼻子对人族来说稍微有点显眼了，反而猪族长得丑的在人族比较吃香。萧月扭捏一下才跳到地上，心跳加快。现在的他很紧张，他也不确定陛下会不会中意他的长相。他们笑月一族相比较其他妖兽而言，喜欢用人身的狼很少。不过陛下既然觉得魔龙长得很漂亮，那他应该不会差，毕竟他们之间的相似点还挺多的。在云轩的注视下，在小萝莉的期待中，笑月天狼身上闪烁一阵绿色的光芒。不消片刻，光芒消散，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位身材高挑、个子与云轩相差无几的冷艳美人。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软甲，背后长有一对紫色的羽翼，皮肤偏向常年隐藏于黑暗中的影族人，是暗白色的。她看上极为高冷，像是一位高不可攀的绝美女神。若不是头上那枚月牙印记，云轩都不敢相信这是笑月天狼。他对小黑的印象是鲁莽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人身的气质应该再豪迈一点。萧月却实长得很美，精致的五官，冷冽的眼神，高挑的鼻梁，以云轩的眼界来看，也算得上惊艳。容颜比之龙可儿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10万年的生涯中，容貌能排得上前10。这个排名其实不准，云轩会下意识地将自己的红颜知己放在前面。这个世界长得好看的女人太多了，除白木梨与小萝莉这2位经过仙道洗礼的真正仙子外，像瑶光、萧月这类世所罕有的绝顶美人，单以长相其实很难分出胜负来，更多的看的是气质、实力、身份与地位。若瑶光没有天后的身份加持，身为当世大帝，萧月妥妥的会成为诸天第一美人。当然了，要是帝霓凰允许世人讨论她的外貌，9天女帝才是当之无愧的魁首，连瑶光天后的身份都不好使。此刻这位高冷的女神面带红晕，羞涩地低着头，那双骨节分明的纤长素手不知如何安放，时握时松，看上去极为不安。小萝莉惊呼一声，失神地用手指着萧月，小黑，你怎么长这样？闻言，萧月失落道，不好看吗？她的头垂得更低了，左边自然滑落至高耸酥胸上，墨绿色的刘海遮住了大半脸颊。长得很好看，只比我差一丢丢。小萝莉自恋地说了一句后，又道，只是觉得你这长相和气质明显不符啊。一旁的云轩点了点头，深以为然。本以为是豪迈的女战士，结果居然是一位看起来特别有征服欲的高冷御姐，气质与帝霓凰相似。小萝莉走到她身前，用手戳了一下她的脸，又戳她浅黑色的唇，最后视线停留在她被黑色软件包裹大半，只留下些许白色外围的饱满胸部上。长相十分完美，但还有一个致命缺陷，这一点若是不纠正，你是没有机会上位的。萧月察觉小萝莉嫉妒的视线，想起小胖妞曾经的遭遇，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警惕地看着她。见状，小萝莉不满，向前跟进一步，愤愤不平道，这什么意思？本大人还会害你吗？萧月深吸一口气，平复下心情，我十分敬重陛下，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小萝莉神色鄙夷，竖起一根中指，装，继续装。萧月不想让云轩觉得自己不知好歹，正要辩解，却被小萝莉挥手打断，你不主动，难不成还想让云轩对你主动？闻言，萧月沉默不语，硬生生把口中的话憋了回去。小萝莉笑了，这才对嘛，喜欢他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本大人我也别误会，我和你可不一样，是他主动追求，尽心尽力的讨我欢喜，见他表现不错，这才给他一个机会。小萝莉傲娇道，他只是暂时的男朋友而已，后续要是表现不好，我就一脚把他踹了。说话的同时，他偷偷瞅了云轩2眼。云轩知道小萝莉这是在警告自己，于是道，系统大人说的对。得到云轩的答复，小萝莉更神气了，洋洋得意地看着萧月，只要你听我话，本大人包你心想事成。这话萧月自然不会信，上次还说仙人于他只是小事，结果
还不是没办法助民主成仙。不过他也不好服了小萝莉的面子，便道：“清查大人，还请指教。”这话已经相当于承认他确实居心不良。萧月余光见云轩没有在意，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有些失落。宠物狗的感情微不足道，实在卑微，他若是以当世大帝的身份表白，陛下应该会有所波澜吧。小萝莉斩钉截铁道：“你这胸太大了，要再缩小一点。”萧月他就知道会这样。萧月犹豫了一下，传音道：“清查大人，您要是真想变大，以陛下的手段，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您要是不好意思说，我也可以帮你。”小萝莉没有传音，直接怒道：“你懂什么？他就喜欢小的，是吧？”云轩，小萝莉用带着杀气的眼神威胁。云轩讪笑道：“都行。”小萝莉寡了他一眼，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但也没有再说什么。以他曾经的修为和境界，什么样的凶辨不出，就算看起来比脑袋还大，又有什么用？不是天生地长的，终究是自欺欺人，他不屑为之。小萝莉再次打量起萧月，这次倒是没在胸上面做文章，看着他丰腴轻盈的体型，悠悠道：“小黑，看不出你个土狗还挺会穿着打扮。”萧月是高冷与性感并存，胸罩以上的肌肤全部裸露，浑圆修长的玉腿被一双黑色的长靴包裹至大腿根部。萧月不好意思道：“这副妆容是萧月一族化为人形时自动形成的。”不错，这样子非常符合云轩的审美，他最好这一口，是吧，云轩？云轩这次没有应声。小萝莉对萧月道：“一般他不好意承认，又不想昧着良心说话时，就会这样。”云轩，小萝莉抱胸冷笑道：“云轩，这回有小黑这样的大美人服侍你，应该可以满足了吧？龙可儿这种坏女人可不心玩。”云轩叹了一口气，小萝莉都做到这种程度了，他也不好继续用魔龙的事情来逼他就范。小萝莉了谢云轩，见他这副神色，就知道事情妥了，他不会再碰魔龙。小萝莉转头看向萧月，幽怨道：“鹬蚌相争，土狗得利，小黑，便宜你了，今晚记得洗干净点。”听闻此言，萧月虽极力忍耐，但脸上的欣喜之色还是浮出来了。“别自作主张，我可没同意。”云轩板着一张脸。小萝莉不屑道：“你在白木林面前装一下正人君子算了，在老娘面前演什么戏？我呸，渣男！”萧月扯了一下小萝莉，强颜欢笑：“陛下不喜欢就算了吧。”小萝莉没好气道：“天后都不介意他那妃，他本身也不是一个忠贞不渝之人，他能不乐意？等你保持人身一段时间，抹去小黑在他心中的固有印象，待时机成熟，你再主动一点，他就半推半就的从了。”小萝莉冷笑道：“你和雨霓裳一柔一刚放在一起，可比那什么双胞胎姐妹爽多了。”云轩无语：“你这么当众诋毁我，真的好吗？”小萝莉心有所感，讥讽道：“渣男，我说的不对吗？”云轩面无表情。小萝莉指着他，看着萧月：“看吧。”没有反驳。萧月收起心中的失落，若有所思，觉得小萝莉的话很有道理。就在这时，云轩耳畔传来雨霓裳的声音：“陛下，诗雨他们遇到敌对势力，被人欺负了，需要我出手吗？”我立马到。云轩先时一扫，愣了一下，旋即笑道：“有意思，居然还有熟人。”小萝莉眼中，小黑和萧月似乎是两个人，她像是忘记这段时间是怎么针对小黑的了。此刻正拉着萧月的手，一副关系亲密的样子，絮絮叨叨地说着云轩的不是。萧月点头也不是，不点头也不是，左右为难。收到霓裳的消息，云轩不再耽搁时间，他走到小萝莉身后，一手捂住她的嘴，将其搂到身上。“云轩，你干什么？还不能说你做过的事了？”小萝莉掰开嘴上的手，尖叫出声，在萧月面前被如此对待，让她感到颜面尽失。云轩捏了捏她有些婴儿肥的脸：“好了，晚上让你说个够，行了吧？”想起现在是在开房，晚上还要睡在一张床上，小萝莉扭捏道：“怕你干坏事，今晚我和小月睡一起。”云轩笑道：“我对你干什么坏事了？”小萝莉脑中浮出两人唇与唇交接，舌与舌交缠的画面，面颊通红，低声道：“你这坏人就知道欺负人。”云轩见他这副可爱模样，又忍不住捏了一下他滚烫的脸，同时将霓裳所说之事告诉了他。“什么？有人敢欺负小胖妞？他奶奶的，不想活了！”出乎云轩意外，小萝莉没有幸灾乐祸，反而极为愤怒。云轩好奇道：“你不是不喜欢他吗？”小萝莉道：“哼，他只能我讨厌，只能我欺负。”云轩，一股霸道女总裁的味道扑面而来：“你俩干脆在一起吧，一大一小的两个萝莉妹，意外的般配。”小萝莉拉着萧月，雄赳赳气昂昂：“走，敢欺负我们的人，后果很严重。”
萧月下意识地想变成本体，却被小萝莉用眼神制止了，传音道：“你想继续当小黑？”萧月心领神会，点头表示明白他的意思了。云轩看着关系迅速升温的两人，嘴角不由扬起一抹笑。清茶这人其实特别好相处，对他稍微好一点，他就能掏心掏肺，单纯的像个小女孩。很多事情他都明白，只是不愿去多想，选择随性而为。也许这就是返璞归真的最高境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傻瓜。看着破空而去的两人，云轩摇了摇头，随后看向已经被疼晕过去的美妇人。在他的注视下，美妇人悠悠转醒。这些年被你们囚禁的道宫弟子全都放了。云轩交代一句后便消失不见。美妇人劫后余生，擦了擦额间冷汗。他先前先要轻薄的竟然是渡劫天尊，幸好他老人家大人有大量，没和自己计较。美妇人身上的气息骤然攀升，经此大起大落，她竟是破境了，来到了神王境巅峰，并且身体中还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助她向着至尊境靠近。这股力量是云轩留下的，这个即将成为至尊的血石足够融可而稳固境界了。云轩决定让他成为道宫的守护兽，以后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他。10分钟前，云来客栈最上层，云雾飘渺，一座雄伟的宫殿若隐若现。这座云上的天宫平时不对外开放，只有落霞仙子现身或是来了重要贵宾时才会开启。中间的巨大舞台，10几位神王境的仙女罕见的同台起舞。漫天花雨中，一个个身材婀娜的女子戴着白色面纱，如空谷幽兰一般随风起舞，飘忽若仙的舞姿轻盈优美。台下分为了2个圈子，神态截然不同。外围数千名云上客眼神火热地盯着台上的仙女，恨不得立马吃了她们。而离得较近的台下只有10几个年轻人坐而饮茶，除一个道袍小胖欣赏舞姿外，其余人都没看向仙女台。一个穿着纯白戎装，身后写有天行2字，长相俊俏的公子起身而已。青仙兄即将成为道宫道子，可喜可贺。此话一出，其余年轻的公子与小姐皆是出言祝贺。被祝贺的男子名叫柳青仙，长相极为完美，一脸清冷相，只是不咸不淡的轻轻点头，没有言语。这副态度没有人在意，他们早已习以为常。况且此次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可不是单纯的庆祝柳青仙成为道宫道子。众人寒暄一阵后，终于奔向主题。戎装公子率先开口：“神算子，你说太阴女帝之墓不久将会显现，可是真的？”那位正津津有味看仙女舞动的道袍小胖回过头，咧嘴一笑：“无悔道兄，这种事情我敢开玩笑吗？”君无悔笑了笑，想想也是，大地之墓开启，9天势力，年轻一辈的领袖为此全都聚集了，除他与帝家传人外，没有人可以承担起这种玩笑后果。君无悔余光瞥向坐在一旁用手背支招下巴的红衣女子，眸中惊艳之色一闪而过。女子名叫帝雨落，身材火爆，红唇烈焰，长相妖艳，如一朵炽热的玫瑰。她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摇晃着手中的杯子，似乎对他们所说之事并无兴趣，冷酷的眸子有着睥睨天下的气势。一金甲男子怀疑道：“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就算是真的，你会这么好心告诉我们？”金甲男子名叫金展翅，来自太古皇族，本体是金翅大鹏。一个持剑的黑衣男子笑道：“展翅兄，别忘了，这位可是天机阁的传人，有着神算子之称的推演高手，这么做自然是有理由的。”黑衣男子看似是在为神算子解围，实则也是在询问神算子的动机，只是显得委婉了一些罢了。道袍小胖不在意地笑了笑，这种事情有人怀疑很正常，只是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消息仿佛是凭空出现在他脑中一样，但却让他无比幸福。道袍小胖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事关本人秘密，就不方便告诉大家了。至于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隐秘，是因为此地不知出现何种变故，只允许大圣之下的人进入。神算子闭目，神神叨叨。本人冒着天机反噬的危险，为自己算了一卦。卦象显示，大兄，单凭本人九死一生，只有集结天下最优秀的一批才俊，方有一线生机。”金甲男子眸子微迷，明显不信，推演大地之幕，连至尊敬的无上之人都难以做到，他一个刚入圣境的小胖子，何德何能？黑衣男子旁敲侧击地威胁神算子：“展翅兄，你多心了，有无悔兄与雨落女王在，太阴之行必定无碍。”帝雨落是帝家嫡女，天资绝世，年纪轻轻便被裂土封王，掌管着一个王朝。虽是王朝，但帝家赐予的疆域比一般的皇朝都大得多。君无悔并不认为有人敢一次性算计所有的9天势力，他只是担心神算子的消息不准确。陈英道，你可知太阴女帝之墓出世的具体时间？
道袍小胖正色道：“短则1年，长则5年。太阴女帝之墓必将在南离皇朝附近现世。”南离。闻言，黑衣男子饶有兴致地看向一身旁没怎么说过话的魁梧的汉子：“东方兄，你妹妹似乎与南离公主一行有些过节。”其余人的视线不约而同地看向一处，那里一个黑衣少女正抓着一个大胸萝莉的头发用力扯着，她的另一只手被一位穿着紫裙、金发及腰的绝美少女拉着。黑衣少女扯着小胖妞的头发，怒道：“东方诗雨，你不是说没钱了吗？没钱了还能助云来客栈？看来你那胖子老爹又给了你不少。”小胖妞握住他的手往回扯，以此减轻痛苦，但一切都是徒劳的。黑衣少女有修为在身，小胖妞这是蚍蜉撼树。一旁的白木离焦急地用力拉扯：“你快放开诗雨，这是我们的家事。南离公主，你不要多管闲事。”黑衣少女语气冰冷，但却没有一丝敌意。以前她在白木离身上吃过几次亏，现在学聪明了，不敢怀有恶意。反正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任他怎样也伤不到自己。黑衣少女用力摇晃小胖妞的脑袋，吼道：“你是聋了还是哑了？说话呀！”小胖妞被他吓得娇躯颤抖，嘴唇发白，颤颤巍巍地伸出带着空间戒指的手：“灵儿姐，都在这了。”黑衣少女名叫东方灵儿，是9天势力排名第7，位于北斗古界天泉域东方家的嫡女。东方灵儿皱了皱眉头，不好甩开白木离，只能松开拽住王诗雨的头发的手，接过空间戒指，用精神力探查一番后，面露不悦：“就这么一点打发叫花子呢？”他看向王诗雨腰间挂着的92号红色令牌，讥讽道：“这里面的零食都不够你在云上客住上一晚，糊弄谁？”王诗雨刚才胡吃海喝，消费了一波，里面的零食已经食不足一。说话，本小姐在问你话。东方灵儿又凶狠狠地说：“没有了，都在这里了。”小胖妞的声音再发颤：“你别欺负她。”白木离张开双臂拦在两人中间。东方灵儿瞥见白木离手上的戒指，若有所思：“只要白小姐把手上的空间戒指给我，我就饶了她。”小胖妞激动道：“木离，别听她的。”东方灵儿面色一冷，一把将她从白木离身后拽出，推到地上：“死丫头，一段时间没揍你，胆子倒是大了不少，还说没钱了，现在都敢对我撒谎了。王诗雨是吧？谁给你胆子改姓的？不想活了？你给我永远记住，你爹只是我东方家的赘婿，一条只会赚钱的老狗而已。”小胖妞的爹名字很土，叫做王有才，与东方家主的女儿东方景云意外坠入爱河，很快怀上了王诗雨。得知此事，东方家主雷霆大怒。要知道，东方景云可是有着婚约在身，若是王有才身份背景不一般就算了，可偏偏他背景平平，身后的王家在南离皇朝虽然混得不错，但放眼北斗古界，充其量只是中下之游。为保全王诗雨，东方景云自求于东方家，发誓永不踏出院子一步。好在王有才经商天赋不错，借助东方家的势力，他经营的商会很快就做大了，受到了家族的重视，但日子也就比以前好上一点点而已。东方家的人认为他能有今天，全靠家族的扶持，因此只是勉强把他当人看。王诗雨说他爹包养了好几个情人，那其实是美化之言，他们是一群吸血鬼，专门宰杀王有才，把他当作提款机。小胖妞身为赘婿的女儿，地位自然高不到哪里去，她身为千金小姐，顺理成章的成了小姨辈眼中的提款机。在东方家，她一直是一个出气筒，从小就很自卑，骂不还嘴，打不还手。长大一点，被王有财运做到王家后，状况才有所好转。只是东方景云在东方家，她每年不可避免的要去几趟，每一次都要大出血一次。但近些年，她也学聪明了，说她爹不给钱了，于是上交的供钱逐年减少。因此，东方灵儿见王诗雨住得起云上客，才会格外的愤怒。区区赘婿之女，竟敢欺骗他！在东方灵儿一声声喝骂中，往日的恐惧重新萦绕在王诗雨心头，内心再次被曾经的懦弱充斥，低着头胆怯道：“木离，还是给他吧。”见状，白木离双拳紧握，柔和的脸上闪过刚毅之色，心中默默发誓，此去缥缈道宫一定学有所成，不让诗雨再被欺负。他身上这个股力量只能保护自己，护佑旁人，实在太被动了。雨妮常见平日活泼可爱的小胖妞被这么欺负，终于看不下去，她素手一挥，包围她的一众侍卫倒飞而出，一个瞬移挡下白木离正欲伸出的手，醋评道：“这位小姐，这么欺负人就有点过分了，有点实力，但远远不够。”东方莲儿冷笑：“家老，让她别碍事。”雨妮常感受到一股神王境中期的威压落在自己身上，知道这是刁蛮少女的护道者，她想要出手，但又怕坏了陛下的计划，故而传音告知情况。陛下，
是与他们遇到敌对势力，被人欺负了，需要我出手吗？我立马道。听到这个回复，云霓长笑了。既然陛下准备管，那便无需他操心。他站在一旁，看死人一样看着黑衣少女。东方灵儿并没在意，以为此人被家老镇压了。他正要继续教训小胖妞，便听耳边传来一声怒喝：“我的人，你也敢动？找死！”东方灵儿还没回过神，就被一脚踹飞出去。穿着绿色长裙的小丫头像是威风凛凛的战神，站在小胖妞的身前，安全感满满的。云上天宫，东方灵儿被一脚踹飞，让一些早就注意到这边情况的人纷纷侧目，居然有人敢动手打东方家少主的亲妹妹。周遭的视线让东方灵儿脸上火辣辣的，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这一脚将成为他毕生抹不去的污点。家老，我要他生不如死！东方灵儿尖叫出声，神色狰狞。家老，你说的是他吗？身穿黑色软甲、妖艳冷然的萧月从虚空中踏出，手中还提着一个白发苍苍、脸上沟壑纵横的驼背老欧。东方灵儿瞳孔放大，惊恐万分。神王境中期的家老居然被秒了，这女人难道是神王境巅峰的存在？哥哥，哥哥！东方灵儿挣扎起身，往9天年轻一倍的方向跑去。萧月没有动作，神色淡漠的抱胸而立。一位俊美绝伦的白衣公子不知何时出现在被打少女的身旁，他皱着眉头：“你这位祖姐也太过分了！”小胖妞被萧月的实力所震惊。小黑他不是天桥境吗？云轩拉起躺在地上的小胖妞，笑道：“小黑是清茶的护道者，天桥境只是他在外行走的表面修为。”闻言，小胖妞吞了吞唾沫，心中仍旧难以将这个看上去极为高冷的御姐和老是躺在云轩怀中的小黑狗联系到一起。事情的经过，霓裳已经传音给我们了。小萝莉瞥了一眼小胖妞：“你和他是同族，这么怂干什么？他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他欺负你一次，你就找人揍他一次，大不了同归于尽，人死胸朝天，谁怕谁？”小胖妞怯声道：“不一样的，她是嫡女，我只是……”小萝莉不屑：“赘婿怎么了？你有钱啊？区神王境中期的护道者，以你的身价，足够买他10条命了。”小胖妞低着头，不敢应声。见状，小萝莉继续怂恿：“不知道买命的渠道的话，找我就好了，有情价，只收你所有资源的1/10。”小胖妞沉默不语，这事哪有这么简单？他爹和娘亲还在东方家。小萝莉还想再说什么，却被小胖妞捂住了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要买东方家嫡女的命，已经得罪他们了，再说些糊涂话，事情真的就不可挽回。众所周知，9天势力少主级别的护道者全都是至尊境界以上，有的甚至不止一位。东方家的少主，东方灵儿的哥哥东方星兰可就在不远处。小萝莉扯开小胖妞的手，不满地瞪了他一眼，骂骂咧咧道：“小怂货，受气包！”听闻此言，萧月嘴角微扬，但很快又恢复了高冷女神范，只因小萝莉的视线向他这边投来了。小萝莉看向与萧月站在同一方向的云轩，眼神中充满了揶揄之色。他要是没记错的话，云轩有一世也是赘婿身份，他离家出走的真相极有可能是被家暴，受不了小皮鞭了。嘿嘿，云轩瞧他一脸猥琐样，就知道他又在脑补一些少儿不宜，同时诋毁自己的事情。另一边，东方灵儿听着绿裙少女赤裸裸的挑衅，是又惊又怒。他向着东方星兰撒娇：“哥哥，这人实在太嚣张了，不止打灵儿，还大言不惭地挑衅整个东方家。”东方星兰看着妹妹胸口的小脚印，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眉头。对方搓一搓灵儿刁蛮任性的性格其实还好，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如此看不起东方家的发言，他要是没有表示，岂不让天下人笑话？东方星兰坐在椅子上，一脸郑重，魁梧的身躯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这位姑娘，你是那家的小姐？小萝莉叉腰，牛逼哄哄，你只要知道，老娘的势力肯定比你这个大猩猩强就是了。东方星兰嘴角微抽，她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将自己比作大猩猩。一旁的黑衣男子发话了：“这位小姐，你们谁认识？”众人纷纷摇头。柳青仙淡淡道：“那位南离的公主是道宫的特邀弟子，还望东方兄待会能给个薄面。”东方星兰笑道：“柳道子的面子，在下自然要给。”柳青仙轻轻点头，没再言语，都是9天势力，他相信对方会有分寸，不会闹得太难看。莫非他是帝家或是天行殿的传人？黑衣男子看向神色各异的帝雨洛，何君无悔。此时帝雨洛视线在与霓裳和萧月之间来回徘徊，额角青筋跳动，一脸愤恨。听见黑衣男子的询问后，只是冷冷地扫视了他一眼，没有回答。黑衣男子见他这么不给面子，一脸讪笑，心中纳闷，这女人真是越来越高傲了。以前虽然也喜欢摆着一张臭脸，但还不至于这样。君无悔一时没理会黑衣男子，
他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那个和陛下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身上，惊疑不定。黑衣男子见他胸口起伏，呼吸急促，甚至额头都开始冒冷汗了，一时间也是胆战心惊。什么样的人能把他吓成这样？这位可是天行殿的传人，背靠天庭的存在啊！随着天庭出世，现在连至尊敬的无上巨头都不会在他面前过于摆架子。云轩循着东方星兰的声音望向他那边，神色顿时疑惑起来。先前他只感应到了一个天庭小辈和曹小胖身上的气息，现在仔细感知下，发现那位容颜秀丽、神情冷淡的女子身上竟是有一丝师尊的本源之力，容貌也有3分相似。云轩当下问道：“这位姑娘，你可是道宫上代公主的传人？”闻言，众人疑惑，他问的是谁？他们这一桌除了东方灵儿和地雨洛，就没有女的啊？柳青仙迟疑了一下：“这位公子，你怎知我是女子？”一旁的众人见鬼一样看着柳青仙，他们中与她相识久的已经有几十年了，还是第一次知道她居然是女的。云轩笑道：“因为先前那位大猩猩说你是道宫道子。”小萝莉一脸乐呵，云轩对东方星兰的称呼让她十分满意，这就叫夫妻同心，和这有什么关系？柳青仙不解，她出道以来可从未在外显现过女儿身，即使是道宫之人知道她是女子的，也只有极少数，都是掌权的核心人物。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道宫从古至今还没男子成为公主的先例。云轩含笑看着柳青仙，这位应该是小师妹无疑了，加上是柳家人，血脉同源，师尊用本源之力为她洗筋伐骨，打下后世的基础也不是不可能。一直盯着云轩的君无悔双拳紧握，青筋暴起，内心极度煎熬。他当众跪拜陛下，若是认错人了，怕是会沦为笑柄。行礼前传音确认，要是真货，那陛下怎么想他？这人的样貌和陛下一模一样，但气质截然不同，让他真的很难抉择。传音问护道者，他们却都没有回应，人不知道去哪了。云轩可不知道，他暗中让天行殿守护者去东方家接人的事，对君无悔造成了多大的困扰。此刻还在与柳青仙笑谈。令师进来可好？柳青仙摇头：“公子误会了，我从未见过柳公主，并不是师徒关系。”云轩错愕：“那是杨公主。”柳青仙依旧摇头否认：“我虽常年跟随杨公主修行，但她并没有收我为弟子。”云轩疑惑，又用仙识扫视了一遍，没有新的发现，索性不想了，明天去缥缈界见师尊的时候问一下就清楚了。思索间，他的余光瞥向挨着柳青仙而坐的红衣女子，只见她冷哼一声，别过了头。她那复看渣男的眼神让云轩郁闷不已。他发誓，这女人他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身上也没有熟人的气息。云轩刚收回视线，地雨洛又冷冷地看向了他：“这位姑娘，我们认识？”云轩忍不住问道：“不认识。”地雨洛翻了一个白眼，将身子侧向一旁，不看他。过了一小会，一道冷傲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云轩，我得罪你了。就算我扎了你家老祖，但在思维屏蔽下，你看过我画像，也不应该认识我啊。地雨洛瞥了一眼柳青仙：“什么传女不传男？我看就是某人阅女无数，达到了一眼看破男女的境界。”一众年轻公子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这是他们所认识的雷厉风行的雨洛女王吗？怎么像是深闺怨妇？地雨洛恼羞成怒，看什么看？小心本王挖了你们的狗眼！众人立马转移视线，装作无事发生。东方星兰脸色难看，这白衣男子明显是和那绿裙小姑娘一起的，偏偏9天势力中最强大的2位至今没有表态，态度暧昧不明。与思虑良多的绝顶天骄相比，东方灵儿就单纯多了，一心只想报复回来。哥，他就是在充大尾巴狼，吓唬人。在座的哥哥姐姐可都是9天势力中最优秀的传人，他们既然不认识他，就说明此人就算是9天势力之人也不会太出众。东方灵儿一脸怨恨：“我看他就是来自那些太久没出世，搞不清状况的隐世家族。”就在这时，东方星兰的护道者传音道：“少主，据老朽推测，那位黑衣女子极有可能是妖兽。”东方星兰愣了一下，前些年冥土准帝率领一众至尊境的妖兽击溃诸天至尊的震撼消息，现在依旧是世人最大的八卦。难不成此女来自冥土？他们一行中就差与帝家齐名9天势力排名第2的冥土传人没有到场了。东方星兰立即将自己猜测说了出来，同时观察着地雨洛与君无悔的神色。地雨洛没有任何反应，依旧背对着云轩。君无悔神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正欲起身，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淡语：“无悔，听我吩咐就行。”闻言，君无悔激动得难以复加，真的是陛下。他被巨大的喜悦冲晕了头脑，此刻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陛下居然记得自己名字，还亲切地称呼自己为无悔。与霓裳传音之后，他们不是立马跨越空间过来了吗？
有再让他被欺负。写这事表达的是看上去阳光开朗的小胖妞，内心其实是懦弱敏感的，即使被打也不敢反抗。再通过后续事件，主角会给予他救赎，让他对主角表面的好感升华成真正的喜欢。中肯的给建议，作者觉得不错，会接受。之前有人提出白木梨联姻之事有一段表达的不好，感觉他有点随便，我就接受了建议，并删除了那段话。像某些自己看得不认真，认为主角和他隔了不到10米，做事小胖妞被欺负还进行人身攻击的人，我是真的想骂回去。不过想想还是算了，千人千面，一本书从头到尾总会有某些地方不合某些人意，不可能尽善尽美。各位可能有所不知，因为免费小说的喷子实在太多了，动不动就是人身攻击的那种，平台前段时间已经取消了手机后台上的评论功能，你们的评论作者的手机后台已经不显示了，想看只能登录电脑。说实话，看评论是在找骂。我看的主要原因是作者写书和读者看书双方的角度是不同的，看评论有助于发现一些读点和不好的地方，以便日后有所进步。在这里我十分感谢那几个几乎天天给我发电的小可爱，你们真是我的天使，我真的哭死，感动得一塌糊涂。一直观察君无悔神态的东方星兰心中惊疑不定，刚才还乌云密布，这会就破开云雾见青天了。天庭传人的态度举足轻重，他难以确定对方的具体想法，不放心道：无悔道兄，冥土传人的这个猜测你觉得对吗？君无悔微微一笑，淡淡饮茶，不置可否。见状，东方星兰纳闷不已，这一个两个的怎么都神神秘秘的。不过既然地雨落与君无悔没有明确出言反对自己他们动手，想来就算认识，关系应该也不深。想到这里，东方星兰稍稍放心，摸了摸妹妹的头。灵儿，吃一堑长一智，你这鲁莽任性的性格也该改一改了，天底下不是所有人都能任你欺负的。遇到今天这种情况，哥哥不在身边，你又该如何？哥哥最好了。东方灵儿撒娇道。东方诗雨不过是赘婿之女，族中欺负她的人多的是，不差我一个。东方星兰还想说什么，却被打断了。哥，你是不知道，她可是一个移动的小金库，身上的修行资源甚至不比你差。你要是再晚生10几年，与我同代，能放过这个唾手可得的钱袋子？这事他其实一直都知道，东方诗雨没罪，要怪只能怪他爹没用，也不知道当初姑姑为什么会看上这种人。赘婿地位低下，赘婿之女受到欺负再正常不过了，甚至很多小辈欺负她是受长辈怂恿的。一来修行资源有限，天赋不高之人分不到足够的资源，东方诗雨便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二来族中看不起王有才的人很多，但他掌管的财富不少，明面上不好动他，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之人只好从他女儿身上报复回来。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东方诗雨之所被欺负得这么狠，还是王有才一开始在决策上的失误。他认为小孩子生性纯良，女儿有钱，再大方一点应该会很受欢迎，却疏忽了上一辈人会从中作梗。在他们的怂恿下，女儿成为了同龄人中的受气包、提款机。10来岁的诗雨说没钱了，确实有点用，对方已经懂点事理了。但小时候说他爹不给零花钱了，欺负惯了的小孩子可不会想那么多，没钱多揍几顿就有了。东方星兰看着妹妹无所谓的态度，叹了一口气。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外之时还是收敛一点的好。知道了，知道了。东方灵儿不以为然，东方家身为9天势力，这世界上有多少他惹不起的人？况且今天这件事错的又不是他，他在教训那个敢撒谎的钱袋子，被绿群臭丫头无故偷袭了，胸口现在还痛着，他才是受害者。对面小萝莉叉腰神气道：磨磨唧唧，这么久了还没商量好，直接说群殴还是单挑？除了刚才与云轩说过话的柳青仙与地雨落，其余人全被小萝莉用手指了个遍。算了，一群垃圾而已，我一个人单挑你们一群。闻言，君无悔无辜地眨了眨星眸，大姐，我是自家人啊。来自太古皇族的金展翅明显是个暴脾气，冷笑一声，好大的口气。小萝莉就近找了一个凳子踩了上去，居高临下吐了一口气，吹死你。像个小孩子鼓着脸吹气的小萝莉实在太可爱了，云轩恨不得立马将她搂在怀中，反复的揉搓，狠狠的蹂躏。小丫头片子不知所谓。金展翅将杯中未喝完的茶水洒向空中，顿时化作数道金光斩向小萝莉。小萝莉不屑一顾，小手一挥，金光重新化作茶水洒落地面。金展翅眸光微凝，笑道：姑娘好手段。说完，他便像无事人一样自顾自地饮茶，仿佛先前出手之人不是他。这丫头不简单，犯不着为了东方星兰惹上一个未知的存在。诸天万界无穷无尽，大地也不曾抵达过尽头。这世界除天庭与地家，谁敢说
水下没有隐藏着媲美9天的势力。东方星兰身后走出一老者，他看向势力一旁的萧月，笑道：“这位道友，小辈之间的事就让小辈们解决，可好？”萧月目不斜视，都没正眼看他，区至尊敬后期，也有资格与萧月大帝说话。老者心中尴尬，却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忌惮地看着萧月。这女人的修为，他竟是感知不出来。这说明对方最差也是与自己同境。东方星兰起身，魁梧的身材极具压迫感。既然小姑娘这么有自信，那就请不逆赐教了。东方星兰身具星辰之体，身上星光闪烁，身后凝聚出巨大的法相天地，恍若神魔降世。就你会变大，老娘比你更大！小萝莉娇躯急速膨胀，转瞬之间变成了一个大萝莉，不对，是一个女巨人。东方星兰的法相不过几百米高，她直接上千米。幸好这是楼顶，要是在屋内，云来客栈损失可就惨重了。快去开启防护大阵！云来客栈的人大声叫道。一般而言，没有人敢在云来客栈撒泼。大圣、神王境的打手他们可不少，但这次不一样，这群年轻人的身份背景惊天，云来客栈也不好出手阻止。况且道公道子都没意见，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小萝莉变大后，没有第一时间发起进攻，反而看向了自己胸部，神色悠悠，不知道在想什么。东方星兰仰头望天，有些无语，这他妈太大了，以他现在的境界，不足以凝聚更大的星辰法相，几百米已经是他的极限。此次事件的导火索，女主人早已被吓傻了，目瞪口呆。好不容易接受小黑是一个高冷强大的妖兽，现在又告诉他，平时那个喜欢捏他胸的色萝莉居然也这强。色萝莉这么强，那云公子呢？能让霓裳姐姐这天仙般的人物甘愿为妾，想必也是不简单吧？说不定比色萝莉更加强大。小胖妞偷偷打量云轩，云轩有所感应，对着他微微一笑。小胖妞立马红着脸低下头，再大也没用，不过是中看不中用而已。东方星兰怒喝一声，拔地而起，携雷霆万钧之势往小萝莉头颅方向飞去。小萝莉对他打扰自己欣赏身上的美景十分不爽，区小胜而已，尝尝老娘的五指山。云雾之中，一只巨手突然伸出，速度极快，东方星兰猝不及防被拍到了地上，法相破碎，口吐鲜血。你是大圣境？小萝莉像捏蚂蚁一样将东方星兰捏在食指与大拇指中间。你说我要是再用一点力，你会不会砰的一声爆成血雾？闻言，东方星兰的护道者大惊，就要出手解救。萧月跨空间而来，站在他身前，神色冷漠，将先前的话还了回去。小辈之间的事情就让小辈们解决。老者面色难看，大圣巅峰打圣境，你们不讲武德。空中传来小萝莉不要脸的雷霆之音，30多岁的大猩猩打不过一个16岁的小女孩，只能怪她天赋平平。9天势力的传人就这种修行速度，我看还是换少主吧。此话一出，除地雨落外，其余人皆是面面相觑。同为9天传人，他们之间的修行速度大差不差的。诚然，一味的追求修炼速度，16岁成为大圣，对他们这种拥有无尽资源的人来说不是做不到，但这对之后的修行不利。天剑神宗的某代传人，他出身便是圣人，12岁成大圣，20岁成神王，但此后的无数年里并未高歌猛进，反而止步于神王境界，直到老死。神王境虽已不差，可对9天势力传人而言实在太低了，想要继承大统，起码也要至尊境巅峰的修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天尊，甚至是大帝。见到这一幕，东方灵儿不知所措，本能的大声尖叫：放开我哥哥！小萝莉缩小身形，一手拎着如死狗般昏睡过去的东方星兰，一手掏了掏耳朵，再唧唧歪歪，老娘弄死你哥哥！东方灵儿捂住嘴，面色苍白，吓得不敢说话。小萝莉笑道：想救你哥哥吗？东方灵儿拼命点头。小萝莉指着小胖妞：很简单，先跪下给他道个歉。这不可能！东方灵儿下意识反驳：不管你哥哥的死活了。小萝莉道。东方灵儿面色一僵，强装镇定。大庭广众之下，你敢杀东方家的少主？小萝莉笑嘻嘻：其实我对大猩猩没有什么杀意。东方灵儿还没来得及松上一口气，便又听小萝莉道：我想杀的是你。东方灵儿娇躯一颤，慌忙躲到老者身后。老者沉声道：这位小姐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老朽可以保证，日后诗雨姑娘在东方家绝不会再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以后这么说，以前受欺负的事就打算一笔勾销了？小萝莉问道。老者道：我们可以进行补偿，只要你放了少主，老朽可以向族长申请，让诗雨姑娘的娘亲景云小姐重回自由。闻言，小胖妞喜出望外，生怕小萝莉不同意，急忙出声提醒：清茶姐姐。
夺得解位，小萝莉心情不错，但还是语重心长道：“你太天真了，他说什么你就信？只是申请而已，放了人之后，他完全可以以族长不同意为由，让此事不了了之。”老者神色严肃，郑重道：“姑娘说笑了，至尊竟一诺，岂是玩笑话？不敢100%保证，但老朽的面子，族长90%会给。怕小萝莉不信，老者补充道：“我是族长的二叔。”清茶姐姐，小胖妞可怜兮兮地看着小萝莉，这种让娘亲重获自由的机会，她感觉今生不会再有第二次。90%和0%有什么区别？小萝莉吐槽一句后，又道：“放了大猩猩，不杀这女的也行，但她必须成为施语的奴隶。姑娘，老朽诚心诚意，你却是在刁难。”老者面色一变，这种要求他不可能答应。东方灵儿修行天赋虽只是一般，但到底是少主的亲妹妹，族长的亲孙女，她代表的是东方家的颜面。小胖妞一急，正要说什么，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小黑。只见他神色冷傲，声音冰冷霸气道：“东方家不放人，我帮你抢回来便是。”老者气笑了：“狂妄，阁下以为自己是大帝吗？”萧月冷哼一声，强大的气机直接震得老者七窍流血。天尊！随着萧月展露实力，不止老者震惊，其他9天势力传人的护道者亦是血压飙升，警惕无比。老者蒸发掉身上的血气，眯着眼，看阁下的架势，这事是不打算善了。萧月淡淡道：“是又如何？”老者传音警告：“我东方家天尊可不止一人，你可要考虑好后果。”哦，有什么后果？白光闪烁，萧月额间展出一道月牙，削掉了老者半边身体。老者神色难看，没想到这女人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东方家，她想不死不休不成。诸位道友，这女的本体是妖兽，那丫头亦是如此，似是悟道术的化身，能让天尊为其护道，她定是冥土传人。冥土刚战胜诸天至尊，他们的传人便出世了，各位若是视而不见，他们只会更加肆无忌惮。老者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只好拉上其余之人，9天势力排名前6的存在，绝对有带有帝兵的巅峰至尊。见没有动静，老者又大喝一声，扣上一顶大帽子：“陛下若是知道你们放任冥土天尊横行于世，会作何感想？”君无悔强忍着笑意：“老不死的，你继续表演，继续装，陛下可就在一旁看着。这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实在太爽了。”君无悔看向云轩，只见他正大步向贼眉鼠眼的神算子走去。神算子心中一咯噔，产生一种想要跑路的本能，看见这个白衣男子，他就感觉自己要倒霉了。说我们是冥土传人，可实在冤枉啊！云轩坐到神算子身旁，笑道：“这位小胖兄弟，既然能推演出太阴女帝之墓，那算出我们一行的身份，想来不是什么难事吧？”神算子，第一次有人叫他小胖，但这熟悉的既视感是怎么一回事？神算子看着一副自来熟的云轩，有些无语，尴尬的轻咳一声：“这位道友，无名玄尘。”“知道了，小胖兄。”云轩笑道：“那老头说我们来自冥土，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神算子眼皮跳了跳，这人真是油盐不进。他看着和蔼可亲俊美男子，没好气道：“你确实不像好人。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云轩一边为自己泡茶，一边道：“我们这一行的身家性命，可全都在你身上了。”神算子倒瞥了他一眼：“本道看你胸有成竹，没有一点紧张感。”云轩摇晃茶杯，微微一笑：“公道自在人心，相信道长会为我们辟谣的。”桌子上一直沉默低调的白发男子道：“神算子，冥土之人乃万族之敌，他今天能不能活，全看你的卦象了。”白发男子名叫神翼，来自9天势力排名第6的永恒神族，心中对神算子的推算其实一直嗤之以鼻。来此聚会的主要目的是想见识一下其余势力的绝顶天骄到底有多强。不过，若这神算子真能推算出拥有天尊护道之人的身份，他愿意相信太阴女帝之墓。闻言，神算子皱了皱眉，他身为天机阁此代最杰出的传人，天机之术自然不会差，但对方来历神秘，以他目前的修为，并没有实权的把握。神算子想了想，对着云轩说：“你就不怕我心存歹意？”云轩目露慈祥之色：“我信得过小胖的为人。”神算子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硬着头皮掐指推算。不一会儿，他神色惊骇，难以置信地看着云轩：“你，我怎么了？”云轩似笑非笑：“这位公子是什么身份？你可有算出？”神翼出声问道。金展翅、柳青仙等人也纷纷侧目，他们还是第一次见玩世不恭，万事都了然于心的神算子这般失色。这白衣公子到底是何种身份？一脸清冷相的柳青仙闪过一丝好奇，听他前面所言，好像与道宫近2代公主都相识。神算子擦了擦额间虚汗，没有回答，他
他从怀中掏出星盘，全神贯注，继续推演。见状，在场之人不由屏住呼吸，生怕打扰到神算子的推演。半晌，神算子口鼻冒血，气喘吁吁，小肚子起起伏伏，道服被汗水打湿，有些无力地搀扶着桌角，口中喃喃：“这不可能！”这副失魂落魄的状态让人心生好奇。黑衣男子忍不住问：“他到底什么身份？”神算子置若罔闻，沉声道：“虾老道，用你的天机针算上一卦。”天机针三字让其余之人的护道者心神俱震，这可是天机阁最为出名的极道帝兵之一，号称能逆推阴阳五行，知晓天下事。曾有一位推演之术冠绝古今的天机阁之主，手持天机针算出了一位大帝的命数。布局使的那位大帝在正道前身消道死，让天机阁传人成功正道，他自身也因遭遇天机反噬，不久也陨落了。一位目中无珠的老者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神算子身后，笑骂道：“贫道可是你师尊，没大没小。”在瞎眼老道出现的那一刻，其余强者纷纷现身行礼，见过阁主。他们没想到这小胖子的护道者竟然是一位天尊，还是名震诸天、权势无双的天机阁之主。这小胖子到底有何特殊之处，竟能获得此等殊荣？拥有一位算术无双的天尊护道，除非陛下与女帝出手，不然普天之下没有人可以取他性命。天机阁之主淡淡回应：“免礼。”随后舔着一张老脸凑近讨好道：“乖徒儿，叫一声师尊有这么难吗？”去！小胖子将他推开：“老子当年可没想做你徒弟，是被你用卑鄙手段骗到手的。”这般大逆不道的话，瞎眼老道只是笑了笑，并未生气。早些年他外出游历，路过一凡人城池，窥得一抹仙机，细看之下，仙机竟是来自一地主家6岁孩童身上。世上无仙，这说明什么？此人若不是仙人转世，那便是打开仙界之门的天命者。不管是哪种可能，成为此人的师尊都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情。只是他没想到，这个小胖子油盐不进，认为世界上没有人有资格做他师尊。一席话下，更是让他大喜，直呼不愧是仙缘的拥有者，果然有个性。最后他通过对赌赢下了这个便宜徒弟。小胖子催促道：“别发愣了，赶快算算这人是什么身份。”瞎眼老道摆起师尊的架势，趁机教育起小胖子：“学海无涯，永无止境，这天机是算不尽道不清的，小子切不可自满。你现在学会的不过是皮毛而已，速度点！”小胖子不耐烦了，他迫切想知道白衣男子的身份，他算出的结果实在诡异，让人不敢相信。瞎眼老者信誓旦旦：“何须天机针？你师尊我一眼便可窥破天机。”他那双没有眼珠的空洞眼眶看向云轩，下一秒神色一变，表情极为古怪。云轩淡然自若：“我们是冥土传人吗？”瞎眼老者愣了一下，随即又用天机针算上一卦，摇头道：“不是。”说完，瞎眼老道又暗中传音，恭敬道：“草民天算子，见过陛下。”闻言，云轩诧异地看了一眼天算子，这人水平这么高，竟能勘破他设下的障眼法。天算子似是知道云轩所想，继续传音：“陛下之能，非我所能窥视。”他极为自信地说：“这天底下连我都不能窥视一二的人，除了陛下与女帝，再无他人。而您是男子身，答案不言而喻。”云轩笑了笑，没有否认。一旁的小胖子有些着急地问道：“老头，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天算子道：“你真要我说？”小胖子犹豫了一下，传音告诉我。天算子揶揄道：“卦象显示，此人乃是你父亲。”小胖子如遭雷击，虽然他平时看起来对天算子极为不尊敬，但心底对他的能力是十分信服的，而且他自己推算出的结果也是这个。莫非老娘给老爹戴绿帽子了？这人真是我亲生父亲，只是卦象而已，不一定是真的。天算子开解一句后，又告诫说：“不管如何，他都是你的贵人，就算不能打好关系，也万万不可得罪。”小胖子置若罔闻，他现在只想立马回家和老娘对峙。云轩笑道：“小胖兄，可是知道我的身份了？”神算子看着他慈父般的眼神，拍桌而起，面色铁青的离去。生不如养，就算卦象属实，他也是不会认的。见状，云轩差点笑出声：“曹小胖，你说做你转世身没用，那老子就恶心你，哈哈，我的好大。”云轩笑眯眯的目送小胖子离去，并没有再说什么。这么长时间了，还惦记着这太阴女帝之墓，想来从龙可儿那里知得知消息后，出现了一点意外，极道帝兵还没拿到手。墓地既然在南离皇朝，那两人必会再见。阁主，他们不是冥土传人，又是何种身份？老者不死心地问了一句。这会他被削掉的半边身子已经恢复如初。
天算子看了一眼老者，没有多言，他跟在小胖身后，像一个老孩子一样挥手道：“徒儿，别走太快，等等师尊。”老者好没面子，接下来怎么办？没有冥土传人的罪名，其余之人没有足够的利益，不太可能为东方家与天尊为敌。就在这时，小萝莉突然感叹道：“其实那些禁区之主也是可怜人，万古不见仙，独立于各自时代的人道绝巅，也曾受万人敬仰，心比天高。要是仙门未关，他们爱可惜了。”老者犹如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着小萝莉。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就算不是冥土传人，也和他们脱不了干系。小萝莉目露追忆，神色悠悠。仙门未关，可惜了。云轩品味这段话，心中对小萝莉的身份越发确定。其余护道者警告道：“不管他们曾经有过何种丰功伟绩，但残害万灵的行为是铁一样的事实，他们不值得同情。这位小姐，还请注意言辞。”小萝莉摇了摇，没再说什么。她看向老者，冷笑道：“老狗，要么你自己拿命来，要么自觉一点，交出那女人。”老者自知不是萧月对手，向其余人求援：“只要各位今日出手解围，我东方家定会成情。”永恒神族之人有些心动，以他的修为，手持地兵，足以战平天尊，加上其余至尊的协助，足以让那女子心生忌惮。老者一咬牙，又许诺了一堆足以让东方家为之心疼的天才地宝等修行资源。几位至尊对视一眼，蠢蠢欲动，最后还是永恒神族之人带头道：“这位道友，你看。”话音未落，萧月冷冷道：“滚！”永恒神族之人面色难堪，从虚空中拔出一柄弥漫地威的长枪。“你这是要与9天为敌？”“哼，就凭你和他们，能代表9天？”萧月不屑，他刚成帝便被废了，还没来得及炼制属于自己的地兵，对方确实能造成威胁，但他们这一边的准帝可不止一位。雨霓常看向云轩，云轩轻轻摇头，若是雨霓常修为暴露，那他在白木林面前隐不隐藏身份都无所谓了。天尊为妾之人，能简单吗？白木离会认为是他修为太强，身上的护体神力才会无效，虽然事实确实如此，这会导致他对自己的那抹先天好感丧失，甚至会戒备起来。若是这样，他想让仙子堕凡尘的执念，难度无疑会大大增强。东方家与你们的事情，我缥缈道宫无意参与。柳青仙的护道者是一位身材较好、个子不是很高的妇人，她当众表明了态度。此话一出，让那些有意帮助东方家的人脸色阴沉下来。帝家与天行殿的护道者从始至终都未出现过，天机阁之主又走了，若是道宫选择置身事外，他们就剩下4家人了，确实不足以代表所有9天。道友若是愿意相助，东方家感激不尽，事后道宫的任何要求，东方家定会竭力满足。东方家的老者不想放弃，准备大出血，在场之人就手持地兵的永恒神族与缥缈道宫的态度最重要。道宫排名虽然较低，但毕竟是此地的主人，大本营缥缈界可就隐匿于附近的虚空，随时可以派出几位天尊。女子淡淡道：“道宫之人一心向道，不插手旁人之事，还望道友见谅。”老者笑得很勉强：“无碍。”永恒神族之人手握地兵，宛如天神下凡，有我在，道友尽可放心。多谢道友出手。事后老者知道他的意思，连忙将对道宫的许诺对他重新说了一遍。神族之人露出满意的笑容，旋即看向萧月：“得饶人处且饶人，道友为一点小事，选择与几大9天势力为敌，不是一件明智的选择。”萧月神色不屑，进入战斗状态，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云轩看了一眼君无悔，君无悔心领神会，起身道：“诸位，这位绿裙姑娘是陛下的女儿，天庭的公主，你们可要想好出手的后果。”众人闻言心中一惊，面面相觑，天行殿的传人应该不敢拿这事开玩笑吧。随后歉意地看了一眼东方家的老者，面对天庭这种庞然大物，管他面子不面子，先认怂再说。公主殿下，我们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望海涵。小萝莉没理会他们，飞奔过去，一脚踹飞君无悔：“你瞎说什么？老娘才不是他女儿！”君无悔爬起来，捂着心口，唯唯诺诺：“公主殿下说的对，天行殿的传人这么卑微，彻底坐实了小萝莉公主的身份。”一众护道者劫后余生，幸好刚才没出手，不然就真的万死难辞其咎，还要牵连家族。小萝莉看向幸灾乐祸的罪魁祸首，传音道：“云轩，你又占我便宜。”云轩一脸无辜：“我就说你和楚天飞关系匪浅，公主什么的都是他自己脑补的，和我真没关系。”小萝莉不信：“肯定是你这个死变态，想玩一点刺激的。”云轩：“我冤枉啊！”云上天宫，云雾环绕，场面异常安静。君无悔这个身材挺拔的汉子站在小萝莉身前，瑟瑟发抖，
他是真认为此女乃是天庭心境天妃的女儿。小萝莉见云轩厚着脸皮不承认，大庭广众之下，她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调转枪口，对准此次的罪魁祸首。她看向极度惊恐的东方灵儿，露出冷笑。现在知道害怕了。东方灵儿颤抖着身躯，就算你是天庭的公主，也没资格干预我东方家的家务事。哟，还挺硬气。小萝莉不屑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庭主宰天地，难道没有资格吗？小萝莉的话让云轩有些尴尬。他第一次拒绝围剿冥土时，对外好像说过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已经不归自己管了。东方家的老者眸光微闪，传音将当年的天庭之言告诉了东方灵儿。冥土出事，多位神王至尊前去求援，这些关系重大的事情，身为九天势力的东方家自然会密切关注。东方灵儿耳朵微动，听完后脸上闪过一丝喜色，有了一定的底气。公主殿下年龄不大，可能还不知道陛下前些年所言吧。东方家将云轩不管事之说叙述一遍后，笑道：天庭居于九天之上，不理尘世，地上之事归帝家管。东方灵儿本以为自己如此吹捧帝家能换来帝家的帮助，哪知帝雨落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冷冷道：女帝无异俗事，帝家只掌管紫薇一界。紫薇古界与北斗古界是诸天诞生大地最多的世界，两界的底蕴深不可测，合力而为，足以与整个诸天五五开。因而就算只掌管一界，帝家的权势也是除天庭之外最大的。帝雨落说完，又对着云轩冷哼一声，背对过去。云轩，这女人多少有点大病。闻言，东方灵儿脸色难看，她身旁的老者脸色更难看。他不是对帝雨落的发言感到不悦，而是觉得东方灵儿蠢得无可救药。他本意是让东方灵儿委婉地告诉公主，陛下有隐士之心，是不会插手东方一族的家事的，只要他们站在道理的这一边，事情便有商量的余地。他没想到东方灵儿这个被宠坏的公主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当着天庭公主的面说出近乎挑衅之言。东方家老者神色幽寒，心中生出弃车保帅之心。少主的妹妹死在不知名少女手上，是颜面扫地的奇耻大辱，但死在天庭目前已知的唯一公主手上，是她碌碌无为的一生最大的荣耀。小萝莉神色傲然，她不管事，关我屁事。老娘身为唯一的继承者，随时可以派兵一统诸天，到时候第一个灭掉的就是你东方家。这震撼之言让人纷纷侧目，连帝雨落都不例外。他眼神中散发出危险的味道，这人真是云轩的女儿。他许久没动静，突然之间昭告天下，多了一个楚天妃，这胡妹子定是靠着孩子上位的。九天传人亦感到诧异，天庭公主权势这么大，他们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天庭之前是有太子的。云轩，霓裳、萧月，看她则是因为唯一的继承者，这不是变相的承认她是天帝的女儿了吗？这时候小萝莉也反应过来，恼怒地看着三人，传音道：不许瞎想。东方灵儿明显被小萝莉的气场震慑住了，吓得缩了缩身子。老者怕她继续胡言乱语，说一些牵连东方家的话，抢先道：东方灵儿冒犯了公主殿下，任凭处置，东方家绝无怨言。太爷爷，你在说什么糊涂话？东方灵儿难以置信，她身为东方一族，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的掌上明珠就这么被抛弃了。老者充耳不闻，面无表情。小萝莉得意洋洋，指着东方灵儿的鼻子：小妞，先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知道害怕了。老娘告诉你，晚了，乖乖过来，归安，受死。东方灵儿惊惧：太爷爷，你不能这么对我，父亲和爷爷他是不会同意的。今天他们要是在这，也是这种选择。老者一脸淡漠，东方景云只是违背了与一位古代尘封下来的弟子的婚约，他都能狠下心来，永久禁足。东方灵儿得罪天庭，后果更不用说了。此刻的东方灵儿再无之前的刁蛮任性，高人一等，她如虎口下受伤的小绵羊，无处可逃，茫然无措地站在原地。嗨嗨！就在这时，被小萝莉随手丢在一旁昏迷不醒的东方星兰忽然有了动静。哥，救我！东方灵儿像是看见救命稻草一般，迅速跑了过去，将她搀扶起来。东方家老者怕东方星兰护妹心切，急忙传音将小萝莉天庭公主的身份告知，并警告她身为东风方家的少主，要以大局为重。真没有缓解的可能吗？灵儿她，东方星兰神色悲怆，传音询问。终归是从小一直黏着自己的亲妹妹，她做不到袖手旁观。老者摇头，他是10万年前尘封下来的至尊，经历过天地在位时期的辉煌与黑暗。当年不少不知死活的势力对天地之命阴奉阳违，天帝直接采用雷霆手段镇压，连9天级别的势力都被打掉好几个，他们这些排名靠后的势力都是顺位继承名号的。
东方星兰面如死灰，握紧拳又松开，最后吸了一口气，深深地看了一眼妹妹，闭目轻声道：“任凭公主殿下处置。”东方星兰的话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东方灵儿瘫坐在地，彻底绝望。大家族的残酷，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小萝莉走了过去，拽住她的头发，将她拖到小胖妞身前。她平时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讨回来。小胖妞看着眼神空洞的东方灵儿，跪在自己身前，依旧感觉眼前的景象是那么不真实。小黑是天尊，色萝莉是天庭公主，这消息一个比一个更具冲击力。发什么愣？开心坏了。小萝莉笑道：“我父母还在东方家。”小胖妞回过神，犹豫道：“小萝莉道，本公主身份摆在这，他们还敢不放人？君无悔适时出声。诗雨小姐放心，我的人已经前去东方家接人了。”闻言，小胖妞略有不安的心彻底放下。东方灵儿被小萝莉摁在地上，面色苍白，颤抖着娇躯，维持着最后的骄傲。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想让我给这赘婿之女道歉，做奴隶，绝无可能。啪！小萝莉一巴掌扇掉了她一颗门牙。继续嘴硬试试。东方灵儿坐在地上，低着头，用手捂着流血的嘴，散乱的刘海下，眼神怨毒无比。小萝莉指使小胖妞：“给我揍他，狠狠的揍！还是算了吧。小胖妞这辈子还没打过人，就偶尔欺负一下白木梨。你不来，我帮你。”小萝莉恨铁不成钢，亲自对着东方灵儿左右开弓。小萝莉见东方灵儿不反抗，也不放狠话，像头死猪一样默默承受一切，顿感无趣。没意思，给老娘去死吧！闻言，东方灵儿露出一丝解脱，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如此羞辱，比杀了她还难受。东方灵儿闭目，一会儿后发现自己没事，还活得好好的，重新掀开眼帘，只见一俊美的白衣男子抓着绿裙少女高高扬起的手，脸上挂着让人如沐春风的浅笑。东方灵儿心中一喜，能不死？她当然不想死，刚才那副视死如归的做派，又何尝不是希望借此打动对方？小萝莉不满地白了云轩一眼，想要英雄救美，这种货色比先前魔龙的质量都差远了，容貌、身材、修为、性格、身份地位，没一样拿得出手的。云轩无语地看着他。东方灵儿定了定神，眸光盈盈地望着云轩：“公子救美之恩，灵儿永生难忘，愿以身相许，生死相随。”他小萝莉给了他一个耳刮子，怒不可遏：“就你也配？”云轩愣了一下，这女人脸皮真厚，一般人被这么一吹捧，可能真就不好意思再下狠手了。好在他脸皮也不差，对着东方灵儿笑了笑：“姑娘误会了，在下觉得就这么让你死了，太便宜了。”云轩似笑非笑地打量了一下东方灵儿俏丽的面容和较好的身材，体态、长相都一般，但胜在身份高贵，勉强能成为云来客栈的仙女。你……东方灵儿捂着脸上渗血的五指印，神色惊恐，气得说不出话。这人长得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心思竟比魔鬼还恶毒，让她成为任人玩弄的低贱妓女，还不如一死了之。小萝莉闻言，双目逐渐睁大，兴奋地拍了一下云轩肩膀：“还是你够坏。”云轩会不会说话？这叫伸张正义。不远处，时刻关注妹妹情况的东方星兰眉头一皱，刚想有所动作，便被身旁的老者摁住肩膀：“不要节外生枝。”握着拳，咬着牙的东方星兰突然之间泄了气，找了一张椅子，颓废地坐下。东方家少主的妹妹，这可是潜力股，未来身价不比神王差，生意定会火爆。身姿婀娜的美妇人拿着一块锦帕，掩着嘴，一脸娇媚的款步走来：“见过岳大人，见过主管。”美妇人走过之处，云来客栈的工作人员纷纷行礼问好。东方灵儿得知此人身份，心底抱有的一丝侥幸之火被彻底浇灭。她之前还想着云来客栈不敢接收。美妇人来到云轩身前，眼中藏在不为人知的恐惧：“这位公子，不知打算多少价格卖给云来客栈？”云轩伸出一根手指，美妇人尽量将价格往高了说：“1亿极品灵石。”云轩摇头：“1文钱。”听闻此言，东方灵儿大怒：“欺人太甚，我和你拼了！”啪，他另一个雪白的脸颊上又出现一个红色的印记，顿时老实下来。小萝莉抱胸看着两边对称均匀的巴掌印，十分满意自己的杰作。云轩转头笑道：“姑娘莫急，事情也不是没有转机。”东方灵儿眼神空洞，不为所动，只要他不抱有期望，便不会失望。这男人别想再从精神上折磨他。云轩看向东方星兰：“想救你妹妹吗？”“想。”沉默一会，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云轩淡淡道：“你妹妹在云来客栈工作的时间是1000年，无论男女，送一个欺负过诗雨的人来云来客栈，便能减少她10年的时间。”东方星兰脸色难看，这么做无疑会把她推到风口浪尖，
妹妹就出来了，她少主的位置怕也到头了。云轩对着东方灵儿一笑，我说到做到，现在就看你哥的表现了。东方灵儿心中再次燃起希望，大声道，哥，救我！一阵长久的沉默，东方星蓝别过头，犯了错就要承担后果。东方灵儿怔了怔，惨笑道，那些人也一样，也犯错了，我看你就是舍不得少主之位。东方星蓝张了张嘴，没有反驳。兄妹反目，东方灵儿一蹶不振，生命失去了光，她彻底堕落，什么都无所谓了，想着做妓女可以报复东方家，甚至有些兴奋起来，露出嗤笑。见状，小萝莉扯了扯云轩的衣袖，小声道，以她现在的状态，我怎么感觉成为仙女是种奖励？云轩闻言忽然笑道，卖到云来客栈什么的，我其实是开玩笑的，天底下哪有不犯错的小孩子，罪不至此，赔偿一下就好了。东方星蓝眸光一凝，他妹妹已经被玩坏了，这男人还想整什么幺蛾子？云轩缓缓竖起直手指，一，这些年诗雨损失的财产需要100倍赔偿。2，所有欺负过诗雨的人全部封印修为，发配至南离皇朝，以待处罚。我做不到。东方星蓝摇头，欺负过诗雨的人不乏一些举足轻重之人的子嗣，他就算愿意也是有心无力，这是命令，不是商议。明白。老者比较识趣，立即应下。据他观察，这男人的意思就是公主的意思。小胖妞一脸甜蜜与开心，心中充满幸福与安全感，这种有人出头被保护的感觉真好。小萝莉出手后就没怎么说过话的白木离迟疑了一下，问道，清茶是天庭公主，那云大哥是什么身份？他现在的心情十分矛盾，是一种说不清的难言感觉。云轩快速思索，想找一个合理又能维持白木离那抹先天好感的身份。他是我的未婚夫，帝家的赘婿。就在这时，帝雨落忽然起身，此言一出，全场震惊。云上天宫安静到了极致，落针可闻，飘动的云雾静止下来，也像是被帝雨落的话惊住了。云轩愣神地看着那位明艳动人的女子，思绪万千，一句话便让他心神沉浸于过往中，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隔了千年万年，穿着鲜红长裙的女子在所有人的视线中迈出了步伐，向着云轩走来，每一步都扣人心弦。红裙摇曳间，开叉处修长浑圆的玉腿若隐若现。帝雨落身材傲人，个子高挑，他走到云轩身前，揪住衣领，将他拽了过来，冷冷道，继续跑，天涯海角，你能逃得出本王的手掌心？迷人的香气萦绕鼻尖，沁人心脾。挺翘的玉峰抵住了胸膛，牵人心神。两人的距离很近，云轩能清晰地闻到女子口中如兰般的呼吸。他看着那烈焰红唇上的纹路，心跳怦然加快。一众人都傻眼了，女王大人，你先前不是说不认识吗？这一转眼怎么就成你未婚夫了？云轩心绪荡漾，低声呢喃，你皇，你。闻言，帝雨落面色一冷，带着多年怨气的一拳重重砸在云轩胸口。霓凰是谁？又是一位红颜知己。他咬牙切齿道，区区赘婿而已，居然背着本王朝三暮四，岂有此理？帝雨落转头看向与霓裳与萧月，一副正妻抓小三的模样。你们和他什么关系？帝雨落眼中只有这2位才有可能与云轩发生关系，其余几位年龄太小了，他应该不至于。与霓裳与萧月冷汗连连，只有他们才能感知到那股无形中的威压有多强。身为天尊的他们，竟是生不起一丝反抗的心理，宛如沟渠之水与波涛大海，没有可比性，差距实在太大了。白木离缩了缩身子，这姐姐真漂亮，但好凶。万一只小云大哥在追求自己，他会不会打人？云大哥原来有未婚妻了，有点小失落。不过这女人脾气不好，以云大哥的性情，不喜欢受不了她倒也正常。白木离一边害怕一边胡思乱想着。小萝莉感知不到帝雨落的真实气息，用看渣男的眼神看着云轩，扎了人家老祖就算了，现在连孙女都不放过。云霓裳与萧月被压制得太狠了，连说话的力气都使不上。他们觉得这女人根本不是在询问关系，而是来展现实力威慑他们的。小萝莉察觉出异样，但具体什么地方不对劲又说不上来。她见与霓裳与萧月没有搭理红裙女子，便好心的帮忙回答，这个一脸冷傲的名叫萧月，是本公主的护道者，另外一个是你未婚夫的小妾。小萝莉幸灾乐祸，对着云轩挤眉弄眼。帝雨落冷冷瞥了一眼小萝莉，小萝莉胆战心惊，后背发凉，这女人怎么一回事？自己好心告诉她，怎么还看自己不爽起来了？不对啊，9天年轻一倍，有能一眼让她这个大圣巅峰胆寒的存在吗？小萝莉立马传音，云轩，这女人，你……
帝雨落眸子微眯，小萝莉自觉捂住嘴，跑到一旁罚站。传音被截胡了，她总算是看出来，这位怕就是鼎鼎大名的九天女帝。小妾。帝雨落一声冷哼，赘婿还能纳妾？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红色的信封，上面刻着执子之手，白头共老。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封婚书，婚书泛黄，看起来有些年岁了，上面用笔墨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誓言。这婚书云轩极为熟悉，是他与霓凰的那一封，只是最后签字的地方帝霓凰3个字变成了帝雨落，而李长生3个字被凭空抹去。这一瞬，云轩明白了他的心思，李长生属于帝霓凰，而云轩属于帝雨落，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是帝家的赘婿。帝雨落之所以否认帝霓凰的身份，又是另一种小心思，是在无声地告诉他，骄傲的凤凰是不可能低头的。帝雨落不远亿里，跨越万界来寻夫，和他帝霓凰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才没有妥协。问你话呢？赘婿有资格纳妾吗？帝雨落见云轩不说话，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眼中有着化不开的柔情蜜意，香腮有些发红，瞪着眼来增加自己的气势。云轩拿起那封婚书，笑道：字还没签，现在不算赘婿，就是赘婿。帝雨落以为云轩不愿意，急了眼，宣示主权似的看向众女与九天传人们，声音尽力平淡地说：他是紫薇界尹氏一族云家的私生子，身份低微，入不了本王的眼，但奈何他的娘亲曾对我有救命之恩，临死前苦苦哀求，希望本王能护他一世平安。本王无奈，只好承诺娶她为夫。帝雨落气鼓鼓地看着云轩，本王一诺千金重，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字你必须签，这个身份你必须认。云轩，这就是婚书与赘婿的由来。私生子，这就是你为我安排的身份。云轩转世之身哪有爹娘，每一次都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倒不是他属天煞孤星专克死亲人，而是有意为之，只转世成孤儿命数的人。他转世是历练，可不想闲着没事为自己找个爹娘。帝雨落之言，只有救命之恩有一半是真的，至于为什么是一半，那是因为救他的人就是云轩本人，而不是什么娘亲。那一世，云轩身怀天绝体，出生于太虚界，那是一处特殊的秘境，修炼资源丰富，传承众多，是诸多天之骄子的历练之地。太虚界的历练十分险恶，就算是九天传人也不能保证自身安全，那里限制修为，隔绝神念，陨落其中，外界之人也无法感应，更无法知晓。帝霓凰生性傲慢，得罪了很多人，加上那时候帝家的势力远远没达到如今这般与其他势力断层的地步，因而在里面遭遇了众多天骄围杀。好在她天生混沌体，又是大地之女，血脉无双，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掉入无人之地。在重伤垂死之际，被上山采药的李长生发现，带回家并进行救治。李长生性格温和，加上不能修炼，有些自卑，因此气质偏向柔弱。帝霓凰性格强势，行为霸道，较为自满。两人性格互补，四周又是危机环绕，这样的环境下相处时间一长，自然互生情愫。英雄爱美人，美人宠英雄，两人性转一番，便是弟子与采药女于深山中相遇、相知、相爱，情起太虚，绵延诸天。这位姐姐，你既然不喜欢云大哥，他也不想入赘，这婚书不如就算了吧。小胖妞颤声道，她知道赘婿的地位，娘亲那么温柔，那么喜欢父亲的一个人，都不能让父亲免受非议。帝家比东方更为势大，这女人又如此强势，云大哥嫁过去不得被欺负死，说不定比自己还惨。帝雨落目光如剑，锐气逼人。小丫头，此事与你无关。声音平淡，没有任何威胁，也没散发一丝气势，可小胖妞就是怕得要死，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但还是鼓起勇气。云大哥的娘是怕他走后，儿子过得不好，才会出此下策，用恩情逼你承诺。小胖妞偷偷看了一眼，盛气凌人的冷艳女子。现在她有天庭公主护着，解除婚约对双方都好。天庭公主，帝雨落饶有兴致。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哪位天妃的女儿？九天传人们聚精会神地看向一处，认真吃着瓜。女王大人好猛，连天庭公主都不放在眼里。小萝莉，刚才高兴得太早，这火烧到身上来了。小萝莉求助地看向云轩。云轩轻咳一声，他姓楚。云轩本以为帝雨落能领会自己的意思，哪知他竟是带着委屈之色，压低声音切齿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看着他义愤填膺的模样，云轩真的很想问，你知道什么？帝雨落狠狠地看着云轩，抓住他的手向外面走去，每一步都很用力，似乎云轩不走，他拖也要拖出去。你想干什么？小胖妞伸手拦住，小腿在打抖，但一想到刚才为自己出气的云大哥可能要被家暴了，身体就不受控制地窜了出来。
帝雨落冷声道：“让开！”小胖妞想说不让，却没胆量开口，身子非常识趣的移开了。她看向小萝莉，希望她能开口阻止。小萝莉很没骨气的别过头，装作没看见。小胖妞快气死了，这里就你有资格、有能力与帝家传人掰一掰手腕，结果却未战先怂，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给天庭抹黑。不止小胖妞如此，9天传人都不理解，你是天帝亲女，她不过是帝家传人，你怂什么？抢了她的未婚夫又怎样？这个世界拳头大就是道理。公主殿下，撕起来啊！与之一战又何妨？帝雨落越过小胖妞时，君无悔身后的空间一阵波动，一黑衣男子挡在了他前行的路上。这位云公子是公主殿下的意中人，不能让你带走。闻言，帝雨落神色莫名地看了一眼云轩，像是在看变态一般，什么都不想管，一心只想减少存在感的小萝莉傻眼了，恨不得将这煞笔的狗嘴封上。雨落女王，还请放人。那人持剑抬手，露出真容，风姿绝世。他名君影臣，君无悔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个私生子，因天赋与实力出众，成为了君无悔的影卫。目前神王境巅峰的修为，只差一步便可成就至尊之位。君影臣自认天赋不比君无悔差，不甘心一直做他的影子，他想成为君家少主。他知道自己不会是地狱落户道者的对手，但这是投靠公主殿下的最好机会，成为公主的人，他才有翻身的机会。他之所有出手，是感知到公主殿下身上难堪，喜欢等各种复杂的情绪。身为影卫，对情绪的波动感知远远大于常人，更何况他修为远超公主，因此他自信自己的感知不可能出错。虽然不知道公主殿下为什么不让护道者阻止，但他为其发声，总是不会错的。滚！回应他的是一冷喝，无形之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震飞，从云端坠落。见状，小萝莉心情大好，让你给老娘找事。面对帝霓凰这位与云轩相识几万年的红颜，他自然不会生出对待龙可儿一样的情绪。他难堪，是因为感觉自己像是被抓包的小三。喜欢就不用多说了，渣男的嘴，骗人的鬼，他已经上当了。君无悔眼中寒光闪烁，他这位哥哥终于还是忍不住暴露野心了，没有他的命令竟敢擅自出手。其他不知真相的人见公主殿下对白衣男子的态度，会认为是喜欢。他知道真相，明白那是女儿对父亲的依恋与撒娇。雨落女王未婚夫的身份应该是陛下某个化身。不管怎样，君影臣为公主殿下抢男人，以此与公主交好的这个算盘肯定是打错了。影一，君影臣被帝家护道者所伤，不治身亡。君无悔暗中传音，脸上带着鬼笑，既然掉下去了，那就永远别上来了，弟弟我会在精神上帮你恨帝家传人的。君影臣天赋很高，出生比他早很多，他早就忌惮了，只是毕竟是他哥哥，以前没理由，实在不好下手。但对方的这一举动让他真正产生了危机感，这一次没巴结上公主，那下一次呢？为了以防万一，他必须永除后患。哎，权力啊，家主，你是对的。虚空中代号影一的老者叹了口气，君天下交代他，这两兄弟若反目，他帮示弱的一方就好。云轩一路跟在帝雨落身后，哭笑不得。除了名字与样貌，其余的他装都不装一下。震慑与霓裳他们与刚才震飞黑衣男子的力量，全都来自帝雨落体内。他之所以一开始没感应出帝雨落的真身，是因为这本就是真身。逆活一世极为艰难，除了服用不死神药外，每个人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帝雨落这具炼制出来的身体是帝霓凰的3世身，拥有自己的人生与经历，就像他曾经的化身一般。云轩边走边用仙识偷偷探查起帝雨落的神魂空间，一毫之地都没放过。果不其然，里面某处沉睡着一位更加貌美妖艳的女子，她是帝霓凰在离开云上天宫的拐弯处。云轩回眸看了一眼白木离，她的本体会不会也藏在神魂之中？木离，你怎么了？小胖妞见白木离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关心地问道。白木离失魂落魄，诗雨，云大哥他最后是不是看了我一眼？好像是的。小胖妞点头。得到确认，白木离心中不舍。云大哥被带走后，是不是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小胖妞沉默。赘婿的地位他深有体会，云大哥逃婚被那女人抓回去，怕是很难再出来，也不知道会被欺负成什么样子。小胖妞恨自己无能，云大哥可以为他出头，而他却不能施以援手。唯一有资格与帝家传人抗衡的人，此刻正坐在9天传人那一桌子，抓起一只硕大的鸡腿，啃得不亦乐乎，红光满面。见此情形，小胖妞脑袋一热，气冲冲地前去质问，抢下他手中的鸡腿。吃，就知道吃，云大哥的事你就一点都不在乎。一众9天传人面面相觑，这小妞好生刚猛，居然敢对公主殿下大呼小叫。不过王诗雨所言，他们也很疑惑，看得出公主殿下对那白衣公子的态度不一般，就算不是情侣，
那心中也绝对是怀有好感的。但他为什么不帮衬一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鸡腿啃得这么凶，是在化悲愤为食欲吗？鸡腿离手，小萝莉从桌上抽出几张纸巾，擦了一下沾满油的小手与娇唇，满不在乎道：他能有什么事？待会就回来了，现在说不定正快乐着呢。白木梨与小胖妞依旧忧心忡忡。见状，小萝莉笑道：放心好了，真有意外情况，本公主自会出手。小胖妞从担心中回过神，感到一阵后怕，怯生生地看了一眼小萝莉。她刚才居然敢对天庭公主无礼，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阿五小萝莉坐在凳子上，探出头咬了一口小胖妞手中的鸡腿，一点公主的架子都没有。另一边，云轩确实有点小快乐，她被冷艳的女王大人壁咚了。离开云上天宫，她被拉进了1号云上客，一进门便被摁在了墙上。帝雨落威风凛凛地直视云轩，琥珀色的眸子中带着得意之色，像是在说天地又如何，还不是一个小男人。但他的得意没有持续太久，就被云轩反手抱住了。这副躯体模样与本体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但熟悉的气息再也掩饰不住。他们之间有过太多美好过往，赘婿身份对其他人来说是耻辱，是累赘，他却甘之如饴。那段时光是4世中最美好、最惬意的生活，美好到一度让他想要永远持续下去。小院的花草，乘凉的亭子，下雪的屋檐，结冰的柳枝，每一处足迹都充斥着美好的过往，让人艳羡的回忆记忆中，他最为感动的是他第一次大限将至时帝霓凰的那一句：事到如今，我已无心对错，若你能活，献祭10个、100个、1万个大世界，又有何妨？万千因果，我一肩担之。未来的岁月，他时常想，心底诞生用万灵精气为小妖女她们续命的想法，是不是受帝霓凰的影响？诚然，他这想法是不好的，是邪恶的，但有这样一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与世界为敌的人，真的很开心，很幸福。对他来说，小雪是相依为命，从小长大的羁绊，师尊是对美好向往，霓凰则是心灵的寄托。这么想着，云轩不由抱得更紧了，帝雨落那水蛇般的细软腰肢被束缚得更为紧致。霓凰，有你在，真好。帝雨落耳畔响起一道情深意切的声音：那你还跑，还躲着我？帝雨落神色一喜，但很快又化作失落与委屈。云轩，这个问题他真不好回答。云轩是李长生，但李长生却不是云轩，他对霓凰的感情没变，只是心里多了几个人。霓凰，霓凰是谁？帝雨落把云轩推到墙上，冷冷地质问道。雨落，云轩轻声呼唤，对方拉不下面子，想玩角色扮演，他愿意陪同。帝雨落缓了缓神，收拾一下心情，一脸漠然。姓楚的那小丫头是怎么一回事？你女儿？帝雨落生气道。哼，难怪不愿意入赘帝家，原来是做了楚家乘龙快婿。云轩哭笑不得，瞎想什么呢？他叫楚清茶，心境天妃昭告天下，圣境以上的人应该都能听见。帝雨落愣了一下，嫌弃地看着云轩，真变态，那种小女孩你也能下得去手？还给她安排了一个天庭公主的身份，玩得可真花。帝雨落挺身向前，对着云轩耳畔呵气如兰：本王是不是也要做你的女儿？云轩轻咳一声，掩饰尴尬，解释道：这都是属下人不懂事，会错意了。帝雨落眼中带着鄙视，一副不信的样子。见此情形，云轩也懒得解释了，这变态的标签一时半会怕是甩不开了。他转移话题道：雨落，我见你身上有时间的痕迹，你是打算主修此道吗？时间的痕迹？帝雨落疑惑，自从那天从李温那里得知某个渣男的消息，他就越发思念从前，想要回到过去的情绪尤为强烈。然后他就看见了某种流动的神秘因子，经过短暂的熟悉，他能与之接触并将其波动。对，云轩轻轻点头，正好我认识一位修炼时间之道的仙人，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仙人一词让帝雨落怔了怔，但很快回过神，悠悠道：男的？女的？女的。帝雨落不由翻了一个白眼，他就知道是这样。云轩心虚地瞥了他一眼，试探道：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待久了他们该担心了。闻言，帝雨落没好气地将婚书拍在他身上：先把字签了再说。云轩接过，凭空凝聚出一支笔，在纸上写下云轩2字。帝雨落将婚书抢回去，仔细瞅了瞅，露出满意之色，随后面色一冷：区区赘婿居然朝三暮四，该罚。说着他便拦腰将云轩抱起，往屋内走去。云轩捂住脸，好羞耻啊！砰！云轩那股羞耻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帝雨落几步之间便来到软榻前，将手中的男人扔在了床上。云轩红着脸小声抗议：
我是云轩，不是李长生，能修炼的。帝雨落眉骨收缩，往中间一挤，冷然道：你什么意思啊？云轩不说话了。他很久前承诺过，不管他身份如何变换，在帝霓凰面前永远都是那个小男人。他现在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没事瞎许诺干啥？云轩那会天天被这样对待，没什么感觉。如今很长时间没有过这种经历，被公主抱的一瞬间，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尴尬的想死。撕啦！帝霓凰从裙摆上撕下一大块布料，看着露出的雪白细腻的大腿根部，云轩吞了一口泡沫。帝雨落涂着蔻丹的长长指甲，轻轻划过布料，犹如锋利的刀片一般，将布料切割成了长方形。你这是干什么？云轩小心翼翼地询问。帝雨落红唇微微勾起，让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脸更具魅惑。记住了，你现在是凡人。然后呢？他帝雨落用力一扯长料，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冷哼道：不准反抗，老老实实接受惩罚。幸好女王大人拿的是布料，不是小皮鞭。帝雨落俯下娇躯，蒙住云轩的眼睛。云轩怀着忐忑与期待的心情：雨落，你这是干什么？回答他的是2片香甜的娇唇与熟悉的体香。帝霓凰。云轩凭借男人的第7感，手不老实的向前一探，精准的握住目标。这触感，这尺寸，是他的本体。色胚！帝霓凰娇躯一颤，但并未驱除来犯玉女风的家伙。不准偷看，你现在是凡人。好。云轩了解他的心情，同时也不想违背妇女意愿。帝霓凰柔情万千地看着身下俊俏的男子，动作轻柔地为他捋了捋额前的刘海，另一只手解开自身的束缚。妖艳的火红被冰雪之色所覆盖，3万年的思念在这一刻缓缓靠近，浓郁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半个月后，92号房间，小胖妞气鼓鼓地看着一脸欣然的小萝莉。清茶，你不是说会出手的吗？这都15天了，云大哥还没回来。能快速和任何人打成一片是小萝莉的天赋技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白木里与王诗雨已经适应了她的身份，并且在小萝莉天赋技能的加持下，2人对她没有丝毫敬畏感，甚至比云上天宫事件之前相处的更为随意，更为融洽了。小萝莉心虚，但仍旧嘴硬：相信我，她会自己回来的。小胖妞心急如焚，明天就是道宫收徒的日子，错过之后要好长一段时间才会再次收徒。小萝莉拍胸保证：道宫名额举手之劳而已。唉，白木离叹了一口气。房间内一阵良久的沉默。哎呀，烦死了，我去要人还不行吗？小萝莉气恼地抓了一把头发，握紧拳头，蹬着小腿，气呼呼地推门而出。其实3天前云轩就传音告诉他，女帝不放人，要他亲自前去接才行。小萝莉这个小怂包自然不想去，这个比司空雪更强更凶的女人，一看就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只要他不去，他就没有输。但面对天天唉声叹气的白木离与满腹怨言的小胖妞，他终于是忍不了了。迟早要见面，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他去认怂还不行吗？只要不动手，什么都好说。1号云上客，阳台上，2位俊俏的公子哥正坐而饮酒，一位身材火爆的女子双手抱胸，背对他们遥望远方。还有什么事能让天行殿的传人愁眉苦脸？长着桃花眼的俊美公子笑着问道。这些天云轩被帝雨落囚禁了，2人不是在增加感情，就是增加感情的路上，他痛苦并快乐着。面对他这种主动的尤物，是个正常男人都会感到快乐。痛苦的是，他每次都要被蒙眼，见不到对方真容就很难受。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毕竟帝霓凰凹凸的身段实打实的摆在那。最痛苦的是，他是凡人，对方并不是，所以身体有点吃不消了。好不容易在帝雨落的默许下获得使用修为传音的机会，结果3天时间过去，那死丫头一点动静都没有。今日恰逢君无悔拜访，云轩为了免受帝雨落的折磨，便热情地将他留下了。明天是柳青仙的继位大典，君无悔今天是来告知帝雨落这个消息的。君无悔对于2人的关系虽有疑惑，但并未深究。他知道陛下有意隐瞒身份，便以道兄相称，饮酒论天下。云来客栈的招牌烈酒，仙人醉，对神王都能有所影响。君无悔不过是盛境巅峰，自然扛不住。几口烈酒下肚，君无悔便心事重重起来，于是有了云轩先前的那一问。君无悔红着脸，醉酒道：陛下有所不知。云轩静静地听着他的心声，原来前段时间他被自己的隐卫背叛了，尹一并没有杀君尹晨，反而将他救走了。君无悔认为尹一是被君尹晨策反的，顿时危机感大增。听完君无悔所说，云轩这才知晓那天拦路的黑衣男子的真实身份。君无悔摇头晃脑，
毫无平日里的风度，又饮了一大口。早知他会心生歹意，就应该提前除掉他。君无悔啐了一口，不过是个私生子。闻言，一旁的帝宇落冷哼一声，归根结底还不是你爹的错。他若不三心二意，岂会有君隐臣的存在？男人口中的海誓山盟，一生一世，全都是花言巧语。感受到言语中强烈的怨气与内涵之意，云轩抚着额头，目不转移地盯着杯中酒水。雨落女王此言差矣。君无悔醉醺醺地反驳道：乱花渐欲迷人眼，我爹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此事不怪父亲，事后他并未隐瞒我娘，娘亲也从未怪过他，甚至还大方地让父亲给那女人名分。只能怪君隐臣野心太大，不知好歹，得寸进尺。这话让云轩暗中竖起大拇指，同时一本正经道：墨家女子就是贤惠。哼！帝宇落一拳捶碎了围栏，转身迈着大长腿走来，坐到两人中间，低头把玩红色指甲。你的意思是让本王学他？帝宇落如此直白的询问，让云轩有些潸然。与汗颜，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大多数事都不会憋在心里，要么直接说，要么直接做，除小部分违背原则的事情外，很少拐弯抹角。哼！帝宇落对着长长的红色指甲吐了一口气，不是不能商量，你想纳谁为妾？穿着青衣的丰腴女子，一脸冷傲的妖族天尊，还是童颜大胸的白裙少女，亦或者是娇弱貌美的皇朝公主？小萝莉这个已经偷偷上位的天妃，帝宇落没有将她算在其中。与李长生分手后，他与云轩敌对了数万年，了解对方的为人，知道对方不可能放弃有名分的妃子，毕竟当年就给过他选择了。云轩在外是天帝，在他面前愿意做李长生的心思，他一直都知道，只是在装糊涂而已。云轩给出的答案，他很不喜欢。李长生与云轩本就是一人，一人饰演两角色，不过是自欺欺人。要么云轩永远是李长生，永远是帝家赘婿，要么云轩封他为后，休掉所有妃子，这是他当年给云轩的选择。只是他终究是过于自负，高看了自己在云轩心中的地位，本以为对方会妥协，哪知竟是如此的决绝。但这事他不后悔，他自信能成仙，能陪云轩到永远的只有他。余者此后不过是他漫长时光中一段美好的回忆，终将消失在岁月长河中。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000年前那3位天妃相继去世，情敌只剩天后一人。事实证明他又是错的，云轩这家伙居然又纳妃了。他先前一切的设想全都建立在云轩不会在心动的情况下熬死一个，他再找一双，这还玩个屁！一念至此，帝宇落看向云轩的眼神越发不满。数万年前他拒绝自己提议时，说天妃们对他是多么的重要，那是深情款款，非他们不可，自己差点就心软了。结果在天妃们死后不过几千年，他居然纳妃了。呸！渣男，花心大萝卜！事情的发展在超出帝霓凰的预料之后，他彻底慌了神，靠着那根黑色长发，循着气息来到了北斗界。面对帝宇落近似质问的询问，云轩非常识趣的装作没听见。这问题不管回答的多有水平，只要帝宇落的那颗心没有接纳的想法，这都是一个致命题。趴在桌子上神志不清的君无悔，一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握着酒杯，神色扭曲。该死的影衣，万恶的君隐臣！帝宇落不屑地瞥了一眼君无悔，又看了看云轩，那眼神仿佛在说，你天庭的传人就这副德行，和他主人一样没出息。云轩倒是没觉得什么，大家族中虽然极其看重出身，庶出几乎不可能争过嫡出，但君隐臣天赋不比君无悔差，修为更是遥遥领先。若先一步成为至尊，问鼎巅峰，家主之位，花落谁手，还真不好说。咚咚，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谁？云轩问道。我。简短的一个字，云轩竟是从中听出了生无可恋。这死丫头总算来了。云轩笑道：雨落，可以送客了。他对君家之事一点也不关心，两兄弟谁是最终的胜利者他不在乎，君无悔唯一的作用就是拖延时间，以免他的身子被女王大人掏空。小萝莉没来，他说不定还会好心安慰一番，扯点有的没的。现在嘛，不好意思，年轻人，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可以滚了。妖艳的女王冷哼一声，玉手一挥，房门自动打开。小萝莉还没进屋，便感觉头上有个黑影一闪而过，回头一看，一个俊俏的公子哥从对面的墙上缓缓滑落。将君无悔丢出后，帝宇落不怀好意地瞥了一眼云轩，他的小心思能瞒得过谁？现在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他记着时的呢，君无悔多待1秒，云轩就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多受3秒钟的折磨。小萝莉整理了一下衣裙，磨蹭了一小会，深吸一口气，给自己打气道：瑶光才是正妻，大家都是后来者，我才不怕他。吱嘎一声，小萝莉娇躯一颤，
发现是关门声，这才松了一口气。门外，君无悔揉了揉痛疼欲裂的脑袋，自语道：“我怎么会在这？”他仔细回想了一番，发现大脑一片空白。看着1号房门号，君无悔恍然大悟，原来是他不胜酒力，醉倒在了门口。雨落女王居然和陛下同居了，关系真好。君无悔边走边思考，心中将帝雨落列为不可得罪的人选之一，指不定他什么时候就混成天妃了。他怀疑天庭从未有人见过的楚天妃，就是陛下游历人间时遇到的某个女子。门内，小萝莉昂首挺胸，大步走到帝雨落面前坐下，淡淡道：“找我有什么事？”帝雨落眸光犀利，静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小萝莉缩了缩身子，强撑起的一口气顿时散去，目光看向别处，小声道：“没事的话，我就回去了。”帝雨落指着云轩，不接他走了。小萝莉很没骨气地说：“其他2个小丫头不放心他，托我来看一眼。既然无事，那留在这也没什么关系。”不知是面子过不去，还是有意讨好帝雨落，小萝莉又补充道：“他是你未婚夫，留在这天经地义。”云轩，这死丫头要不要这么怂？这就把我卖了。第一次对上小雪的时候，你不是很刚吗？似是知道云轩所想，小萝莉耸拉着脑袋，不敢看他，那回他们清清白白，问心无愧，自然底气十足。现在亲也亲了，摸也摸了，就差最后一步了，2人之间已经不干净了。帝雨落一见面，又摆出一副兴师问罪的大父模样，他这个不知道是小几的人，能不心虚吗？闻言，帝雨落似笑非笑地看向云轩，他说：“让你留在这，你意下如何？”云轩面不改色，能和雨落女王在一起，在下自然乐意之至。但是道宫即日将举行收徒大典，为防万一，我还需回去准备一番。只有成为9天的核心弟子，我才能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高攀不起。既然帝雨落想玩角色扮演，他正好借助云轩私生子的人设，光明正大的开溜。诚然，哪怕他这段时间历经风雨，饱受摧残，心底依旧舍不得帝雨落，但他知道绝对不能再待下去了。以帝雨落的性格，待得越久就越不会让他走。这些天，他能明显感觉到对方藏在心中的炽热情感正在逐渐蔓延出来。面见师尊的行程拖了半个月了，不能再继续耗下去了。他与小雪与师尊之间的事情，对方还不知道，他暂时也不打算让对方知道。威慑9天的女帝，在感情上从来不是一个大度的人。虽然帝霓凰现在放低了姿态，甚至有接纳小萝莉的倾向，但若云轩告诉他还有几个情感深厚的红颜，他绝对要翻脸。一气之下，一走了之的可能性极大。饭要一口一口吃，先瞒着，等他逐渐适应，过段时间再给他录一个，让他慢慢接受。温水煮青蛙才是王道。帝雨落脸色阴沉，没想到那天随意杜撰出来的身份，会在今天砸了自己的脚。沉思片刻，他淡淡道：“无需加入道宫，你虽是赘婿，但我一定护你一世平安，没人可以闲言碎语，没人可以欺负你，相信我，好吗？”帝雨落说到后面，罕见的露出柔情。他知道云轩愿意同他回帝家的可能性极为渺茫，但就是不死心的想要试一试。男人应该保护女人才对，这怎么能反过来？他的话，云轩自然是信的。很早以前他就已经证明过了，可为了日后的阖家欢聚，只能委屈他一段时间了。帝雨落脸上的失落之色一闪而过，重新恢复冷艳的样子。随你，你就是楚清茶。帝雨落不想再搭理云轩这个负心汉，转头看向小萝莉，明知故问：“是的。”小萝莉藏在裙袖下的手不安地揉搓着，像极了犯了错误的小女孩。面对严肃的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帝雨落反问一句。小萝莉迟疑片刻：“9天女帝。”帝雨落神色一缓，算某人还有点良心，没有隐瞒与自己的关系。他继续道：“你记错了，本王名叫帝雨落。”小萝莉诧异，余光瞥向云轩，疑惑不已。一个装女王，一个装私生子，这是在玩什么？现在知道要叫本王什么了吗？帝雨落淡淡道。帝雨落。帝雨落冷着一张脸，没有回答。叫错了吗？小萝莉忽然想起自己平时喜欢让云轩的女人叫自己姐姐或是大人，以彰显特殊地位，于是试探道：“雨落姐姐。”“女王大人。”帝雨落轻轻点头，脸上的冰雪消融。这丫头还算识相，看起来顺眼了很多。小萝莉松了一口气，这女人果然是来宣示女主人的位置的，只要不是像小雪那样不讲道理就好。撒娇卖萌，她如今已是得心应手，拿下这个冷傲的女王不成问题。雨落姐姐，云轩你想玩，留到什么时候都行，不用在乎我的感受。小萝莉觉得相比于叫女王，还是叫姐姐更为亲近。云轩闻言脑门一黑，她的宝贝女儿可真是一个漏风的棉袄。小萝莉比想象中的更为懂事，倒让帝雨落有些不好意思了。一个赘婿而已，
本王还不放在眼里，再交代一些事情，今晚就放了他。小萝莉一脸乖巧的点头，随后打起小报告：姐姐，他平时老是欺负我，这事你可一定要好好交代下。欺负？还老是？帝雨落神色怪异。见状，小萝莉知道他这是想歪了，急忙辩解：就是正常的欺负。云轩捂头，男女之间正常的欺负是什么？这不是越描越黑吗？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欺负。小萝莉经过几分钟的语无伦次，终于解释清楚。主人公云轩被冷落在一旁，帝霓凰与小萝莉交谈一阵后，暗示她可以走了。雨落姐姐，下次再见。小萝莉挥手告别。一出房门，她立马开心地比了一个耶，一蹦一跳地远去地雨落。刚才短暂的相处虽然不错，但她心里其实一直在暗暗警惕着这丫头。自古以来，能屈能伸者都不是简单的角色，只是没想到这丫头不止样貌是小女孩，性格也一样，还挺可爱的。帝雨落给出了心中的评价。与负心汉的第一位红颜交谈，他没有想象中的怨气与愤恨。云轩，帝雨落突然出声：怎么了？帝雨落道：怎么感觉她真是你女儿？云轩沉默一会，他轻声道：这不是她的本体。帝雨落怔了一下，没有追根探底，属于他们的爱与恨，甜与苦，他都不想知道，那是不属于他的故事篇章。你想干什么？正在故作深沉的云轩见帝雨落似笑非笑的走来，顿时慌了神。你和君武毁聊了2小时，本王很不开心，对你疼爱的时间要再加上3个时辰。帝雨落红唇勾起，显得有些妖媚。云轩倒吸一口凉气，腰间隐隐作痛。凡人之身这么长时间真的会死人的。夫君抓紧时间了，天色还早，晚上10点之前就能完事了。帝雨落抓起云轩向屋内走去。雨落能不能先欠着？云轩生无可恋，面对其他人他还能偷偷用点修为，但这位情况特殊，他凡人之身是什么战斗能力，对方再了解不过了，做不了弊啊。你说呢？晚上9点半，一俊美绝伦的白衣男子神色萎靡，颤颤巍巍地从1号云上客中扶墙而出。不准恢复修为，清茶说你正以凡人之躯红尘历练。身后传来的高冷御姐音让云轩身躯一颤，切齿道：叛徒！帝霓凰站在窗前，月华如水，倾洒人间，映照着他完美的侧颜，梦幻而朦胧。听着屋外传来的一声低喝，扑哧一笑，心想多少年没有像今日这般开心了。幼年心比天高，一心修炼，只为登临绝巅。她是大地亲女，天生混沌体，天资绝世，一路横推，从未有过对手，只觉人间无趣。直到遇到他，此后的生活才多姿多彩起来，脸上有了笑，心中有了甜，也有了苦。这个男人让他第一次落了泪，让他第一次学会了小心，学会了让步。哎，孽缘啊！帝霓凰发出叹息，可脸上却是洋溢着甜蜜的微笑。原来客栈很大，1号房间与91号房间并不近，毫无法力在身，身体又被掏空了的云轩走起路来举步维艰，以凡人之躯迎战9天女帝，万古以来绝对是第一人。若是不扶着墙，双腿不免会打颤，给人看见肾虚公子的名头绝对少不了。经过半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云轩终于来到房门前。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狠狠地揍小萝莉一顿，小屁屁必须肿高高。他与小萝莉之间因封印的缘故，即使没有修为在身，也能产生隐隐的感应。回房的路上若有若无的窥视，绝对是那死丫头的神识背叛自己，向雨落告密也就算了，明知自己体弱，居然还不来接人。砰的一声，云轩很没风度的将门踹开，人未见，声先出。清茶，你给老子出来！清茶，清茶！云轩怒气冲冲，这死丫头不老实承认错误，还敢躲起来。小黑趴在阳台上准备过夜，见云轩回家，立马变成人形，躺在外面的摇椅上。清茶大人说过，在云轩面前必须时刻保持人身，才有打针的机会。清茶大人，他在隔壁房间。萧月推开阳台与房间的间隔，来到云轩身前，恭敬道：他的穿着打扮令云轩耳目一新，高挑饱满的身材包裹在宽松的灰色睡衣下，衣领处很低，雪白的沟壑充分的说明他很有料。脸上是万年不变的冷傲，加上诱人的打扮，让人心动神驰，很难将这样的女人与小黑联系到一起。很可惜，云轩现在比圣人还要圣人，就算他穿着黑丝，娇气吁吁，丰满的身材全都暴露出来，他也生不起一丝欲望。坤坤低头还好，一旦抬手就会隐隐作痛。很好，知道我要回来，不洗干净在床上等着，还要躲到别人那里去。云轩面无表情，声音平淡，但萧月似乎看到了小萝莉疼哭求饶的场面。他看着云轩转身而出背影，张了张嘴，送到口中的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小萝莉出门前特意交代过，今晚是她上位的最后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那种，就算绑也要把云轩绑到床上。只是她如何敢对陛下动手？而且看陛下禁欲系男神模样，怎么也不像是好时机吧？萧月怀疑小萝莉在坑自己。东东、木离、诗雨，你们在吗？云轩站在外面，非常绅士的敲门。嘘！小萝莉躲在窗帘后面，探出一个头，竖指于是唇前，小声道：“记住我说的话。”吱嘎，房门应声而开，没有人在意小萝莉。白木离和王诗雨两人快速向门口靠近。云大哥，你终于回来了，诗雨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房门一开，一阵香风扑面而来，云轩看着死命抱住自己，生怕自己消失的小胖妞，面色一软，摸了摸她的头，笑道：“让你们担心了。”白木离踌躇不前，他也想表达一下思念之情，但女孩子的矜持使他羞于开口。云轩对着白木离颔首一笑，白木离心中踌躇不安等各种情绪，在这一笑之下全都平复下来，也跟着露出柔柔的笑，轻声道：“云大哥。”云大哥，那坏女人肯定欺负你了。小胖妞红着鼻子，抹着眼泪，一边抽泣，一边上下打量云轩，看他有没有受伤，有没有遭受虐待。失语，别瞎想了，雨落他人其实很好的。云轩有点想笑，同时心头一暖，这丫头被东方家的小姐欺负时都没见这么委屈。小胖妞泪光闪烁，心疼地看着云轩，消瘦的身形，略微苍白的脸色，眼角的疲惫，全都告诉他云大哥在强颜欢笑。不过小胖妞没有再说什么，男人是要面子的，追根究底，无疑是在揭伤疤。诗雨，不请云大哥进去喝杯茶？云轩笑着问道。请进。小胖妞回过神，脸颊绯红，才发觉她的另一只手一直搂着云大哥的腰没放。云大哥喝茶。穿着高贵紫裙的金发少女端来茶壶，为云轩沏上一杯。看着贤惠无比的绝美少女，云轩失神地想着，这真是清冷绝尘的木离仙子。见云大哥直勾勾盯着自己，白木离娇羞不已，不过并未躲避。经历了这半月的患得患失，他也说不清现在的感受了。总之，云大哥这么看着，肯定是不讨厌的。云轩不由想起那天的猜测，木离仙子的真身会不会也藏在白木离的神魂空间之中？他强大的护体神力不像是事先设下的屏障，倒像是由内而外的本源之力。云轩强压下心头的好奇与悸动，他能窥视霓凰的真身而不被发觉，是因为两人境界差距过大。同级别的木离仙子触碰他神魂空间这种敏感的东西，定会有所感知。本体若真在这里面，苏醒后知道他这些天的所作为为，仙子堕凡尘的计划已经可以宣布破灭了。云轩收敛思绪，抿了一口茶，视线在四周游离起来。见状，白木离问道：“云大哥是在找你长姐姐吗？”寻找小萝莉踪迹的云轩顺势说道：“他人呢？”白木离道：“出去买东西了。”云轩没在意，几人中就与霓常装普通人装的最像。他接着道：“小黑说清茶在你们这，怎么也没见着人。”收拾好心情的小胖妞坐到云轩身旁，兴奋地举起手：“这个我知道，清茶跟着霓常姐姐一起出去买东西了，今晚可能会在外面过夜。”小胖妞指着窗帘，用眼神暗示色萝莉就躲在那里。他一字不差地将色萝莉交代的事情传达给了云大哥，应该不算食言吧？小胖妞心想。窗帘后，小萝莉松了一口气，她和小胖妞不打不相识，关键时刻对方还是靠得住的。白天离开地雨落房间的那一刻，她就知道云轩回来后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这个没有骨气的叛徒，所以早就想好了应对政策，让雨落姐姐嘱咐一番历练之道，这样就算暴露了位置，身为凡人的云轩也是拿捏不了自己的。不过能在气消之前不被发现，那就再好不过了。小萝莉正这么想着，挡在身前的窗帘忽然被掀开，看着似笑非笑的云轩，她转头愤怒地质问：“小胖妞，你背叛我？”“没有啊。”小胖妞摊了摊手，一脸无辜。“我刚才可都是按照你的指示说的。”云轩抓住小萝莉的手，显露和蔼的笑：“不关他的事，我们这是心有灵犀。”感受到满满的恶意，小萝莉挣扎道：“今晚我不回去了。”说着，她推着体弱的云轩的走到门口：“明天见，女孩子的闺房秘话不方便说给你听。”云轩抓住她的手不放：“什么事情能比半个月不见的哥哥重要？话刚才已经说完了，清茶姐姐，你就先和云大哥回去吧。”“是啊，这么久没见，云大哥肯定很想你。”小胖妞与白木离向后发声：“你们！”小萝莉气急，这被人背叛的滋味果然不好受。走了。云轩将她拽了出去，顺道关上门，堵住她的后路。小萝莉生无可恋地跟在云轩身后，老老实实地进了屋。哐当，重重的关门声让她的心跳都慢了半拍。
云轩脸上先前的柔笑转瞬消失不见，板着脸走到床上坐下，拍了拍一旁，示意小萝莉坐过来。小萝莉坐过去，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小心试探。生气了？你说呢？云轩斜睨着小萝莉，没好气道。虽然有些纳闷，但他并不生气，他只是想趁此机会好好欺负小萝莉一番，争取一点福利。我说不生气。小萝莉厚着脸皮道。呵呵。云轩被逗乐了，用力捏了捏她有些婴儿肥的脸，留下鲜明的2个手指印。小萝莉摸着被捏的地方，委屈巴巴。你欺负人？就欺负你，怎么了？站着自己有理，云轩显得理直气壮。小萝莉气势一弱，只敢在心里嘀咕：我要把你打成备胎。云轩瞧着他这副受气包的怂样，不由道：你好歹也是仙人，怕他干什么？小萝莉自然不会说将自己定位成小三了，她张牙舞爪的开始甩锅。都是你的错，要不是实力义不存一，本系统岂会怂他？云轩淡淡道：我给你本体放出来不就行了？闻言，小萝莉气势一滞，随即像个小孩子一样在床上翻滚。我不管，就是你的错。我要告诉雨落姐姐，你欺负小女孩。云轩，他突然有些理解小萝莉为什么不愿意恢复真身了，这撒娇耍无赖的模样，还真是一点违和感也没有。哎，算了。云轩叹了一口气，暗示道：好久没喝悟道茶了，茶瘾犯了。小萝莉装死，不为所动。云轩道：这点小小的补偿，你都不愿意吗？太让人伤心了。小萝莉面朝床榻，她在上面闷声闷气道：换一个要求。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的道理，她还是懂的。以前天天泡茶壶的日子，她可不想再经历云轩态度强硬。就这一个，别无他求。小萝莉不说话，继续装死。云轩深吸一口气，酝酿情绪。你没骨气的投敌就算了，居然还透露军情。你知不知道我今天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小萝莉鄙夷。折磨？我看是享受吧。云轩冷笑，将趴在床上小萝莉翻过身，压在下面。享受？呵呵，本公子今天让你也好好享受一番。君子动嘴不动手。小萝莉神色一慌。我发育不好，只是一个小萝莉，你不准做坏事。云轩汗颜，情急之下真是什么话都往外吐，说的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那就动嘴。云轩忍住笑意，仍旧冷着一张脸。小萝莉面红如血，扭捏一下后闭目嘟起小嘴。你这是干嘛？小萝莉呢喃。别装了，你想干什么我还不知道，只准亲一下。云轩无语，他从未像今天这般无欲无求过，就算小萝莉显现真身，他也有把握心如止水，贤者时刻淫魔也能成君子。云轩捏住他的鼻子。泡茶去。动嘴是喝茶的意思。小萝莉一怔，狐疑地打量云轩。还不快去泡一壶，我就原谅你出卖我的行为。云轩催促。老娘不需要你原谅。小萝莉一把将云轩推开，向外跑去。云轩抬手，仙霞流转，小萝莉有所感应，驻足回头，跳起脚板。你动用修为，雨落姐姐可是会生气的。你以为有人罩着我就奈何不了你吗？云轩放下手，气笑了。小黑，教他做茶。清茶大人得罪了。话音刚落，萧月出现在小萝莉身后，拎着她向桌子走去。小萝莉哭诉求饶。云轩，我错了，下次再也不出卖你了。我不要待在里面。想要酝酿出一壶好的茶叶，可不是单纯的变成叶子泡在水中就行的，普通的茶叶泡个10几次就没味了。悟道叶虽然特殊，但想要永久有味，它或多或少是要付出一些不可名状的代价，那奇妙的感觉羞于说出口。反正这对他而言不是单纯的洗澡。哥，我错了。大哥，亲哥。小萝莉道德底线一降再降，毫无节操可言。云轩嘴角微抽，当作没听见，今天借机把他泡了，开了头，才好有下一次。小萝莉疯狂挣扎。等一下，我还没洗澡，身上不干净，会影响口感的。次日清晨，阳光明媚，少年神采奕奕，昨日的疲惫一扫而空。少女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云大哥，清茶妹妹，缥缈界现世了。门外传来白木离略显兴奋的娇柔之音。白衣男子穿戴整齐，站在镜子前，理了理飘逸的长发，端详着俊美的容颜。他通过镜面的折射，看向眼中无光，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发呆的小萝莉，你还想做到什么时候？木离都来催了。哼！小萝莉发出一道抗议的鼻音，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云轩这个没良心的混蛋，就知道喝茶，一点也不在乎他的感受。昨晚泡了他一夜，存储了数十壶茶，他精气神恢复了，自己却是被榨干了。好了，别生气了，下次保证不这样。云轩无奈，开始哄小女孩。
小萝莉怒发冲冠：“狗男人，你还想有下次？”小萝莉秀发散乱，衣衫不整，眼中还带着血丝，加上这副委屈与愤恨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神色，像极了被糟蹋的清纯少女。云轩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耐着性子安慰，但他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清茶，你可是女孩子，能不能注意一点形象？不知其情的人见了，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你还笑？小萝莉小嘴一瘪，掀起被子就钻了进去。见红颜知己，你就自己去睡觉了，没事别叫我。一路上，云轩没和他说过来北斗入道宫是为了什么，但聪明如他，稍微转动脑袋就知道，肯定是见故人啊。而这故人必定是关系匪浅的女人。房间今天到期了，诗雨可没有续费，你身上有钱？云轩好心提醒，本公主住这是云来客栈无上的荣耀，他们还敢收钱？被窝里发出一道闷闷的声音：“云轩，你还真的当我女儿上瘾了？随你吧。”云轩转身离去，暗中传音：“美妇人，过来赶人！大坏蛋，死混蛋，臭渣男，通通给老娘去死！”小萝莉见云轩潇洒离去，气愤不已：“多哄一下，会死吗？”小萝莉一脚踹飞盖在身上的被子，越想越气。无论是司空雪还是帝霓凰，这男人都是温柔至极，耐心体贴，怎么到了他这就变成了这样？成天变着法子气人，是难度太低了吗？小萝莉喃喃自语，她寻思着应该找个机会和云轩分手，让渣男体会一下追妻火葬场的不易，才会更珍惜他。就在这时，美妇人带着一众侍女款款而来。91号云上客合约今日到期，您要是不续租，还请尽快离去，方便我们整理内务，以便接待下一位客人。小萝莉一脸懵逼，指着自己鼻子：“你不知道我身份？”美妇人压下心中的惊惧：“公主殿下请见谅，这是云来客栈的规矩。”小萝莉怒道：“小册子上面不是说可以先欠着吗？日后偿还，本店概不赊账。”美妇人歉然一笑：“规矩刚改，还没来得及更新。”云轩，你混蛋！房间内传出惊天怒吼。云来客栈楼底马车上，云大哥，清茶怎么还没下来？他不打算去道宫玩吗？小胖妞从车窗探出头，寻找小萝莉的身影。应该快到了。云轩笑道。白木离心事重重，就算帝家传人不带走云大哥，以清茶天庭公主的身份，云大哥也没必要加入道宫。云轩注意到了白木离的忧心，不过并未解释什么，保持这种危机感，有利于日后更加深入的交流。10分钟后，小萝莉姗姗来迟，坐上马车，阴阳怪气道：“哟，怎么还没走？是特意在等我？”“是啊。”小萝莉见云轩装都不装一下，一时语塞，嘟囔道：“背地里耍阴招的小人。”说完，她躺到软垫上，背过身。街道上，马车缓缓行驶，来到一处有缥缈道宫弟子镇守的重地。白木离出示金色令牌，道宫弟子放行，马车继续前行。很快，马车穿过一层结界，来到了另一处世界。他们出现在广阔无比、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平原上。这里灵气异常浓郁，让人心旷神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人陆续增多，有成群结伴而来的，亦有孤身一人者。在众人紧张与期待下，道宫之人终于来了。来者是一位头发须白的老者，带着数位年轻的弟子。老者仙风道骨，看起来很有高人相。他穿着灰色的道袍，立身于虚空，衣袖一挥，空中顿时出现缥缈宫内的投影。跟在老者身后的白袍女弟子解释道：“今天是道宫收徒试炼日，也是柳师兄继承道子之位的大典，各位勿急。”画面中，柳青仙一袭白衣，风神俊朗，神色漠然地站在最高处，接受着一位女祭司的授印。柳师兄太帅了，我好像恋爱了。一花痴女摇着身旁闺蜜的手，闺蜜也是痴痴地盯着柳青仙，呢喃道：“通过试炼成为道宫弟子，是不是就能天天见到柳师兄了？你们不觉得前面那位更好看吗？”三人中较为冷静的一人忽然出声：“柳师兄，对不起了，我好像移情别恋了。”花痴女见到前方的云轩，顿时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同样花痴的闺蜜嘿嘿一笑：“这位也好看，我两位都喜欢。”两位对视一眼，联袂向云轩走去。“这位公子，你滚！”他们话没还说完，小萝莉这个护食的老母鸡就开始发怒了：“就认识一下，凶什么凶？”花痴女小声嘀咕，悻然地走了。花心大萝卜，一天天就会招蜂引蝶。小萝莉余气未消，云轩耸了耸肩，这个世界长得帅也是一种错。刚才那两位穿金戴银，一看就是贵族小姐，还是私生活比较乱的那一种，这种人他以前可没少见。有一次他还差点被强买强卖，失去清白之身。老实说，在刚出山还未正式修炼的那一会，他还想过，如果修行没有天赋，
那他就去勾引一个美富婆，以保证下辈子衣食无忧。像他这种颜值在线的人，挑选美富婆最重要的自然是前面那一个美字。那2位长得不算丑，但离他心中的美还差10万8千里，没有资格包养年轻时候的他爱。为什么是柳师兄，不是柳师姐？有年轻的公子哥发出如此感慨。他身旁的好友玩笑道：“这相貌，男的也不是不可以。”年轻的公子闻言，身后一紧，下意识地退后2步，一脸警惕地看着欲要迎难而上的好基友。在投影的映射下，广阔的平原上发生着诸多小插曲。就是立足于半空的道宫弟子，看着画面中风姿绝世的柳青仙，也是由衷的感叹：今日之后，道宫无男子继位的惯例就要被打破了。